白小玲坐在家徒四壁的破旧茅屋里，听着隔壁茅屋传来的呜呜的哭声。她花了3个时辰才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她穿越了，而且还穿越到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寡妇身上。就在3个时辰前，小叔子沈竹浪将她从房梁上取下来，劝了她很多话。从她的言语中，白小玲了解了很多信息，比如在隔壁一直哭泣的正是她的婆婆。今天从军的村头林二狗带回来一个消息，原主白小玲的相公已经战死。原主是个可怜的女人，她嫁入沈家的前一天，相公就奔赴战场，而在她嫁过来的第3个月，就传来相公战死的噩耗消息。可怜她连相公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所以她一时想不开，在自个儿屋里上吊。幸好小叔子发现及时，这才将她救下。白小玲前世是个大学生，学的是农学专业。穿越过来之前，她正在试验田里收割水稻。通过4年的努力，她终于种出了一种抗虫抗旱的水稻。她正拿着水稻种子高兴，想不到乐极生悲，脚下一个不稳，一头栽进了水塘里。再接着，她就穿越了。隔壁小叔子沈竹浪还在劝婆婆刘氏：娘，你就别哭了，哭坏了眼睛可怎么办？你放心，哥不在了，以后这个家由我来扛。刘氏听了这话，哭得更加厉害。竹浪啊，就算你哥不在了，这个家呀也不需要你来扛，你只管好好读书，争取考中状元，完成你爹的心愿啊！沈竹浪没有再说话，他从小身体就弱，所以家中一切事务都是由哥哥来做，他只需要安心学习。自从他哥从军以后，家里的田地由于没人种，都荒废了。现如今米缸早已见了底，这个冬天又极其寒冷，他们该如何熬过去呢？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扛起这个家，他们家或许真的就要垮了。他为了刘氏拌碗稀饭，对他说：娘，你先休息，我给嫂子送一碗稀饭过去。白小玲听到这句话，她摸了摸早就咕噜叫的肚子，她的确饿极了。屋外有人咳嗽的声音，然后便有敲门的声音传来。嫂子，你睡了吗？啊，没睡。我现在可以进来吗？可以。沈竹浪进屋的时候，也有一股寒风卷了进来，冻得白小玲缩了缩脖子。她连忙将门关上，然后将半碗还冒着热气的稀饭放在桌子上。嫂子，趁热喝吧，喝了就暖和了。她看着那半碗稀饭，稀饭里面大部分都是水，表面飘着几粒米，看来这个家庭真的贫困潦倒，就差被饿死了。白小玲将稀饭端起，碗里传来的热气倒是让她的手温暖了几分。她喝了一口之后，身体也暖和了一点。看着她脖子上深红的勒痕，又咳嗽了几声。嫂子，那你早点休息。好。沈竹浪出去了，白小玲喝了剩下的稀饭，然后倒在床上，用被子裹着自己。这床被子很薄，就算她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但还是依然很冷。而且那半碗稀饭喝下去，根本没有一点儿感觉，又冷又饿，真的睡不着。这时门嘎吱一声响了，听脚步声，是小叔子出门了。外面下着鹅毛大雪，他看着雪地上的那一串脚印，开始担心起来。他这么早去做什么？白小玲跟着脚印过去，在一户农家前终于见到了小叔子。他穿着单薄的麻衣，站在一个妇人面前，手脚都哆嗦得厉害，但是他的脸却通红。他手里拿着一个碗，对妇人说道：三姑，我家里的米没有了，
你家可有富裕？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情。妇人说道：侄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也是穷的叮当响。今年的收成不好，我们家自己都怕过不去这个坎儿。你还是去你大舅家看看吧。沈竹浪的脸更红，他连忙道了一声谢，然后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走了之后，妇人对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口水。呸！一家的懒散货，没有米只会四处讨要。那新加入的媳妇儿，光是长了一张好看的脸，什么活都不做，还妄想靠百家饭将他们一家子养起来，休想！看着妇人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嘴脸，白小玲皱了皱眉头。不过她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原主五体不勤。沈竹浪又到了另外一户农户门前，这一次他犹豫了很久，才举起手敲门。他单薄的身子在雪地里面发抖，也不住地咳嗽着。敲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他明白，如果他今天讨不到米，那么娘和嫂子就没有饭吃。于是他终于鼓起勇气喊道：大舅，大舅你在家吗？他在屋外等了半个时辰，终于有人来开门了。开门的不是他大舅，而是大舅母。大舅母一副凶神恶煞、母夜叉的模样，大嗓门吼道：什么事儿啊？大早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他显然被吓到了，抿了嘴唇，然后说：舅母，家里可有……大舅母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话：没有，扰人清梦，真是作孽。说完以后，砰，将木门甩上了。沈竹浪站在门前，久久没有回过神。见到这副光景，不远处的白小玲心头不由一紧。是他的二叔家，二叔外出做生意，常年不回家，家中只有二婶和小虎子。二婶家和他们家差不多，都是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按理来说，他是不该去他的家中讨米，而且家中富裕的亲戚都不愿意给他借米，更何况二婶。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去，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沈竹浪又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在一处破旧的木屋前停了下来。他刚准备敲门，门开了，小虎子提着半袋糙米，小脸黑黑的。他看见沈竹浪，露出了2颗虎牙。嘿嘿嘿，竹浪哥，我娘正让我给你送米来。他听了小虎子的话以后，湿了眼眶。二婶呢？娘一大早就背了一捆干柴去镇上了，她说卖了柴以后，顺便去看看爹。沈竹浪接过半袋米，声音有些哽咽地对小虎子说：虎子，这米等到开春以后，我定会还给你们。竹浪哥，我娘说了，你们家遭了难，这米不用还。不，一定要还。沈竹浪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二婶家。他回到家中哭了一场，然后开始生火做饭。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说的就是他。他一个大男人，什么都不会做，还要像乞丐一样四处讨米。他真是把读书人的脸都丢完了。这书不读也罢。白小玲心情复杂地朝家走，在快要到家的时候，看到烟囱里升起袅袅青烟，湿了眼眶。院子里，刘氏坐在门口朝外望着，似乎他往那个方向看得久了，他的大儿子就能回来。刘氏昨天哭了一晚，第二天起来眼睛很花，看不清东西，看什么都只有一团影子。但是这些事情他并不敢告诉沈竹浪，他们家里什么情况，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沈竹浪很有孝心，如果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他肯定会去镇上给他请大夫。但他上学的钱都是在村里东拼西凑借的，哪里还有钱去请大夫？白小玲眼尖，立马察觉到刘氏眼眸浑浊，而且他进来的时候，刘氏都没有发现。
他的手在刘氏的面前晃了晃，发现刘氏反应迟钝，就像看不见他的手一样，于是连忙问：娘，你的眼睛怎么了？刘氏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没事没事，我没事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竹浪。刘氏的这番表现，那就是他的眼睛肯定有事儿。他心中酸楚，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说道：娘，你放心，我不会告诉竹浪的。刘氏在空中抓着，白小玲将自己的手给了他，他握住他的手，眼泪又流了出来。小玲啊，你嫁过来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是我们沈家对不起你。如今从亲去了，你还是个大姑娘，可以找一个好人家嫁了。白小玲心想，原主五体不勤，刘氏不但宽容她，而且还觉得是沈家对不住她。刘氏可真是一个好婆婆，而且她初来乍到，在这里无亲无故的，更何况现在属于她的世界也回不去了。如今能碰上两个对她好的人，她不能狼心狗肺抛下他们离开。所以就算这个家再穷再破，她也要和他们一同面对。娘，您不要这么说，我既然已经嫁入沈家，那么就是沈家的人。你们对我的好我是知道的，就算从亲不在了，您还是我的娘，竹浪还是我的小叔子。刘氏紧紧地握着白小玲的手，哽咽道：小玲啊，娘，你放心，我会努力赚钱给竹浪上学，也会给你治眼睛，相信我们一家会好起来的。两人说话间，沈竹浪已经做好了饭，这一次依旧是碗里没有几粒米的稀饭，还有一点自家腌制的咸菜。他喊道：娘，嫂子，吃饭了。白小玲扶着刘氏进了屋，她将筷子递到刘氏的手里，将饭碗放到刘氏的手边。她和刘氏一起瞒着眼睛坏了的事情。沈竹浪很快就将稀饭喝完了，他并没有吃咸菜，恐怕也是想留给白小玲和刘氏吃。他喝光之后就扛着锄头下了田，临走之时对白小玲嘱咐道：嫂子，你照顾好娘。就算家里穷成这副样子，沈竹浪也没有让白小玲下地干活。在这个小山村里面，传统风俗是男耕女织，女人下地干活，不管是对女人本身还是女人所在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落后的小山村里，贫穷让不少女人下地干活。沈竹浪是个读书人，他的父亲也是读书人，他们更是看重这些。所以他们家中自从沈从清去从军，沈竹浪去书院读书以后，家里便没有人去干活，造成了坐吃山空的情况。等到冬季，沈竹浪从学院回来，看到的就是这副景象。娘，家里有针线没有？有啊，小玲是有衣服破了吗？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衣服的缝缝补补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有，想去河里钓几条鱼。小玲啊，河水里面都结了冰，哪里还有鱼呀？娘，你不用管了，待在家里等着喝鱼汤吧。刘氏一想到鱼汤，她肚子叫了几声。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过肉了，都快忘记肉是什么味道了，也的确想着那味道。小虎子嘴很甜，隔着老远就在叫他：嫂子，你去哪儿？去河里看看。小虎子跑了过来，黑黑的小脸冻得通红。嫂子，河里结了冰，你去做什么？白小玲凑近小虎子，小声说道：钓鱼吃。一想到鲜美的鱼汤，小虎子咽了口水。嫂子，能钓到吗？不知道，试试吧。小虎子，你娘还没有回来吗？他摇头。没呢，不过这里去镇上很远，一去一回要花上4个时辰。娘卖了柴，还得去找爹，估计回来的很晚。嫂子，我能和你一起去钓鱼吗？可以啊。
正好他不知道路，两人刚好也可以做个伴儿。小虎子7、8岁的样子，个头很矮，穿着破烂的厚重的棉衣，走在路上看起来圆滚滚的，非常可爱。两人一路走着，白小玲问道：小虎子，你今年多少岁了？8岁。小虎子，你知道我家田地在什么地方吗？小虎子指向一个方向，那正是家中茅草屋前面10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田里面劳作，田地前面一点就是那条河。小虎子说道：嫂子，你家这几亩田地位置可是真好，离家近不说，而且接连莲花河，一般夏季干旱10天半个月，别人家的田早就开裂了，但是你家的田却还有储水。这村里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你家的田地呢。小虎子小小年纪，一本正经地和他说这些，不是因为他多么早熟聪明，而是有人对他说过。看来他家的几亩田的确遭人惦记着。两人已经走到了田地处，沈竹浪正在挖地，他刚挖了一会儿，便不由得咳嗽气喘，累得不行。他从小身子弱，也没有做过农活，做这些自然是不行的。看到小虎子和白小玲来了，沈竹浪问道：嫂子，你怎么来了？白小玲看着新翻出来的土，泥土有些黑，土里面营养丰富，正适合种水稻。这样的土地种出来的水稻，定比其他土质种出来的水稻颗粒更加饱满，营养也更加丰富。他看着相连的几块田，喜笑颜开。竹浪，这些田都是我们家的吗？沈竹浪点了头。是。真好。这里可比学校的试验田大多了，而且土质也好多了。他以后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尽情地种庄稼，研究优良种子。沈竹浪却垂头丧气，他们家光有几块好田有什么用？别人家早就在今年的第1场雪下来之前就翻了土，种了小麦。瑞雪兆丰年，今年的雪下得越大，来年开春雪化了以后，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小麦苗就越粗壮。可是他们家正在为没有种子下地而发愁。沈竹浪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白小玲。以前大哥当家的时候，家里的一切事情他从来没有操心过。如今大哥不在了，照顾娘和嫂子的担子自然落在了他肩头。就算再难，他也会咬牙坚持下去。白小玲让小虎子蹲在他新翻的土地上找蚯蚓，把找到的蚯蚓弄成小段挂在钩上，然后他将钩丢下水中，在细线的中间绑着一片树叶，另一头绑着一块石头。完事之后对小虎子说：小虎子，你在这里瞧着，如果树叶往下沉，你就将鱼钩拉上来。小虎子点点头，他从来没有这样钓鱼过，所以觉得很新奇，于是很乐意地坐在冰窟窿前的大石头上，盯着漂浮在水面的那片树叶。白小玲来到地里，这雪是从昨天开始下的，被掩埋在雪里的植物还没有完全被冻死。她想将积雪刨开，说不定还能发现里面的野菜。她朝沈竹浪伸出手：竹浪，将锄头给我。嫂子，这不行，你还是和小虎子一起钓鱼去吧。有什么行不行的？白小玲说完，便将沈竹浪手里的锄头拿了过去。他一边将地面上的雪刨开，一边分辨着雪下面长的野菜，然后将野菜都挑选出来，扔到了一边。竹浪，你的任务是学习。你大哥虽然不在了，但是还有嫂子。听了这句话，沈竹浪眼里湿湿的。嫂子，明年我不想去书院了。不行，你是一块读书的料，不是做农活的料。爹读了一辈子的书，考了进士，成了村里的教书先生。爹穷困潦倒一辈子，最后得了重病，没钱医治。那时候大哥在外面上学，娘害怕他担心，并没有将爹生病的消息告诉大哥。最后等大哥回来的时候，只见到了爹的坟。从此大哥就再也没有去书院上学，而是留在家里负担我和娘。我也该和大哥当年一样，留在家里照顾你们。
竹浪，那时候是因为娘年纪大了，你年纪还小，所以她才选择留下。但是我好手好脚，不需要人照顾，而且我还能照顾娘，你就不必担心我们。开年之后，你还是回学院里去。沈竹浪这次没有再说话，看着嫂子瘦弱的身体。他怎么可能负担得了自己和娘？家里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了。等到开年，嫂子知道学费是多少以后，可能就不会再说这话了吧。不过他能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白小玲挖了一会儿，野菜已经堆成一座小山，她心情很好。今天中午终于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小虎子也在那边叫着：嫂子，椰子动了，椰子动了！他记得他说过的话，将鱼钩扯了上来。虽然这条鱼不大，只有1指长，但是对于一年到头吃不上几次肉的小虎子来说，他已经非常开心。想到鲜美的鱼汤，他就馋得不行。他又挂了蚯蚓在鱼钩上面，将鱼钩扔到水里之后，坐在大石头上面搓手哈气。他对小虎子说：小虎子，你真厉害。小虎子得了夸奖，开心的不得了。嘿嘿嘿，嫂子，竹浪哥，你们自己忙你们的，钓鱼的事情就交给我。好。白小玲继续挖野菜，她准备多挖一点野菜，放在家里能够吃上2、3天的样子最好。刘氏的眼睛不能耽搁，沈竹浪似乎也生病了。古代的医学不发达，小病如果不及时医治，等到病情严重了再治就难了。再说了，沈竹浪似乎没有厚一点的衣服，家里的被子也得添置。想要在这里活下去，他就需要银子，所以明天他打算去镇上。快到中午的时候，小虎子钓了5、6条大大小小的鱼，白小玲挖了许多野菜，沈竹浪回家拿了背篓，将这些装好带回来。3个人的心情都非常不错。小虎子说道：嫂子，钓鱼真有趣。有趣的事情啊还有很多。到了冬天，螃蟹就会打洞过冬，只要我们找到螃蟹洞，还能吃到鲜美的螃蟹呢。等我们吃了午饭，下午嫂子带你来抓螃蟹，那东西啊可美味了。小虎子咽了咽口水。好的，嫂子。3人回去以后，白小玲亲自动手杀鱼、剥鱼鳞、切鱼片。她切的鱼片薄如蝉翼，而且鱼肉和鱼刺都是分开的。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学生，白小玲的厨艺还是很不错的。他们经常把试验田里面的植物研究完就直接炒了，把池塘里面用来研究的鱼虾螃蟹研究完就炖了。小虎子一边看着一边发出惊叹：嫂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以前都没有发现你竟然这么厉害。那你以后可以跟着嫂子一起吃香的喝辣的了。小虎子点头如捣蒜。家里没有多少调料，白小玲将厨房里的所有地方都找遍了，只发现了一点盐。她就抓了咸菜，然后将咸菜切碎。炕头上挂着一块老腊肉，腊肉已经被烟熏成了黑色，不过一头有切过的痕迹，切口倒是白色的肥肉。白小玲切了一段，然后洗了铁锅。沈竹浪生了火，等到锅烧热了之后，他将肥腊肉洗净放入锅中。肥腊肉滋滋地在铁锅里冒油，瞬间一股子腊肉特有的油香扑面而来。小虎子闻到了，连着直咽了好几口口水。等肥肉里面的油冒得差不多，白小玲将咸菜放进去炒了炒。等到香味出来以后，她放了半锅水，盖上盖子煮着。厨房里面飘出一大股油腥味儿，就连刘氏也不免摸着过来，问道：小玲，你在做什么？白小玲拿了一根凳子让她坐下。娘，我们在做鱼。刘氏的表情有些期待。鱼？你们钓到鱼了？还是小虎子钓的，钓了足足5条呢。自从沈从清走了以后，刘氏就没有开过荤腥，能喝到一点鱼汤，他就觉得很高兴了。
他们钓了5条鱼，这下不仅能喝到鱼汤，甚至能吃到鱼肉呢。刘氏的心里对他的这个儿媳妇儿开始刮目相看了。他将一盆子酸菜鱼端到桌子上，又拿了4副碗筷。此时锅里的稀饭已经烧热，他将野菜放了进去。饭已经做好，4人坐在木桌子前，看着热气腾腾的鱼汤和稀饭，口腔里面分泌着大量的唾液。白小玲先给刘氏盛了一碗鱼汤，她给他挑的都是纯鱼肉。刘氏喝了一口鱼汤，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等长辈先动了筷子，他们这才吃了起来。小虎子一边吃一边说：嫂子，你做的鱼汤是我喝过最好的鱼汤。其实只有一点盐而已，他们觉得好吃，不过是因为长期的饥饿和没见油荤而已。白小玲自从穿越来了之后，肚子就没有饱的时候，所以她也觉得这次做的鱼汤非常好喝。沈竹浪笑道：小伙子，你少贫嘴，你年纪这么小，喝过几次鱼汤啊？他已经15了，喝过鱼汤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更何况小虎子。小虎子嘿嘿一笑：嘿嘿，反正嫂子做的鱼汤就是最好的。嫂子，我能给我娘留一碗吗？这件事情倒是他疏忽了。白小玲又取了一个碗，然后从盆里舀出一些鱼汤鱼肉放在一边说：小虎子啊，待会儿吃了饭把这碗鱼汤端回去，等到二婶回来热一热就可以吃。好的，谢谢嫂子。白小玲一边吃饭一边给沈竹浪和小虎子碗里加鱼肉。这2个人都还在长身体，可要多吃一点。一顿饭吃了之后，小虎子摸了摸肚子，打了一个饱嗝。白小玲笑着捏捏他的小脸蛋，然后说道：小虎子看来是吃饱了，都打饱嗝了。白小玲话音刚落，刘氏也打了一个饱嗝，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下午，刘氏还是待在屋里，他们3个便去莲花河边挖螃蟹。白小玲眼睛毒，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藏了螃蟹，一锄头下去准没错。3人花了不到2个时辰的时间，就抓了满满一背篓肥美的螃蟹。古人就是太过实诚，只知道在自己的几亩地里出食，不知道弄些野味吃。但是在白小玲眼里，这地方遍地是宝。又一顿饱饭过后，天已经黑了。沈竹浪送小虎子回去，小虎子拿着螃蟹，沈竹浪端着鱼汤。这香味诱惑着茅草屋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大家都难得开一次荤腥，闻着这么诱人的味道，一个个自然不会放过。况且端着鱼汤的人还是村里最穷的沈家。沈竹浪的三姑率先发了话：竹浪，你手里端着的是什么？一想到今早去向三姑讨米，吃了闭门羹，沈竹浪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但是爹在世的时候经常教育他，做人要和善，不要太过计较。于是他回答道：三姑，是鱼汤。鱼汤？妇人咽了咽口水，要是在这冰天雪地里面能喝上一口热腾腾的鱼汤，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侄子，快给三姑说说，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鱼？河里钓的。可那条河被冰封了，而且河里的鱼很少，有时候钓一天也钓不上来一条，还耽误干农活。兴许是我们运气好吧。妇人不信他的话，他能钓到鱼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法子没有告诉他，所以妇人很不高兴。他知道读书人面子薄，于是故意提高了音量道：侄子，你该不会是因为今早来向三姑讨米，三姑没有给你，所以你就故意不将方法告诉三姑吧？果然，妇人此话一出，沈竹浪瞬间就羞红了脸。村里大部分都是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而且现在的沈家除了一个老母亲，一个小寡妇，就是这个还没长大的沈竹浪，他们也一点都不怕。这时有人附和道：
哼，沈老先生活着的时候说要教村里的孩子上学，白白浪费了我家孩子2年的时间，可耽误了不少农活。认识了几个字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在村里做农活？还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我看你们沈家的命运呢，确实是被知识改变了，所以你们家越来越穷了。对呀，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哈，我看就是穷讲究，一家人都快饿死了。刘诗雨那新嫁入的小寡妇还不出来干活，家里没米了就挨家挨户讨要，真是不知廉耻。沈竹浪气得脸色发青，但是偏偏饱读诗书的他，面对这些喜欢嚼舌根的妇人，一句话也说不出。以前大哥在家的时候，家里一直都还过得去，大家对他们也都客客气气的。没想到大哥一走，他们在村里就开始受欺负，而且家里的米是最近才吃完，他今早也是第一次去向村里的亲戚们讨要一点米。除了二婶主动送了半袋米，三姑和大舅根本没有给过他1粒米，却将他讨米的事情叫嚷的全村人都知道。他气得全身发抖，但是又毫无办法。小寡妇虽然不出门，但是听说长得还可以，说不定他们家能喝上鱼汤，就是那小寡妇出去卖了换来的。沈竹浪没听明白出去卖的是什么意思，倒是一旁的小虎子听到他们污蔑白小玲，捡了一块石头就朝着他们扔去。我让你们胡说八道！那妇人堪堪躲开，还不忘继续嘲讽。哈，怎么被我说中了？你们就是一群吃人手短的家伙。不过小寡妇也挺可怜的，一人去卖，你们全家得意。沈竹浪问。小虎子，他是什么意思？小虎子打不过他们，也骂不过他们，听着他们还在污蔑白小玲，气得快要哭了。竹浪哥，他们在骂嫂子。污言碎语还在继续。哎，村东头的李光棍一辈子没碰过女人，村西的孙老头刚死了老婆，还有刚回来的赵二狗也没有媳妇儿。你们说说看，这小寡妇究竟卖给谁了呢？能用1条鱼作为补偿，就属刚从军回来的赵二狗能有这个财力了。他年轻，而且还刚领了军中的补贴。啊，对了，赵二狗刚回来就不见了人，莫不是害怕这事儿被我们发现，所以不敢见人了吧？哼，说不准就是这样。渐渐的，沈竹浪明白了过来，他将鱼汤递给小虎子。小虎子，你端好了。小虎子从来没有见过沈竹浪这么生气过，那模样看上去就是要打人。竹浪哥，你可不能乱来。小虎子低声劝道。乱来？他们这样污蔑他的嫂子，他怎么可以忍？妇人看到沈竹浪朝他走去，往后退了退。怎么？难道你还想打人不成？见沈竹浪攥紧了拳头，妇人大喊：栓子他爹，栓子他爹，你快过来呀！不一会儿，一个5大10粗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语气粗犷：臭娘们儿，你鬼叫什么？妇人指着沈竹浪：栓子他爹，他想打我。中年男人看向沈竹浪：我以为是谁呀？原来是穷讲究家里的毛头二小子。栓子爹的话还没说完，沈竹浪给了他一拳。栓子爹的眼睛瞪得快要从眼眶里面冒了出来，毫无悬念，两人扭打在了一起。小虎子见沈竹浪被揍了好几拳，哭着喊道：竹浪哥，竹浪哥，你们不要再打了。沈竹浪身上没有几两肉，而且一直都在学院读书，他哪里是这个整日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庄稼人的对手？围观的人大多都是看戏的，他三姑一边看戏一边假意说2句：哎呀，不要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大舅母这时也出来了，她看着扭打在地上的2个人，粗声说道：
沈竹浪，你这个臭小子，你又开始惹祸了吗？你大哥死了，现在可没有人给你兜着。二婶赶了回来，她一见挨打的人是沈竹浪，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连忙上去拉扯。栓子他爹，你要是将竹浪打出一个好歹来，我就到里长那里去告你。小虎子端着鱼汤大哭。娘，你快让他们别打了。奈何二婶力气太小，被栓子的爹一挥手给推到了地上。栓子他爹是真的生气了。里长来了我也不怕，是这个臭小子先动的手。沈家的几间茅草屋离莲花村有些远，白小玲吃了晚饭，正在想着明天怎么去镇上弄点钱，却听到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隐隐约约还听到有人在哭，有人在说别打了。白小玲出了茅屋，看见的却是沈竹浪和栓子爹在地上扭打成一团，小虎子在哭，旁边有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地上也在哭，其余人都是在看戏般的评头论足。白小玲心里的火气腾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她大吼一声：住手！然后不管3721，抓住栓子爹的胳膊就猛地一口，手上还揪住他胸脯肉拧了2下。栓子爹嘴里发出哀嚎，沈竹浪占了优势，只见他鼻青脸肿地从壮汉身下爬了起来，骑在栓子的爹的身上，一拳揍着他的脸。这一下沈竹浪的大舅三姑才冲过来将他从栓子爹的身上拉开，他们语重心长地教育他：竹浪，你是读书人，怎么可以打人？白小玲很不服，读书人就不能打人，只能挨打，这是什么道理？竹浪，你真是将你爹的脸在10里8村全部丢完了。三姑指着他骂道。白小玲的胸口猛然起伏着，这群奇葩亲戚，刚才沈竹浪在挨打的时候没见他们出来劝架，沈竹浪占了优势开始打人的时候，他们倒是冲过来拉架了，还说着什么狗屁不通的道理。栓子娘看着栓子他爹脸上挂了彩，心疼地说：栓子他爹，你没事吧？栓子的爹一下子打掉他的手，吼道：你这个臭娘们儿，每天只知道嘀嘀咕咕的，老子懒得听你说话。他说完也就回了自个儿的家，然后将门甩上。一堆奇葩亲戚教育沈竹浪还不够，一个个又瞄上了白小玲。这不是沈家的小媳妇儿吗？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刚才他们在教育沈竹浪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表情，但是他们一说到白小玲，沈竹浪的眼睛便恶狠狠地看向他们，吓得刚才说话的三姑心尖都颤了一下。沈竹浪一向都是文弱书生的样子，刚才他的样子怎么像是要吃人？三姑立马就不说话了。二婶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边查看沈竹浪的伤势，一边心疼地说：竹浪，走，去二婶那里，咱家里呀有你二叔泡的跌打损伤的药酒。沈竹浪点了头，这些亲戚之中只有二婶对他是真心的。几个人朝着二婶家去，小虎子端着鱼汤还在抽泣，但是他手中的鱼汤却一滴也没有洒。到了二婶家，二婶生了火，屋里暖和了起来。刚才天气寒冷，沈竹浪感觉不到疼痛，这下身体暖和了，倒是觉得全身都疼。二婶点了松油灯，然后查看他的伤，他紧皱眉头：栓子他爹是出了名的蛮横，你怎么就和他打起来了？小虎子年纪虽小，但是很多事情都会做。他此时正在给二婶热鱼汤，鱼汤的香气一股一股卷入他的鼻孔里面。他深深吸了几口，真是太久没有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了。沈竹浪没有回答，倒是小虎子说道：娘，栓子娘说嫂子是去卖的。二婶听着小虎子的话，直接窜到他面前，作势要打他。小虎子吓得往干柴堆里面缩了缩。娘，我说的都是真的，竹浪哥气不过，这才和栓子爹打起来了。
小虎子，以后不许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小虎子委屈地叫了一声娘，便不再说话，而是专心热着锅里的鱼汤。二婶倒了半碗跌打酒，在松油灯下面给他抹着，光是脸上都青紫一片，更不要说衣服下面有多少淤青。今夜他疼的还不是最厉害的，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连爬起来也要成问题。二婶说：竹浪，从亲不在了，你二叔又在外面，能护着你的人不多。你以后啊，不要再与他们打架了。要是你有一个好歹，让你娘怎么过呀？二婶，他们说我可以不理，但是他们不可以污蔑嫂子。白小玲听着还是有些感动的，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有男人为她打架。白小玲说：就算是污蔑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不能动手，不然吃亏的还是你。而此时沈竹浪想的却是女子的贞洁大于一切，他们这样随意的污蔑她，以后嫂子还怎么在村里抬头做人？所以就算知道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她也要动手。白小玲看着沈竹浪的眼神，她那小眼神分明在说，就算再来一次，她还是要动手。脸上的伤，二婶已经全给她涂了药酒，身上的那些伤，为了避嫌，就算她是她的二婶，也不能给她涂。小虎子已经把鱼汤热好了，二婶去喝鱼汤，小虎子和沈竹浪去了里面一间屋子，由小虎子给沈竹浪涂药酒。二婶一边喝着鱼汤，一边对白小玲说：小玲，从亲去了，以后家里的事情啊，你得多担待一些。白小玲用几片白菜叶子将冷螃蟹裹好，然后扔到火炭上面。她答道：二婶，我知道，一个女人一辈子要吃许多苦，忍过去也就好了。白小玲话锋一转，问：二婶，二叔在镇上是做什么生意的？她摇头，说他在外面做生意，只不过是为了好听点儿。他没有本钱，只能去李员外家做家丁，每天都挺忙，想出来一次啊也不容易。这不，我今日去镇上卖了干柴，等了几个时辰才见到他一面。会好起来的。白小玲宽慰道。二婶想到以前的那些苦日子，就算喝美味的鱼汤都觉得苦。小玲，你不知道我这辈子遭了多大的罪。我在虎子之前还有3个女儿，大女儿前些年被嫁到了一个比莲花村还穷的山坳村，她的相公是个50多岁的酒鬼，家里穷得叮当响，而且还打老婆。二女儿养到5岁就被婆婆卖了，三女儿出生不到1个月就死了。再后来我生了虎子，才和公婆分开住。之后啊，我才活得像个人样。虎子爹说过，他想要挣大钱，就是为了找回我们被卖掉的二女儿，所以我一直都支持他。二婶说着，眼泪不自觉流下来，她喉咙哽咽，是再也喝不下一口鱼汤。我今日挑的干柴卖了10个铜板，镇上的馒头又大又圆，2文钱2个。本想买2个回来给虎子，虎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馒头呢。但是一想到虎子爹在李员外家恐怕会遭人欺负，有了钱傍身，什么事都要好使一些，所以便将那10个铜板又给了他。听着这些，白小玲不知道说什么。在这个封建落后的地方，重男轻女的现象很正常。不过她觉得虎子爹好像有些不厚道。
一个大男人在外面工作，不仅不给家里补贴也就罢了，竟然还接受自己媳妇儿卖柴的辛苦钱，这有些没良心。沈竹浪身上的淤青已经全部被擦了药酒，他穿好衣服出来，两人向二婶和小虎子道别以后，便朝着自家走去。他说：竹浪，明天我要去镇上一趟，你在家里好生照顾娘。嫂子，我和你一起去。你走了，娘怎么办？这段时间你得多陪陪她。可是他害怕他们会欺负他。白小玲看穿了他的心思。竹浪，刚才嫂子的表现你也看见了，嫂子绝不会主动欺负别人，但是被人欺负了也绝对不会忍气吞声。次日，白小玲醒来以后，提着昨晚剩下的半篓螃蟹出了门。刚打开门，她就被寒风吹得一哆嗦，只想退回来。但是为了让这个家解决温饱问题，她咬了咬牙，然后迎着寒风出了门。开始很冷，但走了1个多时辰以后，背心竟然开始出汗。等到她到了莲花镇以后，不仅不冷，而且手脚发烫。到了莲花镇以后，她的肚子咕噜噜叫个不停。莲花镇里很热闹，叫卖声不绝于耳。最要命的是10里飘香的狗不理包子，真是勾得她馋虫出来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她身上没有1文钱。卖包子的老板还大声叫卖：包子，热腾腾的包子，2文钱1个；馒头，又大又白的馒头，1文钱2个。白小玲一狠心，将自己的腰带系得更紧了一些。她在街上转悠着，想要寻找一个赚钱的机会。她很清楚，这里的人都是不吃螃蟹的，因为螃蟹看起来像蜘蛛。而且就算他们吃螃蟹，只卖螃蟹也赚不了多少钱。他进入春风楼，里面几乎每一桌都坐满了人。他刚一进去，店小二连忙过来招待：姑娘你好，现在呢已经没有位置了，如果你要用餐的话，需要等待片刻。那边设有茶水间，里面的茶水瓜子是免费的。店小二在给他介绍这些的时候，一直面带微笑。他揉了揉自己的肚子：不行，我肚子饿得厉害了。店小二还是一直面带微笑：姑娘，如果实在饿得紧，可以去对面的留香馆。竟然还给自己的竞争对手介绍客人，这气度也是大的可以。店小二将白小玲送到了门口，然后对她说道：姑娘，欢迎下次再来。他不好意思地对着小二笑道：好。从春风楼里出来以后，他就直接朝着留香馆走去。留香馆的老板看见白小玲，竟然亲自来接她。他是春风楼自开业以来第一个在看了春风楼后选择留香馆的客人。他走进留香馆的第一感觉就是冷清和沉闷，没有一点生气。里面坐着稀少的客人，店小二以及老板表情都很凝重。话又说回来，留香馆都快要关门了，他们脸上能有笑就怪了。老板问：姑娘，请问你为何进了春风馆以后又选择来了留香馆？这个问题很重要，关乎他们的店能不能起死回生。春风馆的桌子全都坐满了客人，我又饿得紧了，所以他们家的店小二推荐我过来。老板的表情很是尴尬。姑娘想吃点什么？我没带钱，吃不起你们这里的任何一道菜，但是我带了食材，你们可以将厨房借给我，我自己做一道菜吗？姑娘还会做菜？现在每天在留香馆用餐的客人不上10人，现在厨房正是空着。他是开留香馆以来第一位自己带食材的客人。老板有些好奇，他会做出一道什么样的菜？于是老板问道：姑娘，你带了什么食材？白小玲将竹篓给他看。螃蟹。老板一见里面黑漆漆如同蜘蛛一样爬行的东西，他脸上有些害怕，又有些疑惑。这东西能吃？不仅能吃，而且非常美味。老板又凑过去看了2眼，还是觉得瘆人。这东西能吃？我不信。我开留香馆30余年，大部分的菜品都见过，
但是用这种东西为材料做成美食，我闻所未闻。你这东西就算做出来，也不会有人敢吃。白小玲笑道：老板，不如我们打一个赌。什么赌？赌我是否可以用这道菜让留香馆起死回生。赌注是100两银子。老板打量着白小玲，一个乡下丫头竟然开口就是100两银子，这的确让他有些怀疑面前这个小姑娘是不是来骗钱的。不过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么用100两银子来换留香馆的起死回生，他觉得千值万值。店小二擦着桌子，他随口说道：小姑娘，你有100两银子吗？我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那这个赌有意思吗？当然有意思，我不会输的。他说话的时候非常有底气。店小二看了他一眼：小姑娘，你若是输了该怎么办？我不会输。年纪轻轻就学会骗人，这样不好。老板却还在思考，如果他成功了，那么留香馆就会起死回生，恢复到以前门庭若市的景象。如果他失败了，那么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好，我和你打这个赌。不过如果你输了，你要留在留香馆做工，直到你将100两银子还上才能离开。好。白小玲爽快答应。开玩笑，如果他输了，就算他留在这里打一辈子的工，都无法还上100两银子。在做这道菜之前，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些调料，一个可以放在留香馆门口的锅炉，还有一个大木盆。可以放在留香馆门口的锅炉？难道他要在外面做这道菜？他们开饭店的，对于每道菜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保密的。如果在大街上制作，被同行看到手艺以后，就会被模仿，这是大忌。他也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把重要调料在后厨熬进油脂里的，别人是模仿不去的。他这才放心。他看向白小玲，这位姑娘想法做事是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他这次成功了，那么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留香馆的伙计将锅炉建在留香馆门口，在饭馆门前做菜，莲花镇的百姓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一个个的看稀奇一样围着看着，而且大家奔走告知。不一会儿，留香馆门前就聚集了大批的百姓，大家口中都议论着：哎，这是在做什么？他们手里那黑漆漆的东西是什么？是活的，哎，还在动。留香馆的老板看见这么多人，他笑得合不拢嘴。就连在春风楼里用餐的客人都忍不住好奇出来观看。当然，一同观看的还有春风楼里的老板和店小二。可真香啊。是啊，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东西。已经有人忍不住问：姑娘，你做的这是什么呀？香辣螃蟹。这东西能吃吗？刚才看起来非常吓人的东西，经过这一番热炒以后，壳变成金黄色，的确让人一见就很有食欲。就这样在众人面前吃了一只螃蟹以后，还吸了吸手指。当然，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勾起他们的食欲。他们见他吃了螃蟹，然后就再也忍不住。他们问留香馆的老板：哎，谢老板，这是留香馆新推出来的菜品吗？谢老板喜笑颜开：哎，是的，这是本店新推出的菜品，而且是本店的招牌菜。哎呀，谢老板，你也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你现在把我们的馋虫都勾了起来，这样的美味让我们也尝尝。谢老板看向白小玲，毕竟这些螃蟹都是他的。这么冷的天，螃蟹要趁热吃才好吃。今天的螃蟹都不要钱，全部送给你们。数量不够，只能尝一个味道。你们要是想吃一个痛快，只有等这道菜正式推出的时候。他说完这些话，围观群众沸腾了。姑娘，这个赌是你赢了。你带来的螃蟹是你养的吗？不是，河边都是。现在这个季节，
螃蟹都钻到洞里了。不过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洞里面有螃蟹。他这么说，谢老板也就放心了。姑娘，你可否将香辣螃蟹的方子卖给我？谢老板，我们打赌的是我能让留香馆起死回生。刚才我只是做了一道菜，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只有这道菜正式推出，大受欢迎之后，才能算留香馆真正的起死回生。我会把方子给你，也会教你的伙计怎么样去抓螃蟹。谢老板看着他的眼神带着敬佩，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面前这个年纪不大却十分有原则的姑娘，他是第一次遇到。姑娘，你这次算是帮了留香馆一个大忙。我谢某也不是小气之人，而且我相信这道菜推出以后定是会大受欢迎。100两银子我可以先给你。他从他的穿着来看，他应该是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谢老板，这不是我做事的原则。这样，我们将这件事情白纸黑字写好，我告诉你抓螃蟹的方法和香辣螃蟹的方子，你先付30两定金，等到这道菜火爆整个莲花镇以后，我再来拿剩下的70两银子。他不住地点头，真是对对面这个小姑娘越发满意。姑娘，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我叫白小玲，住在莲花村。好，等到这道菜火爆以后，不用姑娘来取，我会派人将剩下的70两银子给姑娘送去。白小玲告知谢老板这道菜的整个做法以及怎么抓螃蟹。谢老板双手将30两银子送上。白姑娘，如果以后还有什么新的菜品，记得把方子卖给我们。好。白小玲掂着手里的钱袋，30两银子对于一个平常的农家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哼，这下不会再挨饿受冻了。春风楼里的店小二对老板说：老板，就是他刚才来店里转了一圈，然后才去了留香馆。这小丫头真不简单呐。白小玲走在街上，刚才和现在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刚才她的包里没有1分钱，可现在她足足有30两银子，就可以在莲花镇买。她想着昨晚二婶对她说，小虎子长这么大都没有吃过馒头。她来到刚才的小店，买了20个馒头，20个包子，一手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果然，人在饥饿情况下吃什么都是香的。吃了2个包子以后，她就饱了。想着今天要买的东西有点多，他的腿早就不能走路了，所以来到车市想租一辆马车。马车也分好几个等级，他也不是讲究人，管它破不破，只要里面干净就行。他走到一辆马车面前，驾车的是一位年近60的老伯。这么老了还出来讨生活，白小玲心里不忍，于是打算租他的马车。老伯，去莲花村多少钱？周围的车夫一听去莲花村，一个个笑着。哼，从莲花村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出来的小丫头，你的口袋里能装多少银子？那里的路不好走，就算是坐马车也得颠簸1个时辰，那鬼地方白给我钱我也不去。老伯却像是没有听到周围车夫的议论。小姑娘50个铜板。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会以貌取人。白小玲懒得和他们说话，对老伯说：老伯，我给你1两银子，去莲花村前我想去买点东西，多余的钱算是给你的辛苦费。1两银子？1两银子？刚才还在说风凉话的车夫们立刻变了脸。哎，小姑娘，1两银子您怎么租这辆破车呀？来我这辆，我保证我的马车坐起来可比他那辆车舒服多了。得，小姑娘，你年纪小，不知道车市的行情，1两银子可以租一辆最好的车。哎，来我这辆吧，莲花镇上很多有钱人都坐过我的马车。白小玲对他们的话充耳不闻，直接上了老伯的车。老伯，先去李员外的府上。好。当老伯和白小玲走了以后，一个车夫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莲花村的小丫头能出1两银子租车，她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刚才说要去李员外府上，他的脸蛋还能看，说不定就是李员外养的外室。1两银子能抵上老伯半个月的收入，所以老伯很看重这单生意。姑娘，你去李员外家里有事吗？啊，找我二叔，我二叔在里面工作。李员外是莲花镇里的头号富人，他家的家丁个个脾气大，你是生面孔，恐怕进不去呀。我没想进去，只是在门口看看他。姑娘，我拉过李员外府中的几个家丁，待会儿我可以帮你，让他们帮着带一句话给你二叔。多谢老伯。他们到了李员外的府外，白小玲和老伯走到了府门口。老伯卑躬屈膝，满脸笑意地问守门的家丁：小刘啊。叫小刘的男人见了老伯，脸色并不好。原来是马老伯，上次坐车也没少你的同伴，你来做什么？尽管小刘不乐意，但老伯依旧是笑脸相迎。小刘，向你打听一个人，下次你坐我的马车，给你少几个铜板。小刘听了这话，脸色这才好一点。什么人？老伯向白小玲招手，他走了过去。这个世界，人们现实的有些可怕。大哥，我找小虎子的爹。什么小虎子大虎子？没听说过。大哥，他的媳妇儿昨天刚来找过他，听说他在府外等了好几个时辰。小刘若有所思地想着，倒是有几分印象。昨天是有一个妇人在府外等了许久，后来一个男人过来与那妇人说了几句话，然后男人和妇人都离开了。不过我敢肯定，那个男人不是府上的家丁。白小玲愣住了。小虎子的爹竟然没有在李员外的府上做家丁，那么他为什么要骗二婶？难不成虎子的爹并没有找到工作，他骗二婶在李员外家当家丁，是为了不让他担心？或者是虎子的爹在瞒着二婶做其他事情？小刘，你再仔细想想。小刘一挥手。想什么想？我在府上已经快6年了，府里什么人不认识？我说那个男人没有在府上，他就没有在府上。行了，该问的问题已经问了，别忘了坐马车少铜板的事情。老伯看向白小玲。走吧，或许是我记错了。虎子他爹没在李员外府里当家丁，这件事情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二婶对他们家很好，而且他的一生也凄惨，他的家里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白小玲又买了各种种子、糖果、调料、大米、蔬菜、肉类，一共花去2两银子。又去镇东边请了蔡大夫。他说明情况以后，蔡大夫带了一些相关症状的草药，便和刘老汉一起坐在马车前面往莲花镇赶去。他们已经到了莲花村的村头，莲花村的村民们看见一辆马车朝着村里行来，挨家挨户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他们议论着，这是谁回来了？莫不是外出做生意的虎子爹？我看不像，他女人昨天刚去看了他，若是他腾达了，肯定不会连1颗糖都不给小虎子带回来。那会是谁呢？说不定就是哪家的贵人从咱们莲花村路过呢。老伯不知道白小玲家住何处，便停了马车。姑娘，你住哪一家呀？白小玲从睡梦中醒来，她揉了揉眼睛，然后从马车里面钻出来。村民们一个个惊呆了眼。竟然是小寡妇白小玲，她怎么有钱租马车啊？沈竹浪和刘氏听见外面很热闹，也出来看看。岂料他正巧看着白小玲从马车里面出来，瞬间惊得合不拢嘴。嫂子。白小玲从马车上下来，然后对老伯说：老伯，你将东西拉到我家院子里。好。小虎子从人群中挤了进来。嫂子，你回来了。
他揉了揉小虎子的脑袋。小虎子，我买了包子和馒头，待会儿叫上你娘，咱们一起吃晚饭。包子和馒头。小虎子咽了咽口水，娘总是说莲花镇的馒头又大又甜，包子的馅儿是用鲜肉做的，咬一口都能流出一些汤汁出来。他还没有吃过这两样东西，若是能吃上一口，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他连忙点头，好嘞，嫂子。围着他们的村民，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有人嫉妒，有人在议论他是哪里来的钱，有人议论这个小寡妇了不得。白小玲不想与他们争论许多，只想赶快让蔡大夫看看刘氏的眼睛。竹浪，我们先回去吧。好。马车走在前面，他和沈竹浪走在后面。刘氏站在茅屋前面，看着他们这个方向。虽然他看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到了茅屋以后，蔡大夫从马车上下来，白小玲对他说：大夫，这是我娘，她的眼睛不好，你给她看看吧。进屋里，我给她把把脉。沈竹浪有些惊讶，娘的眼睛不好。白小玲扶着刘氏进了屋，蔡大夫也在后面跟了进来。沈竹浪打算进去的时候，老伯拉住了他。小伙子，那个姑娘是你姐姐吧？沈竹浪红了脸，他的声音很小。不是，她是我嫂子。你哥哥能娶了这样的媳妇儿是他的福气。马车里面全是你嫂子买的东西，你快些和我一起将这些东西搬进屋里去。天快黑了，我得快些赶回去。他看向那辆马车。嫂子租了马车，还请了大夫，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她还买了许多东西。嫂子是怎么在1天之内挣了这么多银子的？看热闹的村民围在茅屋院子外，他们还在议论着。栓子他爹被沈竹浪揍了以后，他回家以后，心窝子里的火气没处撒，将栓子他娘揍了一顿。栓子他娘本就是一个善妒之人，这下对沈家可谓是更恨了。沈家的小寡妇真是能耐，1天之内竟挣这么多银子。有的人老实，在田地里面种了1年的庄稼也无法挣1两银子。有的人命就好，爹娘给了他一副好皮囊，只要往床上一躺，2腿一张，银子哗啦啦往口袋里面进。沈竹浪看了他一眼，栓子他娘虽说有些害怕，但也继续说道：沈竹浪，你这个臭小子，你大哥的死讯才传回来不久，你嫂子就上了其他男人的床，你们沈家……听到这些话，沈竹浪已经气得不行，他撸袖子就朝栓子他娘走去。还没等他动手，大舅已经将栓子他娘的衣领子提了起来。栓子他娘，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你也积点口德，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栓子他娘没想到沈竹浪的大舅会出手帮他们，以前他们没少在暗地里整他们一家，但是沈家的亲戚们都假装看不见不知情。如今小寡妇挣了一些银子，他们倒是帮起他们来了。三姑也出来帮着说话。小玲虽然嫁入我们沈家不久，但是她的为人我们这些长辈都清楚，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们不饶过你。现在村里大部分人话锋一转，都向着白小玲说话，倒不是他们真的觉得白小玲好，只是他们觉得白小玲发达了，说她的好话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好处。其实在他们心里，他们还是嫉妒的。为什么他们勤勤恳恳种庄稼，大半辈子过去了也过不上好日子，白小玲五体不勤，去镇上走一趟就发达了，他们不服气。哎呀，栓子他娘，你就少说2句吧，大家乡里乡亲的，再说也就伤了和气。是呀，沈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没少给咱们家里的孩子免费教书10次。说起来呀，沈家也是我们的恩人。大家你一言我一句，沈竹浪并没有觉得大家都是真心向着他们，况且他昨晚才答应了娘，以后不惹事儿了。他警告栓子他娘，
以后你若再敢污蔑嫂子，我就弄你家栓子。栓子他爹拉着栓子他娘往自个儿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还骂：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家里的几头猪喂了吗？要是被老子发现你没喂猪就出来嚼舌根子，老子定是要将你一顿揍。他们走了以后，三姑问：侄子，需要三姑帮你搬吗？不用了，也没有多少东西。侄子，舅母家里的老母鸡这2天下了几个鸡蛋，待会儿给你拿过来，给你娘补补身子。多谢舅母，不用了，我和嫂子会照顾好娘的。房内，蔡大夫给刘氏把脉之后，又看了眼睛。他对白小玲说：姑娘啊，病人的眼睛可以医治，只不过用药非常昂贵，而且不是短时间里就能治好，需要多次针灸药熏，假以时日才能药到病除啊。小玲啊，娘老了，不用治了。再说，娘也不是完全看不见，还是能勉强看见一些影子的。他一听就知道刘氏是心疼钱，他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他：娘，你放心，我现在已经在挣钱了，不管花多少银子，你的眼睛都得治。老人家，你女儿又孝顺又有能耐，你就放心让我治病。等你的病好了，以后还能帮你女儿儿子抱孙子呢。刘氏听罢，眼泪流了出来。他的这个儿媳妇儿没能见到他那儿子一面，他对他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娘一般。老人家，你以后不要再哭了，你的眼睛啊，就是哭的太多了。白小玲为刘氏擦了眼睛：娘，以后不哭了，我们家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哭不哭啊！接下来就是蔡大夫为刘氏针灸药熏，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对刘氏说：娘，我买了一些东西，竹浪不知道该怎么放置，我先出去看一下。好，去吧。他这个儿媳妇是真的好，如果他的大儿子还活着就好了。白小玲出来的时候，大部分村民都已经散去，他、竹浪、老伯3人一起将调料、大米、蔬菜、种子放到了厨房，将棉被每间房放了2床，各自的衣服放到各自的房内，并且付了老伯的1两银子。天快要黑了，老伯急着要走，白小玲又拿出一些铜板给他：老伯，待会儿和蔡大夫一起回去吧，我去给你们热一点包子和馒头，带着路上吃。一听到包子和馒头，老伯瞬间觉得有些饿了，所以也就答应了。蔡大夫给刘氏针灸药熏之后，他出来对白小玲说：姑娘，每次的诊费是5两银子，每月针灸药熏1次，我保证她在1年之内眼睛就能完全看清东西。白小玲付了银子，并且将几个馒头和包子递给他。蔡大夫，那还得劳烦您每个月都跑一趟，这些包子和馒头你和老伯在路上吃。我给你留了一些伤风咳嗽的草药，煎好之后早晚1次，3天之内就会痊愈。多谢蔡大夫。老伯临走前将沈竹浪拉到了一边，他小声对他说：年轻人，不要听刚才那妇人胡说八道，你的嫂子是个难得的好人，我也是后来听蔡大夫说的，他的银子是今天和留香馆的谢老板打赌得到的。其实就算老伯不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栓子他娘的话，只不过知道以后更加心安而已。灶房里面，沈竹浪在烧火，白小玲在做饭煎药。今晚他打算做一顿干饭，好不容易有了米，而且他买的米够他们吃1个多月。他还买了猪肉、羊肉、牛肉，将吃不完的肉分成小块浇上水，挂在茅屋外面，等到明天起来，肉就冻成冰雕。要吃的时候，将肉上的冰融化了即可。他选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而且现在家里调料齐全，他今晚做红烧肉，再烧一锅叶菜汤，炒一个大白菜。白小玲忙着切菜，沈竹浪看向他：嫂子，你给我买了那么多衣服鞋子，我穿不过来，以后别给我买了，给自己多买几件。我给自己也买了不少，这里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要多穿点才行。
他说着搓了搓自己的手，然后又开始切菜。嫂子，我来切菜，你来烧火。他的手都有些冻红了，便和他换了位置。照着我已经切过的大小切就可以了。沈竹浪切好了菜和肉，他开始动手做红烧肉。小虎子和二婶刚走到院子里，就闻到了扑鼻而来的香味。小虎子蹦蹦跳跳进来：“嫂子，你做了什么好吃的？”小虎子来了。他很喜欢小虎子，随手给他拿了一个包子和一个馒头。小虎子咬了一口包子，又咬了一口馒头，美滋滋的坐在桌子前面吃起来。二婶扶着刘氏也来了厨房，她坐在木桌前。白小玲将包子馒头盛出来放在桌子上，拿了一个包子放在刘氏手里。刘氏摸着包子：“小玲啊，这是什么？”“娘，是包子。”“包子？”刘氏咬了一口，里面的肉汁溢了他一嘴。真的是包子，他还是沈从清在的时候给他买过几回包子。他又拿了一个包子给二婶：“二婶，你也吃。”二婶拿着包子：“小玲，你可真有本事。”“嫂子，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白小玲给沈竹浪拿了一个包子，她问道：“嫂子，你呢？”“刚买来的时候我便吃了2个，再说我这会儿要炒菜，不方便吃。”他原本以为他就此作罢，但是没想到沈竹浪竟然洗了手，接过包子，然后喂给他。“嫂子，我帮你拿着，你可以一边炒菜一边吃。”白小玲愣了愣：“什么情况？”他本人的年纪22，原主白小玲的年纪18，沈竹浪的年龄15。他该不会爱上自己的嫂子了吧？他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面很澄澈，根本看不到一丝杂质。是他想多了，这只是小叔子对嫂子的亲情表现而已。饭菜已经做好了，白小玲将红烧肉、炒白菜、野菜汤、包子、馒头都端上了木桌，再给5人都盛了饭，又白又大粒的干米饭，他们也是好久没有吃过了。一家人一边吃，白小玲一边说：“二婶，小虎子，我给你们一人买了一件棉衣，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带回去。”二婶有些不好意思：“哎呀，小玲，你请我们吃一顿饭，我就很感激你了。棉衣太贵了，我不能要。”“二婶，我白小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如果没有你那半袋子米，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且将棉衣收下，待会儿再取1袋米回去。”“小玲，二婶真的不能要。”“他二婶儿，你就收下吧，都是孩子的一片心意，一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二婶看了看虎子身上破烂的棉衣，他已经8岁了，但是就和别人家6岁的孩子一般高。就算他不想吃不想穿，但是孩子也需要穿得暖和一点，吃得饱一点。他终是点了点头：“哎，小玲，二婶谢谢你呀。”白小玲闷头吃饭，他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虎子爹并没有在李员外家当家丁，但是他不知道是否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二婶。这事儿说得好了是防范于未然，说得不好那就是破坏人家夫妻和睦。所以这话要怎么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他需要仔细想想。一家人刚开始吃没多久，就传来了敲门声。刘氏喊了一声：“谁呀？”平时这个时间也不会有人上门。“三妹，是我，你大哥。今天小玲给你请了大夫，你是身体不舒服吗？”刘氏摸索着要起身去开门，沈竹浪说：“娘，我去开门。”他打开了木门，一股冷风旋入，一屋子的人都缩了缩脖子。白小玲看向门外，她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来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大舅大舅母她认得，但是在他们身后还有3个孩子，2个男孩1个女孩。
3个孩子一看到一桌的食物，不用谁说什么，他们直接动手去抓。黑漆漆的手在馒头上留下5个手指印，最后选择了比较大一些的馒头，直接塞进嘴里咬了一口。刘氏的大哥来看望他，他当然开心。大哥大嫂，你们吃了饭了吗？没呢。正巧我们也刚开始吃，一起坐下吃饭吧。刘氏常年都是留在这茅屋里面，所以对外面的事情并不太了解。他们也不客气，3个孩子挤在沈竹浪坐的板凳上，吃了馒头，又直接动手去抓他碗里的米饭吃。吃完米饭以后，一个个又盯着碗里的红烧肉。小女孩问：娘，这是什么？那是肉。肉啊，肉！3个孩子一听，6只手立马伸过去。他们听说肉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只听过，没有吃过。抓起红烧肉就自己往嘴里塞，真的太好吃了，这就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碗里的肉一下就被抓没了。小虎子见此，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娘，我还没有吃到。白小玲看到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这3个孩子和小虎子都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的孩子。小虎子虽然爱吃，但是他从来没有像这样过。大舅家的3个孩子刚才的举动真的将他吓到了。舅母走到小虎子后面，他呵斥：虎子，你哭什么哭啊？你已经吃了这么多了，哥哥妹妹们吃一点你还哭了？这些食物也不是你们家的，你小气个什么劲儿啊？刘氏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大嫂有些强硬，于是说：虎子，别哭了，改天呢，我让小玲再给你做一些啊。小虎子抽泣着，二婶也给他擦眼泪。虎子，别哭了。在刘氏和二婶的安慰下，小虎子才停止了抽泣。他刚准备去拿包子，手却一下子被舅母打掉。只剩下5、6个包子了，我们一家人还没吃呢。你来的这么早，应该早就吃过了吧？这些包子都是我们的。小虎子被舅母这么一打，哭得更厉害了，眼泪鼻涕一个劲儿往下面掉。二婶也吃不下饭，但她一向性子温顺，一般不会与别人争吵。她抱着小虎子出去哄去了。白小玲刚准备说话，沈竹浪拉了拉她的袖子，对她摇了摇头。她好不容易才忍住心中的怒火，出去了。空了2个位置以后，大舅和舅母就像是这个家的主人一般，坐到了那2个位置上。刘氏对沈竹浪说：竹浪，快去给大舅、大舅母添饭过来。娘，没饭了。他说完也出去了。刘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嫂，真是对不住，小玲也不知道你们会来，没能多做一些饭。对于1年4季都吃稀饭野菜的人来说，这样的饭菜简直就是人间美味。他们也不讲究，直接端着他们没吃完的饭就开始吃起来。三妹，这可就是小玲的不对了。她挣了大钱，不接济一下我们这群穷亲戚也就罢了，竟然连饭也舍不得一顿。大哥，这事儿不怪小玲儿，她还是个孩子，是我忘记提醒她了。舅母一边吃着，一边看向堆在角落里面的3袋米。他们家里土地贫瘠，种出来的水稻大多是没有籽的空壳，产量不行，味道不好。这样白花花的大米饭，他是做梦都想吃上一碗。如今吃了几口米饭，便再也不想吃没有几粒米的稀饭。三妹，我也不怪小玲儿，你看看你这3个侄子，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瘦得跟几只猴子似的。你家若是有宽裕的粮食，便分我们一点儿，等到来年我们收成了再还你。
他们一家人已经将桌子上的饭菜全部吃光了。3个孩子在灶房里面东翻西找，将那些瓶瓶罐罐弄出乒乒乓乓的声音。大嫂，我的眼睛看不清，也不知道小玲今天买了什么东西回来。这件事情啊，你得去问问小玲。舅母往刘氏身边坐了坐，然后小声说：哎，三妹，不是我说你，有些事情啊，你得为你和竹浪着想。小玲那孩子嫁过来3个月，她连从亲的面都没见到，说不定哪天她就改嫁了。你又不是她的亲娘，她也不是从你肚子里面爬出来的。如果她改嫁以后，她还能这般对你吗？所以家里的重要物品，你得抓在自己的手里。唉，小玲啊，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是我家从亲命薄。她如果能找到一户好人家，我也替她高兴。哎呀，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白小玲今天去莲花镇走了一圈，就赚了好些银子。我们拼死拼活在地里种1年的庄稼也挣不到1两。她现在就是你们家里的摇钱树，她嫁不得。如果她嫁了，那么她赚的银子全部都是别人的了。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竹浪着想啊！竹浪还在上学，3弟还在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沈家能出一个状元。如果白小玲嫁了，你有能力让竹浪上学吗？刘氏沉默了，他现在眼睛看不见，别说让竹浪上学，就算是他一个人养活他们母子2人都困难。自从从清走了以后，白小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所给他吃的东西，是他这辈子都没见过、没吃过的好东西。他给他买的衣服，比他这辈子所有穿过的衣服都好得多。如果白小玲真的离开了这个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他耳边轻声说着：三妹，地契房契你可要在自己手里捏好了。小玲年纪轻，不会花钱，你也可以先替她保管。等到有一天她真的要嫁人了，你不仅可以将她当做自己的女儿，给她添置嫁妆，而且你和竹浪以后也有一个保障。小男孩找到了米。娘，这里有大米。多吗？一共有3袋呢。既然如此，大哥大嫂，你们就拿1袋回去。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可别将他们饿着。他们笑得脸上开了花。三妹啊，家里的母鸡下了鸡蛋，刚才准备给你拿过来，但是竹浪说不用了。我想你们家现在也不差这些吃的，所以也就没有拿过来。鸡蛋就留着给孩子们补身体，以后小莲若是再买了什么好东西，我会让竹浪给你们送一点过来的。女孩翻到了已经熬好的药，她见没人看她，然后咕噜喝了几口，然后皱着眉头喊：娘，这汤好苦啊！那是竹浪治咳嗽的药。老三，那是你竹浪哥治咳嗽的药，多喝点，前几天你不是还在咳嗽吗？女孩听了，咕噜咕噜将药喝了一个精光。刘氏摇了摇头：喝就喝了吧，蔡大夫开了3天的药。他就是看准了刘氏软弱可欺，而且脑子也不灵光，于是继续说：刚才看见竹浪和小玲搬了很多东西进来，还有好几件新棉衣。你看孩子们身上穿的衣服，是孩子爹穿过以后改小了给老大穿，老大穿不了给老二穿，老二穿不了了给老三穿。棉衣缝缝补补，不知道多少次不说，里面的棉花都黑了，穿起来一点儿也不保暖。这孩子的手脚啊都长满了冻疮。刘氏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他在莲花村就这个大哥大嫂，虽然平时2家没有多少来往，不过毕竟是从一个娘肚子里面爬出来的，
这些孩子活得这么苦，他也不忍心。小玲儿给我买了几件衣服，你拿去改改，给孩子们穿。他连皱纹里都是笑。三妹，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小玲儿刚买给我，你们在她面前直接拿去，我对不住她的心意。等到明天小玲出去以后，你们再过来拿。好嘞。目的已经达到，他们也不想多留了。三妹，家里的猪还没有喂食呢，我们得赶紧回去了。去吧。大舅去扛了一袋米，舅母领着3个孩子，他们出去以后，正好看见院子里面的白小玲他们。舅母笑着拍了拍孩子的头，叫嫂子。孩子们齐声叫道：嫂子。白小玲尴尬地站着，在她眼里一袋米不算什么，但是一想到那天沈竹浪去讨米时候他们的嘴脸，以及他们与栓子他爹打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作为，她心里还是有点介意。二婶，天也黑了，你们就快些回去吧。竹浪，去扛一袋米出来，然后送送二婶和小虎子。好的，嫂子。沈竹浪听了白小玲的话，转身就进去扛米。白小玲在门口对着他们挥手：小虎子，明天见。其实他让沈竹浪送他们回去是有目的的。想他穿越到这里已经过去了3天，而且他今天走了很长的路，身上的衣服有了些汗味，他该洗澡了。家里虽说只有3个人，但是他的房间是以前沈从清住的，门锁早就坏了，也没有人修。如果他正在洗澡，然后沈竹浪进来了，那岂不是很尴尬？他特地洗了锅，然后烧了一锅的热水，拿出大木盆，将热水盛了出来。在这里当然不能像富家小姐一样烧一大桶热水，然后放点花瓣，撒点精油，整个人进入木桶里面泡着。他只能站在屋内，用热水一点点擦拭身体。他将热水端到自己的房中，又取了换洗的衣服，这才站在角落里面脱了自己的衣服。衣服刚脱完，他就嘶的一声，真冷。他连忙蹲在水盆里面，用热水浇自己的身体，这才感觉好了一点。他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唯独忘记问问他们洗澡洗头的东西在哪里卖，所以今晚只能就这样随便洗洗。等到以后有机会再去莲花镇，可以去买这些东西。不过他想了想，那一面都要2个小时的路程，他一个哆嗦。算了，以后再说吧。原主白小玲的身材真的不错，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而且她细皮嫩肉的，一看以前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生活，难怪之前她五体不勤，大概是真的啥也不会。不过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嫁到这偏僻的地方？如果说她和沈从清是真爱，也不可能。2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面，她并没有继承原主的记忆，所以对于原主的本家，她一点也不知道。在她的屋外，一个人站在门前，他刚举了手准备敲门，没想到却从木门的缝隙中看到他正背对着他在洗澡。沈竹浪的脸立马变红，他的理智告诉他，他应该马上离开，这是他嫂子，但是他的脚却迈不动半分。最后刘氏的房中发出一些响声，沈竹浪这才给了自己一耳光，匆匆回了自己的房间。白小玲听到响声也犹如惊弓之鸟，她立刻用衣服裹着自己，然后看向门边。谁？刘氏苍老的声音从木门后响起。小莲啊，我有件事情想要和你说。娘，等一等。听到是刘氏的声音，一颗提着的心这才放下。刘氏说：小莲儿，娘就对你说几句话就走。娘，你说。大舅和舅母今天拿了一袋米回去了。我知道。小莲儿，你的舅母比较强势，你大舅又听她的话，
所以有时候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便看在娘的面子上，不要与他们计较，好吗？啊，好的，娘。我就是和你说这件事情。天也晚了，你休息吧。第二天日上三竿以后，娘，竹浪呢？下地去了。他想，他难道又去挖地去了？他的身体那么单薄，天气这么冷，如果一下下的挖，那得需要多长时间？娘，村里谁家有牛呢？村头林二狗家有一头大水牛，村东黄老汉家里有一头小黄牛。用牛来耕田耕地，肯定比人挖要快许多。他决定要去借牛。小黄牛是没有力气耕完家里的几亩田地，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林二狗家里的大水牛身上。吃完了稀饭，白小玲对刘氏道：娘，我先出去了。好。白小玲还没有走到林二狗家，就听见了媒婆在给林二狗做媒。二狗爹，你说以前你们家还是莲花村数一数二的富贵家庭，但是现在二狗的腿断了，你也老了，你们家没有劳动力，谁还愿意嫁给二狗啊？我也是看以前二狗没少来我地里帮忙，所以这才好心为你们做媒。你说你们怎么就这么不识好人心呢？吴婆子，你说的李家村那个叫喜子的丫头，是我们十里八村都知道的傻子。你说让二狗娶她，那不是把我们家往火坑里推吗？吴婆子一脸怪表情，她阴阳怪气地说：二狗爹，如果二狗还是以前的模样，我自然会选最好的丫头给他，但是他现在只有一条腿，你说他还能做什么？朝廷给的那几两体恤金，恐怕为了他那一条腿已经花光了吧？你们家里就还只有那头水牛值钱，用一头牛换一个丫头，怎么不值啊？房内传来林二狗的吼声：吴婆子，你给我滚！我林二狗这辈子不讨媳妇儿，也不要你担心。我呸！谁愿意为你们家操心呢？你不乐意，老娘还不乐意呢。白小玲看着吴婆子骂骂咧咧的从林二狗的家里出来了，她看见白小玲往地上吐了口水。我说怎么的就不要那个傻子，原来是有人了。大好的姑娘也看上了一条腿的残废，真是白长了那一双眼睛。吴婆子是李家村的人，所以她认不得白小玲。白小玲大清早就被人莫名其妙的骂了一顿，这事儿放在谁的心里，谁都不好受。白小玲刚准备骂回去，二狗的爹出来，他是个老实的庄稼汉，他眼眶里面含着泪水，问：姑娘，你找谁？白小玲以前很少出门，而自从林二狗回来以后，二狗的爹就忙着给二狗采药请大夫。昨天傍晚，白小玲回来，几乎整个莲花村的村民都来了，但是林二狗和他爹却没有来，所以他并不认识白小玲。老伯你好，我叫白小玲，住在村那头的沈家。听说你家里有一头大水牛，我是来租牛的。原本在床上躺着的林二狗听到他是村那头沈家的白小玲，他喊：嫂子，是你吗？在战场上的时候，沈从清曾经多次帮助过林二狗，林二狗将沈从清认作了大哥，他的妻子自然就是他的嫂子。可是好人不长命，他们在一次交战的时候遭遇了埋伏，沈从清带着小部分队伍突袭，最后他们大队伍逃了出来，而沈从清带队的小队伍全军覆没。是我。林二狗听见白小玲的声音，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嫂子，大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不要怪他。怪他做什么？他都已经不在了。我不怪他。爹，嫂子来借牛，你帮他把牛赶过去，
那牛脾气倔，不是他熟悉的人，他会用脚对人的。他分明说的是租牛，而林二狗却帮他把租字改成了借字。从刚才巫婆子的话中就可以听出，林二狗家其实也很难。二狗爹知道白小玲是沈从钦的妻子以后，眼泪汪汪的快要落下来。二狗回来以后常说他的这条命是从钦给的，要我多来照顾一下你们。但是二狗的腿还没有完全结疤，天气又冷，已经化脓了，医馆里的药贵得要命，所以我只有自己上山去采药。下了雪，山里的药都埋在雪里，我看不清，整天都在采药，也采不了多少药，也就没有过来看看你们。白小玲看着这一幕，她的鼻头酸酸的，想着她还剩下一些碎银子，索性全都掏了出来。老伯，这些碎银子你拿去给二狗买药。二狗的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他哪里敢收？他连忙推脱。不行，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银子？老伯，您就收下吧，我也不是要你白拿我银子。你家的大水牛认生，我家门前的几亩田地还得靠你去帮我们耕。还有，这里去镇上实在远，我是不想去了。你去给二狗买药以后，如果还有闲钱，就帮我买一点洗头、洗衣服的东西回来。所以这银子不是我送给你的，是你自己靠着自己的劳动赚来的。二狗爹看着手里的银子，白小玲又给了他银子，又没有让他伤了自尊，而且他是真的需要这些银子，否则等到二狗的伤口烂了，那么他的命都保不住了。姑娘，二狗好了以后，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他湿润了眼眶，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林二狗听到银子两个字，他喊道：爹，嫂子的银子我们不能拿。二狗，你要是还将我当做嫂子，银子的事情你就不要再说了。嫂子，你叫他一声大哥，叫我一声嫂子，以后啊就是一家人。林二狗坐在床上默默流泪，自从他的腿断了以后，自家的亲戚都害怕他们去借钱，所以疏远了联系。他只是听过名字，还没有见过面的嫂子竟然这样对他们家。嫂子，你的大恩大德我林二狗会一直记着。二狗爹抹了一把眼泪。姑娘，也就是今天二狗才说了这么多话，自从他的腿断了以后，他就一直不爱说话，也从来没有出去过。他刚回来的那天，村里的孩子都围着他叫瘸子、三条腿儿。身体的伤或许能够好起来，但是心里的那份伤怕是不那么容易好。林二狗正值壮年，突然断了腿，这样的心理落差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不容易被接受的。老伯，会好起来的。他摇了摇头。我也不求多了，只求他能快些好起来，在我还能动的时候，给他娶一个好媳妇儿，能够不嫌弃他，照顾他，这样就算我走了也放心。在这样的年代，想要找这样一个好媳妇儿，的确有点难。他来到这里，看到的人性的暖很少，更多的看到的是恶。况且如今的生存环境这么艰难，大家都吃不饱穿不暖，大部分想的都是怎么活命，而不是怎么心善。二狗的爹牵着牛和白小玲往沈家的几亩田地走去，他远远就看见沈竹浪在挖地，他跑过去，嘴里叫着：竹浪，竹浪！在田里干活的其他人听到声音，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男人眼里惊艳，女人眼里嫉妒。白小玲的确和莲花村的妇人不一样，莲花村的妇人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就算只有10几岁的姑娘，大多都是皮肤蜡黄，由于吃不饱，一个个面黄肌瘦，身高不高。白小玲和他们相比，她肤白貌美，而且还能赚钱，不知道被多少人家惦记着。
田地里，二柱子的娘用锄头杵他，对他使着眼色。二柱，你看沈家的小寡妇怎么样？二柱子听了这话，他的黑脸一下子红了，他更加用力地挖了一锄地，只吐出一个字：美。二柱子的娘也高兴，白小玲进了镇子，一天就能赚回来那么多银子。如果他家的二柱子能把她娶了，这不就是娶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吗？以后他可就摆脱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了，他也能在死之前过上几天富太太的生活。哟，这不是沈家的小玲儿吗？白小玲听见有人叫她名字，她看了一圈，终于看到二柱子的娘。她并不认识她，但既然年纪比她大，她也把她当作长辈。她笑着回道：大婶你好。小玲儿，昨天下了大雪，今天正在化，地上滑，你可慢点儿。谢谢大婶。这话被正在翻地的栓子娘听见，可就成了另外一番意思。她说：哟，柱子娘，你虽然老了，眼睛可还是好使。白小玲的相公死讯传来都还没过头七呢，你这就为柱子看上他了。二柱子是个老实的庄稼汉，听到栓子娘这么一说，一张黑脸险些藏到土里去。二柱子的娘也不甘落后，她答：栓子娘，小玲聪明就能干，而且在她嫁过来的前一天，沈从清就从军去了。小玲还是个大姑娘，难不成要在沈家守一辈子活寡？白小玲有些尴尬地笑着，然后穿过田埂，来到了沈竹浪的身边。竹浪，我去林二狗家借了牛，待会儿用牛耕地，你不要再挖了。沈竹浪咳嗽几声，然后放下了锄头。因为昨晚的事情，他一直不敢看白小玲，但是刚才听到二柱子的娘和栓子娘的谈话，又让他很害怕，害怕白小玲有一天会真的离开沈家。听见他咳嗽，白小玲问：你今早喝药了吗？药倒是熬了2次了，但是1次也没喝上。大舅家里的3个小孩还真是什么都吃，他的咳嗽药他们也能当作宝贝喝了。但他并不愿意白小玲担心他，于是说：嫂子，我喝了药了。他眉头微微皱了皱，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一般的伤风感冒都容易死人。沈竹浪从小就身子弱，吃了2次药还一直咳嗽，他有些担心他。嫂子，大哥不在了，你可想过他知道刚才二柱子的娘和栓子的娘这么说了，沈竹浪心里肯定会有想法，他已经将他们当做了一家人，自然会将他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竹浪，娘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并不想改嫁，我就想治好娘的眼睛，送你上学。沈竹浪听到白小玲这么说，他的眼睛有些发酸。其实仔细想想，他还真是自私。嫂子和大哥并没有拜过堂，算不得真正的夫妻，甚至他连大哥的面都没有见到，莫名其妙成了寡妇不说，还要扛下家里的重担。他恨自己不像大哥一样，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承担这个家。他心里想着，嫂子，等我长大了，一定不会让你这么辛苦。二狗的爹已经将大水牛赶到了沈家的田地里，然后开始耕地。栓子娘见了更加眼红，他们莲花村就只有2头牛，二狗的爹平时可宝贝那头牛，谁家去借都不借。他白小玲真是好个手段，不但一下子借到了牛，而且还是二狗的爹亲自来帮他耕田。他一个寡妇怎么就这么有能耐？若是说他干干净净，打死他都不信。嫂子，其实你要是……他打断了他的话，他知道沈竹浪要说什么。他和刘氏一样，都觉得耽误了他，但他们却让他活到这么大，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不管他在沈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没打算离开。竹浪，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沈竹浪听到他的回答，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愧疚。
小虎子大老远喊着：“嫂子，我娘让我叫你和竹浪哥今天中午到我们家里吃饭。”栓子的娘看见小虎子身上的新棉衣，眼睛嫉妒的要出血。真是见了鬼，村里最贫困的沈家如今个个都穿上了新衣服，努力耕田劳作的人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鬼日子。白小玲想，昨天她是让沈竹浪给二婶家搬去了一袋米，今天中午她就做了饭叫他们过去吃。二婶和小虎子可比大舅和他们家里的3个小孩好多了。沈从清的死讯传回来没多久，刘氏虽然不哭了，但他也心情沉重，没事的时候就坐在茅屋前往那条小路看着。白小玲决定等到刘氏的眼睛好了，她再给他讲讲他身边的这些奇葩亲戚们，让他不要再被他们蒙骗。小虎子，你去我家里让我娘给你装一些米回去做。今天二狗叔叔的爹帮着我们耕田，我要请他们吃饭。他说话的时候，二婶正端着一盆大白菜来河边洗菜。他笑着说：“小玲，你这么说呀就见外了，让他们都来，二婶今天中午多做一些。”有这样一个亲戚真好。白小玲笑着，她想着家里还有昨晚没用完的冻肉。她说：“二婶，我和你一起回去做饭。”好，好。白小玲做的饭菜味道真叫一个绝。她虽然没有去过镇子上的酒楼吃过饭，不过她也从酒楼旁边路过几次。酒楼里面大厨做出的菜都没有白小玲炒出来的菜香。他们一边吃饭，白小玲一边说：“大伯，小玲有一件事情想要求你。”小玲，你和从清对我们家有恩，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说，以后别提求这个字。那好，大伯，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大伯，你也看见了，竹浪还小，而且开过春以后他就要去书院了。我们家里就只有我和娘，我们都是女流，没有力气，家里的几亩田地我也不想让他们荒废了。大伯，不如以后我们两家搭伙，你和二狗帮我们耕田犁地收割庄稼，我负责做饭，怎么样？他眼眶湿润了，他都一大把年纪了，难道还听不出白小玲的意思？他其实就是想帮助他们一家。他今年虽然50了，但是身体还算硬朗。二狗从军以后，家里的几亩田全是他一个人在弄，他也没觉得累。尽管他很辛苦的在种地，但是粮食的产量低，而且今年遭了虫害，所以没有收多少水稻。附近的几个村都是这样，所以每家每户基本上都吃不饱。今天能吃上一口大白饭，能吃了一口肉，他感动得哭了。他无论吃什么都无所谓，但是二狗要吃好，他腿上的伤还没有好，如果再吃不饱，他该怎么办？还有，二狗自从回来以后，从来没有笑过，也没有出门。今天他不仅笑了，而且还愿意出门。或许白小玲说的是对的，他们会好起来的。尽管觉得不能再连累白小玲一家，但是他为了二狗能快速康复，只能点头应了。好，小玲，大伯这次听你的。沈竹浪听了他们的对话，他虽说没有说话，但是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着栓子的娘说的话，他说嫂子看不上二柱子，看上了一个瘸子。大伯，那我们就这样定了，你可不许反悔。他哪里会反悔？他倒是害怕他反悔。竹浪，我们家里可有林地？爹以前在世的时候在后山种了树。你下午带我去看看，我想砍几棵树烧炭。烧炭？那是什么？这桌子的人都看向白小玲。白小玲知道，或许他又说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的话了。不过他也没有烧过炭，只是学过有关的理论知识，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也解释不清，反正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白小玲做过太多稀奇的事情，所以就算她再做出什么稀奇事儿，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一家人吃完了饭，白小玲、小虎子、沈竹浪三人一起朝后山走去。沈竹浪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斧子，小虎子拿着镰刀，看来他们也是没有打算让他动手了。嫂子，听说你嫁过来前是变成的一户大户人家的小姐，这是真的吗？白小玲笑着，如果原主真的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怎么可能嫁到莲花村？而且嫁过来这么久，也没有一个娘家人过来瞧一眼。小虎子，都是他们胡说的。我也觉得嫂子不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听爹说，大户人家的小姐从来不干活，那一双手白皙细嫩，摸起来很滑，说话声音很小，走路步子很小。虎子的爹怎么和一个小孩子说这些？小虎子说完，他看着白小玲的手。嫂子，你的手就很滑。是吗？他倒不觉得他的手很滑。竹浪哥，你也摸摸看，嫂子的手真的很滑。沈竹浪没有应声，一张脸却已经红到耳根。虎子，你现在还小，说这样的话那叫童言无忌。如果你再大一点，再这样说话，别人就得叫你流氓了。小虎子不懂。嫂子，什么是流氓？流氓就是……他突然不知道怎么给小孩子解释什么是流氓。流氓就是你长大以后不经过女孩子的同意就牵女孩子的手。那我不当流氓，等我长大以后，我只牵嫂子的手。沈竹浪听了小虎子的话，咳嗽了几声。白小玲摇了摇头，他的感冒怎么还没好？三人已经来到沈家的那片林地，小虎子在地上割着野草玩，沈竹浪选一棵不粗不细的树开始砍树，白小玲就坐在不远处。小虎子，你什么时候开始去上学？嫂子，爹说上学没用，我不上学的。或许这里大部分的村人都会这么以为，但是他给了他一股不好的感觉。虎子，二叔出去多久了？小虎子的眼神有些忧伤。1年多了。就连去年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回来。那他有给家里拿点银子补贴家用吗？没，二婶倒是每个月都会上镇子一趟，然后背一捆柴去卖了，再把卖柴的钱给他。听沈竹浪这么一说，白小玲就越觉得不对劲儿了。二婶说她在某个大户人家当家丁，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他去问了。那他今年过年回来吗？谁知道呢？小虎子快哭了，大概也是想他爹了，但是他一直忍着泪水，还是在挖草玩。莲花村内，舅母穿着一身新衣服，领着大壮、二壮、三妞往沈竹浪家的方向走去。三妞说：娘，今天我们没见到竹浪哥家里冒烟，他们大概还没有做饭吧。你个死丫头，不学精明一点，还不得饿死你！刚才香味儿都飘满了整个莲花村了。我们莲花村除了白小玲，谁还能做出这种味道的东西？我看就是你个死丫头偷懒，没有仔细看。三妞被骂了，她也不敢还嘴。四人走到茅屋的门前，舅母站在门口喊着：三妹，三妹。屋里没人应，她便自己打开了围栏，然后进去了。上次刘氏给她拿衣服的时候，她看见她箱子里面还有一个包裹，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好东西。这下屋里没人，也正好进去看看。你们三个就在院子里面玩，我进去看看。好的，娘。刘氏的房门前几天坏了，只能从里面拴住，不能从外面锁。反正莲花村每家每户都是穷的叮当响，他们家以前就是最穷的，就算强盗来他们家走一趟，都带不走一点东西。所以刘氏也没有请人来修门，他直接推了门就进去。他打开箱子，将旧衣服都翻了出来，然后将包裹取出，包裹里面竟然装的都是糖。
他咽了咽口水，然后取出一块糖放在嘴里，真甜，这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甜的东西。他抓了一把糖放在怀里，然后赶紧出去了。正走到院子，就遇到了沈竹浪的大姨，也就是刘氏的大姐。大姨看见舅母身上的新棉衣，一双眼睛都快要恨出血来。她年轻的时候出嫁到邻村，虽然2个村隔得不远，但是几10年来也没有回来几次。这次她倒是听说自己三妹家中的小寡妇不得了，进了镇子一趟就赚了好些银子，买了1辆马车的东西，给村子里面的村民都发了糖不说，还往大舅和二婶家里送了1袋米。1袋米呀，那是多么珍贵！家里的米缸早就见了底，屋里的孩子饿得直哭叫，家里的男人让他过来看看，大家都是亲戚，凭什么大舅家和二婶家都能得到1袋米，而他什么都没有？白小玲已经嫁给了沈从清，就得跟着沈从清一起叫他一声大姨，所以他家的1袋米他也要讨了来。舅母看了大姨好一会儿，这才想起她原来是刘氏的大姐，她男人的大妹。她连忙笑着说：哎呀，原来是大妹，好些年没见了，你怎么就回来了？她心想，我再不回来，好东西都得被你们瓜分完了。嘴上不能这么说，脸上依然带着笑。这不，听说从清的孩子遇了不幸，我过来看看，随便带了小袋子的鼻骨。鼻骨就是颗粒不饱满的水稻，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谷子的。不过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能有鼻骨就不错了。将鼻骨捣烂以后，和野菜一起煮了，就这样吃上热腾腾一碗，那真是比神仙都快活。舅母从怀里掏出一块糖，大姨见了眼睛直发光。他问道：这是什么？糖。大妹，你可不知道三妹家的小寡妇白小玲带了多少好东西回来。大姨包了糖纸，把糖放在口里，一瞬间的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味蕾都被打开了。一辈子吃糠咽菜，她哪里吃过这样的好东西？关键是，就算吃糠咽菜，也还吃不饱。家里的男人和婆婆对她非打即骂，原因就是她已经生了5个孩子了，但每一个都是女儿。这不，她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也是一个女婴。婴儿瘦小的不行，脸也被冻得通红，不哭不闹，或许是被饿得没有力气。舅母也包了一颗糖喂进婴儿的嘴里。哎呦，大妹，你说你怎么这么命苦啊？生了5个孩子了，就没有1个是儿子，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姨听到这话，也抹着眼泪。可不就是命苦吗？大妹，你过来，我悄悄跟你说几句话。舅母把大姨往边上拉，然后在她耳边小声说：大妹，三妹家前面的几亩田地可是我们莲花村最好的田地，她家的茅屋虽然破烂，但是这位置风水好。前几年就有风水先生说过，这位置住久了会出大富大贵之人。但是这些都是三妹的东西，我就算想要也不会要。可白小玲不同，我们是三妹的亲人，白小玲不过才嫁来3个月的时间。三妹现在身体不好，一双眼睛也看不清，开年之后竹浪又要去上学。如果到时候白小玲将三妹家中的房契地契都骗走了，那三妹可怎么活呀？大姨从舅母的话里听出了一些门道，她一直觉得大哥娶的这位嫂子贪。她以前刚嫁过来的时候，在家里做饭，家里的粮食本就不够，但她还每次都偷吃，被她看见以后告了几次给母亲，得了母亲的一顿毒打。当初2人还算是仇人，不过如今听他这么一说，为了大家的幸福生活，第一件大事是要把白小玲赶走。
以后刘氏家中的东西怎么分，到时候两家人再聚在一起商量。大姨皱着眉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儿。舅母的表情极其夸张。那可不，依我看呐，白小玲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从亲在世的时候，他就懒，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活也不做，把自己养得细皮嫩肉的。如今从亲战死的消息刚传出来，他就出来了。他不仅出来了，而且还穿得花里胡哨的在村子里面转悠。哎，今天还听说去了林二狗家里。那林二狗腿没断的时候，也算得上是我们莲花村最好的没有娶亲的男人了吧？但是如今呢，他的腿断了，还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他？但是白小玲就不同了，为了从林二狗家里借来水牛耕地，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他靠近大姨的耳朵，声音更加小。哎，大妹，你说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进了镇子一天就赚了好些银子？我们就算在地里忙活一年，也赚不了1两银子。依我看呢，她就是去卖了。大姨的身子明显一震。附近几个村子都穷，但是女人们都还是十分守节。如果被发现有人不守妇道出去卖，那肯定是要被活活打死的。大嫂，这件事情可不能乱说。哎呀，我能乱说吗？白小玲出去卖的事情，我们莲花村谁不知道啊？只不过大家都不说而已。你不信我，可以去问栓子娘。这时沈竹浪扛着木头回来，他看见自家院子里站着那么多人，明显愣了一下。舅母见沈竹浪回来，有些心虚，她对着3个孩子吼了一声：“还不叫竹浪哥！”3个孩子跑到沈竹浪面前喊着：“竹浪哥，竹浪哥，你吃饭了吗？”原来又是来蹭饭的。今天已经吃过了。可我今天没有看见你们家里冒烟。沈竹浪笑而不语。舅母家的3个孩子硬是被他教得跟猴子一样精明。他将木头放在灶院子里，然后看着背着孩子的妇人，过了很长时间才认出来。他不确定地喊了一声：“大姨。”大姨听见沈竹浪叫他，脸上都是笑。竹浪，都长这么高了，记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你就这么高。大姨用手比划了一下，沈竹浪挠着脑袋，羞涩地笑着。他的确比同龄人都要高出许多。他和大姨也好多年没见了，他记得上一次见他还是在他6岁的时候，他比起之前苍老了很多。见他背上背着一个孩子，孩子被冻得小脸通红。他将他们请进了屋子，在屋里生了火。大姨，娘在二婶家里，我这就去将她找回来。你和娘得有9年的时间没见了，娘见了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好。白小玲和小虎子左等右等，没等来沈竹浪。他看着地上的几块木头疙瘩，心里想着，不如自己试一试。他走到一段木头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木头扛在肩上，但是刚走了2步，他身子一歪，整个人就摔在了地上。小虎子见了，他吓得不轻，哭着大叫道：“啊，有没有人啊？救命！救命！”白小玲揉着自己的脚，自己也没有摔出一个好歹来。小虎子这样的反应太夸张了，不过这也正说明小虎子是在意他的。好了，小虎子，嫂子没事。小虎子眨了眨眼睛，一下子就将眼泪收住了。真的没事吗？没事，我还能站起来。他站了起来，然后动了动自己的手脚，没有大碍。就在不远处干农活的二柱子听见有人喊救命，丢了手里的锄头就往这边跑，一边跑还一边叫着：“怎么了？”小虎子听见二柱子的声音，他喊着：“二柱哥，没事。”虽然小虎子说没事儿，但他还是走了过去。刚才我看见竹浪扛了一截木头回去了。哎，你们是来砍柴的吗？
他看见白小玲的衣服上有泥点，又问：摔了？他点头。啊，木头太重，路又滑。二柱子二话不说，直接扛起地上的一截木头。走吧，我送你回去。这些树枝，待会儿我来将它们捆了，然后给你送到家门口。他看着二柱子，难道他又遇到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好村民？白小玲在看他，他赶快走到他前面，害怕被他看见自己红了脸。小虎子说：嫂子，以后你可不许来后山了。这个小不点儿竟然管起他来了。沈竹浪把刘氏送回去以后，就往后山赶来。他正巧看见二柱子扛着一截木头，白小玲和小虎子跟在他的身后。沈竹浪心里不高兴，但也没有说出来。他跑过去喊：嫂子，大姨来了，我刚才去接娘回去，耽搁了一下。没事。沈竹浪去扛了一截木头，然后四人一起走着。他这次走在最后面。他看着白小玲和二柱子，大哥不在了，林二狗又断了腿，如今他们村里最健壮的男人就是二柱子，嫂子会看上他吗？茅屋里，刘氏虽然看不清大姨，但是他光是听着他的声音就已经老泪纵横。大姐，我得有9年时间没有见你了。大姨也将刘氏的手握着。三妹，我想来看你，但是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这次也是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他拿出鼻骨塞到刘氏手中。三妹，这是我做饭的时候一次次偷偷藏的，从清不在了，想着你们家里困难，所以就把它带过来了。虽然量不多，但是也能对付1-2顿。听到他这么说，刘氏更加眼泪婆娑。哎呀，大姐，你的东西我可不能收，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啊！大姨一听到孩子，立马哭了起来。三妹，别提孩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养活他们。怎么了？婆家嫌弃我生的都是女儿，大女儿被1两银子彩礼就嫁给了一个老光棍。前几天他们商量着要把2女儿卖了，3女儿被他们扔了，4女儿才7岁，5女儿才几个月大，我这一家活不下去了。这不是欺负我们家没有男丁吗？大姐，你可别担心，待会儿我们就去大哥那里，让大哥给你做主。站在一旁的舅母连忙说道：大姐，三妹，大壮爹明儿要去镇子里卖柴，去不了。竹浪也大了，不如让竹浪去。刘氏知道他是不想惹祸，毕竟大姨家里的男人是这几个村远近闻名的地痞。可竹浪才15岁，刘氏也不忍心让竹浪去，也不忍心让自己的大姐继续受苦，一颗心快被熬干了。院子里面传来白小玲的声音，她对二柱子说：柱子哥，多谢你，放这里就成。二柱子将木头放在院子里，他笑着说：没事儿，你刚才摔了一跤，现在回屋歇着，我待会儿去将剩下的全部扛回来。白小玲想，对方都帮了我那么大的忙了，如果不留他吃一顿饭，有点说不过去啊。柱子哥，待会儿一起吃饭吧。二柱子一听又红了脸。好。白小玲叫他吃饭，是不是也对他有意思？娘说了，白小玲虽然嫁给了沈从清，但是她根本连沈从清的面儿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沈从清碰了她。白小玲虽然是小寡妇，其实她还是一个大姑娘。这么聪明漂亮又能干的姑娘，10里8村都再也找不出一位，所以她也非常想和她在一起的。沈竹浪听了他们的谈话，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走进了屋里。舅母一见沈竹浪，立马说道：
朱浪，你回来的正好。你大姨在娘家被欺负，你爹在世的时候可容不得她被欺负。如今你爹不在了，你也长大了，大姨的事情你便帮她去解决吧。刘氏坐在一旁，张了张嘴，却是没能发出声音。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大姐，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沈竹浪问：发生什么事儿了？舅母把大姨在娘家的悲惨生活添油加醋说了一遍，还说这次大姨过来就是来躲难的，又生了一个女儿，回去就得被他们活活打死。沈竹浪听的那是一个眉头紧皱，他看着面前瘦弱的大姨，再看了看大姨背上饿得面黄肌瘦的婴儿，然后说：大姨，你放心，我明日就陪你回去，好生和大姨夫说说道理。大姨虚假地抹着眼泪，然后点了头。竹浪，有你这句话，大姨就放心了。白小玲和小虎子也随后进了屋。大姨看了白小玲一眼，呆住了眼。白小玲果真一个漂亮，就她这个脸蛋和身材，就算是窑子里面的姑娘，又有哪个能比得上她？如果她真的出去卖，肯定能卖好多钱。大姨。哦，大姨答应了一声。小玲，过来坐。你嫁过来也有3个月了，大姨还一次都没有见过你，想想真是觉得愧疚。大姨，你可别这么说，现在不是来了吗？小虎子生火，白小玲做饭，刘氏和大姨在灶房聊天，二柱子也将全部的树丫扛了回来。二狗的爹和林二狗也从田地回来，白小玲烧了热水给他们洗手，然后大家准备吃饭。大姨看着一碗碗大白饭，咽了咽口水。看来大家传的果然没错，沈家发达了。今天白小玲做了一个红烧茄子，一个狮子头，一个糖醋排骨，还有几个炒蔬菜。二柱子吃在嘴里，心里更加肯定，自己肯定要将白小玲娶回去。白小玲晚饭没有吃多少，她心里想着一个问题。虽然上次卖了香辣螃蟹的配方，提前拿了30两银子，但是现在她身上也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原本想着2袋大米还没吃完，留香馆的老板就会把余下的尾款送来。这不才过了1-2天，那1袋大米就快要见底了。如果再这么下去，恐怕又得回到那种食不果腹的日子了。他吃完以后，就在火炉旁边坐着，想着以后的打算。二柱子也吃完了饭，他走到他的身边，犹豫了一下，然后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小玲，柱子哥。小玲，这个给你。白小玲看着二柱子手里的一块方方正正的东西，他拿起来闻了闻，这块东西飘着淡淡的皂角味儿。二柱子说道：小玲，这是我娘自己做的皂角膏，很好用。皂角膏，那正是古人用来洗头、洗衣服、洗澡用的东西，他也正好缺，也就收下了。柱子哥，多谢你。不谢小玲，我家里还有几块，你若用完了就来告诉我。白小玲本来想给二柱子一点铜板买下这块皂角膏，但是今天早上他已经将所有的钱全部给了二狗的爹，只能将他这个人情欠着。沈竹浪见了，他说：柱子哥，这怎么可以呢？嫂子手里的这块皂角膏算是我向你借的，等哪天我去了镇子上买来还给你。刘氏听着沈竹浪的话，他暗自摇了摇头。大姨还在吃饭，她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却想着，白小玲果然是那样一个不干净的女人。沈从清刚死没多久，她竟然就在刘氏的眼前勾引汉子。二柱子的表情有些尴尬。竹浪，不用还。要还的。林二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男人的心思或许只有男人看得最明白。家里只有3间房，3张床，晚上如何睡都成了一个问题。白小玲一个人睡觉习惯了，一来她不喜欢和别人一起睡，二来她睡觉也不踏实，生怕一个不小心翻身压住了孩子。
但是让大姨和刘氏一起睡也不妥。刘氏是长辈，他害怕孩子晚上蹬被子凉了刘氏。他正在纠结中，刘氏开口了：小玲儿，你晚上和娘一起睡，让大姨和招娣睡你的房间，行吗？行。毕竟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他的被子和棉絮都是新买的，招娣可不要给他尿床了。白小玲将大姨领到了她的房间，大姨看着床上铺满了蓬松的被子，心里就开心的不行。她家里的被子又脏又硬，里面的棉花都已经盖黑了，这样的新棉被她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大姨，那你们早点休息。好。白小玲出去以后，她就迫不及待坐了上去，然后躺在松软的棉花当中。白小玲到了灶房以后，沈竹浪正在洗碗，她过去帮他。沈竹浪抿了嘴唇：嫂子，你觉得二柱子这个人怎么样？他挺善良，挺勤劳的。那沈竹浪的话还没有问出口，刘氏已经站在了灶房门前，他喊：小玲儿啊，就让竹浪洗吧，你快过来。竹浪，辛苦你了。嫂子，你去吧。白小玲朝着刘氏走去，心情不错。刘氏对她可比对自己的儿子好多了。两人进了屋，刘氏关了门。小玲儿，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要告诉你。两人躺在床上挤在一块儿。他是个孤儿，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睡觉过，和刘氏躺在一起就像和自己的母亲躺在一起一样，他的心里甜滋滋的。刘氏给他背上的被子都压在他的身下，让风一丝都没有办法钻到被子里。刘氏说：今天你大姨过来，她说在婆家受了欺负，你舅母说让竹浪明天过去说说，但我觉得竹浪还小，如果他们犯起浑来，我怕他不知道怎么对付。娘，你放心，我明天陪着竹浪过去。可是你去了，我也不放心。的确，他和沈竹浪，一个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是一介女流。他嘴上虽然说陪着沈竹浪过去，但是如果对方犯浑，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对于打架一事，他不擅长。娘，你说该怎么办？二柱子这个小伙子挺热心的，而且他又高又壮，如果你能和他一块过去，他们定是不会胡来。刘氏不害怕白小玲改嫁，但是他害怕自己的二儿子喜欢他。他的相公是个读书人，对于伦理礼节是非常看重的。如果竹浪和白小玲有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么他下去以后怎么和他交代？他听得出来，二柱子对白小玲有意思，而且二柱子这个人也挺不错。如果白小玲能改嫁给他，他也替白小玲高兴。以后大家也都在一个村里，还能互相照料。娘，那成，我明天就去找二柱子陪我一起去。竹浪那里，你跟他说。好。如果刘氏实话对沈竹浪说，那么沈竹浪是绝对不允许白小玲和二柱子去。所以第二天一早，刘氏就拿着几个铜板去了沈竹浪的房间。竹浪啊，昨天小玲儿接受了二柱子的一块皂角膏，娘觉得不好，你去镇子上再买一块，然后还给二柱子啊。他接过刘氏手里的铜板。娘，我这就去买皂角膏，你刘大姨在家里多待一天，改明儿我一定陪她回去。知道了，你快去快回。好呢，娘。白小玲到了二柱子的家门前，她踌躇不知道该怎么起口。毕竟她也是昨天才见过二柱子，而且一见二柱子，她就帮了自己那么大一个忙。今天她又要来麻烦他。二柱子的娘洗了脸，正将一盆热腾腾的洗脸水往屋外倒，这就看见了白小玲。一见白小玲，她皱纹里面都是笑。
小灵儿，你是来找二柱子的吗？白小玲点了点头。小玲，你找我有事儿吗？我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好。二柱子也没问什么事情，只要白小玲说出来的事情，他都会全力去做。柱子，既然小玲有事找你，那你就去吧。他一个大男人，柱子娘也不害怕他夜里不回来。白小玲那么好的姑娘，如果他们2个人出去夜里都不回来，那可太好了。这样算起来，说不准他明年就能抱一个大孙子。二柱子见白小玲有些不好意思，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小玲，是你大姨的事情吗？他点了点头。是不是大姨在婆家受了欺负？他又点了点头。那好，我这就跟你一道过去给大姨讨一个礼。2人朝着沈家的茅屋走去，大姨就背着招娣在前面带路。白小玲没去过大姨家，二柱子也没去过，反正就是听说大姨嫁去的那个村离莲花村不远，但是他们走了1个时辰都还没到。白小玲有些吃不消了，再走下去恐怕她的脚上又要被磨出水泡。大姨还要走多远啊？小玲，快了，就快到了。又走了半个时辰，在白小玲的面前出现了几座破烂的房子。白小玲心想，大姨竟然还嫁到一个比莲花村更加贫困的山村。大姨带着白小玲进了屋，屋门口有一头目光凶狠的老狗，老狗见了白小玲就狂吠个不止。白小玲怕狗，所以往二柱子身后躲了躲。二柱子虽然也怕狗，但是白小玲已经往他身后躲了，他自然要拿出男人的勇敢来。他挡在他身前，然后跟着大姨走着。进了小院子，大姨却站在木门前不敢进去，她的身子在发抖。小玲，我怕。大姨，不用怕，我们都在呢。二柱子见他们2人都是女人，于是他主动上前，用手推着门，木门猛然被推开，二柱子一下就被拉了进去，里面传来男人的叫骂声：你个死女人，10几年来给我生了一窝赔钱货，还敢逃跑，看我不打死你！二柱子被拉了进去，他原本打算反抗，但是听到男人的声音，他觉得是误会，所以没还手。男人手里的棒子朝着他脑门一敲，他晕了过去。一个40、50岁的老男人出来，将白小玲也扯了进去。他看见躺在地上的二柱子，把他吓得不轻。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也是不知所措。不过他来之前就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所以藏着一把镰刀在身上。此时的白小玲拿出镰刀在他面前挥着：别过来，别过来！大姨一见这情况了不得，白小玲手里的镰刀虽说有些生锈，但是那样的家伙如果割到人的身上，必定是要见血的，不管是伤到谁都不划算。白小玲细皮嫩肉，能把她骗到镇子里的窑子里卖个好价钱，如果她伤了脸，那么价钱不好谈。中年男人打算从白小玲手里夺过镰刀，但是他一把抱住了男人的腿。孩子爹，你不要这样，都是我的错，你要打就打死我吧。男人一脚把他踢开。你个只会生赔钱货的贱女人，老子懒得和你说话。这个姑娘不是想为你出头吗？那老子就不客气了。昨天他们就商量过了，白小玲那么大一个人，如果将她绑到莲花镇不现实，所以得把她骗去。但是如果有人看见白小玲去了莲花镇，她不见了，沈竹浪和刘氏一定会去找她，所以他得先把她骗到家里来。男人那一脚踢到她的胸口上，本来说好的做戏，男人却用了10成的力。女人忍着疼痛把白小玲往门口拉。小玲，我们跑吧，跑到镇子上的乡公所，我们就安全了。乡公所，古代地方设立的民事案件处理处，只有大点县州才会设立巡捕房，负责社会治安、刑事侦破。不行，二柱子他。大姨手里的孩子哭个不停。小玲，
他虽然暴躁，但是不敢对二柱子怎么样。但是如果你和我不逃走，恐怕我和孩子的命都保不住了。白小玲看着大姨脸色苍白，看来刚才男人的那一脚下了死力。眼前这个女人这么瘦弱，那个孩子那么小，就算她不是原主白小玲的大姨，这件事情她也会管。拉着大姨就往外面跑去，身后的男人追了出来。跑！别让老子追到！让老子追到，老子非得打死你这个女人，摔死那个赔钱货！白小玲听着男人恶毒的话语，她脚上的速度快了几分。这个冬天是很冷的，但是由于她一直在奔跑，而且神经高度紧张，她根本感觉不到冷。天空又开始飘着雪，上一次她走了2个时辰的山路就再也走不动了，但是今天她走了将近3个时辰的路。等他们到了莲花镇以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2人身上都没有一个同伴，乡公所也关了门，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白小玲抱着自己的肩膀，现在一旦不走路了，就浑身冷得厉害。如果实在不行，她也只有厚着脸皮去留香馆，求老板让他们住一晚。小玲，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莲花镇，不如我们今晚就到他的家里面对付一晚。大姨还有远房亲戚在镇上住？就是这个远房亲戚的确有点远，我只能说去试试，不知道他能不能收留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试试，这一晚下来，我怕你熬不住。白小玲只有点了头。大姨带着她在镇子上走着，她也越来越冷，抱着自己的肩膀，勾着身子。终于大姨停在一扇木门前，她对白小玲说：小玲，你在外面等我一下，我进去问问，看我那位远房亲戚还记得我吗？好。白小玲蹲在地上，活像一只鸵鸟。冷啊，真是太冷了，她全身都在发抖，如果再这么冷下去，恐怕她会冷死。一扇门内，肥头大耳的老鸨正在门缝里看着白小玲。他说道：身材高高长长倒是不错，只不过看不清脸。老板，你放心，她绝对是我们10里8村长得最好的姑娘。这么好的姑娘，你怎么带她出来卖呀？哎呀，这不也是没有办法，地里闹了虫害，一家人总得活命啊。你看看她值多少银子？20两。他哪里听过这么多银子，连忙点头。好，好。老鸨却说：不急不急，我们先进屋去，将卖身契写好。可他万一跑了呢？老鸨看了他一眼。他既然是为了家里人的生计，自愿出来卖，又怎么会轻易跑了呢？放心，没事儿。老板，话是这么说，不过小玲还是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我就怕她接客的时候不从。老鸨的脸一板：不从？哼，只要签下卖身契，就是我的人。他要敢不从，看我不从他身上剥下几两肉下来。他听着这样的话，吓得浑身一颤。这个地方果然太吓人了。白小玲的脑袋越来越晕，直到倒在雪地里。大姨已经和老鸨写好了卖身契，2人出门一看，白小玲躺在地上，老鸨用脚踢了踢白小玲，见她没有反应，他血红的嘴巴一抖，说：你该不会弄了个快要病死的丫头过来高价卖我吧？哪能，你就算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丫头今天还是自己来莲花镇的，而且来之前都是好好的，能跑能跳。大姨连忙去扶她，但是手刚碰到她的身体，白小玲的身体烫得惊人，如同火石一般。她心中一惊，哎呀，该不会是因为只穿了单衣，所以被冻坏了吧？我们楼里做生意，丑点老点都没关系，但是就是不能有病。客人们都是来寻开心的，
若是我弄了个有病的姑娘去伺候，1咳2晕3吐血，那不是扫兴吗？这卖身契得改，这丫头现在值不了20两银子。大姨虽然眉头紧皱，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白小玲烫得那么厉害，说不定离开这里就会死，到时候她一个子儿都得不到。她说：那你觉得多少合适？老鸨伸出5个手指。5两。5两和20两比起来是很低，但对于他来说已经很多了。成，5两就5两。白小玲虽然倒在地上，但是她并没有晕过去。她努力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大姨和肥胖女人站在她面前，两人像在卖牲口一样讨论她的价钱。她原本以为大姨是个好人，是个可怜的女人，但是没想到她竟然将她骗到这里来卖了。她现在急需有人帮忙，而她唯一的希望放在沈竹浪和刘氏身上。刘氏眼睛看不见，而且年纪也大了，现在唯一能来找他的就是沈竹浪了。但是他和这个女人来莲花镇的时候，天色已晚，路上根本没有什么人，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来了莲花镇。沈竹浪就算出来找他，世界这么大，他要去哪里找？可是他真的不能被卖了，真的不能成为窑子里面的姑娘。他紧了紧拳头，然后动了动。大姨见此立马说：老板，你看他动了，能不能再加一点价？老鸨白了他一眼：不能，这丫头在这么冷的情况下冻了1天，买回去我还得花大价钱给她治病。5两银子，你要是嫌少，可以立马就带着她走人。不了，5两就5两。白小玲从地上坐了起来，她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老板，你不要被他骗了。老鸨一见白小玲说了话，立马问：怎么讲？我得的是痨病。说着他又咳嗽了几声，老鸨下意识离他远了几步。古代所说的痨病其实是现在的结核病，是可传染疾病，传染源主要是咳嗽喷嚏打出的泡沫星子以及吐的口痰。这种病在现代难以医治，在古代就是绝症。老鸨推了大姨一把：喂，好你个恶毒的女人，竟然将一个得了痨病的丫头弄到我这里来卖钱，你玩我！他没想到白小玲会这么说，而且他根本就不了解白小玲，不知道她有没有病。他有些慌乱，连忙摆手：不，我不敢。不敢？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她穿的什么衣服？你穿的什么衣服？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说，你是从哪里骗来的一个病丫头，想诓我？我不是这样的。来人呐，给我打！几个打手出来，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他连忙将怀里的孩子丢了出去，嘴里叫：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白小玲也抓住了老鸨的裤脚，她浑身都哆嗦。不要打了！你就算打死他也没有用的。老鸨连忙将自己的裤脚从白小玲手里扯了回来，一想到这个女人得了痨病，而且还碰了她的裤子，他就觉得恶心。老板，买不成我，但是你可以买了他。他虽然年纪大一些，但是身体健康。停！老鸨说完，打手们停了手，他朝着大姨走去，然后掐着她的下巴好好看了几眼。她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还算壮实，一看就是一个庄稼人。窑子里面也好久没有进来姑娘了，客人们都说乏味，生意也越来越惨淡。如果能这时候买进这样一个女人，也可以为客人们换换口味。山珍海味吃多了，有时候也需要吃点野菜解解腻。老鸨问：这个女人
怎么卖？白小玲伸出5个手指，老鸨大叫：“你这么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你竟然敢卖我5两银子啊！”他摇了摇头：“不是5个铜板。5个铜板？”老鸨的脸终于有了笑容。5个铜板，那不就是几颗白菜的价格？用这个价格卖一个大活人，那是千值万值。在这个年代是可以暗地里买卖人口的，只要有旁证人，而且旁证人与被买卖人口之间存在亲属关系，那么买卖就可以成立。就算以后因为这事儿闹了官司，只要有一纸卖身契，还有旁证人，那么巡捕房一般是不会管这样的事情。5个铜板被扔到地上，老鸨说：“好，这个人我买了，你可与他有亲属关系？”他是我的大姨。成，5个铜板已经给你了，以后若是因为这件事情闹了官司，你可得出来作证。好。白小玲从地上捡起铜板，然后挣扎着起身，朝着远处走去。她的身后是大姨的咒骂声：“白小玲，你这个杀千刀的，你怎么可以卖了我？你不也卖了我吗？白小玲，像你这么恶毒的人，你活该年纪轻轻就守寡。”白小玲没有应声，没有回头，越走越远。她模糊记得回去的路，只是她不知道她的身体能不能支撑她走回去。这里是镇子上，现在是晚上，街上挂着灯笼，但是一旦她离开了镇子，外面就是一片漆黑。她的头越来越晕，最后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她失去了意识，倒在雪地里。二柱子被男人拖到了山坳里丢了。傍晚的时候下雪，他被冻醒了。冻醒之后，他借着月光往莲花村赶。沈竹浪夜里还不见白小玲回来，他有些慌了。刘氏也担心。在沈竹浪的再三逼问下，刘氏终于说出了实情：白小玲和二柱子送大姨回去了。沈竹浪二话不说，拿着火把就往大姨嫁去的村里赶去。走到半道上，他遇到了也往莲花村赶的二柱子。沈竹浪问：“柱子哥，嫂子呢？”二柱子也是惊讶：“小玲还没有回来。”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清楚，我一进屋就被打晕了，后来在山坳里面醒来，我以为小玲已经回去了，所以才赶快往莲花村赶，想要回来看看。”沈竹浪有些慌：“嫂子该不会出事了吧？”“没有，她没有回来，我和娘在家里等了她1天。”二柱子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那就糟了，竹浪，我和你一起再去那个村里面找找。”两人一路走着也没有再说话，好像有些不好的事情只要不说出来就不会发生。他们终于到了那个村，二柱子带路走到了那户人家，他吼：“大姨，你出来！”本是半夜，男人起了床，他没有点灯，刚走到沈竹浪的身边，就被二柱子一下按在了地上。上次就是因为他以为是误会，所以才没有还手。这一次白小玲都已经失踪了，那就没有什么误会了。他恶狠狠地说：“说，白小玲在哪儿？”男人被按在地上，他挣扎不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啊？二柱子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就是今天和我一起过来的姑娘，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揍烂你的脸。”昨天夜里，他女人的大嫂赶来，和他说了一个赚钱的方法。他本就是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有这样的好事儿，当然不会拒绝。不过不是说好，那姑娘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娘和一个病弱的弟弟吗？就算出了事儿，也不会有人找她。怎么这么快就有人找来了？男人也有些害怕，他说：“他和只生赔钱货的贱女人去了莲花镇。”沈竹浪盯着男人，眼里仿佛要盯出血来。“去做什么？”“贱女人说把那姑娘卖了，能卖一个好价钱。”听了这样的回答，
沈竹浪的心凉了大半，想不到大姨看起来可怜，内心却这么毒辣。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由于担心嫂子会对二柱子产生感情，而想要快些将那块皂角膏买来还给二柱子的话，他也不会听了娘的话，今天去莲花镇。嫂子那么好一个姑娘，如果她真的被卖了，那么她要怎么办？他现在一定非常害怕，非常无助。沈竹浪和二柱子加快了步伐往村外赶去，走了许久，他才问：柱子哥，你觉得嫂子怎么样？二柱子沉默了一会儿，挺好。如果嫂子受了欺负，你还愿意娶她吗？嫂子都已经走了3、4个时辰了，就算他们现在赶过去，说不定也已经晚了。是因为他的过错，嫂子才会遭遇不幸。大哥已经不在了，如果嫂子因为这件事情而再也无法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那么她会愧疚一辈子。莲花村是个封闭的小山村，人们的思想保守，女人死了相公改嫁是一回事儿，但是出去卖又是另一回事儿。竹浪，我不知道。是啊，他真的不知道。他本来也就20出头，没有经历过大事儿，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沈竹浪心下一沉，也明白了，如果嫂子没有遇到这件事情，二柱子一定会立刻答应，但是现在他却说不知道。沈竹浪心里想着，嫂子不要怕，就算以后没有人愿意娶你，等我长大了，我来娶你。接下来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匆匆朝着莲花镇赶路。夜越来越深了，莲花镇上的街道上也少有人走，小雪转为大雪，在街上铺了厚厚一层，没有人发现它。随着雪的堆积，大雪逐渐将它掩埋。不远处，一高一矮2个人还在赶路。哎，少爷，我们可算要到了。老爷这几日的家书写得太勤，怕是他老人家想你了。书童背着背篓，提着灯笼，在他身边是一个穿着白衣的男子。男子长得高瘦，面容清朗，他淡淡笑着。待会儿先去留香馆，爹来信说馆里最近推出了一道新品，好吃到不行。高瘦男子名叫谢俊，是留香馆谢老板的儿子。在他身边的这位是他的书童，名叫陆四。陆四说：对呀，少爷，老爷的信中还说了，卖给老爷配方的是一个姑娘，老爷还等着少爷回来以后给那位姑娘送银子过去。谢俊呵斥一声：陆四。陆四笑而不语。老爷的心思他还不明白，少爷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老爷在来信中多次夸奖那位姑娘，而且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那位姑娘的喜欢。老爷平时多疼爱少爷，一点活都不舍得让少爷去做，但是那位姑娘卖配方的尾款，老爷特地要等少爷回来再由少爷送过去，那目的太明显了。他们走着，突然谢俊踢到了一个东西，陆四扶着他。少爷小心！陆四用灯笼照着地面，却看见在雪中躺着的白小玲，她的皮肤被冻得和白雪一般白，吓得陆四往后退了一步。怎么遇到一个死人？别胡说。谢俊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微弱的呼吸，然后将他扶到自己背上，背着他往蔡大夫的医馆跑去。陆四在后面追着。少爷，她一个姑娘家，深更半夜晕倒在雪地里，这也是有些奇怪。而且这姑娘是生面孔，不是我们莲花镇的人。废话少说，救人要紧。听到谢俊的话，陆四也不敢多言，两人快速到了蔡大夫的医馆前。医馆已经关门，但是蔡大夫一家就是住在医馆后面的院子里，只要有急事，大点力气拍门就成。陆四猛地拍门，蔡大夫听了拍门声，喊道：轻点儿，来了。等到蔡大夫将灯点了，将门开了，谢俊把白小玲放了下来。蔡大夫一见，可吓了一跳。是他？蔡大夫，你认识他？
蔡大夫摸着他浑身被血浸湿的衣服，他浑身冷得厉害，如果再让他穿着湿衣服，就算他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她就是那个卖了配方给你爹的那个姑娘，叫白小玲，家住莲花村。上次啊，她还请我们去他们家里给她娘治病呢。谢俊也愣了一下。是她？快帮帮忙，把她的湿衣服换下来。谢俊却站着不动。可是男女有别呀。得了，是男女有别重要还是性命重要啊？这位姑娘也不是黄花闺女，她是沈家的小寡妇。陆四眼皮一跳，她原来是个寡妇。老爷的来信中一个劲儿夸她的好话，没有提起她是寡妇的事情。蔡大夫将她的袖子撩起，准备给她把脉，但却在她的手腕处看见一颗红痣。他眼神一暗，若有所思。谢俊也注意到了那颗红痣，他问：蔡大夫，这是什么？手工纱。手工纱？谢俊自然知道手工纱是什么，他大声喊：婆娘，快起来，拿几件你的衣服来给这位姑娘换上。这件事情可不简单，一般的农家女子身上怎么可能出现手工纱这种东西？这东西制作过程繁琐，就算在莲花镇也只有少数讲究的人家才用。白小玲身上不仅有，而且手工纱还完好无损，这就说明她还是处子之身。白小玲她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为了避免以后遭到麻烦，对于她的事情还是小心为妙。蔡大夫让谢俊将白小玲抱到了里屋，由蔡大夫的夫人给她换衣服。陆四虽然没有见过手工纱，但是他听过，女子的手工纱是用来守护女子贞洁的东西。只要女子身上的手工纱完好，那就代表女子也是完好无损的。难怪老爷就算知道白小玲是个寡妇，也在少爷面前说尽了她的好话。原来老爷早就知道她本就是一个大姑娘。陆四碰了碰谢俊：少爷你有福了，刚才我借着光看清了白小玲的脸，她那张脸就算放在我们莲花镇也没有几个女子能够比得上。陆四，你够了。你说老爷在来信中对少爷频频提起这位姑娘，而少爷又救了她，这是不是就是缘分？谢俊的语气严厉了几分。陆四。陆四暗自笑着，少爷和这位白姑娘真是挺有缘分的。蔡大夫已经为白小玲把脉出来了，谢俊连忙上前问道：蔡大夫怎么样了？无碍，就是冻着了，吃几副药就会好起来。那我家后院还有一间客房，今晚他就休息在我这里，等到明天他醒了，你租一辆马车把他送回莲花村。谢俊觉得这个方法行，毕竟住在蔡大夫这里，如果他又有什么问题，也有蔡大夫医治。蔡大夫，多少银子？3两。谢俊拿出银子，对蔡大夫道谢之后，这才离开。等到谢俊和陆四走了以后，蔡大夫的夫人也凑了过来。老头子，这是谁家的姑娘？她的手臂上怎么会有手工纱？蔡大夫摇了摇头。老婆子，这姑娘来头不小，她前几日以100两的高价卖给了谢老板一个方子，让谢老板的留香馆死而复生。他有些惊讶。她就是那个现在莲花镇人人口头相传的那位姑娘？对。不是说是个寡妇吗？她也的确是沈家的小寡妇，不过谁知道她的娘家是做什么的？只有大户人家才会给未出阁的少女手臂上点手工纱，但是大户人家的姑娘怎么可能嫁到莲花村？蔡大夫顺着自己的胡须，谁又知道呢？婆娘，这事儿不可说出去。我知道，老头子。天还未亮，沈竹浪和二柱子已经到了莲花镇。他们几番打听，才清楚了镇子上唯一的窑子地点。两人匆匆赶去，四周的店铺都未开张，只有窑子里面灯火通明。
沈竹浪是个读书人，自然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还未靠近他们，就闻到一股劣质的烟粉气，让他只想打喷嚏。若是以前，他是万万不会来这种地方，而且见了女人们如此搔首弄姿，他也定是要脸红的。但是一想到白小玲就在里面，他已经将什么大道理都抛之脑后，直直朝着窑子走去。二柱子见此，迟疑了一秒，也跟在沈竹浪的身后。哟，小公子，和哥哥一起来玩呢。看你面生，第一次来吧？沈竹浪皱紧了眉头。都走开，我要见你们老板。小公子口气挺大的，不过在我们这个地方呀，只有袋子里面有银子，才有资格口气大。这么个地方，嫂子是万万不可在里面多待一秒。沈竹浪吼道：快点！姑娘看着沈竹浪的穿着，的确也不像是穷人。不过在莲花镇，富人就那么几家，他们也都认识。而他并不是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难道是从外地来的贵人？姑娘们，快去将妈妈请来。不一会儿，肥胖的老鸨一摇一摆走了来，他打着哈欠，然后眯了一眼沈竹浪。小公子不像是莲花镇的人呐。你管我是哪里的人？我要见昨天晚上进来的那位姑娘。老鸨想一想，昨晚那个妇人抱着孩子哭了一晚，他还没让他出来见客，这位小公子又是如何知道的？不过那是一个花了5个铜板买来的货，只要让他接一次客，那也是赚了。再说他可是花了钱将妇人买来的，手上有他亲笔签名的卖身契不说，而且还有旁证人。就算这小子是那个夫人的亲人，这事儿他若告到官府，他也是不怕的。老鸨笑着：小公子的消息真灵通啊，那姑娘我还没让她出来接客呢。我窑子里的规矩，姑娘第一次接客，价格总会高一些。沈竹浪一听，他心里欣喜，看来他没有来晚。好，价格的事情你说多少就是多少，马上带他来见我。果真是豪爽的口气。跟我来。老鸨将他们带到了一间房，然后对着沈竹浪笑着：小公子，你且稍微等待一下，我这就去将他叫来。快点。老鸨出去了，二柱子却有些慌神。竹浪，你有那么多银子吗？他的身上只有昨天他买皂角膏剩下的2个铜板。他摇头：没有。二柱子坐在凳子上：那可怎么办？就算我身上1个铜板也没有，我也不会任由嫂子待在这里。二柱子摸光了全身，硬是没有摸出1个字儿。我也没有。他有些紧张，虽然他力气大，但是一般这种地方都会请打手。待会儿带着白小玲，他也不知道能不能从这里逃出去。他正说话间，老鸨已经领着他进来，他眼睛红肿，看起来哭了一夜。老鸨笑着对他们说：2位客官，你们慢慢玩，我还得去招待别的客人。直到老鸨出去，房门被关上，他才一下子扑到沈竹浪面前，哭着喊：竹浪，你救救大姨，若是大姨在这里面失了身，会被你姨父打死的。他看着他，虽然不敢相信，但是那个男人的确是说，是大姨要将嫂子骗来卖掉。嫂子呢？他的眼神变得阴毒起来。竹浪，你们可千万不要被白小玲给骗了，大姨就是被那个恶毒的女人骗过来卖了。昨晚她将我骗过来以后，她就走了。沈竹浪不信他说的话。嫂子不会这么做的。不会，老鸨那里卖身契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旁证人白小玲，你若不信，可以将老鸨找来问个清楚。他说着跪在了沈竹浪面前，他拉着他的裤子：竹浪，我是你大姨，是你娘的大姐，我怎么可能骗你？
白孝林不是好人，你以为他为什么能在1天之内挣那么多银子？他就是出来卖。昨天他陪着我回去，我又被你姨父打了，他带我逃了出来，说是能带我找一个快速赚钱的方法，我就跟着他来了。没想到他竟然将我5个铜板卖了。一旁的二柱子笑出了声，5个铜板，那得多便宜的价格。白小玲又不傻，这么远将他骗来，只为了5个铜板，连他都不信他的鬼话。主浪，我说的都是真话，招娣在他们手里，如果我不从，他们就说要饿死招娣，我没有办法。主浪，你救救大姨。大姨，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吗？他愣了一下，他和白小玲能来这里，知道的人只有2个，一个就是他的男人，另一个是沈竹浪的舅母。沈竹浪没等他回答，直接说：我们去了你家里。他听了不敢再看沈竹浪，他的男人不爱他，嫌弃他，原本说的假装踢他一下，他竟然真的用了全力踢他。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他的家里，那么他们根本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的男人就会将他出卖。他流着泪，主浪，就算我错了，但是我是你的亲人，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再说招娣还小，她不应该待在这个地方。像你们这样的父母，为什么要生孩子？生出孩子也是祸害孩子。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沈竹浪的意思是不救他们母女2人了？可是他若是不救，他更不要指望他的婆家人会来救他。蔡大夫一开门，见到的就是陆四和谢俊，他们2人还吓了他一跳。蔡大夫打趣说：哟，谢小爷来给我当门神，我可担待不起啊。谢俊也有些不好意思。蔡大夫，你可别取笑我。昨晚回去，我将发生的事情给我爹讲了，爹今天还未天明就将我叫了起来，让我拿着白姑娘上次卖方子的余款来找她，看她好些了没有。蔡大夫，她没事吧？没事，想不到啊，那个小丫头看起来瘦弱，身子骨倒是不差，若是换了旁人，就这么被冻上一晚，那肯定得生一场大病啊。蔡大夫明里不说，暗地里却有自己的思量。谢老板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自然是不喜欢做亏本的买卖。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平常对他宝贝着呢。而白小玲虽然还是处子之身，但是毕竟是莲花乡的寡妇，名声不好听。谢老板这么想撮合谢俊和白小玲，不是他知道白小玲的真正来头，而是他看上了白小玲的确能为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他没事就好。没事是没事，不过他还在睡，谢小爷要我去将他叫起来吗？谢俊连忙摆手：不用，我等等。蔡大夫含笑地看着谢俊。谢俊这孩子不错，今年23，是镇子上唯一参加过殿试的进士，但是要进入前3甲，那可是难上加难。他年纪也不大，所以谢老板让他回来，一边在自己家中的留香馆帮忙，一边看看书，等到3年后考试的时候再去参加。白小玲做了一夜的噩梦，梦见她掉入冰窟窿里面，怎么都爬不起来。她一下子坐了起来，看着这个陌生的环境，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着的蓝布衣服。她昨晚晕倒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姑娘，醒了，喝碗粥吧。谢小爷已经在外面等了你许久了。白小玲起来：大婶，请问你是？我是蔡大夫的内人。昨晚你晕倒了，是谢小爷将你背了过来。白小玲记得蔡大夫就是他前几天请回去给刘氏治眼病的大夫，可是谢小爷是谁？大婶，那你刚才所说的谢小爷，他是谁？
他就是留香馆谢老板家的少爷。白小玲明白了，然后坐在桌旁喝粥。喝了一碗粥以后，浑身暖和了不少。她看了看窗外，现在已经天明。她昨天夜里一夜没有回去，沈竹浪和刘氏一定非常担心她。她起身，多谢大婶和蔡大夫相救，只不过我现在身上没有银子，可否先记账？等到以后我有了银子再来还给你们。谢小爷已经付过银子了。又是谢小爷，这位谢小爷又是救了他，又是给他垫付了医药费。他出去之后可得好生感谢他。白小玲来到钱塘的医馆，经过了一晚的休息，白小玲的面色白皙中带着红润，竟叫得陆四看呆了。陆四小声道：少爷，老爷真是好眼光。白小玲看了一眼陆四和谢俊，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他便已经看出谢小爷便是谢俊。他走向他，对他说：谢小爷，多谢你相救之恩，不知昨晚小爷垫付的医药费是多少？小玲以后赚了银子才好还你。谢俊想着，他果然和他爹说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而且他举手投足之间既没有娇小姐的娇气，也没有村妇没有见过世面的土气，而是给人一种非常自然不卑不亢的感觉。他的样貌虽说算不得倾国倾城，但是眉眼之间透着一股清气，真是让人见了赏心悦目。自古便是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是不能上书院读书的，但是她这样聪慧，这样有胆识，的确让他刮目相看。白姑娘不必了。他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这是上次白姑娘卖给留香馆的方子的尾款，爹特地叫我给姑娘送来。爹说了，姑娘是难得的才女，若是姑娘愿意，以后若是有了新方子，留香馆都要了。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细水长流，看来谢老板对他卖出的香辣螃蟹的方子非常满意，如此他也不好与谢小爷之间算得太清，反而显得生分。他以后种了蔬菜粮食，还想着拿来卖给留香馆。白小玲拿过，如此，等有空我请谢小爷吃饭。今日就有空。此话一出，陆四和白小玲皆是惊讶地看着他。他尴尬地笑了两声以后，这才说：爹说了，回莲花村的山路难行，让我租一辆马车送白姑娘回去。他的心是好心，但是如果他租了马车送她回去，那么他不知道自己又会被村民传出一个什么事情来。对于他们的想象力，白小玲还是有些害怕的。他正打算拒绝，有一个男人一边跑一边喊着：快去看，快去看，清早窑子里面有人闹事儿。不一会儿，就有一群人朝着窑子的方向跑去。窑子里有人闹事？难道是沈竹浪找到了大姨家中，然后问出了些什么？白小玲叫住了刚才叫喊的男人：大哥，闹事的是什么人？2个男人，他们要带走窑子里面的一个妇人和一个小孩，但是没有银子，正和窑子里的老鸨杠上了。我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他心下一凉，那应该就是沈竹浪和二柱子。白小玲也朝着那个方向跑去。沈竹浪，他可千万不能有事儿。谢俊一见情况不对，见他焦急的样子，莫不成他和闹事的2位男子认识？他和陆四也跟着白小玲身后跑了去。窑子门前，大姨抱着招娣躲在沈竹浪的身后，她瘦弱的身子暂时成了他们母女2人的避风港，而在他们面前是10几个打手。老鸨拿着卖身契，他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臭小子，身上半个子儿都没有，竟然还敢装阔少爷！这个女人昨天夜里自己签了卖身契，她就是我窑子里面的人。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少了5两银子，休想！你不如去抢，你买她的时候只花了5个铜板，如今只过了1晚上，怎么就要5两银子卖出？这个女人吃我的住我的，这些都不需要花钱吗？还有，你们2个今天来这样闹事儿，
我一早上生意都没得做。这张卖身契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就算你们报了官我也不怕。你们有钱就拿钱走人，没钱就趁早滚蛋，否则休怪老娘我不客气。10几个打手手上都拿着棒子，一个个凶神恶煞，就等着老鸨一声令下了。在莲花镇就这么一家窑子，老鸨平常和乡公所那些人可好着呢。5两银子没有，5个铜板我回家取给你，女人和孩子我今天必须要带走。哟，一身的穷酸气，你还想英雄救美？这个妇人当你娘都绰绰有余，你这拼死拼活的想带她走，难不成还想她给你生一个大胖儿子？老鸨此话一出，沈竹浪憋得脸红，一时说不出话来。围观居民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对呀，小伙子，你年纪轻轻，眼色就不好使，这么一个货色，白送我都不要。你看他那张脸上的褶子，皱起来能夹死一只蚊子，再看看那双手，满是冻疮，看着连饭都吃不下。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说着，大姨站在沈竹浪身后，流出了泪水。臭小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滚不滚？沈竹浪的衣服在冷风中嗤嗤作响。不滚！动手，将这2个臭小子给我扔出去！10几个打手朝着沈竹浪和二柱子围了过去，他们看见这样的阵仗，也有些心悸。2人将大姨围在中间，他们3人所占的圈子越来越小。白小玲拨开人群，大喊：“住手！”他推开挡在他面前的人，然后挤进了圈子里面。老鸨打量着他：“哟，你没死！”白小玲指着大姨：“这个女人我买了。”小姑娘，你该不会是和这个臭小子一起玩我吧？你昨晚刚将他5个铜板卖给我，今天又要买回去？哼，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做法。沈竹浪看着他完好无损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笑。嫂子，别怕，我来了。沈竹浪愣了一下，他是男人，这句话应该是他对他说才对。谢俊也挤进了人群，老鸨认出他。哟，谢小爷也要趟这趟浑水？不过谢小爷，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在这个镇子上，就算是你的老子也得给我面子。我劝你，这件事情还是不要插手。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求的无非就是一个财字。这位妇人看起来年老色衰，你将她留在窑子里面，想必也不会给你赚钱，反而要吃饭，耗费你的钱。如今有人愿意将她买走，这是一件大好事啊。好事是好事，不过他可算知道了，这个臭小子和这位小姑娘，虽然长得人模人样，穿的也还过得去，但就是穷。白小玲看着大姨，大姨低着头，不敢看白小玲。她故意将钱袋里的银子在大姨面前晃着。大姨，看见了吗？我有的是银子。大姨咽了咽口水。小玲，大姨，你求我，求我就将你赎回来。老鸨当然也看见了白小玲手里圆鼓鼓的银袋，想不到这丫头竟然有钱。哈，有趣，真是有趣。昨晚这妇人想要将这姑娘卖了，想不到姑娘说自己有痨病，让她不敢买她，反而以5个铜板的价格将妇人给卖了。如今姑娘又回来了，这次回来似乎不只是想要赎回妇人，而且还想羞辱她。这般看来，这位小姑娘所说的她有痨病，想必也是假的了。大姨眉头紧皱：“小玲，我求你。”白小玲双手叉腰：“你这么小声，我可听不见。”现在大姨根本就没有办法，她提高了声音：“小玲，我求你。”白小玲把玩着手里的银袋：“求我什么？”“求你将我赎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
我们两家人显然不是一个路子上的人。婆婆和竹浪都太过善良，看不破你的阴谋诡计。你以后不管生老病死，别出现在婆婆和竹浪面前，你可做得到？我，那岂不是什么好处都得不到了？做不到，那就继续待在这里。竹浪，我们走。他拉住沈竹浪的袖子，正要离开，大姨连忙说道：“小玲，大姨能做到，能做到。”那好，你可是答应了。如果以后你再出现在婆婆面前，在她耳边嚼舌根，休怪我翻脸无人。白小玲说话的声音冷极了，吓得大姨一哆嗦。这时围观居民才听出了一点门道来。难道这姑娘就是前几日卖给刘香馆香辣螃蟹方子的姑娘？这段时间莲花镇上大家口耳相传的都是她，想不到今天竟然见到真人了。她真是又聪明又美丽，沈家真是好福气。白小玲付了老鸨5两银子，老鸨对于刚才白小玲的一系列做法可是惊叹。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没见过，但是就眼前这小姑娘这样的魄力和胆识，他真的没有见过。他一个方子就能让刘香馆起死回生，他的窑子这段时间生意也不是很好，是不是也可以从白小玲那里买到1-2个法子，也让他的窑子再来一春？不过事先有些闹得不愉快，得等过一段时间，让刘香馆的蔡老板牵线搭桥，让白小玲帮个忙。老鸨接过银子，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好，我做生意绝对讲诚信。既然说了5两银子，就是5两银子，这个妇人和小孩就归你了。白小玲看着招娣被饿得脸色发青，她心中也是不忍。有的人根本就不配当父母，却生出了许多孩子，真是害人害己。他掏出5个铜板扔在地上，这是昨晚卖你的铜板。说完拉着沈竹浪离开了人群。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白小玲离去，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太帅了，她简直就是要成为他们这里的第一寡妇。白小玲拉着沈竹浪，她走在前，沈竹浪在后，她一边走一边说：竹浪，一个人善良是没有错的，但是要分清楚对象。对善良的人善良，那是善良；但是对丑恶的人也善良，那就是傻。最后害了自己，令轻者痛，仇者快。我们不主动欺负人，但也绝不允许别人欺负我们，明白了吗？沈竹浪点着头。白小玲讲的道理不像先生讲的全是知乎者也，但是他却爱听。嫂子，你没事吧？没事，不过这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回去对娘说。昨晚他那么晚没有回去，刘氏已经非常担心，如果他再知道白小玲因为自己的决定险些冻死，恐怕就会更加自责。好，但是我们回去以后，娘肯定是会问起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说大姨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大姨留我们住了1晚。白小玲所想的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她和娘。白小玲再转头看向二柱子。柱子哥，你听见了吗？二柱子见白小玲看向他，他一下子就红了脸。小玲，我明白了。已经到了人少的地方，白小玲放开了沈竹浪的袖子，谢俊走到他的身边。白姑娘，我这就去租车，然后送你们回去。谢小爷，我的小叔子和柱子哥都来接我了，你还是去忙你的事情吧。还有，替我向谢老板问好。谢俊的心中虽然有些失落，但是脸上并未表现出来。他道：那好，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来刘香馆找我。行。谢俊和陆四一起离开。陆四说：少爷，我真是越看白姑娘越觉得顺眼，你这般让她和2个男子一块回去，难道就不担心吗？担心什么呀？那个小一点的是他的小叔子，倒是不用担心，但是那个被称作柱子哥的，他看白姑娘的眼神不正常，
万一他向白姑娘献殷勤，白姑娘看上他可怎么办？谢俊笑着摇头。不会，他不是一个平凡人，怎么会喜欢一个平凡人呢？陆四挠了挠脑袋，没听得太明白。白小玲带着二柱子和沈竹浪去了上次的租车市场，还是1两银子租了老伯的车，然后在莲花市场买了许多东西，又载着满满一车东西回去了。白小玲想着，她虽然被骗了，但是很明显这件事情是事先有计划的。而那女人夜里在他们家睡觉，那么是谁和她的男人通风的？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那就是舅母。马车到了莲花村，刘氏早已经等在茅屋前。他见了一个影子往茅屋来了，急忙问：是小玲吗？白小玲应了一声：娘，是我。刘氏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娘，你怎么哭了？蔡大夫不是说过，以后你不能流泪的。小玲，娘只是高兴。你没事吧？白小玲握住刘氏的手。娘，我没事儿，大姨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昨晚姨父和大姨留我们住了一晚。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不知道，你昨晚一夜未归，可担心死我了。娘，后来竹浪也来了，我想着家里的米快吃完了，所以就和竹浪与柱子哥一起去了镇子，买了一些东西。白小玲一夜未归，等着她的不止刘氏，还有二婶、小虎子、林二狗、二狗爹。二狗的爹坐在门口抽着旱烟，但是见了白小玲也是眼眶泛着泪花。不过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只要看见他平安无事，他也就放心了。小虎子在他脚边转来转去。嫂子，嫂子，你终于回来了。白小玲揪了一把他的小脸，然后道：是呀，不仅回来了，又买了许多东西。舅母站在旁边，他看见白小玲回来，着实惊讶了一番。难道大妹没有那么做？如果她真的没有那么做，她分不到白花花的银子，绝对不能错过分一些白小玲买回来的东西。她拍了拍身边的3个孩子，小声道：快去，没听见说买了许多东西吗？你们瞧瞧小虎子跑得多快呀！3个小孩听了他的话，立马也缠绕到白小玲脚边，嘴里叫着：嫂子，嫂子，嫂子，嫂子。三妞故意推了小虎子一把，将小虎子推到离白小玲最远的地方。白小玲看着舅母：什么时候你的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我才可以让沈家和你将这亲戚关系断得干净。小虎子被推到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玲。白小玲心里很生气，栓子娘说她坏话的时候，虎子都能与她骂起来，但是她见了舅母家里的3个野孩子，却不敢还手还口，特别是三妞非常喜欢欺负小虎子。白小玲走过去，她牵着小虎子的手：虎子，走，我们进屋去，嫂子等会儿给你做好吃的。她只喊了小虎子，却没有喊大壮、二壮、三妞。不过这3个孩子也丝毫不客气，就算没有叫他们也跟着他一起进了灶房。进了灶房之后，3个孩子开始东翻西找，想要找出一些好东西。舅母也跟着进了屋，她生怕白小玲买的好东西她分不到。沈竹浪和二柱子将他买的东西全部扛了进来，都是一些棉被、棉衣、粮食之类的东西。这个冬天太冷，比往常都要冷，往常几乎都不怎么下雪，今年却是一天接着一天的大雪，而且庄稼还遭了虫害，大家的生活异常艰难。林二狗受伤的腿可不能动着，否则伤口不可能痊愈结疤。白小玲取出2件男款的棉衣，又取了2床被子和1袋米，她递到二狗爹的手里：大伯，这些东西你拿回去。二狗爹连忙推脱：姑娘，这怎么使得？你帮助我们够多的了。
大伯，这些东西我都不是白给你的，你收了这些东西，我就不将你当做外人了。以后我田地里有需要，就会直接过来找你。还有，二狗哥，你得赶快好起来。冬天过了，开春的时候正是芒种时节，到时候忙不过来，得需要你帮忙呢。舅母看着白小玲出手那么大方，眼睛都看直了。她心想，二狗的爹假装不要，其实心里肯定想要极了。白小玲就是个傻子，这么好的东西竟然白给一些没有关系的人。一个瘸子就算好起来也只是个瘸子，什么忙用得了他？小玲啊，我们才是一家人，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告诉舅母和大舅一声，我们一定马上赶过来帮你。他的这些话说完，林二狗低着头看着自己裤筒里面空荡荡的腿。二狗的爹抹着眼泪，舅母，我现在就需要你帮忙。大舅母的脸上笑开了花。小玲儿，你说，现在灶房里面人太多了，你的3个孩子一直跑来跑去，我害怕他们磕着碰着，舅母先将他们带回去吧。他完全愣住了，这白小玲是在赶他们走吗？他可不能走，这么多好东西，如果他走了，还不全落到了外人的手里。同样的东西，他也给二柱子准备了一份。二柱子为了他被打晕，而且还在寒冬腊月被扔到了山沟沟里。如果不是他身体强壮，哪里还能从山沟沟里爬起来？他是真觉得亏欠了他。二柱子见了白小玲给他买的衣服，脸上都笑出了花。小玲，很合适我。二柱子的娘也有一件，他也乐得不行。看来他的想法没有错，如果二柱子能娶了白小玲，那么他们家就发达了。看来昨晚他们一夜没有回来，的确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小玲儿，让你破费了。婶儿，柱子哥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明天你们田里种小麦，我和二柱子能来帮忙。婶儿，不用了，田还没有耕完，我和竹浪种就够了。他想着自己家里的田地还有一堆的活儿。那好，以后有需要的尽管来找我们家柱子。我是老了没力气，但是我们家柱子的劲儿可大了。婶儿，你放心，我不会客气的。二柱子还沉溺在自己的喜悦中，白小玲特地给他买了衣服，他是不是看上他了？舅母看着白小玲的东西越分越少，她心里有些着急，怎么白小玲还不将他们家的那份给她？白小玲又拿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棉衣给了二婶儿。二婶，天气冷，拿回去铺在床上，可别让小虎子冻着。二婶儿已经将白小玲当做了自己家人，她看她就像是看自己的女儿一样，也就不再和她客气了。二婶儿接过被子和棉衣，小玲儿，你这么做事就不对了。二婶是你的二婶，难道舅母就不是你的舅母了？上次你回来已经给他们家买了棉衣，这会儿又是送棉衣又是送被子，是不是送的有点太多了？舅母，二婶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我现在好了，自然也忘不了她。沈竹浪听此心想，难道他那天起来淘米的事情嫂子知道了？他帮助过你？他怎么帮助过你？以前你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一家，他家就是村里第二穷，他拿什么帮你？对，二婶家是很穷，但是却在我们缸里没有1粒米的情况下，主动让小虎子送了半袋米过来。后面的话他没有再说，他害怕刘氏知道沈竹浪为了淘米受的那些屈辱伤心。舅母听罢也红了脸，想不到沈竹浪竟然将这些话都告诉了白小玲。平日看着他老实得很，想不到也是一个大嘴巴，嘴里一点藏不住话。小玲儿，那都是误会。小玲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娘，没事儿，你去屋里歇着，吃饭的时候我叫你。他一想，刘氏可不能回屋歇着，现在沈家的3个人，他也算得罪了2个。不过刘氏这个傻子还是非常信任他的。
就算沈竹浪和白小玲不喜欢他，但是他们很孝顺，刘氏说的话他们一般都会听进去。而且再怎么说，他的男人也是刘氏的大哥，不到万不得已，白小玲和沈竹浪还是不会和他撕破脸。他连忙拉住刘氏：哎呀，三妹，我也不是说小玲不该送他们东西，只不过我家里的3个孩子也正在长身体，那小虎子饿不得动不得，我家的3个孩子也同样饿不得动不得呀。如果我家没有被子，没有新棉衣，你说我们还不得冻死？刘氏听了也是皱着眉头。小玲啊，白小玲对他们说：二婶、柱子哥、大伯，你们先回去。二狗的爹有些为难：小玲，要不我就不要。白小玲打断了他的话：大伯，东西是我买的，我爱给谁就给谁。你们是好人，都帮助过我。我白小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个明辨是非的人。我不可能在我身边养着一群狼，我自己受苦受难，将他们养起来，然后等到他们来伤害我。二狗爹听了白小玲的话，也明白，自从沈从清从军去了以后，那时候沈竹浪还没有回来，白小玲和刘氏2个人住在茅屋内，他们的那群亲戚中，除了二婶以外，可没有人给过他们任何帮助。就他舅母那个脾性，性子暴躁不说，还喜欢在别人背后说闲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村里找不出他没有说过坏话的人。现在看着沈家富裕一点了，就想要拿好东西，也幸得白小玲是个明白人，否则这一家人的东西还不得被他骗光了。那好，我们待会儿再过来。二柱子的娘也拉着二婶一起出去了。走，我们听小玲的话。二柱子却没有打算离开，如果待会儿要动手，他还可以帮忙。他娘扯了他一把：跟我回去。娘。他娘一边拉着他往屋外走，一边说：小崽子，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会不知道，不过这是他们的家务事，得由他们自己处理，我们不能参与。如果小玲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自然要帮她，但是她现在让我们先离开，我们也得听她的。小玲是个聪明的孩子，她想必是自己心中有想法，所以才会让我们离开。他们一起走着，有说有笑。村里的其他人从门缝里看着他们，一户人家里面，夫妻俩讨论着：沈家的小寡妇真有能耐，听说今天又去镇子上买了一马车的东西啊。是啊，但凡和他家走近点的人都得了好处。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和沈家走近点？话是这样说没错，但你瞧见今天白小玲怎么对待她的舅母了吗？那是一点东西都没有给她。白小玲不是一个糊涂人呐。女人扭过头看着自己的女儿：翠花，你今年是多少岁了？翠花在火炉旁边编竹筐：15。翠花爹，你说翠花和竹浪是同年人，如果翠花能够成为沈家的媳妇，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沈家享福啊？男人一听非常满意。啊，对，而且现在放眼整个莲花村，没有谁家能比得上沈家。翠花，你觉得沈竹浪怎么样？火光映着翠花的脸红彤彤的。竹浪哥，他挺好的。那好，从明天起，你也什么活都不用做了，没事就去沈家周围晃着，能见到沈竹浪，就尽量和他多说几句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懊悔，自己怎么就没有一个适龄的儿子？如果他有这么一个儿子，非得让自己的儿子去追求白小玲，让白小玲做他家的儿媳妇儿。二柱子的娘可真是狗鼻子，比任何人都先闻到了银子的气味，让二柱子接近了白小玲。今早还逢人就说小玲来请二柱子帮忙，二柱子和白小玲一起离开，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2人一晚上没有回来。
看来白小玲马上就要改嫁了，而她要嫁的人就是二柱子。灶房内气氛有些严肃，3个孩子都躲在了舅母的身后，舅母气得全身都在发抖。白小玲儿，你什么意思啊？那些和你没有关系的人，你都给他们买了东西，我是你舅母，为什么我啥也没有？你现在才知道你是我的舅母，早做什么去了？在我们苦难的时候，不仅不帮助一把，而且还落井下石。小玲儿，小虎子和舅母家里的3个孩子与你之间是手心手背的关系，你看看还剩什么东西，也给舅母和你的弟弟妹妹拿一点儿。白小玲没有应声，沈竹浪说：娘，嫂子没有错。刘氏有些生气：竹浪，你以前从来不会违背我的意思，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沈竹浪有些无奈：娘，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舅母看着刘氏和沈竹浪的神情，知道沈竹浪最终是犟不过刘氏。刘氏这段时间心情不好，眼睛也瞎了。沈竹浪本来就是一个孝子，他不会在这个时候与刘氏发生争吵。他哭天抢地：我就知道小玲不喜欢我这个穷亲姐，觉得我们不能帮你们什么，所以横竖都是看我不顺眼。三妹，我也不是说硬要你们的东西，我只是看不过这3个孩子受苦。我常听孩子的爹说，你们小时候比现在还穷，吃树皮挖泥巴，一家人还不是就这么过来了。如今生活好一点了，倒不如以前那么亲热了。三妹，我看我们以后还是不来你们家了。我穷，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孩子们从小就饿着肚子，喜欢争抢食物，我们来给你们添麻烦了。刘氏听着他这些话，心中也痛。大嫂，你不要这么想，小玲也没说什么。再说了，二狗爹今天来帮着耕地，二柱子陪着小玲去了大姐家中帮大姐说话，他们2家都帮助了我们。小玲这个人重情义，所以才给他们买了东西。这个刘氏对于这个儿媳妇白小玲，却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疼来疼去，还不是会变成别人家的人。他看那二柱子就不简单，成天就那样在白小玲面前晃，看来他是想将白小玲当作下金蛋的母鸡给娶了。三妹，他们2家就不说，但你说竹浪二婶为你们做过什么？不就是小虎子成天在小玲的脚边转吗？小玲比我们家的3个孩子更喜欢小虎子，所以才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白小玲听着这些话，她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舅母2面3刀，在背地里说尽了她的坏话，挑拨她和刘氏之间的感情，还怂恿大姨将她骗去卖了。这下倒好，以前她是在暗地里挑拨，这下竟然挑拨到明面上来了，而且还是当着她的面。如果她再妥协，将她买的东西给了她，那她就是真的傻。小玲儿，给舅母也拿一些东西吧。娘，都发完了。大物件的确已经发完了，就小东西还有几件，不过就是他买的米和菜，米也被扛走了3袋，现在只剩下1袋米，这些都是他算好的，他故意让他们走，就是害怕舅母撒泼起来会直接从他们手里抢。不是还有1袋米吗？小玲儿，不如将这袋米先给舅母。娘，我们家里的米马上就要吃完了，如果把这袋米给了舅母，我们会从明天开始饿肚子。刘氏犹豫着，他饿肚子没关系，但是他舍不得让白小玲和沈竹浪饿肚子。大嫂，真是不好意思，下次小玲儿去镇子前呢，我一定提前叮嘱她，让她记得给你带东西回来啊。小玲儿也是个孩子，她考虑事情不周全，你不要和她一般计较。舅母大口喘着气，
他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那几家人抱了那么多东西回去，就他什么都没有，待会儿从这里出去还不得让村里人看笑话。小玲儿，东西没买不要紧，给我银子，我自己上镇子去买就成。刘氏听了这话也是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大嫂会直接要银子，就算白小玲叫她一声娘，她也不是她真正的女儿。虽然她是从亲的妻子，但是她连从亲的样子都没见过。她不仅愿意留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苦，还对她和竹浪都这么好。银子是白小玲自己赚的，她真的没有什么资格让她把银子拿出来给谁。刘氏不搭腔了，舅母就直接向白小玲要。小玲儿，舅母也不要多了，你只要给舅母1两银子，这件事情啊，舅母就不和你计较了，以后我们2家还是亲戚。白小玲心里想着，凭什么？如果你是乞丐，在我面前装可怜，或许我还可以考虑给你几个铜板，但是你找我要钱，还那么趾高气昂，我是1个铜板都不会给的。他也装作为难的样子。娘，银子我倒是还剩了一点，但是这都是我留给竹浪上学用的。今年冬天我怕是也挣不了银子了，我真的害怕将这银子给了舅母，竹浪上学的时候我们凑不出学费啊。刘氏心善，心疼舅母和他家里的3个孩子，但是他们比起沈竹浪在刘氏心中的地位，怕还是比不上。舅母听着白小玲手中还有银子，立马说道：读书有什么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水喝。我觉得呀，这银子就该花在该花的地方，给我家的3个孩子买几件衣服。刘氏脸色一变，终于发怒了。大嫂，你先回去。三妹。刘氏的声音大了几分。就算我们家砸锅卖铁，也一定会供竹浪上学。小玲手里的银子是竹浪的学费，你就不要再想了。舅母还不放弃。三妹，难道你不疼你的侄子侄女了吗？我也没看出你这个当舅母的疼爱竹浪和小玲儿。舅母什么都没有讨到，她气呼呼地带着3个孩子回去了。3个孩子被她一边拉着走，一边喊：娘，我想吃糖。娘，我想吃糖。吃什么吃？你们是猪吗？成天就知道吃。次日天还未亮，沈家的茅屋前就热闹非凡。白小玲一打开门，看见茅屋的篱笆外聚集了很多村民，他们有的手里拿1根玉米，有的拿2个鸡蛋，有的拿1把鼻骨，有的拿几颗红枣。他们见了白小玲出来，纷纷喊道：小玲，小玲，这是我家的鸡刚下的鸡蛋，你拿回去补补身子呀。小玲儿，这是我家枣树上今年长的大枣，你拿回去尝尝。这是我们家今年成熟的玉米，可香了。白小玲看着他们，今天这一个个的都是怎么了？沈竹浪出来也是被这景象给吓了一跳。以前村里人总是见到他们就躲，生怕惹了什么麻烦，现在一个个的都凑上前来讨好嫂子，这些人目的不单纯。翠花一见沈竹浪就大喊道：竹浪哥！沈竹浪定睛一看，终于看见在人群中的吴翠花。吴翠花小时候倒是和他一起玩耍，但是自从他开始上学以后，2人就少了来往。想不到吴翠花都长这么大了。他对着吴翠花招手：翠花。沈竹浪还记得他，吴翠花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挤过人群来到他面前，小时候他们2个还一般高，如今沈竹浪已经比他高出1个头来。翠花，我们2个好些年没见了，我还以为你嫁人了。吴翠花想着昨晚她娘对她说的话，有些不好意思。没呢。白小玲见此，对着各位村民说道：各位父老乡亲，你们的好意我白小玲心领了，还请大家都回去吧。小玲儿，你就看看吧，我们可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我知道各位父老乡亲都是好意，但是今年的虫害，我也知道大家都不容易，还是将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小玲啊，你看我们都是住在一个村里的，以后有什么发财的法子，也要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啊。沈竹浪明白了，原来这才是大家真正的目的。白小玲乐呵呵地说：好，不过大家还是先回去。村民们听了白小玲说好，一个个脸上带笑。小玲，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说着，一个个的村民都离开了，但是吴翠花没有离开。竹浪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吗？白小玲打量着吴翠花，这姑娘虽然皮肤黑了一点，但是五官还算过得去。她在心里面思量着，二柱子也20好几了，如果吴翠花人品也不错的话，他们两个倒是合适。她问：姑娘，你叫翠花是吗？是的，嫂子。这一声嫂子可将白小玲给吓着了。吴翠花见了白小玲的表情，她立马说：啊，你是竹浪哥的嫂子，所以也是我的嫂子。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沈竹浪脸上也尴尬，不过他却想不出翠花除了叫她嫂子以外，还能叫她什么。翠花，你今年多大了？翠花很兴奋。15。也就是说，明年她就可以嫁人了。二柱子此时也来了，他喊：小玲，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有。二柱子小跑过来。小玲，什么事情？白小玲拿着一张纸，这上面是她昨晚画的一个简单的炭窑。柱子哥，我需要你帮我照着这个形状挖出来，行吗？二柱子看着那张图纸，他正着看不明白，又反过来看，还是看不明白。他挠着自己的脑袋。行。那就多谢了。待会儿你将炭窑挖好以后，再将木头像这样一根根放好。白小玲又拿出了一张图纸，二柱子眉头微皱。没问题。然后在下面开始生火，生火的事情交给二狗哥就行了。这次二柱子非常自信地点了头。这次他听明白了，交给林二狗。吴翠花也问：嫂子，那我做什么？白小玲含笑地看着二柱子。二柱子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人也好，如今他年纪不小了，所以给他找媳妇儿的事情他会放在心上。翠花，你就在这里帮助柱子哥。有了自己的事情可以做，吴翠花很高兴。好的，嫂子。白小玲提着小麦种子正打算下田去，刘氏叫住了她。小玲儿，娘，你留下来帮帮二柱子吧。二柱子点头如捣蒜。是呀，小玲。再说这张纸上面的图我也看不太明白。沈竹浪将二柱子手里的几张图纸拿过来，他看了一会儿。嫂子，你放心去种小麦吧，这几张图纸我能看明白，我在这里帮着柱子哥。好。小虎子也来了，他围在白小玲的脚边。嫂子，你去做什么？白小玲一看到小虎子就高兴的不行。去种小麦。嫂子，我跟你一起去。好。二柱子看着白小玲和小虎子一起下田去，他摸着自己的脸问身边的沈竹浪：竹浪，你觉着我今天白了一点吗？沈竹浪认真地看着他，说实话，真的看不出他有没有变白。柱子哥，你今天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他笑着，然后开始干活。没事儿，就是随便问问。小虎子跟在白小玲身边。嫂子，你不会娶柱子哥的，对吗？白小玲被小虎子这突然的疑问给吓到。小虎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柱子哥的娘说了，柱子哥是我们村长得最好看的男人，小玲姐后来一定会娶柱子哥。他揉了揉小虎子的脑袋。虎子，嫂子告诉你，嫂子只将柱子哥当做哥哥，
所以不管柱子哥长得是不是本村最好看的男人，他都是哥哥。小虎子松了一口气。啊，嫂子，这我就放心了。这小虎子心里想着什么啊？今早其实他早就来了沈家茅屋，但是竹浪哥却将他拉到了一个小角落，给了他一把糖，然后再给了他几个铜板，告诉他竹浪哥去学院以后，嫂子就由他看着，不能让嫂子娶柱子哥，也不能让嫂子娶其他男人。竹浪哥每次回来都会给他带很多好吃的，他答应了。竹浪哥还说了，这是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二婶和刘氏在做饭，二婶看着刘氏忧心忡忡的样子，她问：弟媳，你这是怎么了？刘氏叹了一口气：唉，没事儿。弟媳，若是有什么苦处，可一定要对我们讲啊。你看小玲现在也出息了，今天早上几乎整个村里的人家都来人了，都是来讨好小玲的。沈竹浪教完二柱子挖炭窑后，就往田地里面去了。二柱子将木头摆好，将剩下的活交给了林二狗，也往田里去了。刘氏看着门外的两个人影，又叹了一口气，不能再让竹浪待在家里了，得赶紧让他去学院。沈竹浪和二柱子到了田里以后，就不让白小玲再干活，他们一人挖小窝，一人撒种子，倒是配合得十分好。白小玲得了空闲，就和小虎子坐在田埂上。白小玲问：虎子，你也不小了，要不开年以后你就和竹浪哥一块儿去学院吧？不行。沈竹浪和小虎子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为啥不行？小虎子想着，竹浪哥说了，那件事情是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嫂子也不行。我去了学院就看不到嫂子了，而且我爹也不让我上学，他说上学没用。小虎子，你爹你娘那边，嫂子回去和他们说，小孩子不上学怎么可以？难道你以后就想待在莲花村，不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可是……小虎子，你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你想上学，嫂子会帮助你的。说完这句话，他又看向了沈竹浪。竹浪，你说小虎子为什么不能跟着你一起去学院？他太小了。小吗？白小玲看着小虎子，小虎子这年纪放在现代都已经小学1年级了。嫂子，我们学院有规定，想要进入学院必须要先参加考试，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能上学。我和哥小时候在家里就是由爹教我们读书认字，所以才考上了那所学院。小虎子现在一个字也不认识，他恐怕去不了我们学院。白小玲微微皱着眉头，他倒是可以教小虎子读书认字，只不过这里的字都是繁体字，他虽然说认识大半，但却不会写。如果能有一本书，然后他再照着书上的字教小虎子，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竹浪，你将书院里面的书带回来了吗？嫂子，书院里面的书很少，而且书籍非常贵，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要提前去书院，然后找先生拿书，再自己买一部册子，将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抄写在册子上面。我带了一本书自己抄写的《三字经》回来了。竹浪，等会儿回去以后，你将《三字经》给嫂子看看，可以吗？沈竹浪有些惊讶。嫂子，当然可以，只是你将《三字经》拿去做什么？我寻思着小虎子不能一直这样，所以打算教他认识几个字。啥？沈竹浪更加惊讶了。嫂子还会识字？白小玲看着沈竹浪的样子，怎么，你不相信？啊，不是，只是一般女子是不可能识字的，能写自己的名字也很不错了。虽然很多字我不会写，但是我却知道很多。你所说的《三字经》，我会背诵一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吗？沈竹浪目瞪口呆。
嫂子。小虎子也跟着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白小玲对小虎子竖起了大拇指。小虎子学得真快。小虎子也来了兴趣。嫂子，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从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善良的，虽然一开始是类似的，但是后来随着学习的内容不同，就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沈竹浪看着白小玲，他此时仿佛正在田埂上发光发亮。他最先学习《三字经》，是他爹教他的。他也问过爹，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爹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他10岁那年，能将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意思。直到去了书院以后，才慢慢理解了这些话的意思。他所理解的和白小玲说的都差不多。小虎子还是有些听不明白。嫂子，你能讲得再详细一点吗？虎子，嫂子就拿你和舅母家的3个孩子做比较吧。你和他们从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很好的孩子，但是你是二婶在教你，他们是他们的母亲教，所以你现在这么可爱惹人怜，而他们嫂子却不喜欢，你明白了吗？小虎子点头。嫂子，我有些明白了。娘说，无论自己多么饿，都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吃。去别人家，就算桌子上放着好东西，也必须主人家让我吃，我才可以吃。真乖。虎子，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让舅母家的3个孩子欺负你了。可是娘说了，小男孩不能打小女孩。也不是让你打他，这事儿嫂子还真不知道怎么教你。二柱子听着白小玲的声音，他干活更有劲儿了。白小玲说得很好，如果以后她嫁给他，然后他们有了孩子，他就在田里干活，他坐在田埂上教孩子。虽然他觉得孩子读书没用，不过只要白小玲让孩子去上学，他也不会反对。二婶儿已经在喊吃饭了，几人放下手里的活往沈家茅屋走去。林二狗也烧好了炭，几人洗了手以后，坐到了灶房的桌子旁。小虎子才吃了几口饭，沈家茅屋外面就有人在喊：小虎子，小虎子，你爹回来了。小虎子手一抖，筷子都落到了地上。二婶儿更是热泪盈眶，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将小虎子抱起，就往门外走。小林，我待会儿再过来。好。可是为什么他的心里总是发慌呢？小虎子远远就看见一个背着包袱的人，他喊道：爹！他们也出了灶房，看着小虎子朝着那个男人跑了去。男人蹲下，一下抱住了小虎子。虎子，爹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这是来接你们母子去镇里享福的。小虎子在二叔的脸上亲了一口。哇，爹！二婶站在不远处，看着二叔阵阵流泪。刘氏也摸索了出来。他二叔，你回来了吗？二叔抱着小虎子过来。弟媳，我回来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快进来吃饭吧。一行人又进了沈家茅屋。二叔走到白小玲身边，打量着她。你就是从清的妻子白小玲？二叔，我是。我也有好些年没有回来了，你嫁过来的时候我没在家。大家又坐好了，二叔特地选了一个离白小玲较近的位置。小玲啊，我听说这段时间你对虎子和你二婶都很照顾，二叔感谢你。二叔，二婶也很照顾我，而且虎子被二婶教育得很好，是个人人喜爱的小孩。白小玲一直关着二叔，也在听他话里的意思，但是他没有看出什么异样。难道是他想多了？可是他真的没有在李员外家当家丁，他为什么要骗二婶儿？还有，他在外面打拼，为什么还要接受二婶卖柴的铜板？是啊，
这些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真是苦了他了。从今往后，他也就不用过苦日子了。二婶听了这些话，她的眼眶湿润了。虎子爹，我不苦。回家收拾一下，我们明天就离开。二叔，你们要去哪里？我做的那个生意不稳定，需要到处跑，我也说不准会在什么地方落脚。不过我也漂泊了这么多年了，与自己的妻子孩子都不能相见，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以后就想着不论怎么辛苦，一家人都得在一起。白小玲想着，难道真的是她错了吗？二婶点了点头。对，以后我们一家呀，怎么也不分开了。小虎子很黏着他爹，自从二叔进门以后，他就贴在他身边。二叔，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错。二叔在外面打拼，应该知道外面的小孩都会上学的。小虎子很聪明，不如送他去上学吧。我相信小虎子以后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二叔摸了摸小虎子的脑袋。行，虎子，爹送你上学，爹和娘都大字不识几个，你要是能有了出息，就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啊。小虎子也点了点头。爹，我会好好上学，将来要成为像竹浪哥一样的人。吃了午饭，大家都回去了。白小玲一个人坐在屋头，闷闷不乐。沈竹浪坐在她的旁边。嫂子，你是舍不得小虎子吗？他点头，他的确舍不得小虎子。竹浪，你对你二叔了解吗？沈竹浪摇头。二叔不甘心在莲花村种地，所以经常往外面跑。我也不是很了解他。嫂子，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不知道，就觉得心里发慌。嫂子，你想多了。就今天来看，二叔也是很不错的人。在莲花村能同意送孩子上学的人家，除了我们家，恐怕也就只有二叔家了。而且听说二叔常年在外面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找到当年被卖掉的那个孩子。他想了起来，之前二婶说，在小虎子之前，他还有3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山坳村的一个酒鬼，二女儿被卖了，3女儿死了。这些事情恐怕永远都是二婶心中的痛。她现在也有了几个闲钱，如果能帮着二婶将大女儿赎回来，也是不错的。竹浪，你知道山坳村怎么走吗？知道，不过离这里很远，走路的话恐怕需要1天的功夫。如果坐着牛车呢？4、5个时辰。竹浪，我听说二婶的大女儿嫁给了山坳村的一个酒鬼。你说二婶他们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那么二婶家的大女儿以后回了家，不是发现娘家都没了吗？嫂子，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山坳村找一下二婶的大女儿吗？白小玲点了点头。至少让她回来看看自己的爹娘。沈竹浪摇了摇头。嫂子，迟了。怎么了？3个多月前，我哥受了二婶的托付，就去过山坳村。我的那个姐姐被人打死了，听说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他们根本没有通知我们这边的人，就直接将她给埋了。当时我哥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打死了那个男人。他回来以后，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二婶，只是告诉他们搬家了，也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家人说是要去官府告我哥，当时朝廷正在征兵，服兵役是可以免刑罚，我哥就去了，所以才没有赶得上与嫂子拜堂成亲。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他摸着自己的怀里还有40两银子。竹浪，你说我要不要帮衬一下二婶家？二叔一个人在外面做生意也不容易，小虎子又要上学了。嫂子，这件事情你拿主意，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白小玲取了20两银子出来。竹浪，你和我一起去一趟二婶家，我将银子给他们送上。好。二叔和二婶回去以后，二叔就让小虎子在屋里玩，然后和二婶进了卧房，关了门。二叔一下子就将二婶推到床上，他摸着柔滑的被子。小虎子往屋外跑去。虎子娘，我听说白小玲挺有钱的，
我也答应了虎子要送他上学，但是我的手里的确紧，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呀。虎子爹，竹浪上学以后就剩小林和弟妹2人了，他们的生活本就困难，我也不好向他开口啊。男人更加卖力。可我听说你和白小玲的关系挺好，她也很喜欢小虎子，你只要向她开口，她不会不借你钱的。可是，虎子娘，难道你就不想找到我的2女儿了吗？我们待在莲花村，没有银子还可以种地，只要勤奋，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一旦我们出去了，就只有银子不能让我们饿死。如果你开不了口，那你忍心看着我和小虎子挨饿受苦吗？虎子爹，我待会儿就去说。小林，你怎么给了我这么多呀？二婶，这些银子给小虎子上学，小虎子以后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才。小林，如果我有钱了，一定将这些银子还给你。二婶不用还，这是我给小虎子的。白小玲拉着沈竹浪离开了。2人回去以后，刘氏正在和2柱子的娘说话，2人有说有笑，看起来十分高兴。白小玲喊道：娘，婶儿。 2人见白小玲回来，也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沈竹浪闷闷不乐地说：嫂子，我进房间去抄一本《三字经》，明儿给虎子送去。好。2柱子的娘将白小玲拉到身边坐着。小玲儿，竹浪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婶儿，或许是因为小虎子和二婶他们明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有些不高兴吧。小玲儿，我和你娘刚才就是在讨论这个事情。明儿我打算让2柱子去二狗家借了水牛，送他们一程。虽然你二婶她平时节俭，也没有添置多少物件，但是大大小小的东西看起来不多，集在一起就不得了了。挺好，你跟着2柱子一起去送他们吗？白小玲想着明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正准备答应，没想到沈竹浪来了。沈竹浪回了屋才想了起来，哥也有一本《三字经》，他把他的一本给小虎子，然后用哥的一本，那他就不用抄写了。婶，不成。刘氏皱着眉头，他们就该等沈竹浪离家了再说这件事情。竹浪，你婶儿是在和小玲说话，没和你说话。长辈正在说话，你怎么可以多嘴？娘，牛车行得慢，而且又装了那么多东西，估计走起来比人还要慢。嫂子和柱子哥送2叔2婶他们去了镇子上，恐怕天都黑了。你说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天黑了，那就在镇子上住一晚呗。不成，嫂子和柱子哥在镇上住一晚，知道的人倒是没什么，不知道的人还不知道怎么说嫂子。反正这件事情我不同意。如果你们担心2叔2婶，我可以去送他们，但是嫂子不能去。刘氏叹了口气，哎，你这孩子。嫂子是女流之辈，很多事情不方便。沈竹浪已经这么说了，刘氏看向白小玲的方向。小玲儿，你怎么看？娘，我觉得竹浪说的挺有道理。毕竟寡妇门前是非多，她还是要注意一下别人的口舌。事已至此，刘氏也不好说什么。那好吧。是夜，白小玲坐在床上，沈竹浪在最下面的那个箱子里面翻找书籍。毕竟他的卧室里面除了几个大箱子，就只剩下一张床了。他不坐床上，也没有地方坐。竹浪，我觉得你大哥并不是因为打死了人，为了逃避刑罚才去从军的，他早就有这个想法，并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嫂子，你以前并未见过大哥，你怎么知道？你看看箱子最底下的那几本书。沈竹浪也看到了《孙子兵法》等那几本兵书。嫂子，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书？他点头。是几本很著名的兵书。沈竹浪翻开书籍，然后看着里面的内容，这的确是兵书，而且连他这个上了很多年学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几本兵书。嫂子怎么会知道他们是几本著名的兵书？嫂子
他似乎大有来头。那几本兵书虽然在现代很有名，但是在那个时代还不出名，而且鲜有人知。他终于在箱子里面找到了《三字经》，然后起身。嫂子，不管哥是由于什么原因去参军，这些都不重要了，哥已经不在了。对啊，他都已经不在了，他还管他为什么参军？只是如果是因为打死了人，为了逃避刑罚被迫去参军，那么他的离开不是因为白小玲，一切只是巧合。如果是早就准备去参军，而又在白小玲嫁过来的头一天就离开，这就只能说明沈从清是不赞同这门婚事的。难道白小玲和沈从清之前就认识？而且沈从清根本就不想娶白小玲，而白小玲又不像是一个农村妇女，那么她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如果她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她的家人会让她嫁到莲花村？而她嫁过来这么久，她的家人也不来找她。一系列的疑问都没有答案。她抿了抿嘴唇，或许沈竹浪知道一些事情。沈竹浪正打算出去，他叫住了他。竹浪，嫂子，我为何会与你的大哥成亲？他先是一愣，然后问：嫂子不知？不知。原主她嫁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了。原主白小玲不仅没有离开，而是在沈家住下，一等3个月。等到了沈从清战死的消息，他却想不开要自尽。他能想到的原因就是原主白小玲不仅在婚前就认识沈从清，而且还对沈从清有深厚的感情，导致他听到沈从清战死的消息以后想要殉情。嫂子，其实我也不知，大哥在我小的时候就去汴城读书，后来爹去世以后他才回来，又过了几年我就听说哥要娶嫂子，然后嫂子就来了。汴城？竟然又是汴城？沈从清早年在汴城上学，原主白小玲的家也是在汴城，所以他们之前应该是认识的。竹浪，我知道了。沈竹浪见他若有所思的样子，问道：嫂子，你是想家了吗？他摇头，他根本就不知道原主白小玲的家在哪里，而且他和刘氏让他感觉到了温暖，让他感觉到这里才是他的家，他又为何会去想其他地方？竹浪，没有，我就是对之前的事情有些好奇而已。嫂子，别说你了，就连我也很好奇。嫂子原籍是汴城人，汴城是多么繁华的地方，听说就算在那里乞讨都不会饿死人。突然大哥要娶一位来自汴城的嫂子，我们整个莲花村的村民都觉得好奇。后来嫂子嫁过来的那天，你没有嫁妆，没有喜娘，也没有迎亲队伍，只是嫂子自己租了一辆马车，然后在马车上贴了一个红色的喜字，就来我们莲花村了。那时候村里的村民都在议论，说嫂子不是什么住在汴城里的人，恐怕只是汴城边上的一个同样贫苦山村的人。不过我觉得嫂子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嫂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是啊，再去追踪原主白小玲的身世做什么？她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还有，不管原主白小玲与沈从清之前究竟认识不认识，毕竟沈从清已经不在了。他拿出几两银子。竹浪，明天你去送二婶他们，记得在莲花镇多给小伙子买一些零食。嫂子，你已经给过我太多银子了。不一样，那是留着你上学用的。嫂子，收下。他直接将银子揣到沈竹浪的怀里。还有，你可以去蔡大夫那里检查一下你的咳嗽好了没。最近倒是没有咳嗽了，只不过我觉得昨晚很奇怪。怎么奇怪了？心跳很快，身体也很烫。我这次去莲花镇是要去蔡大夫那里好生瞧瞧。最近天气冷，或许就是有点伤风感冒吧。去蔡大夫那里看了之后，抓一些药回来吃了，就该没事了。好。沈竹浪出去了，白小玲脱了外套躺在床上，不一会儿便睡着了。舅母家里，舅母人坐在火炉旁边生着闷气。孩儿他爹，
听说这次沈竹浪的二叔回来，白小玲送去了1袋银子。火炉里的火星扑哧一声炸开，大舅叹了一口气：哎，我能有什么办法？今天沈家的茅屋都是人，我怎么有机会进去找三妹说话？哼，我算是看明白了，白小玲就是故意挤兑我。他还在刘氏的面前说剩下的1点银子要给沈竹浪交学费，结果一转眼就给了他二叔二婶儿。婆娘，你也消消火，有些话我是肯定会和三妹说。再说了，就算白小玲喜欢她二婶，那女人这次走了，以后回来不回来都是两说。以后莲花村能在沈家还有一点血脉关系的，就只有我们家和沈竹浪三姑家。你别看他三姑现在沉得住气，其实他也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人。舅母有些没有耐心。对，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反正老娘吃了几顿白米饭以后，再也吃不下比谷做的稀饭。那袋子米吃不了多长时间，你得赶紧想办法。放心，三妹不会不管我们。她小的时候就是宁愿自己吃苦，也要疼自己的兄弟姐妹。次日，沈竹浪一早便将二叔二婶家里的东西装上了牛车，白小玲将他们送到村口，小虎子一直对他挥手：嫂子，我有机会一定会回来看你的。好。嫂子，你千万不能嫁给别人，也不能娶别人。白小玲笑着，以为这只是一个孩子最单纯的心思，以为她嫁给别人生了小孩就不会再爱他了。她答道：小虎子，多吃点，以后一定要长高高。牛车已经渐行渐远，小虎子也喊道：我会多吃一点，我会长很高，下次我回来的时候会比竹浪哥还高。他们已经走远了，白小玲摸了摸自己的眼睛，竟是有些湿润了。人生就是这样，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情，再加上一段不同的别离，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就是人生。他回到茅屋，今天人很少，院子里面空荡荡的，家里的松油快要用完了。上次他特地观察过了，森林里面有好多粗壮的松树，将它们的树皮剥开一部分，一定能从里面流出松油来。这样他们也不用为了节省松油入夜就睡了。要知道他在现代的时候可是一只夜猫子。他拿了一个接松油的竹筒和一把镰刀，然后朝着森林里面走去。他前脚刚走，大舅和舅母就领着3个孩子去了沈家茅屋。三妹，我们来了。这次说话的是大舅，刘氏一听是自己的大哥，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大哥，快进来坐。大舅和舅母还未进去，3个孩子已经窜到了屋子里面，然后就是一阵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刘氏眼睛看不见，只能猜测。大哥，3个孩子也来了吗？三妹，是呢。大舅和舅母坐在刘氏身边。三妹，你知道昨天小玲去了她二婶家了吗？小玲并未对我说起啊。三妹，我听她二婶家附近的村民说，小玲是拿着1袋银子去的，还将1袋银子全部都给了她二婶，说是给小虎子上学用。三妹，我不是来说小玲不该给她二婶银子，只不过我想到了我的3个孩子，大壮和二壮都比小虎子还要大几岁，三妞比小虎子小不了多少，他们也是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刘氏一听，心里也是高兴。虽然自己不认识字，但是他的相公却是个知识分子，所以他打心眼里喜欢会读书识字的人。况且他的相公在世的时候，就算不是自己家的孩子，也尽力劝他们上学，而且免费教他们读书认字。以前大哥和大嫂是怎么都不让3个孩子去上学，现在他这么说，刘氏还是非常高兴的。大哥，他们是到了上学的年纪了，
他们年纪小，先让他们去镇子上的那个书院学习，等到他们的字认得多了，再考去竹浪的学院。大舅皱着眉头，三妹，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你看看我们家，现在连吃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闲钱给3个孩子上学用？刘氏也面容愁苦，能感受到他们力不从心的心情。他问：那3个孩子上学的学费是多少？他刚准备说，舅母推了他一把，然后比出5个手指。他连忙改口5两银子。刘氏也被吓得一颤。大哥，这学费也太贵了，竹浪上1学期也只要1两银子呢。三妹，从我们村到莲花镇，就算是我们大人走路，一来一回也需要4个时辰，更不要说3个孩子了。如果让他们每天放学回家，恐怕1天的时间全耗费在路上了。所以我和孩儿他爹商量了一下，3个孩子都住在书院里面，这样的花费是要多一些，但其实没有10两银子，根本就不够3个孩子在书院里面吃饱穿暖。我这不也考虑到小玲儿或许将大部分的银子全送给了他二婶儿，这才说只要5两。刘氏听到舅母的声音，心中有些不悦。大嫂，小玲儿赚的银子她自己放着，我身上还有从前走的时候给我留的铜板，一共还有20个。你想送3个孩子上学，我很支持。那20个铜板，我这就去给你拿。舅母一副难看的表情。哼，20个铜板，这是打发要饭的呢。他连忙推了自己男人一把。大舅说：三妹，你不要生气，你大嫂也知道她就是不会说话，但是她的心是好的，也是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大哥，我没计较，但我真的只有20个铜板。三妹，20个铜板真的不够，我们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来借钱来。等我们有了银子，一定会还给你。亲戚之间就要互帮互助。我记得有一年竹浪上学差了学费，也是我们几家亲戚借的钱，他才能去上学。刘氏沉默了。那一年的确是家里太过困难，他的相公去找了几家亲戚借钱，大家也都困难。走了一天，孩儿大舅家里借来1个铜板，孩儿三姑家里借来2个铜板，孩儿二婶家里借来10个铜板。但是孩儿的爹借钱回来，却足足沉默了几天。第2天就背了1捆柴去了镇上，换了铜板，给几家人还上了。从此，就算家里再困难，孩儿爹也从来没有向几家亲戚开过口，几家亲戚也逐渐少了来往。就是今年又开始走动了。大舅继续说：三妹，你看当初竹浪上学，我们几家也都尽心尽力帮助他。虽然我们很穷，手里没有多少银子，但是我们的心意完全是有的。你们家现在发达了，不会忘记我们这对穷亲戚吧？大哥，我自然是不会忘记，只不过我只有20个铜板而已呀。三妹，你才是沈家当家的人。白小玲虽说是你的儿媳妇，但她不过是一个外人，我们才是你的血缘至亲。我觉得沈家的钱财应该都由你来掌管。对呀，三妹儿，小玲毕竟年纪不大，她花钱哪里有个分寸呢？你看她隔三差五一马车一马车的买东西，就算家里有个金山银山，还不得被她败干净了？你年纪大一些，知道的事情多一些，如果由你来掌管家中的财物，沈家肯定会越来越好。三妹，这次你大嫂说的对。刘氏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他问：大哥，你说我该怎么做？小玲和竹浪都很孝顺，
只要你说要管银子，他们不会不肯。而且我们一旦有了银子，就会立马还给你们的，三妹。那好，那我试试。但是大哥大嫂，这个银子是我借给你们雇3个小孩上学用的。两人奸笑着。三妹，你放心，我们绝对会送3个孩子去上学的。白小玲集齐了1竹筒松油，就往家里赶。回到家中，刘氏因为眼睛的缘故，并未做饭。他坐在灶房里面等他。白小玲将松油放好，然后生了火，由刘氏烧火。他开始切菜做饭。人都走了，白小玲的心里空落落的，总也不是滋味。小莲儿，还有不到10天就要过年了。娘，那咱们这里过年有什么需要添置的吗？也没什么需要特别添置的，不过就是购买1批年货而已。娘，需要买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等得了空我和竹浪便去镇子里面将年货办回来。小莲儿，你年纪不大，很多东西啊，我怕你找不到。而且娘也很长时间没有出过莲花村了。娘呀，这次想亲自去镇子一趟办年货，你说可以吗？白小玲有些为难。可是娘的眼睛。小莲儿，二狗家里不是有一辆牛车吗？到时候让二狗的爹送送我就成。那好，等吃了午饭，我就去二狗家中说这件事情。娘，置办年货5两银子够吗？刘氏有些惊讶，5两银子，那可太多了。难怪大哥要他来掌握钱财。小玲还是年纪太小，不知道怎么花钱。小莲儿，你还有更多银子吗？白小玲想，难道是不够？她每次在镇上随便买点什么东西都要花10几两银子，更不要说刘氏前去置办年货。娘，那我给你10两银子。刘氏的嘴抖了抖，说了一声好。二人吃过午饭，白小玲给刘氏拿了银子，他就往林二狗家走去。而他刚走，刘氏后脚就摸着去了大舅家中。白小玲到了林二狗家中，二狗的爹正在门口编织箩筐。他们父子2人一见白小玲便开心的不得了。小玲，你来了。大伯，二狗哥。小玲，竹浪他们回来了吗？没呢，今天夜里回不来，大概就得等到明天了。小玲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大伯，你可说对了，我娘说快过年了，想亲自去镇子上采办年货，可她眼睛不好，我就想请大伯驾着牛车带她去。他一口答应了。成，不管什么时候，你提前给我说一声就是。白小玲准备掏银子，二狗的爹连忙阻止了他。小玲，你也帮助我们太多了，若是你还给我们银子，我可真的夜里就睡不着了。二狗爹一直都是一个老实人，他说的恐怕不是假话。白小玲也没有给银子，而是说道：大伯，我不给你银子了，你将箩筐编好以后，我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法子。二狗的爹来了兴致。什么法子？白小玲神秘兮兮地说：待会儿我就教你在河边抓螃蟹，然后你送我娘去镇子上的时候，顺便将几箩筐螃蟹抬到留香馆，留香馆的老板肯定会非常高兴地买下你的螃蟹。真的？当然是真的。现在抓螃蟹卖的人不多，只要我们抓的螃蟹又大又肥，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如果抓螃蟹的方法被人嫖了去，人人都有螃蟹抓，那可卖不了那么多银子了。大伯，我们可得趁着现在多抓一些螃蟹，等卖了螃蟹也有钱给二狗哥娶媳妇儿了。林二狗听了他的话红了脸，他都这样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娶媳妇儿，但是这话从白小玲嘴里说出来，他竟然莫名觉得可以相信。二狗的爹笑得合不拢嘴。成。白小玲走到林二狗身边问：二狗哥，你腿上的伤口愈合了吗？
这些天穿得暖，吃得好，每天都敷药吃药，伤口已经结了疤。白小玲是他见过最好的女人，但是她是沈从清的妻子，而且像她这样的人和她是永远没有可能的。林二狗知道这一点，所以一开始就将她的身份放得很正，她就是她的嫂子。不过白小玲有些奇怪，她第一次来见她的时候，她原本以为她会问她关于沈从清的事情，没想到她没有问沈从清的任何问题，而是来见牛的。白小玲似乎对沈从清一点都不关心，那么当时她为什么只身一人来了莲花村嫁给沈从清？这些真是让她看不透呢。什么二狗哥？没事儿。算了，她还是不要在她面前提起沈从清，万一她只是忍着不去想沈从清呢？白小玲下午教了二狗的爹抓螃蟹，二狗的爹一想到能卖了螃蟹赚钱，给林二狗娶媳妇儿，就积极得不得了。一下午就抓了1筐的螃蟹，他已经掌握了抓螃蟹的技巧，他看的螃蟹洞10有8九都是不会出错的。到了晚上，沈竹浪和二柱子回来了。原本时间很紧，二柱子的意思是他们在莲花镇留一晚再回来，但是沈竹浪执意要回来。其实他就是一天不看见白小玲，心里就挂念得慌，不管怎样必须得回去见到她，心里才能安定下来。远远的，沈竹浪就在叫他：嫂子，嫂子。白小玲也回了沈家茅屋。竹浪，柱子哥，你们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二柱子心疼地看着他家的牛。还不是竹浪这小子非得回来。竹浪，我们回去，待会儿嫂子给你做好吃的。他看到了白小玲，心里才算踏实。沈竹浪点了头。嫂子，我给你买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沈竹浪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手帕里面裹着一只珠花。二柱子看直了眼，这小子什么时候跑去买了珠花？他可一点都不知道。还有，白小玲不是他嫂子吗？为什么这个小子看他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难道他要和他抢白小玲？白小玲认出了那只珠花，就是那天在衣服铺子里面老板拿出来的许多珠花中的一只，价格不便宜。他当初虽然看着这些珠花好看，但是一想到自己是要下田种地的，带着这些东西难免掉了，所以也就没买。想不到沈竹浪竟然给他买了回来。嫂子，我见镇子上的女子都佩戴有珠花，嫂子却什么都不戴。如果嫂子能戴上这珠花，一定比他们都好看。竹浪，嫂子你放心，这是我以前在学院里面打扫教室赚的钱，不是用嫂子给我的学费买的。嫂子给我的银子，我只会用它来学习。竹浪，我不是想说这个。沈竹浪对他太好了，前几天才送了他一盒润肤膏，这会儿又送他一只珠花。他的这个小叔子真的不会是看上他了吧？二柱子说：沈竹浪，你这小子，要不是我知道小玲是你的嫂子，还真以为她是你的媳妇儿。沈竹浪脸一红：胡说。怎么不是？我看你一心只想着你的嫂子。哎，我说你小子以前从来不喜欢吃一些小玩意儿，这次在镇子上见了这样也要买一点，见了那样也要买一点，都说想要自己尝尝。结果我们一路回来，你可吃了半回糖。哼，说是不是也是给小玲买的？沈竹浪的脸更红了。不是。不是？既然不是，那你说你给谁买的？他想着嫂子是大哥的妻子，就算他喜欢嫂子，也不会说自己喜欢嫂子，否则嫂子会被人嘲笑，娘也会抬不起头。只有等他考取了状元，等他当了官以后，别人才不敢嘲笑他。我是给翠花买的。翠花？正巧翠花洗完了衣服从这里路过，他听到沈竹浪说给他买的，欣喜的过来。竹浪哥，你给我买了什么东西？二柱子将一个包裹扔给了吴翠花。翠花妹妹，你可真是有福，这些糖果都是沈竹浪为你挑选的，他怎么都舍不得吃，全部留着回来给你。
吴翠花羞红了脸，她低着头小声说：“竹浪哥，是这样吗？”就是这样。还有这只珠花也是竹浪给你买的，他挑选了好久，还说翠花妹妹戴上这只珠花一定非常漂亮。吴翠花一羞，从来没有人给她送过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看来竹浪哥是真的喜欢她，刚好她也喜欢竹浪哥，而且爹娘也都希望她嫁给他。竹浪哥，我会回去告诉爹娘，我不要嫁给其他人，我会等着你。他说完，然后一扭头跑了。沈竹浪偷偷看了一眼白小玲，白小玲的脸色并不好，他拉着她的袖子：“竹浪，跟我回去。”小玲，改天我送你一个更好看的珠花。不用。沈竹浪的心情有些复杂，他跟在他的身后，终于还是弱弱地喊了一声：“嫂子。”竹浪，不是说好要好好学习考状元的吗？你怎么可以早恋？早恋？那是什么？嫂子，我听不明白。总之，你现在这个年纪，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其他的事情少想。你喜欢翠花的这件事情，我会帮你瞒着娘，但你要向我保证，在你成年之前，不可以和她耍朋友，也不可以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嫂子真的以为他喜欢吴翠花，可他真的只是将吴翠花当做了妹妹。嫂子，我……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今天他去蔡大夫那里瞧了，蔡大夫说他没有生病，他那样的表现只是因为他喜欢上了一个人。在蔡大夫的解释之下，他终于明白，那种喜欢不是对亲人的喜欢，而是男女之间的喜欢。他喜欢嫂子，所以就算不用他说，他也不会和吴翠花在一起。他会更加努力学习，以后要让嫂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两人回去以后，白小玲烧火，沈竹浪做饭，刘氏在火炉旁边。今天他试了一下炭，用炭生的火，没有烟，也没有太多灰尘。竹浪，过完年你就去学院吧。沈竹浪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娘，那会儿还没开学呢。孩子，你得早些去，将今年的书啊都给抄写一遍。他抿了抿嘴唇，然后偷偷瞄了白小玲一眼。娘，我不想那么早去书院。算着日子，还有不到3年就要科举考试了，你要抓紧时间。还有，虽然他也很不想用这一招，但是他真的不能让沈竹浪和白小玲再这么下去。你去了学院以后，科举考试之前就不要回来了。娘，为什么？你爹生前最想的就是咱们家能出个状元。可，竹浪，你就听娘的，娘也不想你不回来，娘比任何人都要想你回来。只要你考中了状元，不管你提什么要求，娘都会答应。娘，不管什么要求吗？刘氏点头。对，不管什么要求。好，如果连娘也答应，那么真的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只是，嫂子，你一定要等着我，千万不能在我回来之前嫁人。白小玲问道。竹浪，你是在汴城上学，对吗？是的，嫂子。那我可以送你去学院吗？啊？嫂子想送我去学院？可以，当然可以。他想，汴城是一座很大的城，那么里面肯定有最好的木匠。刘氏在一旁，他轻声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摇了摇头。不过，只要在沈竹浪在学院的时候，就将白小玲嫁出去就好了。次日清晨，吴翠花早早就来了沈家茅屋，在沈竹浪面前转个不停。竹浪哥，你家的院子脏了，我帮你清扫院子。竹浪哥，你家的屋顶有些破了，我让我爹来给你补屋子。竹浪哥，你都流汗了，我替你擦擦汗。竹浪哥，快到中午了，我去给你们。吴翠花的话还没有说完，
沈竹浪已经不耐烦地拂开了他手里的帕子，然后说：要到中午了，你还不回去啊？吴翠花拿着手帕愣在一边，她想，他昨天给他买了那么多好吃的，又给他买了珠花，但是今天他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喜欢他？竹浪，你怎么这么对翠花说话？翠花，过来。刘氏对着吴翠花招手，他也就开心地跑过去了，说不准是他害羞呢。以前他也没看出来他喜欢他，他就突然给他买了糖果和珠花。婶儿，翠花，明天婶儿要去镇子上，你陪婶儿一块儿过去吧。好。沈竹浪看着白小玲，嫂子，我和他之间没什么。不管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沈竹浪这次去书院得3年才回来，翠花能等他3年吗？只要两人看不见，就应该不会影响他学习。在这里又没有手机和网络，再深的感情3年一过，还不得变淡了？竹浪，我相信你。这个时候，相信与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在他眼里，他们之间没有结果。莲花村的单身汉不少，只要吴翠花的年龄到了，她长相不赖又勤劳，肯定会成为抢手货。沈竹浪终于放心了，好像只要他相信他和吴翠花之间没什么，一切都不重要。白小玲进去做午饭，沈竹浪来帮忙，吴翠花见了也来帮沈竹浪的忙。刘氏看着他们3个人，这样才好。翠花对竹浪有意思，再让二柱子加把劲儿追到小玲，那么一切都圆满了。二狗的爹在白小玲的指导下抓了很多螃蟹，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送来了一些螃蟹，所以白小玲今天的主打菜就是香辣螃蟹。吴翠花已经按照白小玲的要求将螃蟹洗好，螃蟹一下锅，油香和肉香混杂在一起，真将人的馋虫全部勾出来。外面有人在喊：好香呀！再然后那几个人就已经到了沈家茅屋。老伯，是这家吗？谢小爷，就是这家。白小玲听着声音，好像是谢俊和二狗的爹的声音。二狗的爹去镇子上卖螃蟹，天还未亮他就出发了。以他的脚力，现在回来也是正常的。只不过谢俊来这里做什么？螃蟹已经做好了，他出去一看，谢俊正从马车上下来。他看见他，笑道：看来我来得很是时候啊。白小玲的手里还拿着锅铲。谢小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今早这位老伯来留香馆卖螃蟹，你们莲花村的螃蟹又大又肥，正巧莲花镇附近的螃蟹都被抓得差不多了，所以啊，我爹让我来收一些螃蟹回去。原本他只想将螃蟹的方法告诉二狗的爹，让二狗爹抓螃蟹卖了给林二狗买药，等过一段时间再将方法告诉其他村民。但是没想到谢俊竟然亲自来收螃蟹。不过谢俊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的要求他不好拒绝。谢小爷，你先屋里请，等吃了午饭，我发动村里的村民一起抓螃蟹。那好。谢俊也不客气，跟着白小玲进了茅屋。其实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不是来收螃蟹，他爹说了，白小玲以后就是谢家的媳妇儿，而且他也对白小玲印象很好，他不是迂腐之人。虽然白小玲是寡妇，但是她还是一个处子，所以他还是愿意她这样聪慧的女子做他的妻子。陆四的馋虫早就被勾出来了，他看着桌子上满满一盆螃蟹，搓着手：白姑娘，你虽说卖给了留香馆这道菜的方子，但是你做的才是香味最浓的。香辣螃蟹就是要趁热吃，我们吃饭吧。一群人坐在了桌子旁，谢俊留了一个心眼儿，故意坐在白小玲的身边。沈竹浪看向谢俊，真是来者不善，嫂子太优秀了，所以这些男人一个个都往他身边凑。他要是走了3年不回来，还真有些担心。陆四才吃了一口，表情夸张到不行。天，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辣螃蟹。吴翠花吃了一口，也是震惊。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与露丝和吴翠花相比，其他人则表现得镇定许多，毕竟已经吃过一次。白姑娘，你做的香辣螃蟹的确比留香馆的厨师做的好吃，不如你来我们留香馆工作吧。工资的事情只要我们拿得出，随你开。如果他们以后在一起了，整个留香馆都是他的。谢小爷，多谢你的好意。去留香馆工作并不是我的梦想。他都说了，工资随他开，这么具有诱惑的条件，他竟然还是不为所动。他不免有些好奇。那白姑娘的梦想是什么呀？我来到这里以后，看见的是勤劳的人们没有饱饭可以吃，很多人一心只想着能吃饱饭，而放弃了人最基本的善良。我觉得人活着不仅仅只是为了活着，应该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对于连吃饭都难的人，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希望每一个勤劳的人都能吃饱饭，都能穿暖衣，能除了活着以外还有一点盼头。谢俊听了他的话惊住了，他难以相信这些话竟然是从一个女子口中说出。他说他想让勤劳的人都能吃饱饭，穿暖衣，除了活着还能有一点盼头。这些话就连当朝天子也不敢说。就算勤劳，但是谁能保证没有天灾人祸？而且农作物的产量低下，人多地少，就算勤劳，就算没有天灾人害，想要吃饱饭还是困难。他这下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爹对他再三嘱咐，让他一定要娶她。她是凤凰，会飞往更高更远的地方。白姑娘，那你打算怎么实现你的梦想啊？白小玲看向门边，看着莲花河边上的几亩田地。首先好好种田，培育出优良种子。培育优良种子？他是一个读书人，听不懂他所说的话。白姑娘，能讲得再详细一些吗？种子就像人一样，有的人又矮又丑，有的人却又高又帅。所有人站在一起就成了一锅大杂烩，看不出好坏。但是只要我们将其中又高又帅的男人和又白又美的女人选出来，让他们成亲，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不会差，优中选优，再选优。谢俊似乎有些明白了。你看，我们这一碗大白饭，一口吃下去，你能吃出每一粒米的味道吗？那是不能的。但是每一粒米有每一粒米的特点，有的软糯，有的生硬，有的是犹如珍珠一般的，有的是长条状。我们可以将我们想要的大米特征通过杂交转移到一种水稻种子上，形成一种新的水稻种子。这样的种子种出来的水稻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抗干旱。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谢俊和沈竹浪在认真听他说话以外，其余人全部在认真吃螃蟹。嫂子，这样的水稻种子真的能培育出来吗？能，只不过需要时间。太好了，如果嫂子真的能培育出这种种子，那么我国的人民吃饭的问题真的能被解决。白姑娘，我在书院的一个同学，他的爹是户部尚书，这些问题是他来管。我可以为你书信一封，你可以去汴城见他一面，将你的想法告诉他，说不定还能得到朝廷的支持。不用书信，若是有需要，我会去见户部尚书。谢俊如果说他以前对白小玲是佩服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对她就是敬仰。一个小女子竟然可以在不要任何引荐的情况下想要去见户部尚书，这是需要怎样的胆识和勇气？在他的心里竟然觉得自己有些配不上他。吃过午饭以后，白小玲召集了村里的村民，然后由二狗的爹教他们捉螃蟹。谢俊与白小玲来到沈家的几亩田地里，他看着刚刚翻过种上小麦的地，哑然失笑。说来真是惭愧，白姑娘心怀天下，而我想的只不过是以后如何经营家里的酒楼，想要娶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曾经我也只想过简单的生活，但是来到这里以后，改变了我的看法。谢小爷，
你是留香馆的少爷，你没有尝过挨饿受冻的感觉，那样的感觉真是让人有想死的冲动。白姑娘，你若看得起我谢某，能和我做朋友吗？他的话倒是让白小玲惊讶，她一个村里的寡妇，而他是留香馆的少爷，这句话应该他对他说才对。谢俊见他不说话，以为他不愿意，连忙说：白姑娘，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见过的人也不少。姑娘是我见过的最能耐的人，我先把话放在这里，姑娘一定不是池中物。白小玲只是会种地而已，却被他说的这么玄乎。不过这样的话听多了，的确会让人膨胀。谢小爷，你过奖了，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不过早在你救我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谢俊定的螃蟹的价格是20个铜板1斤，这对于莲花村的村民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价格了，而且还不用自己将螃蟹扛到莲花镇去卖，天上掉馅饼都比不上这件事情好。有了这笔钱，就能过一个好年了。村民们抓螃蟹的激情很高，不一会儿就抓了7箩筐，而且他们还在继续抓。谢俊给他们过秤付钱以后，让陆四驾着马车载着螃蟹回去了，而谢俊还在村里继续给村民们抓上来的螃蟹过秤。他一边称一边还说：这下可好了，有了这些螃蟹，10天半月我们留香馆也不会缺螃蟹，而排队买螃蟹的客人也不会出现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买不到螃蟹这样的事情。这时一个妇人走到了白小玲身边问：小玲，你和谢小爷认识？他认出了这个妇人正是三姑。沈竹浪去借米之时，三姑拒绝的还算委婉，而且舅母知道他有了一点闲钱以后，没少领着一家子来祸害他。但是这个三姑一次也没有来过，而且他也没有听见从三姑那里传出来过他的坏话。不过有了大姨那一次的教训，他不会再轻易相信一个人。他礼貌性的回答：认识。小玲，上次你娘对我说，让我瞧着不错的人给你介绍一下，这事儿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咱们莲花村真是没有与你般配的人，我看谢小爷就不错。谢俊听到这样的话，自然心里高兴，他给三姑过秤的螃蟹多算了2斤的钱。三姑，您还是快些去抓螃蟹，待会儿螃蟹就被其他人抓完了。好呢，小玲，谢小爷是我们莲花村的大恩人，你就陪谢小爷好好说说话，三姑赚了钱给你买新衣服。白小玲思考着，三姑是真的心善还是伪装心善？小玲，你们莲花村真是民风淳朴，你的亲戚也很善良。他笑而不语。那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夜色降临，村民们只1天就赚了足足半年的铜板，谢俊也停止再收螃蟹。二柱子、沈竹浪、二狗的爹谢俊4人一起将螃蟹都抬到了沈家茅屋。谢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白姑娘，你看天也晚了，陆四还未过来，我可否在你们这里借宿一晚？白小玲心想，可以是可以，只不过他们只有3间卧房，难道他又要和刘氏挤一晚？他不是不乐意和刘氏睡觉，在他心里已经将刘氏当做了自己的母亲，但是他不习惯自己的床被一个陌生男人睡。白小玲还没有说话，刘氏先说了：只要谢小爷不嫌弃我们房屋简陋，当然可以。娘，不如让谢小爷住我的房间，我去和柱子哥挤一晚。刘氏有心要给白小玲找一个合适的人，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朱浪，小玲儿今晚和我睡，谢小爷住小玲儿的房间，我们自己家里都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去麻烦人家二柱子。刘氏已经发话，虽然白小玲心中有些不愿意，但是他也不再说什么。倒是沈竹浪，他面有不甘。娘，男女有别。刘氏愣了一下，
沈竹浪以前最听他的话，这次竟然为了白小玲反驳他的意思，不能让这段孽缘开始。竹浪，我不是让小玲和谢小爷睡到一起，只是让谢小爷去小玲的房间睡一下而已。谢小爷是我们莲花村的恩人，如果没有他，或许莲花村的村民就连过年的时候也无法吃一顿饱饭。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白小玲见刘氏有些生气，她对沈竹浪使眼色，然后小声说：竹浪，不要说了。谢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不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呀？谢小爷没有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沈竹浪晚饭没吃，回到了自己的房中。他最近老是觉得娘怪怪的，好像他故意在让吴翠花和他接近，故意让柱子哥和谢小爷接近嫂子。难道那天晚上的事情他看见了？3个人简单喝了一点稀饭，刘氏也回到了自己的房中。白姑娘，我好像真的给你们添麻烦了。谢小爷叫我小玲就好。他心中作喜，瑟瑟地喊了一句：小玲。爹说的果然没错，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些事情光是脑子里面想是没用的，得行动。他这次来莲花村一趟，原本生疏的称呼变得亲近起来。哦，对了，你也别叫我谢小爷了，叫我谢俊就行。好。白小玲收拾了碗筷去洗碗，她心里悠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沈竹浪今晚没有吃饭。谢俊凑过去，他撸起袖子：小玲，我来帮你。留香馆的少爷也会洗碗吗？不用了，你歇着就行。不，白吃白住，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小玲啊，你也辛苦一天了，你去歇着。他看着谢俊，既然他这么执着，那就只有让他洗了。谢俊才洗了2个碗，他手上一滑，一只碗掉到地上，竟是摔碎了。原本想在他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没想到却是这样。谢俊去捡地上的碎瓷，又由于手笨，被碎瓷割破了手指。白小玲走过去，看着谢俊血流不止的手指，微微皱眉。他抓住谢俊的手，谢俊能感觉到从他指腹传来的温暖，让他心中甜蜜。别动。谢俊没再去捡瓷片，而是由白小玲这么将他的手抓住。白小玲看着他的手，在这里没有药，而他的伤口似乎不浅，血一直流。白小玲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被割破了手，当时院长妈妈就是将他的手指放在嘴里吮吸，然后过了一会儿就不再流血了。可是沈竹浪刚才说了，男女有别，在这个封建的社会，如果他吸吮了谢俊的手指，会不会就要对他负责啊？谢俊的另外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小玲，你在想什么呀？白小玲回过神来。没什么。小玲，你放心，没事的，待会儿他就不会再流血了。可是血还在一直流，况且在他最无助濒临死亡的时候，是谢俊救了他。他抓住谢俊的手，然后凑到自己的嘴边吮吸了起来。谢俊一下子红了脸，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快，仿佛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白小玲亲吻了他的手指。沈竹浪听到摔碗的声音，刚出来查看，没想到就看到这一幕。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的位置，这里很疼。他没有发出声音，而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吮吸了一会儿之后，白小玲吐了一口血水，伤口果然没有再流血。我也不知道这么处理对不对，你回去以后再让蔡大夫帮你看看。好，小玲。谢俊从怀里掏出一个玉镯，放在他的手心。小玲，谢谢你。白小玲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心里面的玉镯。这是什么情况？谢君，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
小玲，这是我们今天成为朋友的信物。还有这种操作？小玲，你也应该给我一件礼物作为交换呢。那他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礼物啊。谢俊看着他头上的木簪，簪子简单大方，因为常年佩戴的原因，通体柔滑。反正从他魂穿到原主白小玲身上的时候，这只簪子就已经戴在他的头上了。小玲，将你的簪子和我做交换，可以吗？一个玉镯子交换一个木簪，谢俊是生意人，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桩买卖亏了吗？可以吧。白小玲的话音刚落，谢俊将她的簪子取下，一头青丝瞬间落了下来，黑色的发丝犹如缎带一般倾泻而下，黑发衬得她的小脸更加娇小白皙。头发垂到她的手上，光滑而柔顺。如果可以，谢俊真的很想轻轻地揉一揉她的脑袋。他看着白小玲的脸，有些呆了。白小玲绝对不是一个乡野村姑，她究竟是谁呀？谢俊，我带你去房间。好。白小玲将谢俊送到房间，由于松油灯里面的松油没有了，房间里面黑漆漆的。谢俊对房间不熟，走到床边就被床沿绊了，一下子给摔到了床上。白小玲的被子很酥软温暖，而且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白小玲听到他摔了的声音，不免嘴角上扬。他的房间他很清楚，除了角落里面的几个大箱子以外，就只有一张床。谢俊这会儿该是直接摔到了床上。白小玲摸黑给松油灯加松油，然后点燃了灯。狭小的空间燃起昏黄的灯光，很是温馨。谢俊躺在床上看着他，如果白小玲现在就是他的妻子，该有多好。他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破旧的房子，但是今天晚上他却觉得是这么多年以来他感觉最幸福的一天。松油灯挂在墙上，由于白小玲平时害怕松油会滴到床上引起火灾，所以将松油灯挂得离床较远。大冬天如果上床睡着，然后再起来吹灯，那就太残忍了。但是吹了灯上床，谢俊又不熟悉房间里面的摆设。早点休息吧，灯就不用灭了。那岂不是很费油？白小玲笑了，原来留香馆的少爷也这么节省。不怕费油，这些松油都是我自己在后山收集的。谢俊觉得很新奇，松油也可以自己去收集。白小玲正准备出去，谢俊叫住了他。小玲，可以带我去收集松油吗？如果明天露丝没来接你的话，可以。说完他就出去了。次日清晨，露丝一早就驾着马车来了沈家茅屋。他看见院子里面放着的4筐螃蟹，然后将螃蟹搬上马车。少爷，我来接你回去。谢俊还未穿好衣服，直接冲了出来，捂住了露丝的嘴。你给我小声点。露丝有些疑惑的点头。原本昨天晚上收的那些螃蟹就已经够多了，少爷本可以和他一起回去，但是没想到少爷竟然让他先走，他还要留下来再收一些螃蟹，而且嘱咐他不能当天来接他。他由于担心少爷在莲花村吃不好住不好，所以提前来了，没想到少爷竟然让他小声点。难道少爷昨晚和白姑娘之间的感情有进步？谢俊看了一下，其余的2个房门都没有打开，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压着声音说：露丝，你给我回去。少爷，不一起走。我还要在莲花村多待几天，这几天你不要来接我。可是少爷，快过年了。回去告诉爹，过年前我一定会回去。少爷。谢俊踢了他一脚。赶紧走。露丝委屈的自己驾着马车走了。少爷以前是温润公子，想不到才来莲花村1天，竟然学会踢人了。白小玲起床去灶房洗漱，沈竹浪早就已经烧好了热水。他看着白小玲披着头发，有些惊讶。嫂子本来就美，披着头发那就更美了。嫂子，
你的发簪呢？昨晚给谢俊了。他停住了手上的动作，迟迟没有反应过来。那只发簪可是嫂子刚嫁过来的时候娘给她的。娘那时将那只发簪戴在她的头上，对她说：小玲儿，娘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不过虽然你和从青没能拜堂，但是戴上这发簪，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儿媳妇儿。嫂子很喜欢那只发簪，自从戴上以后就每天都戴着。但是想不到，对于她这么重要的发簪，她竟然送给了谢俊。难道嫂子真的对谢俊有情？白小玲拿着一截布带对沈竹浪说：竹浪，你帮我绑下头发吧，这样披着太不好做事了。他早上起床也自己试着绑头发，但是布条不是头绳，没有弹性，他失败了7、8次以后才决定出来找人帮忙。沈竹浪看着他手上的布条，他也没有给女子梳过头啊。嫂子，你为什么要将发簪给他？白小玲坐在凳子上，沈竹浪的手插入她的发丝间，她的头发很柔顺，很舒服。他说我和他成为朋友，要交换信物，他还给了我一个手镯。说着，他将昨晚谢俊给他的手镯拿了出来。从成色来看，这只手镯质地上好，肯定价格不菲。如此听来，谢俊是对嫂子有意，但是嫂子似乎并不了解谢俊的意思。他弄着白小玲的头发：嫂子，我给你扎一个怎样的发型？和你一样就行。和他一样？可那是男士发髻。嫂子，要不我随便给你扎一个吧？也好，不要碍着我做事就行。他将白小玲两边的头发拢到后面，然后用布条绑了起来。这样看起来既清新脱俗，又不会让头发掉到前面去。嫂子，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不要嫁人。白小玲愣了一下，沈竹浪该不会对他……为什么？那些话现在还不能直接告诉嫂子。我们家境贫寒，而且嫂子已经是嫁过1次人的人，我害怕嫂子再嫁，我们拿不出像样的陪嫁，嫂子以后会受欺负。嫂子，等我中了状元回来，我让你风风光光出嫁。原来是他想多了。不过沈竹浪能有这样的想法，他真的没有白疼他。竹浪，嫂子早就对你说过，嫂子现在没有这种想法。再说了，你看嫂子的样子，像是会让自己受委屈的人吗？那倒是不像。好了，粥快熟了，去叫谢俊和娘吃饭了。啊。有了白小玲的这个承诺，沈竹浪的心里踏实多了。他们一边吃着早饭，白小玲看向门边，陆四怎么还没有来？他这个书童可做得不称职啊！吃完早饭以后，白小玲带着谢俊去后山的森林里面割松油。沈竹浪原本也要跟着去，但是他还没有出门就被刘氏叫住了。刘氏让他去吴翠花家中接吴翠花，然后再去灵二狗家中借牛车，再送他和吴翠花一起去莲花镇办年货。这几天没有下雪，都说下雪不冷，化雪冷。今天早晨可是冷得人直哆嗦，而且地面上湿滑，很容易摔跤。谢俊虽然是个大男人，但是他很少走这样泥泞的山路，有好几次都险些摔倒。没走一会儿，谢俊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小玲，这里的风景真好啊。一片萧条的冬日，景色哪里好？只不过是他过得舒心的日子，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觉得好奇好玩而已。哎呦！刚说完，他脚下踩空，摔了一跤。山路上的枯草太多，有时候泥滚落在枯草上面，看起来就像平地一样，但是一脚踩上去就会踩空。白小玲伸出手去拉他。啊，谢俊，你得小心一点。他摔下去的地方并不高，但是他只是一个书生，想要爬起来的确有些困难。他憨笑，然后朝白小玲伸出了一只手。白小玲握住他的手，
原本想要拉他上去，但是没想到白小玲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竟然也摔了下去。不过他并没有摔疼，他摔到了谢俊的身上。他趴在他的身上，看着他红到脖梗的脸，然后笑了。哈哈，会害羞的傻男人真的很可爱。白小玲记得她在一本书上见过，一个聪明的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变得蠢笨，那是因为这个男人喜欢这个女人。他的心脏跳动的速度很快，他感觉谢俊的心脏像是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刚才只要谢俊稍微躲一下，他就不用摔倒，但是他没有躲，他让他摔到他的身上，他是在保护他。白小玲不可否认，此时的谢俊在他眼中很迷人。谢俊，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那个，我是有话想说，但是这种话是他第一次说，竟然话到嘴边，他却说不出来。我没。白小玲从他的身上爬起来，他快速转过身。走吧，从这边也可以走。其实他也脸红了。谢俊跟在他的身后，心想刚才他一定很糗。晚上想吃什么？你做什么我吃什么。好。白小玲嘴角微微上扬，穿越过来之前，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女生。以前由于一直沉迷学习，没怎么注意身边的异性。但是以一个女人的第六感来说，她感觉谢俊就是在追她，而且她也不反感他。等了一天了，露丝怎么还不来接他？他这个书童做得很不称职啊。不对，昨天露丝走了以后，谢俊还收了4筐螃蟹，现在4筐螃蟹没有了，而谢俊竟然一点都不着急。难道露丝来过，而他并没有将谢俊带走？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露丝是谢俊的书童，他不敢平白无故这样做，肯定是得了谢俊的允许。而谢俊他想要留下来是因为他吗？白小玲问道。想回去了吗？想回去换一件衣服。露丝今天能来吗？不知道。他没告诉露丝什么时候来接他，他只说了自己在过年前一定会回去。我送你吧。啊？你是坐着马车来的，如果要回去，我怕你找不到路。我去过莲花镇几次，记得路，我送你回去。谢俊想了一会儿，然后点了头。他没办法忍着穿着这件衣服几天，他必须回去，然后洗澡换衣服，再用熏香熏几个时辰。白小玲对着屋内喊道：娘，竹浪，我送谢君去莲花镇。嫂子，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你若这时候去，晚上回不来的。那我就在莲花镇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来。嫂子。沈竹浪还想说什么，刘氏已然拉着他坐下。竹浪，谢小爷是我们莲花村的恩人，小玲送他一下是应该的。竹浪，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注意安全的。谢俊也说道。对，放心吧，还有我和他一路。沈竹浪也不说话了。其实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谢俊，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办法。他点头。嫂子，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白小玲和谢俊走着，从莲花村到莲花镇的路程，一般人走2个时辰就到了，脚力好一点的走1个多时辰。他和谢俊都是属于平时缺乏运动的一类人，走了2个多时辰还是没到。若是换做以前，谢俊早就累趴了，然后让陆四给他找一辆马车，但是此时他也只有忍着继续走。或许他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他没过过苦日子，根本就受不了。双腿开始打颤，喉咙也有一股子血腥味，脸色发白。白小玲见他这个模样，她问道：谢君，你没事吧？没事儿。他虽然嘴里说没事儿，但是心里其实有事儿。今天1天之内，谢俊就经历了2件让他崩溃的事情。
他和他好像真的不是一类人。白小玲的梦想就是待在田野之间，研究出品种良好的杂交水稻，让全国百姓摆脱饥饿之苦。而他受不了这样的苦。白小玲知道他的心意，但是现在他要重新考虑对他的态度。谢俊，你以后最想要的生活是怎样的？谢俊坐在路边的田埂上，喘着粗气。娶一个温柔的媳妇儿，好好经营留香馆。那是他最想要的生活，却不是白小玲想要的。白小玲坐在他的旁边，他是留香馆的少爷，等到谢老板老了以后，留香馆就是由他管理。而且他细心善良，又温和懂礼，长得也高瘦清爽。他想要找一个温柔贤淑的姑娘，不是一件难事儿。白小玲看向天空，天快黑了，有些灰蒙蒙的。谢俊，你会找到一个温柔贤淑的女子。谢俊看着他的侧脸，有些愣神。是啊。顺着这条路走，很快就要到莲花镇了。你回去吧。谢俊有些惊讶。小玲，你不和我一起吗？我得回去，再不走就回不去了。小玲，天马上就要黑了。白小玲笑着。谢俊，你应该听说过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若今日真的跟你走了，别人该如何议论我？谢俊的脸有些微微泛红，他的手指轻轻向他的方向移动，然后手掌盖住了他的手。小玲，那就和我在一起吧。谢俊救了他，却还要以身相许。白小玲有些发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谢俊这是在向他表白。他小心翼翼地看着白小玲，他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答？难道是要拒绝他？可以吗？他又问了一句。可是我是寡妇，你是留香馆的少爷。他是在担心这个问题吗？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和任何男人在一起。小玲，我不在意。就算你不在意，可你我二人的生活天差地别，我害怕你根本适应不了。谢俊的手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手心温暖，而且带着微汗。他很紧张，却又不敢松开一毫。他害怕白小玲会拒绝，害怕他会收回自己的手。我会改变的。谢俊，你认真的吗？他点头。白小玲低下头，红了脸。那我们可以试着在一起。他握住白小玲的手有些紧，他的手心出汗，他很激动，好像任何话都无法表达他此时的心情。这时陆四已经驾着马车来了，他看见白小玲和谢俊，还惊讶了一番。少爷，白姑娘，你们怎么在这里？白小玲连忙缩回了自己的手，但是还是被眼尖的陆四看见。陆四嘴角浮起一抹笑意。看来少爷的动作就是快，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了白姑娘的芳心。哼，不愧是少爷。谢俊道。陆四，你怎么来了？少爷，夫人和表小姐来了，老爷让我来接你。婉婉来了。陆四点头。是呢，只是想不到当年那个和少爷打架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他看向白小玲。小玲，和我一起回去好吗？他现在离开的确有些晚了，但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跟着谢俊去见他的父母，这样太快了。谢俊，我就想在莲花镇找一家客栈休息。谢俊想了一会儿，明白他的顾虑。那好，我给你找一家挨着我家近的客栈，一打开窗户就能看见你的那种，这样我也放心。白小玲和谢俊坐上了马车，不一会儿就到了莲花镇。谢俊找好客栈，又给他点了一些食物，嘱咐他好久，这才和陆四一起回去。两人快要到家的时候，遇到了夫人和婉婉。谢俊第一时间还没有认出他，还是婉婉叫住了他。表哥。婉婉。
婉婉点头。陆四在他耳边轻声说：少爷，我说的没错吧？表小姐现在长得可美了。夫人也走到谢俊面前，握着他的手。俊儿，你最近清瘦了。我听说你爹前几天让你去莲花村收螃蟹去了，可是真的？娘，是真的。他一脸心疼。这么辛苦的事情，为何不让别人去做？等回去以后，我得好生说说你爹。娘，是我主动要去的。他将婉婉拉到谢俊的面前。俊儿，婉婉这次告年假回来，第一件事儿便是要来看你。明日你带着婉婉去镇子里面四处走走。谢俊可是对白小玲说了，明天一早便去找她。娘，你带着婉婉去逛逛就行，我明天还有事情。夫人脸上有少许不悦。俊儿，婉婉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不管你有什么事情，都要陪着婉婉。娘。另一边，白小玲觉得有些无聊，于是坐在窗户边的小凳子上，然后嗑着瓜子儿。就算已经是傍晚，但是大街上还是人来人往，马上就要过年了，在外地工作的人们大多放了假。他观察着这些人，仿佛看着一个缩小版的世间百态。天空又飘起了细雪，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佝偻着身子，捡着白天被菜贩丢弃的烂菜叶。她在人群中显得那么扎眼，在她周围的人几乎都是一家人，一起走着笑着说着话，但她却只身一人，被人推搡嫌弃。她本就身体瘦弱，被一推便倒在了地上。一个小孩跑过来抓住她的胳膊哭着，这一幕扎疼了白小玲的眼。那个小孩身上穿着的衣服虽然很脏，但是他却认出了那件衣服，那就是他买给小虎子的棉衣。不可能，那个小孩不可能是小虎子。小虎子被他爹接走了，现在应该在某个地方上学。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朝着楼下跑了过去。可万一那个小孩真的就是小虎子呢？白小玲出了客栈，她站在人群外，听着一个女人尖声叫着：你这个臭乞丐，你弄脏了我的衣服！妇人坐在地上，她双手在胸前合十。对不起。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好了，婉婉，他也不是故意的，你衣服脏了，我再给你买一件便是，不要为难他。妇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对于他来说都太熟悉了。白小玲犹如被钉在地面上，不能行走。表哥，可是人家这件衣服是新买的。大姐姐，我娘不是故意弄脏了你的衣服，求你放过我们吧。直到听到小孩的声音，他这才觉得身上回了一点力气，然后推开了他前面的人。妇人和小孩看见白小玲，皆是一愣。小孩连忙抱住白小玲的腿，哭喊：嫂子！妇人坐在地上，眼泪如同泉涌流了出来。小玲，你认识他们呀？他们是我的亲人。他说着将二婶从地上扶了起来。白小玲走到婉婉面前：姑娘，你这件衣服怎么赔？婉婉看着白小玲的脸，久久不能回神。你姑娘，你的衣服怎么赔？白小玲又重复了一遍。谢俊连忙说道：小玲，都是误会，不用赔。陆四在一旁好不尴尬，他挠着脑袋。刚才夫人逼着少爷带表小姐出来逛街，就遇到一个妇人撞到了表小姐。表小姐觉得衣服被妇人弄脏了，所以一把推倒了妇人。而就在这时，白姑娘竟然出现了。这个妇人还是白姑娘的二婶儿。少爷好不容易才和白姑娘有了进展，如今他被白姑娘抓住和表小姐一起逛街，肯定是会被误会的。婉婉还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白小玲。不可能，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是他？他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他亲眼看见他咽了气，然后将他的尸体扔了。他怎么可能又活了？他不可能是他，这个女人只是一个长得和他相似的女人。表哥，你刚才叫她什么？小玲。谢俊看着婉婉的表情。婉婉，你认识小玲啊？他摇头。不认识，只不过觉得她长得有些像一个人而已。小玲儿，她竟然也叫小玲儿，难道真的是她？但是如果真的是她，为什么她看我的眼神这么平淡？她应该恨不得扑过来撕碎我才对。所以一定是和那个女人长得相似，而且名字相同而已。白小玲从口袋里面取出了5两银子。你这件衣服5两银子赔你，够吗？围观的人已经在开始起哄。那件衣服怎么看都不值5两，姑娘你亏了。是呀，从那衣服的材质来看，不过是用最下等的麻布做成的衣服。婉婉红了脸。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姑娘，说我胡说八道，我可不认。我在莲花镇卖衣服10几年了，什么衣服没见过？就你身上那件衣服，看起来做工一般，但是布料却是下品。这是大户人家购买去给下人做衣服最喜欢用的布料。你这件衣服，我卖给别人1两银子都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婉婉满脸通红，已然不再想白小玲的事情，而是被成衣店老板的话羞得不能自己，然后一跺脚跑了。白小玲认出帮她说话的就是她经常买衣服的那一家店的老板，她对他说道：谢谢。得了姑娘，我就是看不顺眼某些人，分明就是在别人家里做下人，倒是回来以后就觉得高人一等，说话做事儿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刚才那个女人名叫秦婉婉，前些年去了城里，他们一家人就总是在镇里面装阔，总给人心里添堵。陆四挠了挠脑袋，想不到表小姐家给人的印象这么不好。白小玲看着二婶，心如针扎。二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她一问，二婶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她紧抿嘴唇，却是一句话不说。白小玲早就觉得二叔不对劲儿，却还是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她拉着她：二婶，我去给你买一件衣服，然后我们一起吃点东西，明日我就送你回去。小玲，你先带着二婶去客栈里面，我和成衣店的老板去取了衣服送过来。下着雪，但是二婶却还穿着破烂的薄衣服。她当初分明是给二婶买了几件衣服，她为什么大冬天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她点头。好。白小玲不管别人的眼光如何，带着二婶和小虎子就上了楼。店小二送来几桶热水，二婶一边洗澡一边哭着。白小玲表情凝重。小虎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哇的一下就哭了起来。嫂子，爹在外面找了很多婶婶，今天带这个婶婶回家，明天带那个婶婶回家。娘说了他几句，他就打娘，他还将娘的衣服都送给了那几个婶婶，所以娘就带着我逃了回来。我们想要回去。屏风之内，二婶哽咽的声音很大。小虎子，不要说了。白小玲走到屏风后面。二婶，真的是这样。小玲，你二叔他拿着你借给我们的银子，在外面做生意有了起色，他就再也看不上我了。二婶，跟他和离，然后跟我回莲花村。我虽然保证不了你以后跟着我能过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我能保证让你和小虎子吃喝不愁。可是小玲，自古只有男人和女人和离，一个女人
怎么可以与自己的丈夫和离呀？封建思想害死人，就算被这样对待了，也打算忍气吞声，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原谅他吗？谢俊已经取了衣服，他敲门。小玲，我可以进来吗？他走到门口，取了衣服。你先在外面等一会儿。好。白小玲重新关上了门，二婶穿好了衣服以后，她才再打开了门，让谢俊进来。二婶不认识谢俊，问：小玲，这位公子是谁呀？二婶，叫我谢俊就成。客栈里嘈杂起来，一个男人粗声粗气吼道：让我上去！有人看见我的女人和孩子就住在这家客栈，我倒要看看他敢偷偷跑出来，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偷人。店小二和客栈老板都劝他：你有话好好说，在我客栈里面住着的人，那都是清清白白的人，你可不许胡说啊，坏了我客栈的名声。名声？我告诉你，要是我的女人被其他男人睡了，看我不砸了你的店。二婶听到他的声音，吓得全身都在发抖。白小玲朝着门外走去，谢俊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也跟在白小玲身后。白小玲目露寒光地看向那个正在撒泼的男人，男人也看见了他。男人笑着：小玲，你看见你二婶子了吗？白小玲坐在一旁的桌子边上，谢俊看不懂白小玲要做什么，也跟着他坐在桌子边上。男人走到他面前，他的面色已经有些不佳。白小玲，我在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白小玲眉头微微一皱。白小玲，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不过是莲花村的一个寡妇，你家中除了一个瞎眼老娘，就只有一个体弱小叔子，你有什么横的资本呢？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老板，在我手下做事的人都有3个，你要是再这样，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客栈老板见情况不妙，他对谢俊说道：谢小爷，是否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留香馆的谢老板啊？毕竟从如今的形势上看起来，那个男人来者不善。如果谢俊真的在他们家客栈受了伤，那他可真不好给他爹交代。男人一听，白小玲身边的男人竟然是留香馆的少爷，这白小玲也真是好手段，一个寡妇1天之内在莲花镇弄到那么多银子不说，这才没多久，竟然就勾搭上了留香馆的少爷。听说现在留香馆在莲花镇那可是排名第1的酒楼，他的生意刚有了一点起色，可不能得罪了留香馆的少爷，以后给自己的经商路上添堵。他的脸色缓和不少，他坐在谢俊身边。这位公子就是谢小爷。谢俊没有回答他，白小玲却向男人伸出了手。上次我借你的20两银子，该还了。男人嬉皮笑脸地笑着。小玲啊，二叔最近生意上刚有一些起色，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再说了，当初在莲花村的时候，你和你的二婶关系很要好，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得看在她的面子上啊。白小玲面色一冷。你好意思提他？他为什么在寒冬腊月穿着一件单衣在街上捡烂菜叶子？男人脸上有了一点羞愧。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二婶就是省，我已经和她说过很多次了，她就是改不了这节省的毛病。他明显不信。是吗？此时二婶儿已经牵着小虎子下楼来，她看见男人害怕的往后微微退了一步。男人对她笑着：虎子娘，你过来说说，是不是你因为太节省，所以舍不得穿棉衣，还去街上捡烂菜叶呀？二婶眼中含着泪，这个男人是她的男人，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了，她的娘家人已经大部分都去世了，除了这个男人，她真的不知道该跟着谁。小玲说让她跟他回去，小玲现在还小，等到她以后成亲了，有了孩子，哪里还能顾得了她？再说这个男人不是来找她了吗？说明她的心里还是有他的。他微微点头。是我太过节省了。
男人走过去握住二婶的手。虎子娘，跟我回去吧，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对你，给你买新衣，给你做大米饭，送虎子上学。真的吗？白小玲眼看着二婶又要被骗，她说：二婶，你仔细想清楚，他如果真的在乎你，就不会带那么多女人回家了。小虎子也哭着：娘，我们跟嫂子回家吧。可是她无法做到白小玲说的那样，和她的男人和离。而且她说过，等到她赚钱了，就会去找当年被卖掉的那个女儿。再说了，在外面稍微有钱的男人都不只娶一个女子。如果她真心能改正，能真心对她好，她还是愿意跟她回去，再相信她一次。虎子娘，你误会了，他们只是我找来店里帮忙的。而且我昨天发现你和虎子不见了以后，就让他们回去，然后就出来找你了。你不信就跟我回去看看。他说的是真的吗？看他的眼神，好像并没有骗他。他是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男人，而且这些年他一直在外打拼，就是为了挣钱，然后找到他们的女儿。他应该相信他的吧？他看向白小玲。小玲。他还没有说什么，白小玲已经站起来。二婶，有时候一个女人一生的悲哀，不全是男人的错，也因为女人的懦弱和忍让，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选择跟我离开，还是跟着他走？二婶一脸为难。小玲，娘，跟着嫂子走吧。小虎子很小的时候，男人就已经出去了，所以小虎子对男人的感情并不深。他所看见的就是男人无休止的辱骂和殴打，女人一味的忍让。然而当女人再也忍受不了，选择逃离，也被男人三言两语几句客套话给哄骗好了。虎子娘，你不能离开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母子啊！他们真的是我请来帮着做工的女人，而且我已经让他们离开了。小玲，对不起呀。小虎子一下子抱住白小玲的大腿，他哭喊：嫂子，你带着我和娘走吧。小虎子，可是二婶并不愿意跟着我离开呀。如果我带走你，你娘就一个人留下了，你愿意这样吗？小虎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擦在白小玲的裙子上。嫂子，爹是坏人，我不想跟着他回去。小虎子，如果有一天二婶想明白了，你就带着他回来找我。我认你们是我的亲戚，如果你们受了欺负，我一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微微侧脸，看向的是二叔的方向。这句话他就是说给他听的。二叔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一个黄毛丫头的眼神竟然可以这么冷，竟是让他打了一个寒战。二婶愧疚地看了白小玲一眼，然后拉着小虎子跟着他的男人一起离开了。次日，谢俊租了马车送白小玲回莲花村。他离开的时候看了莲花镇一眼，不知道小虎子和二婶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生活，他无法替谁做决定。谢俊家中还有事情，没有和白小玲一同回莲花村。他刚到村口，就看见沈竹浪在茅屋门前张望。他看见有马车过来，小跑过来。嫂子。白小玲从马车上跳下来。我回来了。两人一起进了沈家茅屋。刘氏坐在木桌子边上，桌子上饭菜已经摆好，只是在等他了。三个人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白小玲站在门口，她看着门前已经融化的差不多的积雪。这个冬天最严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沈竹浪站在他身边。嫂子，你昨晚是在哪里休息的？客栈。他并未想太多，只觉得沈竹浪这是在关心他。
沈竹浪听了他的回答，嘴角浮起一抹笑意。嫂子，等到春节过后，我就要去学校了。到时候我送你。他表面并无波澜，但是内心已经波澜万丈。嫂子有空吗？刚过年还不忙。再说，我去汴城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汴城很大，很繁华，到时候他可以带着嫂子四处逛逛。嫂子说，她的娘家就在汴城附近，到时候他还可以陪着嫂子回去看望亲人。从莲花村到汴城步行得1个月，但是坐马车的话需要10来天的样子。他们准备明天先去莲花镇，然后再去租一辆马车去汴城。晚上，白小玲对刘氏千叮咛万嘱咐：娘，我们走了以后，你一定要照顾自己。大舅和舅母找你帮忙的事情，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刘氏连连点头。小玲儿，你就放心吧。次日清晨，白小玲和沈竹朗出发了。刘氏将他们送到村口。他眼睛不好，隔得近能看见几个人影，隔得远了便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他在村口站了许久也没有离开，他根本就看不见了，但是还在村口站着。白小玲和沈竹浪走到快到中午的时候，2个人已经到了莲花村。他想着，这次离开说不定1个多月都没办法和谢俊见面。既然已经决定要和他试试看，那么这件事情他得来告诉他。所以今天中午的午饭，他决定在留香馆吃。白小玲拿出10两银子：竹浪，你先去租车市场找上次那个老伯租车，我去留香馆捡几个小菜，你待会儿直接过来就可以吃了。好。沈竹浪离开以后，白小玲就往留香馆走去。留香馆依旧生意火爆，但是由于上次谢俊在莲花村收了很多螃蟹，他们事先有了准备，所以并没有让客人等着。他走到角落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坐下。由于留香馆里面一直很忙，谢俊并未看见白小玲，他不打算等了。他走向他，谢俊看见他，高兴表现在脸上。小玲，你来看我了。白小玲拿出手帕为他擦了擦汗水。大冬天的，你也能忙出汗来。是啊，爹将留香馆的生意交给我来打理。为了解决大家排队买螃蟹的这个问题，我们决定提前做螃蟹。天还未亮，我已经起床监督伙计们开始洗螃蟹、做螃蟹，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水呢。现在都已经到了中午了。谢俊，以后不要这样，好好照顾自己。小玲，我知道你的梦想，我也知道你不会一直待在莲花村，就连莲花镇也不会是你最终的归宿。我很支持你的梦想，我现在要努力将留香馆的名气打响，多挣一些银子。以后啊，你想待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再开一家留香馆。听到他这么说，他的心里暖暖的。那么谢小爷可以商量给我一点时间吗？对于留香馆，我还有几个意见，想不想听？他重重点头。小玲，你先去等我，我待会儿就过来。好。白小玲重新走到角落里面等着他。他快速处理好手里的活儿，刚准备朝白小玲走过去，他的表妹婉婉提着一个食盒过来了。表哥，姑妈让我给你送午饭过来。谢俊急于摆脱婉婉，他连忙推脱。婉婉，留香馆是酒楼，我要是饿了，会让后厨师傅炒几个小菜。婉婉有些娇羞的低头。表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你尝尝。他怕白小玲等得无聊，于是接过了婉婉手中的食盒。好了，婉婉，你快回去吧。留香馆最近很忙，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表哥，姑妈就是害怕你忙起来不吃饭，所以特地叮嘱我一定要看着你吃完才能回去。谢俊无奈，提着食盒走向了白小玲。婉婉一见白小玲，脸上的笑立刻消失不见了。这个寡妇长得和她一模一样，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她，她已经死了那么久，是一具白骨了。听说郭父很看好这个寡妇，
想要她成为他的儿媳妇儿，而且表哥也似乎对这个寡妇有点意思。不过姑妈的意思我最了解，姑妈绝对不可能允许表哥娶了一个寡妇，这话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而且女子的贞洁大于一切，这个寡妇已经是个残花败柳，她怎么可能配得上表哥这样的男子？谢俊坐在白小玲的旁边，婉婉坐在他的对面。虽说他很不喜欢白小玲，但是他又怎么可能在谢俊面前表现出来？店小二已经上了几盘菜，正好这时沈竹浪也赶到了。白小玲朝着他招手，沈竹浪过来坐在他的身边。婉婉看着沈竹浪，上次在莲花镇见了白小玲一面以后，他就开始打听关于白小玲的事情。白小玲就是莲花村的一个寡妇，家里有一个瞎眼老娘，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小叔子。沈竹浪虽然名义上是白小玲的小叔子，但是他也不小了，在汴城富贵人家的公子13、14岁就娶了媳妇儿。这白小玲与沈竹浪年龄相差不大，他们又住在一起，说不定早就已经不清不楚了。只有他的这个傻瓜表哥才会对白小玲很是信任，觉得她是一个清纯的寡妇。谢俊并没有吃婉婉为他准备的午餐，而是夹了一块螃蟹给白小玲。正巧沈竹浪也夹了一块螃蟹放到白小玲的碗中，2只大螃蟹将白小玲的碗占得满了。婉婉见了脸都绿了。沈竹浪笑着说：嫂子，多吃点，待会儿我们还要赶路呢。谢俊一听问：小玲，你们要去哪里啊？我去汴城，有些事情。可他正打算过几天就将他带到他娘的面前，试着让娘去接受他。他现在走了可怎么办？娘可正在千方百计想要撮合他和这个表妹。小玲，是很重要的事情吗？改天再去可以吗？白小玲正打算开口，婉婉抢了他的话：哎呀，表哥，白姑娘当然是舍不得让她的小叔子一个人去汴城路途苦闷，所以才和他一起前去的呀。谢俊变了脸色，他对婉婉说：表妹，休要胡说。沈竹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难道嫂子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和我一起去汴城是嫂子之前提出来的，难道在更早的时候嫂子就已经喜欢我了？他的笑刚好被谢俊看见，谢俊的心里有些不快，沈竹浪的笑分明就是在向他挑衅。婉婉继续说道：表哥，怎么不是？我看白姑娘和沈公子倒是男才女貌，很是般配呀。他转头对沈竹浪说：沈公子，你的嫂子是这么好的女人，你可千万不要被世俗的规矩所束缚，不敢追求自己的所爱呀。沈竹浪只是笑着，并未说话，而从谢俊这个方向正好将沈竹浪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心里更加不舒服了。白小玲看出来了，原来谢俊的这位表妹心系谢俊，打算用这样的方法挑拨他们之间的感情。小玲，这几天不要外出，好吗？谢君，你见过我们村的林二狗？他的一条腿断了。他曾是一个军人，我不想因为他失去了一条腿而失去了对生活所有的热情。我是想去汴城找最优秀的木匠，然后打造一条假腿安装在他的腿上。林二狗他见过，他也佩服他是个保家卫国的军人，他相信白小玲，但是刚才婉婉说的话他也听了进去，而且从沈竹浪的表情来看，他对他的感情肯定不止将他当作嫂子。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两人真的没有什么，但是此去汴城路途遥远，指不定会在半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实在不放心。小玲，等过了这几天，我带你去汴城。婉婉有些不乐意：表哥，姑父刚将留香馆交给你，现在正是留香馆生意最火爆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姑父和姑妈都不会同意的。他知道谢俊很忙，
不想因为他的事情让谢俊放弃留香馆的事儿。在他的未来规划里面，有一半是一个温柔的媳妇儿，有一半属于留香馆。再说，他觉得他能做好。谢俊，你放心，竹浪会照顾好我。沈竹浪将这些对话听在耳中，只觉得是谢俊对白小玲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也说：谢小爷，我会照顾好嫂子。听了这句话，谢俊更气了。谢俊的生气，白小玲看在眼中，他现在已经是他的女朋友，应该顾及他的感受。况且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对，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事先和他商量。现在才来说，有先斩后奏的感觉。而且他的这位表妹不安好心，那一双眼睛一直直勾勾地盯着谢俊，也让他很不放心。所以他需要和谢俊好好谈谈。谢俊，我有几个关于留香馆的建议，你刚才不是答应我要听的吗？待会儿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说给你听。婉婉一听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就代表没有其他人，他连忙说：表哥，我也去。白小玲笑着说：婉婉姑娘，那可属于商业机密，不可以让其他人听见的。婉婉一脸憋屈，然后委屈地看着谢俊。谢俊道：婉婉，待会儿你就回去吧。虽然他早已猜到了是这个答案，但是他心里还是非常难受。他和表哥从小就青梅竹马，要不是凭空跳出来一个寡妇，他现在已经是谢家的儿媳妇了。这次姑妈特地去汴城将他接回来，而且他也辞去了汴城的丫鬟工作，就是想回来和谢俊成亲的。但是没想到，昔日的竹马竟然看上了一个寡妇。最可气的是，姑父竟然认同这个寡妇，并且有说服姑妈的意思。姑妈虽然好面子，又很喜欢她，但是她毕竟是姑父的媳妇儿，表哥的亲娘。在两人的软磨硬泡之下，她真的很害怕事情有变。她原本想要去汴城认识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就算被收为小妾也是好的，但是没想到一直没有被看上眼，还把自己的年纪耽误大了。他也确实急了。表哥虽然只是在这个镇子上是个人物，但是嫁给他也能衣食无忧。他看着桌子上的食物，他做的菜谢俊根本就没有动过。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要下最后的狠招了。他将菜再次放回食盒里面，然后站起身：表哥，我先走了。婉婉走了以后，白小玲也让沈竹浪去买一些干粮。毕竟沈竹浪在他眼中还是个孩子，而且孩子不可以接触恋爱这些东西，否则他有样学样，早恋了怎么办？沈竹浪也走了以后，谢俊将白小玲带到他在留香馆休息的房间，而他真的在一本正经地说着关于留香馆的建议。谢俊，我觉得留香馆应该增加店小二的数量，要让食客从进来留香馆开始算起，3分钟之内能够得到店小二的服务。还有，我们应该推广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外卖配送，这样会大大节约各自的时间。而且小玲，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听这些，他有些着急。白小玲这么优秀，会不会连他的小叔子也真的喜欢她了？他与沈从清并未拜堂成亲，也算不得真正的夫妻，这些沈竹浪都是知道的。他真的很害怕。谢俊，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和竹浪是亲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余的感情。小玲，我害怕。他轻轻地抱住谢俊，安抚他：不要害怕，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一定会做好你的女朋友。在我们没有分手之前，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女朋友？分手？虽然这些字眼他都听不懂，但是他听明白了一个意思，那就是他不会背叛他。他也抱住了白小玲。小玲，我是相信你的。既然他有他想做的事儿，他不应该成为妨碍他的绊脚石。
以后他想要做的事情更多，他想要做一直默默支持他的人，而不是阻碍他的人。你放心，我会尽快回来。好，小玲，等你回来以后，我可以带你去见我爹娘吗？可以。这他就放心了。其实谢俊也是非常懂礼的人，他们能相互理解，这是最好的。你以后不管多忙，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晚上也不要睡得太晚，知道了吗？还有，离你那个表妹远一点，我总觉得她对你不怀好意。若是她待在你家没有什么事情，便让她回去吧。她应该还没有对象，你这个做表哥的应该为她的终身幸福着想，替她寻一门好亲事。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小玲，我明天就让他回去。今年过年他都没有回去，他的确该回去看看他的爹娘。听到谢俊这么说，他也放心了。谢俊，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以后我有什么重大的决定，我会提前和你商量。我也是。此时店小二来敲门。哎，谢小爷，沈公子来了，此时正在外面找白姑娘。谢俊，我们出去吧。好。二人出去，老伯的马车已经等在外面。沈竹浪叫道：嫂子，我们得赶紧赶路了，否则无法在天黑之前到达下一个镇子。他看向谢俊，谢俊对着他挥手，他也对他挥了挥手，然后他上了马车。谢俊忙完留香馆的事情以后，回去已是半夜。但是婉婉有一个习惯，谢俊不回来，他就不会睡觉。他要等谢俊回来，给他热了洗脚水以后再去睡觉。这些事儿他以前当丫鬟的时候常做，如果能用这样的方式挽回谢俊的心，他何乐而不为？他太了解他了，他就是心善，而且极其有责任感的一个人。谢俊刚在大厅里面坐下，婉婉便端着洗脚水过来。表哥，累了一天了，婉婉替你洗脚吧。他说着便去脱谢俊的鞋子。谢俊收回了脚。露丝呢？我看露丝哥累了，便让他先去休息了。他又打算去帮谢俊脱鞋，这次谢俊是直接拒绝。哎，婉婉，你是我的表妹，脱鞋洗脚这种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吧。你若为我脱鞋洗脚，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你的名声怎么办呢？他委屈地看着谢俊，眼中含着泪水。表哥，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婉婉，我希望你明白，我和小玲已经在一起了。像是事先预定好了一般，他眼中的泪一下子滚了下来。表哥，你只是图他一时新鲜，而且姑妈不会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娘那里我和小玲会一起努力，而且小玲很优秀，我相信娘很快就会接受小玲的。婉婉，你今年过年都没有回去，舅舅和舅妈一定非常想你。明天我让露丝送你回去。不，表哥，我要待在你身边。他的爹娘一共生了7个孩子，最后一个才是男孩。他的那个弟弟今年才8岁，爹娘的所有疼爱都集中在了弟弟身上，而他们这些当姐姐的，不是被卖入富贵人家当丫鬟，就是早早的被送到繁华的地方谋生。他是打心眼里不想回到那个地方去。谢俊自然也是知道他家中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觉得父母之恩，做儿女的还是得报，至少过年的时候应该回去看二老一眼。婉婉，听话，而且我让露丝陪着你，舅舅和舅母不会为难你的。他从怀里拿出一壶酒，然后坐到谢俊身边。表哥，其实今日我看见你与白姑娘，我就明白了你和白姑娘之间两情相悦。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你，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婉婉，陪我喝2杯吧，也当是为我践行。谢俊看着婉婉独自伤神的样子，不忍心拒绝她。婉婉，你酒量不行，表哥就只陪你喝1杯，喝了1杯以后你就回房休息，
好吗？婉婉点头。好。他轻轻摇晃了一下酒壶，然后倒了2杯酒。这酒是他热洗脚水的时候加热的，他将它放在怀里，所以这时候酒都还是热的。谢俊一口喝了这杯酒，然后说：表妹，你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人，你看上了谁也可以和表哥说，表哥会为你做主的。婉婉并未喝下那杯酒，而是将酒杯放下。他看着谢俊脸上不正常的红晕，莞尔一笑。哼，好。谢俊用手撑着头，他的酒量不会这么差，怎么才喝了1杯就觉得头脑发昏？婉婉的纤纤玉手握住他的脚，这一次他没有移开他的脚，他将他的鞋脱了，然后将他的脚放在温水中，轻轻按摩他的脚掌。表哥，舒服吗？谢俊抬眼看着他，他的一张脸已经完全变成了白小玲的脸。谢俊目光迷离。小玲，你怎么回来了？听到小玲2个字，他虽然心里厌恶，但是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真的离开这里，白小玲一回来，那么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是啊，我还是放心不下你，所以就回来了。谢俊缩了缩脚，但是由于他四肢无力，并未将脚从婉婉的手中挣脱。小玲，不要给我洗脚，我怎么能让你给我洗脚啊？我的脚脏。他按揉着谢俊的脚。不脏，表哥的脚一点都不脏。随着他的按揉，谢俊觉得自己身上仿佛升起了一团火，他很热，他解开衣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玲，晚了，休息吧，我让陆四给你准备一间客房。他看着谢俊的模样，知道时间差不多了，他伸手去扶他。表哥，你喝醉了，我先将你扶到房间，然后我再自己去找陆四。他扶着谢俊，谢俊就连走路都偏偏倒倒，险些跌倒。鼻翼间传来他身上的清香，非常好闻。小玲，你怎么叫我表哥呀？不要叫我表哥，你是在生气婉婉的事情啊？不要生气，他明天就走了。听到这些话，他很生气，原来是白小玲让他离开的。但是白小玲的错就在他不该这个时候走。等到他一走1个多月再回来的时候，谢俊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将谢俊扶到床上，他并未离开，而是俯身看着他，然后为他解扣子。表哥，你喜欢我吗？喜欢，小玲，我喜欢你。那你愿意娶我吗？愿意，明天我就带你去见我娘。他脱了谢俊的衣裳，然后伸手去脱自己的衣裳。表哥，既然我迟早都是要嫁给你的，不如我现在就将自己给你，只要你记得，然后对我负责就成。他只穿了一件肚兜，然后朝着他的身体贴了过去。谢俊此时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他感觉到有一个软软的东西贴在自己的胸前，他呼吸更加急促，但他还有一点意识。他推着他。小玲，不，等我们成亲的时候再。表哥，可我等不及了。他一把扯掉谢俊的衣服，冷空气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微微缩了一下身体，下意识地抱住了他。此时谢俊的意识已经完全没有了。小玲，我爱你。婉婉从枕头下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在他的大腿处轻轻扎了一下，然后将血滴在床上。如果他的时间没有算错，陆四现在应该来了。他也喜欢谢俊，但是他现在不能和他同房。他的手摸向自己的腹部。大夫说，前3个月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如果与男子同房，很容易就会流掉。这个孩子
是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孩子一旦诞下，那他就很有可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但是在孩子诞下之前，他需要给孩子找一个爹，否则在思想封建的老家，他要如何存活？所以谢俊是他唯一的希望，他不能放过他。这时陆四端着洗脚水进来。上！他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床上几乎光溜溜的两个人，吓得他手里的水盆都掉了。婉婉抓过自己的衣服裹着自己，然后蜷缩在床边呜呜哭了起来。婉婉一直在哭，谢俊一直在睡。陆四叫来了老爷和夫人，两个人就坐在谢俊的房中，眉头紧皱。谢老爷摇了摇头，这孩子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怎么就……哎，孩子爹，你也别怪俊儿，你像俊儿这么大的时候，俊儿都2岁了。可是谢老板心中原想的儿媳妇是白小玲，如今谢俊和婉婉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那么他和白小玲的事情可怎么办？再说，就算白小玲愿意原谅谢俊一时糊涂，但是婉婉这么好一个姑娘，她的清白说没有就没有了，以后她怎么嫁得出去？就算她嫁出去了，可是当婆家知道她不是处子，该是也对她不好。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照我说，我觉得俊儿和婉婉极其相配，不如就让他们成亲算了。这件事情还得俊儿醒了再说，我们说再多都是无用的。姑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如果表哥不要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婉婉，你放心，你就是我认定的儿媳妇儿。俊儿不要你，姑妈和你一起去死。谢老板眉头紧皱。孩儿娘，你休要胡说。我可没有胡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俊儿不愿意负责，那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教好他。如果婉婉要寻短见，我也和他一路，这样就算是为我自己赎罪。谢老板看向婉婉。婉婉，你说说，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表哥一天辛苦了，得知他回来，我打了洗脚水给他，他让我明天回去看望自己的爹娘，我答应了。之后我陪他喝了一杯酒，但是表哥喝了酒之后就叫我小玲，然后我看他醉了，于是想扶他进去休息，然后他说到这里，然后大哭起来。姑妈，姑父，我想拒绝表哥，但是表哥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我拒绝不了。陆四站在一旁，作为一个下人，此时没有他说话的份。但是他进来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表小姐压在少爷的身上。一般男人主动的话，应该是男人在上面，怎么可能是女人在上面？这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侮辱。谢老板摇了摇头。孽缘，他原本极其看好谢俊与白小玲，而且前几天儿子才告诉他，白小玲答应和他在一起了。没想到才没过几天，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事情是真的，他们也不可能不对婉婉负责任。如果他们不负责任，那就是将婉婉往死路上逼。好了，婉婉，如果事情是真的，那我们谢家一定会为你负责。婉婉点头，然后继续低着头哽咽着，只不过没有人看见他脸上一闪而过的得逞的笑。四人等了3、4个时辰，谢俊才醒来。当他醒来以后，看见蜷缩在他床角的婉婉的时候，吓得一下子从床上摔到地上。他的身体接触到冰冷的地面，他这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身下的裤子上有血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又一看，爹娘正黑着2张脸看着他。他弱弱问了一句：发生什么事情了？谢老板站起来，指着谢俊的鼻子：
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昨晚做过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昨晚回来以后，表妹端了一盆水过来，说要给我洗脚，然后我说让陆四明天送她回去。表妹很伤心，让我陪她喝一杯酒。喝了酒以后，竟然看见了小玲。小玲给我洗脚，并且扶着我进屋休息。然后小玲压在我身上，最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不对，小玲分明去变成了，她不可能回来。就算她回来了，可她不可能在没有我的带领下直接来了我们家呀。难道昨晚我错认的那个人是表妹？他睁大了眼睛看向婉婉，她还是用衣服裹着自己，而且被子上还有一滴血迹。天哪，我究竟做过什么事情啊？难道我做了对不起小玲的事情？谢俊还带着最后一丝侥幸，他问婉婉：表妹，我们昨晚……婉婉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表哥，如果你不承认，不要我，那么我只有死了算了。他吓得直接不敢说话了。难道真的做了？可是他连一点记忆都没有。陆四，平时伺候我不是你做的事情吗？为何昨夜会是表妹来我的房间呢？陆四也觉得冤枉。少爷，我昨晚端着洗脚水来你的房间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你和表小姐一起了。谢俊的脸色更不好，他清楚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多么重要。他坏了表妹的贞洁，那么她不可能嫁得出去，就算嫁出去，也会在娘家受尽欺负。但是他是喜欢白小玲的，他昨天才告诉自己，等他回来，他就和自己一起来见娘。可是他走了还不足1天，自己就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俊儿，这件事情你必须对婉婉负责，否则娘就和婉婉一块儿去了。他垂头丧气地站着，这件事情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婉婉拿着他的衣服过来。表哥，穿着衣服，天气冷。爹娘，婉婉，你们先出去，我要好好想想这件事。他娘出去的时候对谢俊说：俊儿，你一定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做错事情并不可怕，但是你要懂得去弥补。等到大家都出去以后，他将自己关在房中。他的酒量并不差，家中一直开着留香馆，他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留香馆待着。天冷的时候，爹就会给他喝几口烧酒暖身子。他昨晚才喝了1杯，不可能就酒后乱性了，而且还连记忆都没有了。那壶酒，他记得是表妹带来的。表妹当时说喝1杯酒就当替他践行，但是他又如何能事先知道他会让他离开？这件事情仔细想想，的确存在问题。谢俊穿好了衣服，然后出去，想不到他们4人竟是等在他的门口。他娘问：俊儿，想得怎么样了？不早了，我得去留香馆了。他一跺脚：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店里面？婉婉的事情你不解决了，就不要去留香馆了。娘，如果事情真的是我做的，我愿意对表妹负责，留香馆的生意不可以落下。我现在要去店里。婉婉一听表哥愿意对她负责，她非常开心。姑姑，就让表哥去吧。谢俊走的时候，他看了陆四一眼，陆四识相的跟上了。谢俊一边走一边问：陆四，将你昨晚看见的情况事无巨细的描述给我听。他去的方向并不是留香馆的方向，而是蔡大夫的医馆方向。少爷，我昨天端着洗脚水来你的房中，但是没想到看见表小姐压在你的身上，而少爷你就像一条死鱼一般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然而昨晚表小姐却说是你强迫的她没有力气反抗。依我看呢，分明就是表小姐强迫的少爷你。果然呢，那壶酒是婉婉动过手脚的，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只是想要嫁给我？陆四，等会儿你回去之后就去表妹的房中寻找一个白色的酒壶，
然后将酒壶带到蔡大夫的医馆。记得，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其他人知道。是，少爷。现在就去。陆四离开了，谢俊加快了步子。他走到蔡大夫的医馆，然后直接将他的医馆的门关上。蔡大夫笑道：谢小爷，你这般做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谢俊将一锭银子放在桌子上。蔡大夫，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蔡大夫看着谢俊面色凝重，他也端正了态度。什么事情啊？有没有一种药吃了会让人激情澎湃，难以控制自己？蔡大夫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有，我店里就有上好的壮阳药，只需要1粒，保证让你一晚上激情澎湃。不过谢小爷，那药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买，你这么年轻也需要。还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不是尚未娶妻吗？他自动将蔡大夫后面的话全部忽略了。他想着果然有这种药，但是如果只有这种药，那么后来他怎么可能会没有记忆？蔡大夫看着谢俊的脸色，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儿。谢小爷，你究竟是怎么了？蔡大夫，如果光是靠闻，你能闻出一种酒里面加了什么药吗？老夫行医大半辈子，对各种草药了然于心，当然能做到。好。没过一会儿，陆四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他到了蔡大夫的医馆以后，将酒壶拿了出来。少爷，是这个酒壶吗？他点头，然后将酒壶接过。蔡大夫，你好好闻闻，里面除了酒之外还有什么？蔡大夫将酒壶放在鼻前闻着，闻了一会儿以后，他的脸色大变。谢小爷，这酒壶你从何处得来啊？蔡大夫，回答我的问题。这酒壶里面一共加了3种药，一种便是类似于壮阳药之类的药，但是药效没有那么强烈；一种是可以致幻的药，会让你出现幻听甚至幻觉；最后一种是助眠的药，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睡着。这3种药只要少量服用，对人体并无损害，但是一旦3种药合在一起，便是毒。他说着，然后伸手去给谢俊把脉。谢小爷，幸亏你来得早，要是晚一些，那可大事不妙啊。蔡大夫取出几颗解毒丸，然后化在水里，让谢俊服下。陆四也急了，他问：蔡大夫，如何大事不妙？这3味药合在一起，对男子的身体损伤极其严重，会导致无法孕育下一代。不仅是谢俊，就连陆四听了都是心脏一颤。少爷可是谢家的一脉单传，如果他不能生育，那么老爷夫人还不得呕死啊！陆四正准备说话，谢俊做了一个停止的姿势，他便立马闭了嘴。谢俊和陆四离开了蔡大夫的医馆。陆四说：少爷，表小姐太狠毒了，她竟然这般毒害你，还希望你为她负责。陆四，这件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乱说。还有，待会儿我会回去问他这件事，你想办法让爹娘不要靠近。好。回到家中，他直接朝着婉婉房中走去。婉婉正在找昨晚的那只酒壶。他今早刚从谢俊的房中出来，匆忙之中将酒壶放回房中，就被姑姑叫了去。刚才姑姑才安慰完他，他正准备回去将那只酒壶销毁了，可是他竟然怎么都找不到那只酒壶了。他越找越慌。好好的一壶酒怎么可能不见了？他不会不见，他应该是被人拿走了。谢俊进入他的房中，他都还没有发现。表妹，你是在找这个东西吗？婉婉后退一步。酒壶怎么会到他的手上？难道他都知道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故作镇定地走到谢俊身边，想要将酒壶拿回来。表哥，酒壶怎么在你这里？谢俊收回了手，让他没有碰到酒壶。表妹，今早我又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仔细想了一遍，觉得有很多蹊跷之处，所以让陆四找来这只酒壶，去了蔡大夫的医馆一趟。你也知道，
蔡大夫的医术比起汴城的一些大夫都要好。这只酒壶里装了什么东西，只要给他闻一闻，他就全都告诉我了。他说里面有3种药。婉婉吓得一下子跪了下来，他的这一跪的确吓到了谢俊。在他们的小镇子上面可没有动不动就跪人的事情发生，但是在汴城，在婉婉以前当丫鬟的那个府邸里面，做错了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跪下。他跪在他的面前，身子瑟瑟发抖，眼泪一下子就滚了出来。表哥，求你不要将这件事情说出去，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没有办法。表哥，我还年轻，我不想死。他去扶婉婉。婉婉，你有话起来说。还有，这件事情怎么就扯到了死不死的问题啊？婉婉摇头，哭得梨花带雨。我不起来，我一旦起来了，我们母子2人就真的要死了。母子2人？谢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问：婉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婉婉跪在地上，哭得很厉害。表哥，其实我从小就爱慕你，想要与你一直在一起。但是在我16岁那一年，我就被迫去汴城的富贵人家做丫鬟。丫鬟在大户人家根本就没有地位，而且我在那里无亲无故，经常受人欺负。那家的少爷见我有几分姿色，一直想要将我占为己有，但是我每一次都极力反抗。就这样过了几年，那一次我实在没有反抗成功，后来被大夫查出来，我怀有了孩子。他说着早已经泣不成声。谢俊皱着眉头，他将婉婉扶起来。婉婉，是哪个禽兽少爷欺负了你？你把他名字报上来，表哥去替你出气。婉婉摇头。表哥，他家里是做官的，我们只是小地方的人，哪里斗得过他？再说了，未婚女子怀有身孕是不被允许的，是不洁的象征。如果这件事情被外人知道，我是会被浸猪笼的。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方法，想让表哥娶我。婉婉，那你可知道那3种药混合起来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危害？婉婉睁大了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他。表哥，我特地问过了，对你没有危害，所以我才买的。算了，想必他也是被人给骗了，他不过是想保住自己和孩子的性命而已。他当然知道这3种药的危害，而且他买药之后，药店老板特意叮嘱了，3种药不可以同时服用，否则男方会不孕不育。但是他就是要让他不孕不育，这样他和他在一起以后也不会有孩子，他就只有与那位少爷的一个孩子。等到他飞上枝头当凤凰以后，他还可以告诉那位少爷，当初没有办法才与表哥成亲，其实这些年他都为了他守身如玉。表哥，求你救救我！如果你现在送我回去，爹娘知道我已经不是完璧之身，肯定会打死我的，村民也会恨不得淹死我，我真的很害怕。那你想怎么样啊？表哥，其实在大地方，男人都是可以娶3妻4妾的。我知道你和白姑娘两情相悦，我绝对不会抢她的位置，你就收我做小妾，等我将孩子生下来，你休了我也没有关系。我求你给孩子一个名分，否则他活不下去。你也说了，那是在大地方，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没有这样的说法。表哥，谢家在莲花镇是大户人家，你只要点头就可以救我和孩子一命。如果他真的娶了婉婉，那么他要如何和白小玲交代？他们相互承诺过，
以后的大事情都是两人商量以后再做决定。婉婉，这件事情我要等小玲回来再做决定。婉婉眼中有恨，等到白小玲回来，白小玲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男人再娶一个女人？所以绝对不能等到白小玲回来。他还有最后一招，他相信谢俊不可能不管他。今早谢俊房中的床单，他让谢家嘴巴不把风的毛丫头拿出去洗了。不过一会儿，他已经失节的事情会传得整个莲花镇的人都知道。到时候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娶她，那么他就真的只能去死了。这样重大的事情，表哥是应该与白姑娘一同商量。表哥，我都听你的，待会儿还是让陆四将我送回去吧。我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总不能天天待在你们家。谢俊看着他，回家一事先不要着急，让我好生想想。此时一大群人已经围在谢家门口，陆四挡都挡不住。随后一群人全部冲了进来，里面的人几乎都是妇人，带头的就是前几年刚被立了贞节牌坊的陆寡妇。秦婉婉不守妇道，我们要将她带走进猪笼。陆四已经被他们击倒，妇人们踩着陆四就往婉婉的房间冲去。谢俊的娘挡在他们面前，各位父老乡亲，婉婉本来就是我们谢家的儿媳，而且他们二人已经快要成婚了，怎么可能就不守妇道了？陆寡妇看向谢俊，谢小爷，真的吗？谢俊看着这么多妇人，而且他们已经连竹筐都准备好了。如果他说一个不字，那么婉婉会被直接带走。而且朝廷律法对于不守妇道的女子处理本就很严，这件事情就算他们报官，官府也不会管。正如婉婉所说，她的一句话就能救他们母子二人。娘已经拦不住他们了，他们冲破了婉婉的房门，朝着她扑了过去。她吓得往后退，但是退了几步以后就被这群妇人抓住了。他们拉扯着要将她带出去。她看向谢俊，眼神中带着乞求，表哥，救我，表哥。当他快要被带出谢家的时候，谢俊高声道，秦婉婉是我谢俊的妻子，谁敢将她带走？另一边，白小玲和沈竹浪已经到了汴城，接近半个月的舟车劳顿简直要将他全身的骨头都震碎了。他们先找了一家客栈，老伯和沈竹浪一间房，他独自一间房。洗澡吃饭以后，沈竹浪告诉白小玲，汴城的夜晚是很美的，所以他打算晚上带着她出去逛一逛。两人走在一起，硬是看不出谁大谁小。汴城的街道上人来人往，而且街道两边都挂满了灯笼，还有许多卖小东西的商贩。他和沈竹浪来到一个卖面具的摊子前，看中了一个面具。由于这一路过来花费不小，所以此时只能省吃俭用。白小玲正和商贩讨价还价，就在不远处，一袭白衣的男子身边跟着一个灰衣的家仆。白衣男子一直看着他，家仆也留意到白小玲，他说道，大少爷，那位姑娘的身段好像三小姐。白衣男子朝着他们走过去，白小玲已经讲好了价格，付了钱以后就戴上了面具。姑娘，请问在下是否与姑娘见过面呢？他转过头，看见的是一张英俊而陌生的脸，他摇头，哦，公子，你认错人了，我这是第一次来汴城。就连声音也很相似，可是他分明已经不在人世了。姑娘既是第一次来汴城，想必对汴城不太了解。在下这几天正好有空，若是姑娘不嫌弃，在下可以带着姑娘一同游玩。沈竹浪拉过白小玲，让她站在自己的身后，戒备地看着她。这位公子不用了，他有我陪着。家仆也说道，大少爷，许是你认错人了吧？他还没有放弃，怎么可能有这么像的身段和这么像的声音？姑娘，你能将你的面具揭下来让我看看吗？白小玲还没有回答，沈竹浪先答道，不行。然后他拉着白小玲，嫂子，我们走。
沈竹浪带着他走了很远，他才放开了他。白小玲揭下面具看着他，竹浪，你好像生气了。这些富家公子与姑娘搭讪的方式都如出一辙。他笑了，但我觉得刚才那位公子表情很诚恳，似乎是真的将我认错了。嫂子，你可千万不能被这些人给骗了，这些都是他们哄骗姑娘的把戏而已。好了，我不信，这总成了吧？竹浪，你知道汴城有最出名的木匠吗？我倒是知道一个。你带我去吧。好。沈竹浪带着白小玲去了木匠那里。白小玲从怀里掏出事先画好的图纸。师傅，你能给我做一条腿出来吗？木匠拿着白小玲画的图纸，上面的各项数据都标得很清楚，他一看就明白。他这一生做过的家具无数，但是这么一个东西还是第一次做。他点头，能做。师傅，麻烦你用韧性好而且轻的木头制作。姑娘，你这条木头腿是给人做的？嗯。敢问姑娘尊姓大名？能想出这样的法子，而且图纸画得这么好的姑娘，一定不是寻常人家的姑娘。尊姓大名不敢当，我只是一个小地方来的乡野村姑，我叫白小玲。白小玲？木匠师傅睁大了眼睛，竟然是和白府三小姐同名同姓的白小玲。可是那位三小姐不是1年前死了吗？所以眼前这位不得了的姑娘也只是与那位三小姐同名同姓而已。他又问道，木匠师傅需要多少银子？5两。他拿出2两银子。我先给你2两，等到这条木腿做好以后再来付剩下的3两银子。师傅，什么时候可以来取货？明日就可以了。好。次日清晨，白小玲和老伯先送他去书院，然后将他书院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以后，再回到汴城去取假腿。他答应谢俊要快些回去，所以他准备取了假腿就立马回去了。到了书院，此时刚年后，书院的学生几乎都还没有返回学校。嫂子，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我也会给你回信。他有些惊讶，嫂子会认字，她还会写字。嫂子，你真的会写字啊？嗯，就是有些字和你学习的字有点不一样，不过你应该能认一大半，基本能看明白我写的是什么。嫂子，书院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我和你一起回你娘家一趟。嫂子嫁过来这么久，一定非常想念自己家人。娘家？家人？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原主白小玲的娘家在哪里，她的家人是谁。竹浪，我没有娘家。他张大了嘴巴。难道嫂子的娘家人全部都已经不在了吗？对不起，嫂子。没什么，你好生休息一天，然后就去抄书。我和老伯就先回去了。嫂子，那你好好照顾自己，也替我照顾好娘。3年以后我就回来照顾你们。3年以后我就回来娶你。竹浪，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嫂子希望看到3年后功成名就的竹浪。好，嫂子，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如果我中了状元，你会答应我一件事情的。嫂子一直都记得。他这才放心了。竹浪，回去吧。嫂子，回到汴城之后拿了假腿就走。我觉得昨晚上那个人很有善意。我知道。老伯驾着马车向山下行去。沈竹浪一直站在书院门口，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嫂子，等我，3年之后我会回来娶你的。白小玲和老伯回到了汴城，便去昨晚那个木匠铺里面取假腿，并且付了剩下的3两银子。他听了沈竹浪的话，拿了假腿之后就准备要走。姑娘，看你的样子挺着急的，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出来许久，该回去了。他们的马车刚走了1刻钟的时间，白衣男子和家仆就找到了这家木匠铺。家仆问：师傅，你可见到过一个这么高的姑娘？木匠师傅一见，
他认得白衣男子，他是白府的大少爷白千云。难道那位叫做白小玲的姑娘真的是白府三小姐？木匠指着一个方向，刚走，说是要回去了。白千云立刻朝着那个方向追去。汴城的街上人多，那辆马车就在他的面前缓慢行驶着。一个穿着绿衣的女子走在人群中，他追了过去。姑娘，姑娘！女子回头，那张脸并不是小妹的脸。公子，有什么事情吗？没事，打扰了。或许真的是他想太多了，小妹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他一直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而已。刚才的马车已经走远，而木匠铺的师傅也追了上来。白大少爷，那位姑娘她自己说了，她叫白小玲，是坐着一辆马车走的。什么？他一把抓住木匠师傅的领子。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清楚啊？他有些害怕，以往温文儒雅的白家大少爷，竟然也有这么暴力的一天。我也想说，但是您走得太快了。他看着汴城的大街，刚才是有一辆马车，但是现在连马车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在快要靠近莲花镇的时候，他就听闻他要娶妻的消息。他以为是别人的误传，当他让老伯快速回来的时候，看见的却是这一幕。他走到他的马下，仰起头看着他，倔强地忍住了眼中的泪水。谢俊红了眼睛，但是为了秦婉婉和孩子的性命，今天的婚礼不得不完成。他张了张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还是他先开了口。谢俊，你真的要成亲了吗？他点头。是。那他这段时间夜以继日的赶路，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满心欢喜地买了一车的礼物，想要和他一起见他的父母的时候，当做礼品，又是为了什么？沈竹浪说的对，这些富家公子和姑娘搭讪的方式都如出一辙，可他还是被骗了。他是莲花村的寡妇，他是留香馆的少爷，他怎么可能会看上他？他之前对他说的那些话，不过都是哄骗他的甜言蜜语而已。谢俊，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之间的事情也该有一个了断。谢俊，我们分手吧。说完，他不带一丝犹豫，转身离开。但是在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他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很想直接跳下马去追他，可是这么多人都看着，他不能。他应该伤心透了吧？小玲，你在哪里呀？他停住了脚步，却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冲出了人群。他看见刘氏那个样子，眼中尽是心疼。娘，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刘氏也哭个不停。小玲啊，你终于回来了，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谢俊一切都看在眼里，刘氏竟然在莲花镇，看他的样子应该在这里待了很多天了，而他竟然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都没有收到。而且当初在莲花村，他与刘氏相处不错，如果刘氏真的遇到了困难，他会来留香馆找他。刘氏没来找他，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围观的人开始议论起来。这不就是这几天莲花镇新来的乞丐吗？在街上乞讨了好几天了，我还以为他家里就他一个人了，没想到还有一个女儿啊。哎呀，什么女儿啊？这个姑娘啊，我认识，她就是几个月前卖给留香馆菜坊子的白姑娘，这个应该就是她夫家的娘。啊，白姑娘挺能干，也能赚银子，怎么她的娘变成了乞丐呀？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听说过，白姑娘1个月前送小叔子去书院，老人家该是一个人在家，被人哄骗来了莲花镇。她眼睛看不见，所以回不去了。白小玲将这些话听在耳里，原来娘已经在莲花镇乞讨了好些天了。莲花镇就这么大，
他是留香馆的少爷，他没有亲眼看见他在街上乞讨，但是留香馆每天的客流量那么大，他也总该听说了吧。他就算不是真的喜欢他，以前说想要和他在一起的话也只是哄骗他，但是他能不能再狠心一点，在他不在的时候让他的娘一个人在街上乞讨也不闻不问。白小玲扶着刘氏上了马车，他对老伯说：老伯，回莲花村。小玲啊，你和谢小爷也算是有些交情，谢小爷今日大婚，你就不去喝一杯喜酒吗？我不会喝酒，再说没准备贺礼。老伯再没说什么，驾着马车走了。谢俊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他问到站在他身旁的陆四：陆四，刘氏这几天在街上乞讨，你可知道？陆四一脸委屈：少爷，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你婚礼的事情，对此事一无所知。陆四，我要你去查一查，几天前可有人看见他来过留香馆？是。虽然极其不愿，但是婚礼还得继续。他希望刘氏能记得他对他说过的话，让小玲无论如何都要相信他。还有7个月，只要再等他7个月就够了。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声音哽咽：小玲儿，我应该听你和竹浪的话。听到刘氏说这些，白小玲也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就是大舅和舅母整出的幺蛾子。不过刘氏经历了这些，能看明白也是好事儿，否则以后不知道要吃多少亏。马车还未驶出莲花镇，就被人拦下了。老伯认得这人，他是春风楼的老板。老伯笑着说：是什么风把大老板吹来了？老伯，你的马车里面坐着的可是白姑娘，你找白姑娘有何事啊？哦，就是有几件事想请教她一下。如果换做以前，他肯定会乐意出来听一听，但是今天他真的没有这个心情。他并未出来看是谁拦住了马车，直接拒绝道：对不起，今日不方便。既然白姑娘不方便，那么改日我便亲自上门来请教。说完，他便侧身让出了一条路，让马车离开了。马车驶出莲花镇，老伯说道：白姑娘，那位就是春风楼现在的李老板，为人不错，以前莲花镇就他家的生意最好，但是自从你卖给了留香馆方子以后，春风楼的风头就被留香馆给盖住了。他这次找你，恐怕就是为了生意上面的事情啊。虽然他和春风楼的老板只有一面之缘，但是他为人的确不错，而且因为他的原因，才让留香馆的风头盖过了春风楼。但是他却一点都没有受到来自春风楼的威胁。谢俊欺骗了他，但是他也不会卑鄙到用卖菜方子的手段让春风楼赢留香馆。他们已经到了莲花村的村口，还未进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的声音。老伯看见在沈家茅屋前聚集了不少人，他说：小玲，你家中好像出事了。白小玲扶着刘氏下了马车，他们走上前去，却看见一群长得凶光满面的人拿着铁锹锄头站在他家的院子里面。当然，莲花村的村民也都拿着木棍锄头守在他们家门前。他扶着刘氏进了篱笆，问：发生什么事了？其中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说：这几间茅屋是他的主人抵给我的，我现在要将他推倒重修，这愚昧的村民竟然来阻止，这是一个讲法治的社会，不是你们这群乡野村姑说不许就不许的。刘氏一听急了：胡说，我并没有将茅屋抵给你们，这茅屋是孩子爹修建的，我将它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怎么可能将它抵给你？你是哪儿来的乞丐啊？这茅屋的主人可不是你，而是1个月前在我赌坊里面欠下赌债的2个人。几间茅屋抵了50两银子，我也是菩萨心肠了。大舅和舅母原本也在人群中，他们看见白小玲回来，原本想要躲，没想到却被胡子男人抓过来。来，你们2个说说清楚，这茅屋究竟是谁的？
舅母低着头，不敢去看白小玲。茅屋是我的，前几天三妹和我一同去镇子里将茅屋的房契过户给了我。刘氏气得呼吸不上。胡说，胡说！他们将他丢弃在莲花镇不说，竟然还趁他眼睛看不见，用下三滥的手段将他的茅屋过户。他真的想不出来，这就是他一直维护的亲人。胡子男也将房契和抵押书拿出来，他将2样东西摆在白小玲的面前。现在这几间茅屋是我的，还请这位姑娘带着你的瞎眼娘给我出去。林二狗撑着拐杖说，这几间茅屋就是刘婶的，我们莲花村的人都知道，不要拿这2张破纸就说这茅屋是你们的。你们今日若是想拆了茅屋，得先问过我们。林二狗这句话一出，村里的村民立刻举起手里的锄头。对，你得先问过我们。对，你得先问过我们。对，你得先问过我们。有一句话叫强龙难压地头蛇，虽然他们手中有房契，也有抵押书，但是莲花村的村民并不认这2样东西。白小玲直接上前一步，她眼中坚定，丝毫不畏惧他们手中的锄头和铁锹。谁是这里当事的？胡子男人上前一步。我要将沈家的茅屋赎回来，你开个价。胡子男人一点也不惊讶，仿佛对这个结果早就了然于心。他说，一口价100两。100两？你怎么不去抢？小玲，依我看，就不要和他废话了。只要有我们在，他们休想动你家的茅屋顶上的一根稻草。胡子男人也说，你们要是再这么蛮不讲理，我就去官府告你们，将你们当作暴民全部抓起来。二柱子一听也就不搭腔了，一旦被官府那帮人抓起来，不管有没有理，都是先被毒打一顿。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被打出一个好歹来，他的爹娘可怎么办？白小玲说，柱子哥，多谢你和乡亲们的好意，你们对我沈家的情，我白小玲会记在心里。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是我的家事，就让我自己来处理。都回去吧。二柱子不放心。小玲，你一个姑娘家，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我就算帮不了什么忙，也得在你旁边站着，省得别人欺负你。林二狗也说，小玲，我也不走，虽说我现在也没有多大用处，不过他们要是想动你，我可第一个不答应。被官府的人带走我也不怕，我上战场杀过敌，难道还怕那群只会欺负自己人的软蛋不成吗？那成，你们就在这里，所有的事情由我来做决定。成。胡子男人看着白小玲，他笑着说，嘿嘿嘿，白小玲，听闻你一个菜方子都能卖100两银子，想必100两银子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啊？100两银子我可以出。他脸上的笑意更深。嘿嘿嘿嘿，白姑娘就是豪爽人。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看着明显被翻过的痕迹。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房间里面的东西一件都不能少，否则别说100两，就算是1两银子我也不要。几间破茅屋而已，我又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对他们没有多大感情。100两银子足够我在莲花镇买一栋好房子了，我为什么要选择这里？胡子男人听过后连连点头。赌方做这个决定也是在赌，赌对了100两银子就入账了，赌错后就白忙一场。这群兄弟来莲花村一趟，可都是要收钱的。林二狗走到他身边，轻声地在他耳边说道，小玲，前几天你的大舅和舅母带着邻村的一帮人来将你的房间翻得很乱，你的全部衣服都让隔壁大婶给你洗了，但是那几件贴身衣物由于被那几个男人摸过，我就自作主张替你扔了。他走到箱子前，打开箱子，他看着空空如也的箱子，这里面原本放着一个手镯，手镯呢？胡子男人看向大舅和舅母，手镯呢？不知道。大哥大嫂，
前几日你们带着人来，说是你们还不出钱，赌坊的人就要砍了你们的手脚，所以我让你们进去过小玲的房间。你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将小玲的手镯拿走了？舅母还在狡辩。没有。白小玲看向胡子男人，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竟然趁我不在家来我家中翻我东西。没有，我们没有来过，这是第一次来莲花村。他说着，然后看向大舅和舅母，吼道：你们两个背着我做了什么？舅母吓得瑟瑟发抖。大爷，你听我解释啊！我们这么做还不是想要快点还你们的银子啊？那个手镯的确是我拿走了，我去当铺里面当了5两银子，而那5两银子也当作利息还给你们了。胡子男人一脚踢在他的身上，将他踢翻在地，他良久也没能爬起来。滚！为了5两银子，你要老子损失100两银子，老子现在就恨不得砍了你的手。胡子男人看向白小玲，声音缓和了不少。白姑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现在就去镇子上将手镯赎回来，然后你将100两银子给我们，我们将茅屋还原成原本的样子。行，不过那个手镯玉质很好，傻子才会5两银子就抵押给当铺了，这会儿要赎回来，那可远远不止5两银子了。胡子男人又踢了女人一脚，他骂道：真是会给老子找事。胡子男人带着一行人走了，他们回到莲花镇，去当铺里面想要赎回手镯，但是被告知没有100两，根本不卖。当铺老板也是一个聪明人，得到手镯以后多番打听，终于被他知道了，这个手镯是谢家的祖传之物，每一代都会传给自己的儿媳。他不知道手镯为何会到了2个不识货的人手中，但是他要是拿着这个手镯去谢家，肯定会卖一个好价钱。胡子男人放弃了，谁那么傻，不赚钱的买卖还拼命去做干什么？原本的100两银子，现在真的变得1两都不值。但是他还是决定明天去莲花村一趟，一来不管多少价钱，能将那几间茅屋卖出去就卖，二来他真的要好好暴揍那2个蠢猪一顿。二柱子和林二狗还待在白小玲的家中。小玲，你不要怕，今晚我们不会回去了，我们就守在你家外面，如果那群人敢再来，我就打到他们不敢来。老伯将马车里面的东西搬了出来，白小玲想到一件事情，她将包好的假腿拿了出来。二狗哥，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林二狗看着白小玲打开了包裹，他看着那一条假腿。小玲，你这是做什么呀？我说过你会好起来的，这是我这次去汴城找最好的木匠给你做的，你试试看。他有些不可思议，而二柱子却是抚摸着那条假腿。林二狗，这条腿摸着真滑，像个大姑娘的腿一样。林二狗一把拍掉二柱子的手。得了，那你以后找不到媳妇儿就来摸这条假腿。二柱子爽快答应。好呢。被他们2人这么一闹，原本沉闷的心情也变得好了一些。小玲，谢谢你啊。不用谢，我只是兑现了我承诺给你的话而已。今晚我要自己走回去，自己走到爹的面前，再也不用拐杖了。二柱子不乐意了。哼，林二狗，不是说好今晚守在小林的茅屋前吗？太激动，忘了这回事了。好了，我很安全，你们就放心吧。还有，莲花村就这么大，如果真的遇到危险，我大叫一声，你们也听到了。回去吧。他们还是有所顾虑。可是……好啦，不要再可是了。再说，你们2个大男人一晚上守在茅屋前，这话传出去，我还做人吗？他们2人想了想，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二柱子走前嘱咐：小玲，那你如果遇到事情，一定要大声叫我，我今晚会睡得浅一点。事实上，他回去没过一会儿就鼾声震天了。
林二狗也走了。小玲，我明天送一条狗过来。白小玲答应了。两人都走了以后，白小玲烧了热水给刘氏洗脚，刘氏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小玲啊，是娘对不起你。娘，你能看明白大舅和舅母的为人，比很多事情都好。哎呀，都怪从亲没有福气。不过不管你以后和谁在一起，娘都不会反对。娘还是你的娘，会像嫁女儿一样给你准备嫁妆啊。娘，我没有想要嫁给谁。小玲儿，你还年轻，你的一辈子还很长，以后你是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就算那个人是竹浪，娘也不会反对。他已经给刘氏洗好了脚，用抹布给他擦干了，放进鞋子里。娘，竹浪还是个孩子，而且我一直当他是我的弟弟，我怎么可能要竹浪照顾？等竹浪下次回来，他也长大了，应该也要成亲生子了。那时候我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再将自己嫁出去。原来他真的对竹浪没有那方面的感情，但是竹浪那孩子似乎早就动心了。他扶着刘氏往他的房间走去。娘，房契已经不在了，地契你放好了吗？小玲儿，你放心，那么重要的两样东西，我不会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地方。没有我，谁也别想找到我的地契。他这才略微放心。那就好。刘氏有些担心。小玲啊，我们的房子还能要回来吗？娘，你越是在意，就越是要不回来。明天无论我和他们说什么，你都当作什么都没听见。刘氏握了握白小玲的手。小玲儿，我相信你，今后只相信你和竹浪。刘氏能有这样的醒悟是好的。他说：娘，早些休息。将刘氏伺候上床以后，白小玲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睡下以后，觉得家里没有沈竹浪，竟然显得空荡荡的。一个原本生活在一起的人突然就离开了，是个人都会觉得不习惯吧。这一夜她睡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了狗叫的声音。她起床以后出门查看，是林二狗和他的爹牵着一条狗站在他的面前。二狗爹笑的眼角的皱纹都快将眼睛挤消失了。他将拴着黑狗的绳子递给白小玲。小玲，谢谢你。二狗说你们母女二人在家不安全，所以让我挑了一头看起来最凶猛的狗，以后睡觉前将它系在门前，遇到陌生人，它肯定是村里叫的最大声的狗。这条狗叫黑炭，它也只是看起来凶猛，其实一点不会咬人。白小玲牵过狗，昨夜林二狗才说要送一条狗过来，没想到今天这么早就送过来了。他以前在村子里并没有看见这条狗，恐怕是从其他地方买来的，那就说明他们昨晚一晚都去买狗了，根本就是一夜未睡。白小玲看着二人严重的黑眼圈。二狗哥，叔，你们回去休息吧。虽然林二狗有2只黑眼圈，但是却一点倦容都没有。小玲，我不累，你不知道昨晚我和爹一起走了好几里路，我真是觉得越走越顺。还有今天我和爹过来的时候，村民看见我眼睛都直了，还直问我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断了的腿长了出来。小玲，这些都要谢谢你啊。他看着林二狗的模样，一条假腿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给了他希望，所以他花了1个月的时间去变成，是值得的。二狗哥，你想要感谢我，可不是光说说就行。以后我家有事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可不许推脱。不推脱，绝对不推脱。
白小玲留下了林二狗和二狗的爹，几人一起吃了早饭。在白小玲的要求下，林二狗陪着白小玲围着村子四处走动。一来，林二狗自从安上假腿以后，喜欢四处走动；二来，白小玲穿越到这里以后，还没有在村子周围好生走走。她一边走一边观察地里的土质，走到一块田里，她停了下来，然后用树枝挖了一块泥土，拿在手里捏了捏。这田里的土粘性很好，适合烧砖和烧瓦用。二狗哥，这是谁家的田呢？我家的。由于前段时间我的腿受伤了，所以爹一直忙于照顾我，家里的田还没有来得及耕。是他家的就好办了。二狗哥，我想买了你家这块田，可以吗？如果白小玲想要，他都可以直接送给他，但是他不明白他要一块田做什么。沈家茅屋前的那几亩田地可是村里最好的田地，而且离他家近。他家这块田虽然也不错，但是离他家远了。再说他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做这么重的农活？小玲，能告诉我你想用这块田做什么吗？二狗哥，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将泥土烧过以后就会变得非常坚硬，到时候就算莲花河涨水也不会轻易冲塌我们的房子。你家田里的土正合适用来烧砖和烧瓦，所以我打算在你家这块田的旁边修一个砖窑。白小玲说的话，林二狗大部分都没听懂，反正他前后只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他需要这块田。小玲，想要这块田你就将这块田拿去，我回去和我爹说一声就好。还有，你做事的时候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二狗哥，那还真的需要你帮忙。我来莲花村虽然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去相邻的几个村看看。你能和柱子哥一起去，帮我去隔壁村招一些年轻人来吗？给我做工，一天20个铜板。一天20个铜板，这样的工钱算是很高的了。而且他们这些村里的村民，除了种地还是种地，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想要有点购买柴米油盐的钱，还得担着蔬菜粮食早早去莲花镇上卖。卖不卖得了是一回事儿，但是去年的虫害让家家户户都死伤惨重，就连自己家中都是吃糠咽菜，哪里还有多余的蔬菜粮食去卖？所以白小玲的招工一事，对于隔壁几个村来说都是福音。好，小玲，等会儿我就去找二柱子。今天晚了，明天再和柱子哥一块过去，一共招工20人。好。白小玲和林二狗一起朝着莲花村走去。林二狗看着白小玲，她真是怎么看怎么好看。还未走到村里，他们就看见一群人朝着大舅和舅母的家走去。白小玲视力不错，认出了那就是昨晚的胡子男人。林二狗看向白小玲，小玲，怎么办呢？放心，他们不会打死人的，只不过是想要给大舅他们一家一点教训。大舅和舅母害得我娘去莲花镇乞讨了那么多天，他们的确应该受到一些惩罚。如果他们真的是要人性命的人，也不会事事根据朝廷律法办事，弄来他们家的房契和抵押书。白小玲故意放慢了脚步，听着从他们家里传来舅母的哭叫声。哎呀，大爷，你放过我们吧，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手镯那么值钱呢。混货，给我狠狠打！大爷，你饶命啊！屋里3个孩子也哭得厉害。你们不要打我爹娘，不要打我爹娘！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再打下去真的就要出人命了。白小玲推开了他家的木门，看着躺在地上的大舅和舅母，他们身上全是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块好肉。他们看见白小玲，就朝着白小玲爬了过去。小玲儿，你救救我们，你救救我们！救你们？为什么？他短短的6个字，仿佛将他们2人推入冰窖，一时间全身发冷，说不出半个字来。
听见了没有？他不乐意救你们。白小玲走到角落里面的3个孩子面前，你们3个小孩听着，不要做坏事，否则就会像你的爹娘一样，指不定就被人打死了。打死？3个孩子被吓得抱成一团，大舅和舅母吓得脸色惨白。胡子男人说：白姑娘，我可没想打死他们。没有吗？但是按照这样打下去，就算你们没有打死他们，而是将他们打伤打残，以他们的人品，我们莲花村也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过不了几天还是死了。如果再有人想要得一点赔偿，将他们的尸体抬到巡捕房，你猜巡捕房里的捕快会怎么说？胡子男人的脸皮抽了抽。白姑娘，瞧你说的，我不过就是气不过这2只蠢货的办事方法而已，也好让他们长长记性。其实啊，我今天到莲花村来，就是来和你谈房子的事儿。那几间茅屋，你们赌坊要是想要就拿去，我已经打算重新修一栋房子了。胡子男人听了白小玲的话，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可那是你们住了许久的房子，那个你娘应该对那栋房子很有感情啊。白小玲一脸的无所谓。我再声明一点，我并没有在那房子里面住了许久，对她也没有感情。还有，我娘经过上次的事件以后，她决定从此以后家里的事情全部由我做主，她只负责相信我就成了。胡子男人的脸皮再次抽动了几下，没想到他蛮横了半辈子，竟然栽到2头猪和一个小姑娘手上。要不是这2头猪拿着房契来找他，说是沈家的几间茅屋对于瞎眼老太婆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只要收了房契，就可以在白小玲这里大赚一笔。他也不可能同意让一张莲花村的房契抵50两银子。想不到这个看起来年纪不大的小姑娘竟然有这样的头脑和胆识。一般人看见她，不是不敢靠近，就是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这个小姑娘不仅敢正视她的眼睛，而且就连和她说话也是平淡如水，倒是让她有些佩服了。难怪这个小丫头的一个菜方子可以卖100两银子，也难怪之前谢家少爷想要和她好，她如今娶了自己的表妹，真是瞎了眼了。反正当初这2头猪欠下的50两银子也是在他们的手段之中，他们还了10两的利息，其实也不算亏本，只不过没有达到预期的收益，心中有点失落感而已。白姑娘，那几间茅屋你真打算不要了？可以要，也可以不要。虽然我对她没有多少感情，但是我娘毕竟在里面住了大半辈子了。胡子男人傻了，那究竟是要不要？白姑娘，如果要买的话，你看多少银子合适啊？1两银子。如果你给的价钱高过1两银子，那么你还是收着那张房契吧。好说好说，白姑娘，沈家的茅屋我就1两银子卖给你。改明儿你要是有空啊，就和我去莲花镇过户。我胡某想和白姑娘交个朋友，你看行吗？白小玲伸出手，胡子男人看着白小玲伸出的手，有些不明白。他笑着再次问：行吗？可以。大舅和舅母躺在地上，完全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弄来的房子，想不到竟然被白小玲1两银子买了回去，而且刘氏通过这件事情不会再相信他们了。他们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眼见白小玲要走，舅母一下子抓住她的脚：小玲，小玲，你原谅舅母，舅母都是一时糊涂。她垂眼看着舅母：你说你是我的舅母？是啊，小玲，你嫁给了从庆，我是从庆的舅母，自然也是你的舅母啊。他将脚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你听清楚了，我白小玲没有舅母，也没有大舅，休想用你们与沈从庆的那点关系来套住我。这件事情我不追究，就已经是你们偌大的荣幸了。以后你们休想从我这里讨到半分好处。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胡子男人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小姑娘可真是够狠呐！一行人出来以后，白小玲拿出了1两银子，胡子男人将房契和抵押书给了白小玲。白姑娘，你什么时间有空，拿着这2样东西来莲花镇的赌场找我便是，我胡某随时奉陪。多谢胡爷。他哈哈笑着。白姑娘，胡爷都是他们叫的，以后啊，你就叫我老胡就成。成。林二狗看着远去的胡子男人一群人，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小玲，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说过没事的。小玲，你简直太厉害了，从青也很厉害，我行军打仗的时候……二狗哥，不要提他。小玲，我以为你会对他的事情很感兴趣啊。他都已经不在了，再说，娘听到他的名字会伤心的。好，以后我不提他。快到中午了，白小玲先去地里看了看种下的小麦，积雪融化，小麦种子已经冒出了嫩芽。看完田里的小麦以后，她回去做饭，一个人的确有些孤单。第二天，林二狗和二柱子去隔壁几个村招了20个年轻的男子。白小玲也画好了砖窑的图纸，在她的指挥下，他们7天不到的时间就将砖窑修好，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口袋里面的银子却是越来越少了。再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几天，得想办法赚银子。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村里来了2位贵客，谢俊和春风楼的林老板。二柱子的娘前来通知白小玲：小玲儿，小玲儿，你快回去看看，谢小爷和林老板都来了，说要见你。二柱子放下手里的活儿，他原本都已经打算放弃了，他觉得他与谢俊比起来没有任何胜算。但是哪知道白小玲走了没多久，谢俊竟然娶了他的表妹，所以现在又是他的机会了。就算他自觉配不上白小玲，没想让白小玲做他媳妇儿，他打心底觉得白小玲就是天上的星星，远远看着就好。但是他也绝对不允许一个有妇之夫还来纠缠白小玲，弄坏了他的名声。二柱子走到白小玲的身边：小玲，我陪着你回去。不用了。小玲，她一个女孩子应付得了那些事情吗？林二狗上次见了白小玲处理房契的事情以后，对她极其放心，他叫住了二柱子：二柱子，你就听小玲的。白小玲脱了身上的围裙，然后跟着二柱子的娘一起往沈家茅屋的方向走去。刘氏站在沈家茅屋的篱笆外，没让谢俊进门。谢俊也自知理亏，站在门口等着。陆四在他耳边轻声说：少爷，不如我们将真相告诉白姑娘。不行，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那么秦婉婉和她肚子里面的孩子都保不住。白小玲走到他们面前，春风楼的林老板先说了话：白姑娘，上次见面你说你不方便，今日可还方便？今日也不方便，林老板还是请回吧。他也丝毫不气馁。没关系，今日白姑娘也不方便，我明日再来，白姑娘总有方便的一天。请便。林老板看着远处的山坡处升起的青烟，以及20几个年轻人都在那边忙碌，他问：白姑娘那是在做什么呀？闲来无事，想要将我家的茅屋加固一点而已。白姑娘真是厉害呀。白小玲看向谢俊：谢老板今日来，可是留香馆的螃蟹用完了？谢俊点头：是。上次谢老板从我们村收走了10几筐螃蟹，莲花河里面大一点的螃蟹已经被抓完了，没有螃蟹了。谢老板要是想收螃蟹，还得去别处。他就这样轻易拒绝了自己？小玲，谢老板，你可以叫我沈白氏，也可以叫我白姑娘，直接叫我小玲，这不太好吧？林老板将他们2人的谈话听在耳里。
看来谢小爷和白小玲之间彻底决裂了呀。他又叫了白小玲一声。小玲，你不要这样。谢老板，我可是莲花村的寡妇，你叫我叫得这么亲切，我真的很难做人。再说了，我还想清清白白守寡几年，然后得一块贞节牌坊来给我们莲花村装饰一下。小玲，表妹的事情是我不对，但是我……白小玲眉头一皱，她不想听他说她的表妹，她不乐意听见他们两人之间的破事儿。谢老板，您和您内人之间的事情就不要到处说了。你明知道我就是一寡妇，还与我说你们夫妻二人之间的事情，也不怕我听了心里难受。谢俊如鲠在喉，再也无法说话了。陆四见了也着急，他急忙说：白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逃避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白小玲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谢老板，你已经娶了妻子，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以后除了生意上的事情就不要与我来往了。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的相公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也得为他的名声着想。那便不打扰了。他刚准备要走，白小玲叫住了他。谢老板。他停住脚步，以为事情还有转机。谢老板，前段时间我掉了一只木簪，你可看见了？原来他是要回他的木簪，那么他们之间真的就再无联系了。木簪谢俊一直带在身上，每当思念白小玲的时候，他会拿出木簪看上一阵子。上一次谢老板来收螃蟹的时候，落了一只手镯在我们这里。原本我收好了，想下次见面还给你，但是没想到在我离开那几天被人偷去了，听说现在已经被当掉了。等我有空去莲花镇将它赎回来，再拿去谢家还给你。若是谢老板也见了我的木簪，便也在那日还给我。陆四见两人如此，他真是着急。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就好了，少爷为什么偏偏不说？而且表小姐不像是好人，为了那样一个人和白姑娘闹成这样，有意思吗？白姑娘，少爷他……陆四，我们走。谢俊没让陆四说下去，而是叫住他，两人离开了莲花村。林老板对白小玲说：白姑娘，下次林某再来拜访。林老板，若是为了春风楼的事情，那便不用了。白姑娘，若是你帮助我林某，我必当重金酬谢。当初留香馆给了你100两银子，只要白姑娘能卖给我一个别具一格的菜坊子，我林某愿意用500两银子来买。林老板，菜坊子我只卖1回。他一脸惋惜，看来白姑娘也并非是无情无义的人。一转眼，沈竹浪已经离开了3年了。如今的沈竹浪应该长大成人了吧？他穿戴完毕以后，又去了刘氏的房中，帮着刘氏梳头。自从白小玲给他读了这封家书，刘氏就一直在笑。他不时就会激动地说：竹浪要回来了，竹浪要回来了。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二柱子家里，二柱子的娘哭个不停。他一边打着二柱子，一边说：二柱子，你可真没用啊！沈竹浪走了3年，你都没将白小玲追到手。如果他这次考上了状元，沈竹浪还不把全家都接到城内去生活？到时候城里那么多优秀的公子哥，他怕是再也瞧不上你。二柱子挠着自己的脑袋：娘，小玲那么好的姑娘，我觉着我配不上她。他又打了他2下。哎呀，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娘真要打死你！得了，看你也没有机会了，你的年纪也太大了。过几日，娘就去找媒婆替你说亲。这些年被你拒绝的姑娘大都嫁出去了。哎呀，真希望遇到一个动作没那么快的好姑娘啊！林二狗的爹站在村头望着，他看见山坡上有一队人马正往这边过来，距离隔得太远，他看不清那些人的长相。
不过看规模就知道是沈竹浪回来了。沈竹浪应该是已经考上了状元，在汴城当了大官，所以带了这么多人回来。林二狗的爹跑到白小玲的屋里，小玲，来了，他们来了。白小玲迅速梳好刘氏的头发，然后二人整理了一下衣服，出去门口候着。队伍离他们越来越近，他看清楚了，是10几个人的队伍，每个人都骑在马上，看起来好不威武。沈竹浪在书院读书的3年时间，他学会了骑马。等到队伍近了，白小玲这才看出了不一样。带头的人穿着一身墨衣，高束头发，他腿长颜高，是个标准的大帅哥，只不过皮肤有点黑。他本扶着刘氏，却感觉到刘氏的身体抖个不停。他看向他，问道：娘，你怎么了？刘氏的眼泪一下子滚了出来，他抖了抖嘴唇，喊道：从清。白小玲的脑袋里升起一朵蘑菇云。这个男人是沈从清，我的相公。可是他不是战死了吗？沈从清翻身下马，然后一下子跪在刘氏的面前。娘，孩儿不孝。刘氏将沈从清扶了起来，他眼泪婆娑，粗糙的手抚着他的脸。真的是我的从清，真的是我的从清啊！白小玲还未反应过来。等等，她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寡妇，而且现在是非常富有的寡妇。她原本等着沈竹浪回来以后把她的事情解决了，那么她就可以放心的去找一个好男人，然后将自己嫁出去。但是没想到，她分明收到的是沈竹浪的家书，等来的却是沈从清的人。她一下子不是寡妇了，这让她有点不适应。她打量着沈从清，沈从清除了黑点，从身体条件来说真的非常不错，而且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娘下跪，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样的男人做他的相公其实也不错，省得他再去寻找，一来麻烦，二来他确实已经将刘氏和沈竹浪当做了他的家人，并且不想与他们分离。想着这些，白小玲就笑了，而且看沈从清的样子越久，就笑得越开心。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天上掉馅饼，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刘氏将沈从清的手和白小玲的手握在一起，他对沈从清说道：从清，这是你的媳妇儿小玲儿，你还没有见过她。虽然刘氏的手覆盖在他们的手上，但是他很明显感觉到沈从清的手缩了一下。其实莫名其妙和一个男人握手，这也让他有些不习惯，尽管这个男人是他的相公。小玲。沈从清叫了他一声，他笑着回答：你好，你好。幸亏谢俊后来娶了他的表妹，要不然他就给沈从清戴绿帽子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沈从清回来还不一刀砍了他们俩。又一个消息在莲花村传开了，沈从清回来了。沈从清身后的士兵全部翻身下马，他们对着白小玲抱拳：见过大嫂。这种感觉不错，白小玲喜欢。她一边走一边说：从清啊，以前的家起了火，被烧没了。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小玲新修的房子，可牢固了。沈从清听着这些话，只觉得他没有在家这些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儿，他很愧疚，也对白小玲很感激。3年的赫赫战功，让他已经成为了正2品的将军。因为身份关系，他不得给家里写家书，如果家书一旦被敌人截获，那么他的家人就会有危险。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忍着，直到战争胜利，他才第一时间赶回来。娘，竹浪呢？竹浪也快回来了，应该就在这几天。娘，皇上给我在汴城赏了一座房子，我这次回来是特地接你和小玲一起过去的。还好家里够大，二婶笑着将全部的板凳都拿了出来。
然后又在桌子上放了许多瓜果，对各位将士说：“吃吧，都吃吧，全是你们大嫂亲自种的。”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自然也没有那么多讲究。他们拿着瓜果吃着，咬了一口以后，大哥，嫂子种的瓜果真的好甜呢，你也尝尝。既然大家喜欢吃，我再去地里多摘一点回来。二婶连忙说：“小林，你就坐着和从青好好说会儿话，我去摘。二婶，顺便多摘些蔬菜回来，今天中午我做饭。”好。刘氏虽然也有千言万语想对沈从清说，但是刚才听到二婶的那句话，他才反应过来，应该多留一些时间给白小玲和沈从清。两人虽然名义上成亲3年多，不过这一次应该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刘氏也说：“从清啊，你就和小玲儿好好说说话，我和你二婶一起去。”屋子里的兄弟们也连忙说：“我们也去。”谁还没长眼睛呢？这种事情难道看不懂吗？他们的大哥和大嫂新婚离别，一别3年，肯定是有好多话需要讲，有好多事需要做，他们都懂。他们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也关上了。刚才还满满一屋子的人，现在只剩下沈从清和白小玲2个人。2个人长时间的沉默，最后还是白小玲打破了僵局。她说：“以为你不在了，所以没给你留房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竹浪的房内吧。”他没想到，他主动和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的。好。其实他也有话要对他说，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开口。小玲，这些年，多谢你照顾娘和竹浪。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照顾他们是应该的。他这么说，沈从清心里更加愧疚，而且那句话更说不出口。他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小玲，其实，当初虽然是我救了你，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嫁给我，以身相许。”白小玲愣了一下，沈从清的这句话就说明当初他的猜测没有错。原主白小玲和沈从清并不是不认识的，而是他们早就认识。原来他们之间的事情就是最狗血的戏码。沈从清英雄救美，白小玲以身相许。不过原主白小玲究竟遭遇了什么？还有沈从清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在他以往的推测中，白小玲喜欢沈从清，但是沈从清不喜欢白小玲。以前的村中少年沈从清不喜欢还有另外一重身份的白小玲，现在的将军沈从清更不喜欢村妇白小玲。所以白小玲睁大了眼睛，她看向沈从清：“你要找我离婚？不合理。”沈从清点了点头：“小玲，你一直都知道的，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而我当初选择去从军，想要出人头地，也是为了能让他的爹娘接受我。他等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辜负他。小玲，就算我们和离了，我也不会不管你，我会每月都给你银子，让你以后的生活尽量好一些。”银子？我需要吗？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所以说，你就是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渣男了。看来原主白小玲的眼光真的很差，不仅看走了眼，而且还为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去自尽，真是替他感到不值。不对，我怎么能说沈从清抛弃糟糠之妻呢？啊，我哪里糟糠了？小玲，我愧对你，我会尽量想办法弥补。除了我的感情，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白小玲看着他那一张满是愧疚的脸，心里想着，天下好看的男人多的是，姐也是十里八村一枝花，而且腰缠万贯，还怕找不到好男人娶？你一个渣男，姐还看不上呢。他深呼吸了几口气，尽量将自己的语气放得平缓。我同意和离，不过这件事你得让娘同意。
现在刘氏对他可是比亲女儿还亲，他敢保证，就算沈从清刚回来，就算现在刘氏对沈从清心疼的不得了，但是一旦说他要和他和离，刘氏绝对不会同意。沈从清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答应了，和以前非要吵着嫁给他的时候判若两人。娘那边我会去说。那就成了。说完，他打开了门，然后进了自己的屋里，继续计算杂交水稻的基因组合概率。刘氏和二婶回来了，他们见大厅里面只有沈从清一人。刘氏问：从清啊，小玲呢？进屋了。刘氏拉着沈从清，然后将白小玲这些年为他们家做的事情说了一个遍，全是夸白小玲的好话，还说要不是因为白小玲，她早就瞎了，饿死了，冻死了，被烧死了。刘氏或许也是觉得自己的大儿子如今是将军了，也在外面见了大世面，害怕自己的儿子瞧不上白小玲。他讲完那些事情以后，特地加了一句：从清啊，你可得对白小玲好啊，你要是敢对她不好，为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刘氏的这句话一出，可把沈从清吓得够呛。他是刘氏的儿子，刘氏的性子他自然是清楚得很，一旦倔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原本还打算找个时间和他说他准备和白小玲和离的事情，现在他直接一句话都不敢说了。小玲她真的挺好。刘氏靠近沈从清，神秘兮兮地说：从清啊，今晚你去小玲的房中睡觉，这是你欠小玲的。沈从清被刘氏的话吓得直咳嗽。娘，我骑了一天的马了。言外之意，你的儿子真的很累了。不管骑了几天的马，这是你欠小玲的。虽然事隔3年多，但是你得好好尽一个相公的职责。我也想早点抱上大孙子。他现在终于有些明白白小玲的意思了。看来白小玲是肯定刘氏不会允许他们和离，所以他才说他同意之类的话。不过他相信总会有办法，总有一天刘氏会同意他们和离。他以前并不怎么了解白小玲，白小玲以前总是围着他转，惹得他有些心烦。不过这次回来，他倒是对他多了一个印象，就是他做的饭的确好吃。今天中午他吃了3碗。他这么好的厨艺，他们和离以后，他倒是可以留下来替他做饭。白小玲坐在自己房间的太师椅上，摇着蒲扇，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他自言自语地说：谁在议论我？沈家的晚饭一直都是从简，刘氏和二婶早就习惯了，晚上是做的稀饭。二婶做好稀饭以后，叫白小玲出来吃饭。他一出来就只看见沈从清一个陌生男人，他左右四周，他们人呢？他看他的模样，看不见他们，他倒是挺失望的。走了。走了？去哪儿？在外露营？虽然不太明白你说的话，不过他们的家就在附近几个村，也是3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所以就回去了。白小玲算是明白了。原来他们这么多人一起不是来送他的，只不过大家同路而已。他这次不需要刘氏来推他一把，反正他再怎么挣扎都会被刘氏撮合到沈从清的身边。他于是主动坐到他的身边，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还以为你当了大官了，他们都是护送你的将士。所以说白小玲刚才是在嫌弃我的官阶小，竟然都已经学会嫌弃我了。他们是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能理解，就和我砖厂里的工人一样，他们也都是和我一起搬过砖的兄弟。他叹息了一口气，怎么觉得和他说话像是在和一个男人说话？也罢，许是这些年他在家里吃太多苦，所以将他所有娇小姐的毛病全部改了。不过这样好多了，以前的他真是让他觉得相处起来别扭。吃了晚饭以后，二婶去洗碗，他对白小玲说：
小林，锅里热了水，你去打水为你相公洗脚以后，伺候他休息吧。要我给他洗脚？我是专场的大老板，又不是洗脚妹。白小玲几乎就那么随口一说。不去。二婶又将他拉到一边，开始教育他了。小林，你忘记我下午对你说的话了。你现在要学会做一个好妻子。第一，他不想做沈从清的好妻子。第二，谁说好妻子就一定得给相公洗脚的？好了，他二婶儿小玲也很辛苦，就让从清自己洗脚吧。白小玲对着沈从清露出一个胜利的微笑，她的模样仿佛在说：看吧，你的娘更疼爱我一些。但是偏偏她又没有任何反驳她的法子。白小玲打了热水准备自己洗脚，没想到沈从清也坐了过来，开始脱鞋。他刚才的样子很嘚瑟，竟然让他莫名的想要欺负他一下。白小玲一见沈从清的动作，就知道他想要和他抢一盆洗脚水，于是乎也开始脱鞋。最后他以惊人的速度将脚放了下去，水很烫，他被烫得龇牙咧嘴的，但是他还是以一副胜利的姿势看向他，仿佛在说：看哟，我又赢了。沈从清看着水盆里面白小玲白嫩的脚，他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女子在陌生男人面前露脚，那都是不洁的象征。这是他除了自己的娘以外第一次看见别的女人的脚，他不免有些不自在，然后将眼光移向别处，然后穿着鞋走了。白小玲切了一声，然后自己洗了脚。她洗着洗着，莫名发现这房间里面只有她自己。她是看着沈从清走的，但是二婶和刘氏什么时候消失的？洗完脚，白小玲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沈从清正站在她的房间门口等她。沈从清今天刚回来，他只见过白小玲从他房间里面出来，只知道她的房间位置。竹浪的房间在哪儿？白小玲指着他的隔壁。就是那间。沈从清走了过去，他看着房门，这间房门竟然锁上了。他向白小玲伸出手。钥匙。我没有钥匙。白小玲走过去查看。话说这间房以前从来不上锁的，怎么今晚就被锁上了？刘氏的房间里面，刘氏正得意地给二婶说：虎子娘，我今天将竹浪的房间锁了，我就害怕两个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害羞，不肯一起睡。二婶对着刘氏竖起大拇指。哎呦，聪明啊。两人想着刘氏白天的话，当下明白了怎么回事儿。他想抱孙子了。他看着白小玲。现在怎么办？怎么办？这仿佛是他应该思考的问题，毕竟没有地方睡的人不是他呀。白小玲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漫不经心地说：大将军，你在外打仗，应该经常在外过夜。你看，今夜明月高悬，星星也比较多，应该不会下雨。你就在外面睡，顺便可以欣赏一下故乡的夜景。在回来之前，一群大老爷们儿聊天的时候，就有人直言不讳要回去抱着媳妇儿睡觉。他倒是有媳妇儿，但是却不是他心中所想的那个媳妇儿。虽然他很感激白小玲对娘和竹浪的照顾，如果他们合力成功，也会对他充满愧疚。但是他好歹也是正二品的将军，平常在军营里面都是说一不二，运筹帷幄。想不到回了家里，竟然还被自己的小媳妇儿三番五次的欺负了。再这样下去，他还不得骑在他的脑袋上。他跟在白小玲的身后。有床不睡，为夫为何要睡外面？白小玲挡在自己的门口。啊，你当真要跟我进去？难道不想想这些年你在外面养的心肝小宝贝？他惊了白小玲的提醒，停下了脚。他已经让他等了这么多年了，他不能辜负了他。你总得给我被子吧？虽然天气不冷，
但是乡下的外面地气很重，睡到后半夜还是很容易着凉。这次他告假回来探亲，只有1个月的时间。他们骑马回来，一路上便已经花了10天的功夫。如果他再生一场病，估计这个假就完了。白小玲抱出一床被子给他，他真想不到，虽然沈从清对他无情，是个十足的渣男，但是对于那一位倒是很忠心，甚至要为他守身如玉，连自己的正牌老婆都不碰。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倒是一个好男人。所以人的好坏哪是那么容易区分的。沈从清，既然你已经决定和我和离，和他在一起，那么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这件事情在娘同意前，我希望你我2人可以扮演一下夫妻的角色，不要让他老人家伤心。还有，你我2人只是表面夫妻，那些真实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之间没有必要。我不干涉你的事情，你也不要干涉我的事情。你既然先爱上了别人，你也不要在意我去寻找我的真爱。沈从清看着白小玲，他没想到这些话竟是他先说出来。前面一部分他说的非常正确，他也很认可，但是最后一句怎么有些怪怪的。他的意思是他要红杏出墙，让他不要管着他。当然他出墙不出墙他压根儿不在意，只要不将事情弄到台面上，让他面子过不得就行了。可以，但是你做事要讲求分寸。如果你讲求分寸，我就讲求分寸。他话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弄得我下不来台，我就不弄得你下不来台。他看了白小玲好一会儿，这个真的就是3年多前非嫁他不可的白小玲。看了一会儿，他除了比以前看起来健康成熟一点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将被子在他门前的那块坝子上铺开，然后合衣躺下。他看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竟然觉得刚才他的提议真是不错。如果他也在这里，能和他在一起躺着，然后听他讲讲3年的边关生活，那是多好。白小玲关了门，自己躺在床上，似乎外面多了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他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沈从清就醒了。他听着刘氏房中有动静，害怕刘氏起床以后发现他并没有和白小玲睡在一屋，会起疑心，所以抱着被子蹑手蹑脚来到了他的屋中。他将被子放好，听着刘氏的脚步声却朝着他们的房间来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在他身边躺下。然而就算这样了，他也没醒。白小玲她是猪吗？吃了那么多，而且还这么能睡。刘氏将他们的房门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看着床上的2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然后转身出去了。他相信，只要他多多督促他们2个，他一定能快速抱上大孙子。刘氏走了，沈从清也起身，然后走了出去。刘氏在灶房做饭，沈从清过去烧火。他现在虽然贵为将军，但对于刘氏来说，他不管走多远，都是他的儿子，他的好帮手。从清，你可多努力呀！娘已经50多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就想看着你和竹浪都生了孩子，然后帮着你们照顾孩子。果然，他现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孩子。娘，你还年轻，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从清，你要是真有孝心，就赶紧抓把劲儿，把孩子的事情给我落实了。他的娘就这么想要抱孙子吗？他试探性地问。娘，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和小玲和离了。他的话还没说完，刘氏的脸塌下了地。从清，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不负责任的男人的表现。娘早就将话对你说得明白了，你要是敢和小玲和离，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娘，我只是做这个假设。你看，我和小玲虽然是夫妻，
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熟，万一相处一阵子，发现我们两人不合，这可怎么办？小玲那么好的姑娘，她怎么可能和你不和？反正和离的事情，只要是你提出来的，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他听着刘氏强硬的语气，不敢再说这个话题了，于是他换了一个说法。娘，如果我们去了汴城，我想让一个姑娘到我们家里来住，你看可以吗？这事儿你得问小玲。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从清，你在外面那么多年，不会学坏了吧？我是听过外面那些富贵人家喜欢3妻4妾，但是我们家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爹一辈子只娶了我一个，所以你这一辈子只能娶小玲一个。你要是敢将其他女人领进门，我就站在小玲那边，一起反对你，孤立你。这真是我的亲娘。正巧白小玲也起床了，她刚走进灶房，就听到了刘氏和沈从清的对话，心情大爽。沈从清这会儿应该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吧？不过为了以后他在寻找真爱的时候能够更得心应手一些，他现在应该帮帮沈从清，说不定以后他也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娘，你误会了，从清的意思是想请一个丫鬟回来照顾你我二人。昨晚他和我说过这件事情了，我同意了。刘氏松了一口气。这就好，我还以为从清学坏了。娘，你放心，他没学坏，他好着呢。他走到沈从清身边，然后小声地对他说：你欠我一个人情，以后记得要还。做好了早饭，一家人在一起吃早饭。沈从清一边吃一边考虑去汴城的事情。他起码可以10天到达汴城，但是刘氏年纪大了，白小玲是女眷，所以他准备让他们坐马车，这样会耽误他们的行程。他的预算时间是15天，所以在莲花村停留的时间只有5天。娘，这几天好好收拾一下东西，过几天我们就出发去汴城。马车已经联系好了，4天后就会有马车过来接我们。刘氏停了停筷子，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一时说要走，的确有些舍不得。白小玲也不想走，她在莲花村的日子过得不知道多么快活，她才不想走到天子脚下，做一个名义上的将军夫人，受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白小玲先开了口：我不去。她的语气倒是不带着一点犹豫。沈从清看向她：我每天都要上朝，必须住在汴城。白小玲的内心有些无语。是你每天需要上朝，必须要住在汴城，又不是我还要研究我的杂交水稻呢，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温饱问题。反正就是不去。刘氏有些为难地说：从清小玲不去，娘也不想去。这真的是我亲娘？她真的不是白小玲的亲娘？他耐着性子问：娘，你和小玲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去汴城？我听小玲的。有了白小玲以后，刘氏才觉得女儿就是娘亲的小棉袄。她不想走，一来是念家，二来是想要和白小玲一起生活。这些年她都习惯和白小玲一起相依为命了。而沈从清想要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甚至他想等到沈竹浪回来以后，大家也一起生活。他喜欢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些年在外征战，看多了生离死别，让他更加念家。白小玲也不想和他藏着掖着，他直接说：我要种水稻。所以说她一个大小姐，如今是种田种上瘾了。我们的新房子很大，可以将后院的人工湖改造成水稻田。这已经是他做出的最大的让步。要不是刘氏说要听白小玲的，他不乐意和他一起去汴城，他真是求之不得。白小玲这么些年在家，究竟给刘氏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他的娘对他这么信赖疼爱，甚至有时候他觉得白小玲不是沈家的儿媳妇儿，她才是沈家的上门女婿。改造成的水稻田土质没有这里的好，种不出好水稻。沈宗兴忍着性子继续说：你看上哪里的土，我可以派人去给你挖来。我考虑一下。吃完了早饭，白小玲就去洗碗。她看着他的背影，吃了他昨晚做的饭菜，竟然有些怀念那种味道。她问：今天中午你打算做什么菜？今天中午二婶会给你们做饭，我今天中午要去砖厂看看，就在厂里吃，不回来。怎么他的语气里面有一丝失落？白小玲到了砖厂以后，看到的就是二柱子坐在砖堆上消极怠工。他坐到他旁边：柱子哥，你怎么了？他叹息了一口气：还能怎么了？心中的女神的相公回来了，他失恋了。不只是他，今天砖厂里面消极怠工的人还很多，不过他是最明显的一个。他看了白小玲一眼，又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怎么说。柱子哥，以后砖厂就要交给你和二狗哥来管理，我要离开莲花村了。娘说的没错，果然是这样。只不过带他走的不是沈竹浪，而是沈从清。他很早就知道白小玲总之都是要走的。她那么聪明、美丽、勇敢，她不是一个属于莲花村的人，所以她也应该安心接受她娘给她安排的姑娘，否则她真的要一辈子光棍了。那我们还会见面吗？当然会见面，我将砖厂交给你和二狗哥管理。待会儿我会正式聘任你们为厂长，每年的6月和12月都来汴城给我汇报一下砖厂里面的情况。还有，柱子哥，你的性格有些冲动，二狗哥比较沉稳一些，遇到事情啊，你们两人要多商量，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可以去莲花镇问林天，再不行写信给我也可以。林二狗也走了过来。小玲，他伸出了双手，有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不可能，所以没有抱任何幻想，但是他就要走了，真的舍不得。小玲，你就要走了，咱们像个爷们儿一样拥抱一下。白小玲站起来，然后抱住了他。他没看见林二狗红润了眼睛。二柱子看见这样的林二狗，他的感情他感同身受。抱够了，我也要小玲抱一下，也是像个爷们儿一样。白小玲松了手，然后抱了二柱子一下。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虽然我走了，但是我心里啊会一直惦记你们的，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次决定去汴城，可不是想去当什么将军夫人的，我有自己的梦想，并且一直朝着这个梦想在努力。汴城是天子脚下，会聚集各种人才，如果我能将水稻种子在那个地方推广，那么将抗虫水稻种子推广到全国就会变得很容易。我会继续我的实验，会继续追逐我的梦想。说完这些，白小玲来到砖厂，写下了2份聘书，一份是给林二狗的，一份是给二柱子的。二柱子是厂长，林二狗是副厂长。二柱子有一股子冲劲儿，然而林二狗的性格却是求稳，所以二柱子当厂长更合适。再说有林二狗看着他，他也很放心。柱子哥，二狗哥，记住，白小玲砖厂的生意都必须干干净净，我们做任何事情讲求良心。两人点头。我们记下了。做完这些，白小玲和砖厂里面的工人一起吃完午饭。这一顿饭是他和他们的离别饭，吃得有点伤感，而且白小玲喝了2杯酒。他并不是不能喝酒的，但大概是原主白小玲不能喝酒，只喝了2杯，他就有些醉了。白小玲一个人朝着沈家走去，走到半路，他看见一辆马车朝着莲花村这边行来，他也正好有些累了，于是坐在草地上看着。看了没一会儿，那辆马车竟然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从马车上下来一个穿着青衫的男子，他对他笑着，温柔如水。他轻声唤道：嫂子。
啊，竹浪！他的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他一直想念了3年的人，如今终于见到了。我回来了。竹浪，你长高了！他一下子将他抱了起来，他不仅长高了，而且还变得更强壮了。他闻着他身上的酒味儿，微微皱眉。嫂子，她竟然喝酒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喝酒？等她酒醒了，一定得说她。沈竹浪将他抱上了马车，他特地嘱咐马夫慢一点。3年了，好不容易才见到了面，好不容易他才可以这么靠近嫂子了。他醉得很厉害，差不多就快窝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的手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柔声说：嫂子，我考上状元了，我可以娶你了，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怀里的人儿已经睡熟，并没有回答他。马车行到了莲花村，他抱着白小玲下了马车，看着莲花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们家原本的茅屋已经不在了，在茅屋后面一些的地方有一栋新房子。二婶在外面洗菜，她看见沈竹浪，惊讶的声音高了好多分贝。哎呀，竹浪！她连忙跑了过来，看着他。竹浪，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们兄弟2人在前后2天都回来了。他愣住了。兄弟2人？刘氏和沈从清听到二婶的声音，也赶了出来。刘氏看着沈竹浪，笑得眼角的皱纹多了几圈。沈从清过去拍着他的肩膀：竹浪，你长大了。大哥，他竟然回来了。那么我和嫂子……沈从清看见白小玲，他并不关心她怎么了，而且闻了她身上的酒气，就知道她一定是去砖厂和那群男人一起喝酒去了。但是他想起昨晚他对他说的话，他们和离的事情，在刘氏没有同意前，要在人前假装恩爱夫妻，免得让刘氏伤心。竹浪，你嫂子怎么了？啊，喝醉了，我刚好遇到。他从沈竹浪的怀里将他接过来。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然后抱着他朝他的房间走去。沈竹浪看着沈从清抱着白小玲离开的背影。大哥回来了，大哥才是嫂子的相公，那我是什么？刘氏连忙拉着沈竹浪进了屋里。竹浪，你还没有吃饭吧？我们也没吃，坐下来一起吃饭。哎呀，一家人好久没有这么团圆了。他像个木头人一样被刘氏拉着坐下。他在想什么？大哥为了这个家放弃读书，在家里干活供他读书，照顾母亲。他原本就欠了大哥的，竟然还在想要和嫂子在一起，他根本就不是人。饭菜已经摆放好了，刘氏见沈竹浪一直盯着一个地方，也不拿筷子，他将筷子递给沈竹浪，看着他憋得通红的眼睛，以为是他考得不好。他为了给白小玲和刘氏一个惊喜，并没有告诉他们他考起了状元的事情，只是说他要回来了。刘氏见此，以为是沈竹浪考得不好，他安慰他：竹浪，考得不好也没关系，3年以后再来过。你哥现在是将军，我们全家以后恐怕要搬到汴城，到时候离你的书院也近，娘一有空啊就会去看你。听到这些话，他的眼泪一下子从眼眶里滚了出来。娘，我只是太高兴了。沈从清也说，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听说这一次的状元姓沈。竹浪，是你吗？他点了点头。刘氏高兴地给他夹了2块肉。孩子的爹在天有灵，他看到这一幕该是多么欣慰呀！如今我们家越来越好，要是小玲儿再为沈家添一个大胖小子就好了。沈竹浪握紧了筷子，他问：哥，你会对嫂子好的，对吗？
沈从清有些郁闷了，为什么大家都以为他不会对白小玲好？他虽然想和她和离，但是他这不也没有和大家说出来。小玲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不会亏待她。就算他和她和离了，他也不会亏待她。除了他的感情和他这个人，他什么都可以给他。那我就放心了。吃完饭以后，沈竹浪一个人坐在门口，他怀里放着一只珠花。3年前，他想要送给嫂子一只珠花，但是被二柱子给了翠花。他这次重新挑了一只，但是已经没有送出去的理由了。他将珠花拿出来，走到沈从清的身边。哥，这个给你。沈从清看着那只珠花。竹浪，哥不用这种东西。哥，不是让你用，而是让你给嫂子。他接过珠花。竹浪，这只珠花你原本打算给谁？打算给一个心爱的姑娘，但是她已经嫁人了，用不着了。白小玲打了一个哈欠，她走了出来。她看着沈从清手里的那只珠花，然后说：唉，竹浪，你还对翠花念念不忘呢。翠花也等了你许久，后来迟迟不见你回来，她父母着急，便将她许人了。这会儿他们要是看见竹浪现在长得又高又帅，肯定后悔死了。听到他这么说，心情终于好了一些。嫂子，如果你是未出嫁的姑娘，你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吗？当然会喜欢。竹浪，不是我说，你这副模样要是放在我们那个时代，那就是新晋小鲜肉，国民男朋……话还没说完，他又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了，他连忙住嘴，不再说了。他已经习惯他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不过前面他听明白了，他会喜欢这样的他。沈从清看着沈竹浪，他微微皱眉。竹浪怎么问他这个问题？而且他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他对白小玲说：白小玲，你过来。白小玲没有理会他，他直接拉着他的胳膊，将他带到了白小玲的房间。到了房间，关上门，白小玲一下子甩开他的手。沈从清，你做什么？很疼。你和竹浪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们之间交流的方式，说话的语气不对劲。怎么不对劲了？沈从清，我看你就是喜欢疑神疑鬼。竹浪是我弟弟，我们3年没见面了，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他准备出去，又被他一把拉过去。白小玲，我只有这一个弟弟。他看着他的眼睛。沈从清，你什么意思？竹浪还小，不懂事，我不希望你的原因让他被人说闲话。我怎么就能让他被人说闲话了？白小玲，不要装不明白。说他装，他还想说他装，道貌岸然的渣男。对，我就是装。他明白沈从清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和沈竹浪之间不清不楚。这么多年了，一旦他想起来那天早上看着他拿着碗去挨家挨户淘米的时候，他都还是心疼。想着他为了他和栓子的爹打架，他还觉得心里暖。想着他将最好的都留给他和刘氏，他还觉得心酸。在他心里，沈竹浪和刘氏才是他真正的亲人，他们之间的感情和他是不是沈从清的妻子没有关系。沈从清，我今天说的话，请你听清楚。或许之前的白小玲的确爱你，但是那个白小玲已经死了。在听到你战死的消息以后，她就上吊自杀死了。现在的白小玲不喜欢你，也不想当你的妻子。我之所以还愿意顶着你沈从清妻子的名号，不过是不想让娘伤心。沈从清，你为了能够配得上你心中的小妖精，你就去从军，完全不顾家里人的死活。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我白小玲瞧不上你。相比之下，我觉得竹浪比你好多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和竹浪之间不清不楚，他就是我的弟弟。他这么优秀，
要不是被沈从清妻子这个头衔所连累，追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还愁自己嫁不出去吗？为什么非要对自己的弟弟下手？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问题，而他就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说完这些，白小玲一摔门走了。沈从清愣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白小玲气呼呼地去给黑炭喂食，刚才他正在气头上，很多问题没有仔细想。他曾经是寡妇，而且在沈从清不在的情况下，与刘氏、沈竹浪一起生活。那时候的沈竹浪已经15岁，15岁在他们古代的人眼中就已经是很大的年龄，所以一旦他和沈竹浪表现得太过亲热，就会被别人说闲话。况且现在沈竹浪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这一届的状元，以后会在朝廷当大官。沈从清也是将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有许多人看在眼中。而他与沈竹浪之间传出任何言论，对沈竹浪都是不利的。考虑到这一点，他也不应该再像以前一样将他当做一个孩子。他已经长大了，所以作为嫂子的他应该要和他保持距离。沈竹浪看见白小玲，他走过去。嫂子，刚才哥叫你过去做什么呀？他呀，神。本来想说他是神经病一个，但是一想到在人前他要假装和他感情很好的样子。他呀，大概是离开太久了，所以和我总有说不完的话。嫂子，你会去汴城吗？会。他得去做生意，完成他的梦想。他这次考上了状元，他承诺过他会答应他一个要求。他问：竹浪，你考上了吗？沈竹浪点头，但是这个状元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2天后，沈从清一家就要离开莲花村了，所有莲花村的村民都来送他们，几人都只带了换洗的衣服，本来就是打算还会回来的。莲花村的家就让二婶帮着照看，白小玲和刘氏还在与二婶难舍难分。她说：二婶，你要是想我们了，可以随时来汴城。二婶也是眼中泛着泪水，其实不只是刘氏，她也将白小玲当做了自己的孩子。她的那个女儿已经找不到，看着白小玲就像看着自己的那个女儿一样。她抹着泪水：小玲，你放心，等到瓜果收成的时候呀，二婶会带着小虎子和蔬菜瓜果来看你们。二婶，这里去汴城很远，你要真的带着瓜果蔬菜来，这些东西啊会烂在路上的。你和小虎子来看我们，人来了就好了。还有，等我在那边将铺子开起来，就让小虎子过来给我当掌柜，替我管账。二婶连连点头：好好。沈从清在和林二狗道别：大哥，你一定要保重，照顾好大嫂啊。你也是，多保重。沈竹浪在和二柱子道别，汴城白府。千元，3年前你说小玲有可能还活着，但是你已经寻找了3年了，还是没有她的下落。我觉得她真的已经不在了。一个年迈的男人眼中带着悲愁，这样说着：爹，这个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那个女子的身段和声音都和小妹极其相似，而且她也叫白小玲，我觉得她就是小妹。千云，不要再寻找小玲了，你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其他名门子弟在你这个年纪的男子早已经事业有成，成亲生子了，而你却一直都在找他，耽误了你自己的前程。爹，可她是小妹啊，如果连我们都放弃她，那么还会有谁在乎她呀？他的眼睛通红。千云，你以为我们想放弃她吗？可是小玲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要怪就怪当年那个负心人。若不是他抛弃了小玲，小玲也不会想不开。毕竟人家是官阶高，权力大，就算小玲受了委屈，
我们也只能忍着。千云，你若真的是为了小玲好，心疼她，你就更应该出人头地，好好闯出一番天地来，让我们白家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他一下子跪下了。爹，孩儿错了。白木将他扶起来。千云，起来吧。我们白家虽然世代为官，但是官阶都不大，最高的官衔就是你曾祖父，他有3品官衔。爹这辈子也就是一个4品小官，不会再往上走了。我们白家的希望就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爹，孩儿会努力的。经过了半个月的车马劳顿，白小玲他们终于到了汴城。上一次来是过客，但是这一次来却要久住了。将军府里面有10来个下人来帮着搬行李接待他们。过惯了自己动手的日子，突然成了主人，白小玲还有些不习惯。她提着一个大包裹。我还是自己来吧。夫人，让我们来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白小玲看着沈从清，他一个大男人倒是什么都不拿，然后直接走了进去。他一点都不绅士，一个大男人一点东西都不拿，让一群小丫头搬这么重的东西，他的良心不会疼吗？白小玲看着这些细胳膊细腿的丫鬟，想着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有的为了家里生计出来工作，有的则是从小就被卖了当丫鬟，大家都不容易。跟着白小玲一起去北院的丫鬟名字叫冬月，小丫头非常勤快，一进了北院就将白小玲的东西放好，然后给她倒茶喝。白小玲左右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离那3个地方都较远，不过她也乐得清静。而且北院后面还有一块不小的人工湖，如果将这块人工湖改成水田，也够她研究杂交水稻了。白小玲刚喝了几口茶，冬月就出去了，然后一个人来到了他的面前。他看着白瓷青花的茶杯，然后说：冬月真是一个会看清楚情况的好丫鬟，你一来他就走了。沈从清坐在他的对面。白小玲，我来就是为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我同意。他稍微愣了一下，他都还没说什么事情，他就同意了？就算他不说，他也知道他要说什么事情。沈从清一点不喜欢他，他能感觉出来。他们经过了1个半月的车马劳顿，现在谁都想在自己房中休息，但是他前脚刚到北院，他后脚就来了，那就说明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和他商量。对于沈从清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心里住着的小妖精。你当真同意？同意。你就将她带回来，然后留在你的南院当一个丫鬟。你和她小心一点，不要被娘发现就好了。他看着白小玲的模样，他看起来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生气，这和以前的他完全不一样。那好。说完这句话，沈从清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后，冬月就进来了。夫人，刚才将军都说了什么？他有些饿了，抓着桌子上的点心吃着。我看你们家，我们家将军年轻力壮，所以打算给他再找几个丫鬟。冬月来了兴致。夫人，你说的是通房丫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由于白小玲刚进将军府的时候要帮他拿东西，让他很是感动，觉得白小玲和其他主子都不一样，所以心里也向着他，并且觉得这位主子好了，他也就好了。冬月皱着眉头。夫人，你的心可真大，你不知道这正主被通房丫鬟或者小妾给夺了位置抢了身份的，在汴城之内并不是没有。你说你才刚到汴城，怎么就给将军找通房丫鬟？要是将军真被迷住了，那你可怎么办？他一脸的不以为意。他怎么办？他自己有一个厂，而且今后他还会有第2家、第3家等等，他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需要沈从清做什么？再说，他还想着沈从清能早点与他和离，
这样他也好明目张胆的出去认识好男人。白小玲学着一副贤妻良母的口气说：冬月，男人3妻4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再说了，我们将军又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我这个做妻子的嘛，更应该给他多找几个通房丫鬟。有些事情啊，让别人代劳，总比自己去做要好。冬月惊呆了。可是，反正他迟早都要走的。他希望那个狐狸精本事能大一点，自己去赢得刘氏的欢喜，好让刘氏答应呢。他站了起来，然后朝着床走去。冬月，你就不要再可视了，我要先睡一会儿，你也不要叫我，等我睡到自然醒，我就起来。他正在美梦中，听到沈竹浪焦急的声音：嫂子，嫂子，你快醒醒！白小玲翻了一个身，她还想睡。嫂子，你起来。看来没办法避免了。她揉了揉眼睛，然后睁开了眼，懒洋洋地看着他。竹浪，什么事儿啊？沈竹浪一脸着急。嫂子，大哥今天接回来了一个女人。没什么稀奇的，是我让他去接的。他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将军，身边的丫鬟多一点是好事。他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嫂子，可是那个女人是大哥亲自带人接回来的，然后又亲自将她迎进了将军府，而且大哥看她的眼神，唉。沈竹浪看着白小玲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叹了一口气。嫂子究竟明不明白，一个男人只有喜欢一个女人的时候，才会用那种轻柔的眼神看着她。他叹气以后，白小玲坐了起来，然后伸了一个懒腰。他看向沈竹浪，看他的样子，难道他现在应该很生气，很在乎，然后跑去南院和沈从清大吵一架？不过沈从清那么在乎的小妖精，倒是让他很有兴趣去看看他究竟长什么样子。不过虽然没有见过那只小妖精，但是明知道别人有老婆，却还是跟着男人回了家。放在现代，那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儿。白小玲还没有见他，就对他印象不好。他想去看他，只不过是想去看沈从清的眼光而已。他下了床，然后说：竹浪，你先出去，我换身衣服就出来。沈竹浪这才稍微欣慰了一点。好，我在门外等你。沈竹浪出去以后，冬月给白小玲选了一件月白的衣服，她穿起来倒是挺仙的，看来人还得靠衣装。她准备出去，冬月拉住了她：夫人，还得化化妆，不然若是被那个小妖精比上下去，以后夫人主母的位置可就危险了。冬月也不管白小玲愿意不愿意，直接将她拉到铜镜前坐好。白小玲以前是学农学专业的学生，一整个学期都在田地里面忙，根本没时间学习化妆。再说了，化妆好了，在田里一出汗，还不得变成鬼？所以她从来没有化妆过。唉，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恐怕以后都得这样出去见人，真是麻烦。白小玲这么抱怨着，然后和沈竹浪一起往南院去，正巧遇到沈从清和那只小妖精。这叫什么来着？冤家路窄。沈竹浪小声对他说：嫂子，你倒是说话呀。说话？说什么？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不紧不慢地说：相公，不介绍一下吗？沈从清看着白小玲，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刚才他分明同意他将他接到将军府里居住，但是此时却盛装打扮前来围堵。难不成白小玲之前的同意与不在乎全都是装的？他语气有些不悦。他叫冷霜，新来的丫鬟。啊。他了一声以后，觉得还应该再说点什么。他的肚子叫了2声，他问：什么时候开饭？要说白小玲打扮得这么漂亮，只是为了来问什么时候吃饭，他是怎么都不信。而且还将沈竹浪带来了，他分明就是来给冷霜下马威的。冷霜对他行礼，他说：冷霜见过夫人。不必多礼。
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又问沈从清：“你说以后我们每顿饭是一家人一起吃呢，还是让丫鬟送饭到房间里面，各自吃各自的？”沈从清真的有些看不明白了，不论是他回复他的解释，还是冷霜的请安，他都显得心不在焉，但是唯独对吃饭这个问题非常看重，所以他今天过来主要是来吃饭的，顺便走形式一般的问问冷霜的情况。我平时较忙，如果有时间能回来和你们一起吃饭，会先派人回来通知你们。一般没有通知的时候，你便和娘一起吃饭。娘年纪大了，她喜欢和人一起吃饭，这样才不会觉得孤独。好。他转身打算去刘氏的西院，走了几步又问了一句：“啊，对了，将军府是什么时候开饭呀？”果然，他只关心吃。和莲花村一日3餐的时间差不多，如果你饿了，可以先让厨房做点点心吃着。啊。这次他回答完他的话以后，就直接朝着刘氏的西院走去。沈竹浪问：“嫂子，你这就问完了？”问完了。他不都已经知道了那只小妖精名叫冷霜吗？冷霜看着白小玲离去的背影，说：“从清，夫人该不会不喜欢我吧？”放心，她不会。沈从清为了方便照顾她，将她安排在南院的一间房里面。她的身体不好，也安排了一名丫鬟和她同住，其实就是照顾她。他小鸟依人地靠着她：“从清，可我还是害怕。”他顺着她的头发：“双儿，放心，他也是明白事理的人，不会故意刁难你。待会儿我要去娘那里，你也跟着去，我也好让娘看看你。”他怯生生地点头：“嗯。”沈竹浪和白小玲到了西院，刘氏也起来了。他一见白小玲就喜欢得不得了。“小玲啊，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好看吗？”刘氏身上穿着的是一件锦缎衣服，这料子摸起来比婴儿的皮肤更加嫩滑。他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也没见过别人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娘，好看，特别好看。”刘氏看着白小玲：“小玲啊，你穿的那一身衣服也好看。对了，小玲，你和从清要多努力，让我早点抱上大孙子。”他这句话的话音刚落，沈从清带着冷霜就来了。白小玲看到这一幕，她心知肚明，沈从清这是要带着冷霜来刘氏面前，让自己的娘看看自己心仪的姑娘。“娘，你看从清身边的那个丫鬟，如果做你儿媳，你觉得怎么样？”刘氏摇了摇头：“哎呀，太瘦了，而且屁股一点都不大，不能生儿子，我不满意。小玲啊，你可别把她介绍给竹浪啊。”看来小妖精在婆婆这里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以后他们可得好好努力。她小声说：“放心，我绝对不会的。这只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妖精，怎么配得上竹浪？”从清走过来，丫鬟们将桌子上的饭菜都布置得差不多了。她扶着刘氏坐下：“娘，你先坐。”刘氏坐下以后，白小玲挨着刘氏坐着，沈竹浪挨着白小玲坐着。他坐在刘氏的另一边，然后指着自己身边的位置：“冷霜，你也坐。”沈竹浪看着这一幕，又看了看白小玲。他本无心为难任何一个人，但是沈从清这样做，嫂子会很伤心，而他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他伤心。“哥，丫鬟应该不能上桌吃饭吧？”刘氏也看了看四周，其他丫鬟家丁都站着，如果只有其中一名丫鬟上桌吃了饭，其他人难免心里会不痛快。“从清，我们事事得做得公平。这位丫鬟和其他丫鬟一样，先站着，或者让他们全部都一起下去吃饭。”白小玲忍笑地看向沈从清：“他应该心疼坏了吧？”沈从清看了看白小玲，又看了看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的冷霜：“娘，冷霜身体不好。”
沈竹浪立马回道：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做丫鬟。看这位姑娘的穿着，不像是贫苦人家的姑娘，她来将军府恐怕不是做丫鬟这么简单。刘氏从沈竹浪的话里面听出了一点什么，他又联想之前沈从清对他说过假如和离的话，以及白小玲刚才对他说的这位姑娘做你儿媳妇的话，刘氏一下子站了起来。从清，你要还当我是你的娘，你就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白小玲摇了摇头。唉，沈从清，我原本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帮你把这件事情隐瞒过去，但是奈何你自己太心急了，再加上一个聪明而又没有和你先对好说辞的弟弟，所以这次你应该快露馅了。沈从清看向白小玲，缓慢地说：娘，冷霜他……白小玲心里很清楚，如果沈从清将真相说出来，一旦刘氏不同意，冷霜将会被赶出将军府。如果沈从清不同意刘氏将他赶出将军府，刘氏恐怕会使出撞墙的那一招。而沈从清看他的眼神里面，意思也很明显，他要他帮忙。唉，做他妻子也真是累。娘，你想到哪里去了？让冷霜进入将军府是我的意思。刘氏半信半疑。小玲啊，你可不许骗我，如果从清他敢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娘，娘给你出气啊！娘，我知道。沈竹浪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刘氏好糊弄，但是沈竹浪可不好糊弄。他很明显不信，他知道他自从到了将军府就一直在房间睡觉，刚才还是他过去将他叫了起来。再说他初到汴城，对这里人生地不熟，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了一个丫鬟？所以白小玲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为什么要包庇大哥？沈竹浪微微皱眉。难道嫂子和大哥之间根本就不是我所看见的那样恩爱吗？不，他们哪里恩爱了？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们有任何的身体接触，没有看到他们说过一句甜言蜜语。难道嫂子和大哥根本就不和？一想到这些，沈竹浪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嫂子，你为什么要让冷霜进入将军府？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我觉得将军府的丫鬟太少了。可是她根本就不适合当丫鬟，而且她也不像是能做丫鬟的人，她为什么会答应嫂子进入将军府？沈从清的脸色已经十分不好了，他冷声道：除了，不要再说了。哥，我一直尊敬你，崇拜你，以你为榜样，但是我也绝对不允许你这么欺负嫂子。你在外从军3年多，你不可能知道我们和嫂子一起经历了什么。如果不是嫂子，恐怕你今日回来就看不到我和娘了。白小玲拉了拉沈竹浪的袖子：竹浪，不要说了，我没事儿。他知道沈竹浪这是在为他打抱不平，但是他根本不在乎沈从清。沈竹浪原本对于白小玲的话那是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说：哥，如果你不疼爱嫂子，不喜欢嫂子，就不要耽误她。不管她现在如何，以后如何，我都会好好照顾她。刘氏一听，心里不得了。他以前就知道沈竹浪对白小玲的感情，后来他想，反正沈从清不在了，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在一起，那么就在一起吧。村里人不管如何理论他们，他都不管了。可是现在不同，现在沈从清是将军，沈竹浪是状元，而这里是天子脚下。如果他们家再传出这种丑闻，那么将会影响沈从清和沈竹浪以后的仕途。而且这件事情将不会是一个村的人议论他们，而是整个汴城的人，甚至是举国上下，人尽皆知。刘氏走到沈从清面前，他指着冷霜：从清，我要你给娘说清楚，这个姑娘究竟是谁？娘，他不喜欢撒谎，尤其是对刘氏。
是我喜欢的姑娘。刘氏举起手，却良久也没有将手落在沈从清的脸上。从清，你是想气死娘对不对？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将军府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选择。娘。沈从清的语气里面充满了无奈。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犹如女朋友和亲妈一同落到水里，他先救谁？东岳，明天陪我去汴城里面走一趟。夫人，我会早些为你准备好马车。要马车做什么？我要走着去。他这次来汴城，可将他的优良水稻都给带来了。种植用不了那么多，有些可以用来出售，所以他需要一家店铺。明天正好去汴城转转，看看哪里有空闲的店铺，他好将它租下来。如果坐马车去，他害怕被老板坑，还是走着去比较好。东岳连连摆手：“啊，夫人，不行不行，你现在是将军夫人，如果随意在汴城的街上行走，恐怕会对将军的名声不利。”这就是他不想和沈从清一起来汴城的原因。做什么事情都得考虑他的面子问题。他开了3年的砖厂，赚的银子虽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用来给乡亲们修建房屋了。再说，莲花村周围的物价能和汴城相比吗？莲花村的村民以前觉得1年能赚1两银子，那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但是1两银子放在汴城，那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所以他这几年赚的那1000多两银子，真的就太少了。东岳，你去找2套男装，我和你扮作男人出去，这不就没人知道了吗？可……东岳还未说话，白小玲已经将一锭银子拿了出来。谁不喜欢银子呢？东岳将银子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至少有5两呢，是他1个月的月俸。夫人，那我们从后门出去，但是明天午膳之前一定得回来。好。次日清晨，东岳送来了早餐，他吃过以后，就和东岳一起换上了男装，然后从后门溜出了将军府。将军府外面原本有兵把守着，但是那2个兵正好是那天沈从清带回莲花村的兵，他们见过白小玲。嫂子好。他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嘘，小点声，小点声。嫂子，你放心吧，大哥将我们2个安排在这里，就是为了方便嫂子出门。嫂子是性情中人，想必没办法像个大家闺秀一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哥特地吩咐，嫂子出去以后，我们其中1人要暗中跟着嫂子，保护嫂子安全。另外一个士兵说道：“小吴，大哥好像没有让我们把这些话告诉嫂子。”小吴挠了挠脑袋：“没有吗？”白小玲说：“好了，不管有没有，以后嫂子做了好吃的，叫你们。”2人听了白小玲的话，非常高兴。白小玲做的食物可比最好的厨子做出来的都好吃。小顺留下来继续守门，小吴跟在白小玲身后5米的位置。他走到一间空置的门面前，然后看着里面的一个人：“你是这间门面的老板吗？”“不是，公子，这家门面已经被我们家少爷租下了，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开始装修，然后开业。”这么好的位置，唯一的一家空置门面竟然被租走了。白小玲摇了摇头，看来只有另外找了。能问问这家门面你们少爷打算用来做什么吗？酒楼。白小玲环顾四周，这周围已经好几个酒楼了，如果还在这里开一家酒楼，那岂不是竞争压力很大？祝你们生意兴隆，等你们开业了，我会来照顾生意的。敢在这个地方开酒楼，不是家底丰厚，就是有真正的实力。谢公子吉言。白小玲和东岳刚走，谢俊和陆四就过来了。陆四看向白小玲和东岳离开的方向，问：“小张，他们是谁？”“啊，是想要租门面做生意的2位公子。”白小玲和东岳又找到一家店铺，这家店铺相比刚才那一家位置偏了一点，
但是里面的空间非常大，而且旁边就是菜市场，这样也有好处。白小玲去和店铺的老板谈，老板打量着他们的穿着，他们穿的2件衣服是非常普通的衣服。公子，你真的想要租这家店面呢？是。公子要租下这家店面做什么呀？卖一点农产品和农作物的种子。老板，你这店面租金怎么算？公子，你若诚心想租，我也给你报一个诚心的价，租金每月30两，3年起租，银子需要一次性付清。东岳摇着白小玲的胳膊，夫人，太贵了，30两可以买很多东西。其实按照这个地段、这个面积来说，30两不算贵，只不过3年起租，一次性付清，这对于他来说有点难。如果光是租店面就花去了他全部的银子，他拿什么钱去装修和进货？老板，我是诚心想租，你看在房租付款方面能不能商量一下？公子，我也看出你们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人，所以一开始就没有给你们喊高价，我说的都是良心价。之前这间店铺是个被租来卖2米的，每月50两，1年起租，银子一次性付清。所以他提高了租房的时间，降低了租房的价格。看来上一次的那位卖2米的商人生意没能做好，而老板选择降低月租，延长租房的时间，不过就是求一个稳。老板，你看这样行不行？房租我1年交1次，然后交3个月的押金给你。如果我租不满3年，那3个月的押金你便不用退给我。他摇头，不行不行，太麻烦了。白小玲今天和东岳一起走了1个多时辰的路，才找到了2家没有租出去的店面，而且就快要到中午了，他得回去和刘氏一起吃饭。他想了一会儿，成，就这么成交。明天的这个时候，我来找你写合约。好，不过明天你得将房租全部带来。可以。白小玲和东岳从店面里面出来，东岳问：夫人，你真的要将那家店面租下来？是啊。夫人，其实我不太明白你现在是将军府的将军夫人，将军1个月俸禄那么高，而且这次将军大胜归来，皇上赏赐了很多金银给将军，你为什么还要在外面做生意呢？按照东岳这个说法，他只需要安静地待在将军府，然后做一只快乐的米虫就行了。不过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有自己的梦想。东岳，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过度依赖男人，一旦被男人抛弃，那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夫人这么厉害，而且又这么漂亮，夫人怎么可能会被将军抛弃呢？东岳以为他不会，其实他就是沈从清非常想要抛弃，但是又不能抛弃的对象。东岳，我这叫未雨绸缪。再说了，每天待在将军府里，过着吃饭睡觉的生活，那多无聊。不过与东岳的聊天中，他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沈从清好像很有钱的样子。如果是以前他找他借钱，说不定他会借给他。但是经历了昨天的事情，沈从清现在误会他和小妖精的事情是他搅黄的，所以他现在应该不会借给他。他现在的银子付房租还是够的，而且还会剩下一些，但是要考虑到租下来以后的装修以及进货，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在莲花村，那么他还能找林天帮忙，但是在汴城，他人生地不熟，好像能依靠的只有他。回到将军府，和刘氏一起吃完了饭，白小玲就回到了北院，开始计算要开一家大型新鲜蔬菜超市大概需要多少银子。他算了好几个时辰，还是差了200两的样子。200两对于沈从清来说应该只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他需要怎么向他开口呢？他现在可是极其讨厌他。他在南院的门口来回踱步，他在想沈从清究竟喜欢什么，他要不要投其所好讨好他？思来想去，他对他了解太少，只得他喜欢的只有冷霜而已。不过经过上次的事情，一旦他靠近冷霜，他大概会觉得他是去谋害冷霜，
所以得换一个思考方向。好像之前他有问过中午吃什么，难道他对我做的食物感兴趣？不过他一直觉得自己厨艺很好，他对他所做的食物感兴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眼看已经快到晚上了，他们在莲花村的时候晚饭都是从简，所以他和刘氏都只有中午一起吃饭。东岳，将军府的厨房在哪里？夫人，你要做什么？我想做一点点心给将军送去。东岳听后非常开心。夫人，我带你过去。他到了厨房，找来面粉、鸡蛋和大红枣，想要做一个枣泥蛋糕。晚上不宜吃的太过辛辣，还是简单一点好。刚才所有的搅拌时间加起来1个多小时，所以看在他这么努力的份上，沈从清一定要借给他钱呀。东岳看见冒着热气的枣泥蛋糕，夫人，这是什么？好香啊！这是枣泥蛋糕，是我家乡。他准备说是我家乡的小吃，但是转念一想，原主白小玲好像也是变成人。虽然不知道她是变成的哪里的人，但是要是说的太多，露馅儿太多，以后被人怀疑怎么办？他给了一个给他。东岳，你吃一个。东岳虽然很想吃，但是这是夫人特地给将军做的，如果被他吃了，他可担待不起这责任。再说夫人为了做这个枣泥蛋糕，搅拌鸡蛋搅拌的手都肿了。他连连摇头。夫人，我不吃，拿去给将军吃吧，将军一定会很喜欢的。他将枣泥蛋糕放在东岳的手里。好了，给你就拿着。这种东西啊，如果以后你们喜欢吃，我多做一些出来。东岳看着手里的枣泥蛋糕，已经忍不了了。他咬了一口，又软又甜，还是热的，非常好吃。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点心。东岳，这些你给娘和竹浪送过去。既然是有事儿求沈从清，他觉得还是他亲自拿过去比较好，这样显得有诚意。好的，夫人。东岳走了以后，白小玲去提食盒，然后朝着南院而去。他被告知沈从清在书房内，白小玲站在书房外面，她深呼吸了几口气，然后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对，待会儿就要保持这样的笑容去见沈从清。他敲门，沈从清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谁？是我。房间里面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才说话。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我做了一些点心，想送过来给你尝一尝。不用。他拒绝得非常决绝，没有任何犹豫。他还是厚着脸皮问。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情？你自己做决定。沈从清拒绝他，拒绝得很彻底。但是他是来借钱的，就要拿出借钱者应该有的态度。他又深呼吸了几口气，放平自己的心态。可是这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助。白小玲，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了？昨天你算计冷霜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今晚你需要我的帮助？冷霜，又是冷霜。他抓紧了食盒，然后转身离开了。沈从清良久没有听到外面的人回答，于是打开门，门外并没有白小玲。他问守着南院的2名家丁：白夫人呢？将军，夫人刚才离开了。他们2个觉得奇怪，夫人去给将军送食物，怎么他走了将军都不知道？难道是将军处理公务的时候太认真了？沈从清进了书房，他走了就算了。看来他来找他帮忙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否则不会连这2句话都听不下去。想了一会儿以后，他又出来了。万一他真的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呢？刚才他说话的语气太重了些。不管怎么说，这些年他照顾娘和竹浪，就算他设计让冷霜离开了将军府，但是他也应该帮他。沈从清来到了北院，白小玲和东岳都不在房内，他倒是听到从后门处传来了一阵欢声笑语。
他循着声音找了过去，看见他和小顺、小吴坐在后门的石阶上，然后一边吃着手里的点心，一边说着什么。他看着他的背影，亏他还觉得他是有要紧事儿找他，如此看来他是真的没事儿。他又转身离开了。白小玲还在说着：是吗？想不到他竟然还有这么出丑的时候。嫂子，可不是吗？当时我们只有10几个人，而对方是5000精兵。大哥带着我们冲出重围，我们都骑着快马，身后追我们的人之多，吓得我都不敢回头看。马蹄溅起的风沙让我们看不清前方的路，如果不是大哥的这一招，恐怕我们早就没命了。性命和面子比起来，我们当然选择保命啊。后来敌军追着我们的马去了，我们从沙里爬出来的时候，嘴里耳朵里面都是沙。现在想起那个场景，我还忍不住想笑呢。当初他还不是将军，而选择相信他的人都是莲花村附近的从军者。沈从清的人品应该不赖啊，可是我怎么就和他八字不合呢？哎，不对，看到他的第一眼其实是看上了他的，是因为他说要和离，这才觉得他是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渣男，所以才处处看他不顺眼。唉，孽缘呐！如果不是这件事情，恐怕和他还能成为朋友。借钱嘛，也好开口一些，不用像现在这样苦大仇深的样子。小吴拿着最后一块枣泥蛋糕。嫂子，这么好吃的点心，大哥吃了吗？他呀，吃了。小吴听到这个回答，他把最后一块点心喂进嘴里。嫂子，以后你要是想去什么地方，我们哥2个给你保驾护航。行。白小玲站了起来，然后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好了，你们呢也早些回去休息，我将后门锁了就成了。好的，嫂子，你快回去休息吧。白小玲回到北院，东岳也回来了。他问道：东岳，娘和竹浪吃了吗？老夫人吃了，她一边吃一边夸你懂事乖巧。二少爷那边我将食盒放下就走了，不知道他吃了没有。这段日子白小玲和东岳每天都从后门溜出去，然后由白小玲指挥装修的木匠师傅，时间进行了接近1个月。装修是要弄好了，但是他口袋里的银子可是越来越少了。白小玲有些愁，按照这样下去，就算装修完毕，也没有钱去进购新鲜蔬菜。沈竹浪如今在翰林院进修，等到他有合适的职位空闲下来以后，他才能去任职，所以银子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去找他？想他当年开砖厂的时候也是穷途末路，但是还好遇到一个股东林天，就算他现在去找林天，来回也得1个月时间。沈从清不愿意帮他，他可如何是好？在汴城的大街上转了好几圈，东岳问道：夫人，你好像有心事。是有心事啊，但是我就算将心事说出来，你也无法帮助我。说给你听，只是徒增烦恼而已。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弄到银子。户部尚书管理户口、税收、农商等等问题。假如我去寻找户部尚书，并且将我的想法说出来，那么会不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资助呢？任何事情都要试一试才知道。东岳，你知道户部尚书家在何处吗？知道，户部尚书白大人是个清廉的好官，我们汴城的百姓都爱戴他。东岳，陪我去买一点小礼物，我想去拜访一下这位白大人。不行的，夫人，白大人最不喜欢别人拿着礼物去拜访他，这样我们连白府都进不去。那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过去吧，只要你说你是沈将军的将军夫人，白府的人就会让我们进去。所以他要沾沈从清的光才能进去白府，可他偏偏就不。东岳，我们先回去，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好的，夫人。两人刚走到将军府的后门口，就看见小吴拿着一个食盒。他见了白小玲，挠了挠脑袋，
嫂子，这是刚才有人送过来的，指明是送给你的。白小玲接过食盒，是送给他的。可他虽说到汴城已经1个月了，但是这段时间就在将军府和店面2点一线的跑，也没有认识一个朋友，谁会给他送东西？从食盒里面飘出一股香味，这个香味有些熟悉。来的人说了他是谁了吗？他没说，只说了是夫人的朋友，而且说夫人只要看了盒子里面的东西，就能知道他是谁了。这么说来，他倒是有点感兴趣了。他打开食盒，却看见里面的盘子里面装着几只大螃蟹。白小玲顿时傻了眼，那正是他以前卖给留香馆的香辣螃蟹的方子。也就是说，谢俊也来了汴城。他和他该有3年的时间没见了吧？他以为3年足够让一个人忘记另外一个人，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来了汴城，而且给他送来了螃蟹。他是在告诉他来了吗？他将食盒递给小吴和小顺，你们吃。他转身朝着汴城的大街走去。他们喊道：嫂子，你去哪儿啊？去见一个老朋友。去见老朋友？那我们要不要和大哥说说这件事情啊？大哥带着我们出生入死，肯定是要说的。小吴跟了上去，小顺前去禀报沈从清。白小玲来到那家店铺前，看着招牌上面的几个大字留香馆。真的是他来了。但是里面的客人并没有多少，这里的人应该也不知道螃蟹可以吃。当初他到莲花镇卖螃蟹的时候，是他亲自做出来，然后在围观人群前吃了，大家才敢吃。所以就算香辣螃蟹的确腥，却没有人敢尝试。将那盒螃蟹送去以后，谢俊就一直在等待他。终于他看见他来了。店小二本来打算来迎接他，谢俊却上前，他对店小二说道：你先去忙吧，这是我的朋友，我来招呼。哎，是，老板。店小二退下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说：小玲，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谢俊，你怎么来了汴城？在一个镇子里开一家酒楼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能在汴城开一家远近闻名的酒楼，那才是真的成功。你还好吗？还好，只是一个人太过孤单。他愣了一下。你最终还是和秦婉婉分开了？3年前他就抱着孩子跑了，我也不知道他跑去了哪里。他好像并不是我在小时候认识的那个人，他做了很多错事，而且不知悔改。我现在想来，对于当初那个决定，我有些后悔。好像当初我娶她，都在他的算计之中。一旦我的用处用完以后，他就离开了，他毁了我的幸福。听到谢俊这么说，白小玲将目光移到别处。那些事情都过去了，谢俊，你会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姑娘。会吗？会的。小玲，我们还是朋友吗？是。那你能常来留香馆坐坐吗？他没有立马回答，他害怕他会拒绝，于是补充道：汴城的生意比莲花镇难做。其实你可以这么做。有做好的螃蟹吗？他点头。有。你要是不怕丢面子，就和留香馆的伙计一起，没事儿就端着一大盘螃蟹去秋游，然后吃螃蟹，而且专挑人多的地方，这样过不了几日，生意就会好起来。他突然想起，谢俊以前好像说过，他和户部尚书的儿子是同学，关系不错。如果能有谢俊的牵线搭桥，说不定白大人能帮这个忙。谢俊，有一件事情我需要你帮一下忙。小玲，尽管说。我想要见一见户部尚书。谢俊知道他的梦想，而且他现在是将军夫人，想要见户部尚书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他没有去找沈从清帮忙，而是找了他。难道他和沈从清之间的感情不好？不过他能找他帮忙，这就说明他已经完全放下了那件事情。好，我回去就约一下白公子，你将你的事情说给他听，他会带着你去见他父亲的。嗯。留香馆内，白小玲已经在雅间里面等待。
他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头发。一袭白衣的白千云走了进来。白小玲回头，她有些惊讶，怎么是他？白千云也很惊讶，他叫道：小玲。谢俊看了看白千云，又看了看白小玲，问道：你们认识啊？白小玲摇头，白千云点头。他朝着她走过去，走近看，他更确定这个姑娘就是他的小妹。小玲，我是大哥呀。白小玲看着面前这个男人，心里想着，难道他就是原主白小玲的亲人吗？难道白小玲的父亲就是户部尚书？户部尚书的官职虽然在一些大官中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但是也不算低。他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嫁到莲花村？而且这些年一次也没有来看过她。他有些不确定地喊道：大哥。白千云的眼眶湿润了。小妹，你真的就是小妹。他一把抱住了白小玲。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此时此刻他也不免流下了泪水。谢俊见此，自己出去了。小玲，我一直都不相信你已经不在了，一直都没有放弃找你。那么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哥，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4年前，你发现与你订婚的那泼皮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模样，他并不是翩翩公子，而是在与你有婚约的同时，长期流连烟花之地，与府中众多女子有染。你觉得他辜负了你，所以向父亲提出要与他解除婚约。父亲不信你的话，你便和丫鬟一起外出寺庙，一来祈福，二来散心。但是没想到你竟然不幸坠崖。当初你的丫鬟回来说，在一个山崖前捡到你的鞋，我们带着人下去找，只找到了你的衣服碎片，但是没有找到你的人。他们都说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不可能存活，而且当地还有野狼出没。他肯定不是坠崖，他的身上并没有伤疤，而且他很健康，也就是说有人故意制造他坠崖的假象。大哥，上次坠崖以后，我的脑袋受伤了，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你能告诉我的丫鬟是谁吗？小玲，你的丫鬟叫秦婉婉。秦婉婉？难怪第一次和秦婉婉见面的时候，她看见我会那么震惊。小玲，这些年你去了哪儿啊？我失去了很多记忆，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家在哪儿。还有，我嫁人了。白千云的身体一震。什么？小玲，你嫁给谁了？沈从清。沈从清？白千云的表情更加震惊。就是这次大胜归来的沈将军。他点头，至少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都会是他的妻子。小玲，沈将军不知道比那泼皮好了多少倍，后来我们才算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你不在以后，我们给你设了灵堂，给你盖了衣冠冢，但是他一次也没来悼念一下。听说这些年他也没有娶正妻，但是府中暖床丫鬟无数，小妾也有好几个，而且还有府中普通丫鬟怀了他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不过他都对他们不管不顾，仗着他爹的势力，没人敢吭声。幸亏你当初和他毁了婚约呀。这么说起来，沈从清的确比白千云口中那个泼皮好太多。不过至于那个泼皮究竟是谁，他也不想知道，那毕竟不是他的事情。再说一切都过去了。小玲，你带着沈将军跟我回去见见父亲和母亲，父亲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那肯定要去见，但是如果是要叫上沈从清，恐怕有点困难。如果他不能将沈从清带过去，他们会觉得他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他还是要去面对沈从清。大哥，那我回去对他说。好。他们刚从留香馆出来，沈从清已经等在门口了。白千云看见沈从清，笑着走上前去。沈将军，你来接小玲吗？沈从清想着他之前和他说的话，在人前他们要装作恩爱夫妻。他听说白小玲和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了，并且他没有回将军府，他分明是来抓人的，而不是来接人的。
这位公子，为何你会与我夫人在一起？白千云一听，笑道：说来也是缘分，小玲在几年前失踪了，今日好不容易才得以见面。他以前的确知道白小玲是一位富家小姐，但是对于她详细的身世并不清楚。那时候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快速摆脱她，而她就像一条八爪鱼一样，一旦抓着她，他就再也将她扯不下来。眼前这位男子是户部尚书家的大公子白千云，他是白小玲的大哥，那么他的父亲就是户部尚书。听说当年户部尚书的女儿和刑部尚书的儿子定了亲，后来不知为何婚事取消，户部尚书之女跳崖自尽。如果白小玲记得自己是谁，那么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她肯定会回来。她没有回来，也就是说之前的事情她忘记了，应该是她的脑子受到过损伤，所以她才将那些事情都忘记了。如果白千云真的是白小玲的大哥，那么他倒是应该跟着白小玲一起叫他一声大哥。大哥，小玲忘记了以前的事情，既然大哥已经找到了小玲，那么改日我会带着她回去白家拜访。白小玲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沈从清，他在帮我，可是他不应该讨厌我吗？听到沈从清的这个回答，白千云也笑着。这么说来，小妹和沈将军的感情应该是不错的，那么他也该放心了。沈从清领着白小玲走了，白千云和谢俊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他说道：谢兄，好好给我讲一讲你知道的关于小玲的事情。好。白小玲和沈从清走着，他不时抬头看他。沈从清并没有看他，他道：你一直看我做什么？当然是看你有没有吃错药。啊，谢谢你。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也希望你能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是一直都在做我应该做的事吗？是吗？那么今日我上朝回来，小胜和小吴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们吞吞吐吐问了许久才问出你跟着一个男人走。我若不来，会引人生疑，我若来了，又浪费我的时间。白小玲，希望你以后注意一些。注意什么？要么不要再做一些让人想入非非的事情，要么保密工作就要做好。你偷偷去见小妖，冷霜的时候，就是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吧？还有，你们两人究竟进行到哪一步了？他这才冷眼看了他一眼。你以为双儿和你一般，一点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整天四处乱跑？他还是很好奇。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今天大哥说，以前和我退婚的那个男人，在外面养了很多女人，其中给他生孩子的也不少。当时我就在想，你可比他好多了，至少你只养了一个。沈从清的脸色不太好。白小玲，你不要因为嫉妒就胡说。我和双儿之间清清白白，没有给他一个身份之前，我是不会做不负责任的事。因为嫉妒，我分明是因为八卦。我很好奇，你和他究竟是怎么认识的？真的很难想象，你这样的一个人会这么喜欢一位姑娘。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次日，白小玲也算在冬日的手中盛装打扮了一番，然后才跟着刘氏和沈从清一起前往白府。原主白小玲的爹娘以及大哥二姐全部等候在门口。白大人一见白小玲，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他走下来，然后仔细看着她。小玲，真的是小玲。他叫了一声爹。哎。白大人应了一声，然后就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死了，但是没想到她竟然活着。她不仅活着，而且嫁给了沈将军。沈从清也跟着白小玲叫了一声伯父。白大人连忙说：沈将军真是少年英才呀。伯父，叫我从清就好。好。
刘氏由丫鬟扶着来到白大人的身边。白大人，老身今日非得要跟着小玲和从清一起过来看看，就是要当面感谢你教出这么好的女儿啊。白大人笑着，哈哈，哎，亲家母，我倒是要好好感谢你教出这么好的儿子。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进去了。白小玲不清楚这个家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从站在白府门口开始，她就在暗自观察每一个人的表情。白大人和白千云是真的很开心，但是原主白小玲所谓的娘和二姐却只是皮笑肉不笑，这不禁让她怀疑原主白小玲的娘根本就不是她的亲娘。刘氏和白大人以及白夫人在聊天，虽然刘氏所知道的并不多，和他们生活的环境也都不同，但是由于白大人和白夫人是白小玲的爹娘，所以他还是在尽其所能的与他们聊着。二姐白玉一走过来，小妹，你上次一走，你我二人得有4年未见了。如今你嫁到好人家，二姐呀，替你高兴。她说话间，眼神不自觉落在沈从清的身上。沈从清没有注意白玉一的动作，只顾着一个人安静地喝茶。二姐，4年不见，我有许多话想要对你说。啊，我也是。可是这些话，我想单独和二姐说。白小玲说这些的时候，不停地观察着白玉一的表情。在她说到有话想单独对她讲的时候，二姐脸上有一丝不正常的神色闪过，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可以。二姐，我们到以前我的房间去谈吧。好。姐妹两人看似感情很好。白小玲走在白玉一后面一点的位置，白玉一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白小玲观察着这扇门，然后用手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打开了。就算没有人住，但是房间里面却非常干净，看起来经常有人打扫，床上的被子也是新的。小玲啊，大哥一直不相信你去了，所以每隔2、3天便会让丫鬟过来打扫一番，床上的被子也常换洗。大哥说不准你哪天就回来了。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是你大哥不相信你已经去了的事实，但是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二姐，我也想不到我竟然还可以回来。小玲，这些年你都到了哪里呀？大哥将汴城周围的城镇全都找遍了，都没有发现你。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吃了饭，天也差不多晚了。白大人邀请他们留宿一晚，白小玲刚想拒绝，刘氏就欣然替他们答应了。晚上的安排是刘氏住在贵宾房内，白小玲和沈从清住在他以前的闺房。今晚看来他是没有办法不和沈从清住在一间屋子里了。原主白小玲的闺房内，他盯着那一张不算大的床，心里想着这可咋办。没想到沈从清先说了话，你睡床上，我睡地上。其实从一定程度来说，沈从清还是一个好男人。如果他不是他的相公，或者他没有遇到冷霜的话，既然他已经发话了，白小玲也不扭捏了，他直接抱了一床被子给他，然后自己合衣躺在床上。沈从清，这次的事情谢谢你，上次的那个人情算你还了。他将被子铺在地上，然后平躺着。你记性不错。当然。这些天你在外面捣鼓什么？那是我的梦想。那你就继续穿着男装，不要让人知道你是我的妻子。请沈将军放心，原来他觉得这样丢脸。以前这个时候他的瞌睡早来了，但是今天他竟然异常的清醒。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待在一个房间，他想不清醒都难。他翻了一个身，看向沈从清的方向，他依旧平躺着，将2手叠放在腹部，闭着眼睛。他就连睡觉都这么规范。他觉得有些渴，就蹑手蹑脚来到桌子边。他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喝茶，一边看向沈从清。说话，1个多月没有好好看看他，他似乎白了一点。
也对，都是一个妈生的孩子。沈竹浪不黑，之前沈从清的黑可能就是长久在户外的原因。回到汴城，在外面晒的精力少了，自然也就白回来了。他越看越看得起劲儿，竟然蹲在他的身边看。他的五官立体感很强，他在外打仗3年，身上应该都是肌肉吧。不过他看起来却不是很壮的样子。他伸出手，好想知道沈从清的肌肉究竟发达不发达。他的手刚碰到他的胸口，那双眼睛睁开了。白小玲，他好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一下子收回了手，然后极其不自然地走到床边，说道：我刚才口渴了。你口渴了，所以一直盯着我看了1刻钟的时间。啊，这个，原来他也没有睡着。2人都没有睡着，那就聊会天吧，说不定聊着聊着就睡着了。沈从清，你能和我讲讲我们以前的事情吗？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真的。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唉，那些事情你不记得倒也好。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任白小玲怎么问他都不再开口。他觉得他这样挺好，不粘人，不喜欢他，正好省去他一个大麻烦。白小玲也知道自己问不出来了，索性闭上眼开始数羊，但是他就是睡不着呀。沈从清，你睡着了吗？他不回答他。其实昨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和大哥出去的，而是和谢俊一起出去了。你看到留香馆的牌辇，应该会感到熟悉吧？莲花镇也有一个留香馆。留香馆是谢家祖传的基因。原来他还是没睡着，只不过是不想和他说话罢了。是啊，当初你被船战死，以前那个傻子白小玲就去上吊了，沈竹浪将他救了下来，然后就是我不记得以前那些事情，所以你就不要将现在的我当作是以前的我。当初我醒过来的时候，家里米缸见了底，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去莲花镇卖螃蟹。我赚的第一笔银子就是去留香馆卖香辣螃蟹的方子得到的。这件事情娘对我讲过。他也只当他说的以前那个傻子白小玲是他依旧傻傻喜欢他的时候的白小玲，而他现在真的感觉不到他还在喜欢他，又或者说他这么说这么做不过也是吸引他看向他的一种手段而已。白夫人的房内，白夫人和白玉一在窃窃私语。玉一，白小玲怎么又出现了？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派去杀他的人回来讲，他和一个男人跳进了河里，杀手等了很久才离去。白小玲不会水，正常人根本在水里活不了那么长时间。他应该一心和那个男人一起死了才对呀。说到这里，白玉一紧皱眉头，揉着手里的手帕。以前他就有白千云护着，现在不仅有白千云，还有一个当大将军的相公。哼，你说我们怎么动得了他？明着不行，可以暗地里想办法。总之，白小玲不能开口最好。次日，白小玲和白大人一起谈了店铺的事情。毕竟白大人是白小玲的亲爹，所以一下子就答应了。沈从清他们一行人就准备回府，白大人携亲眷相送到门口。白小玲一边挥手，一边依依不舍道：爹娘大哥二姐，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虽然白大人才是原主白小玲的亲生父亲，但是由于他并没有太多与他们相处，所以没有和刘氏与沈竹浪那样感情深。道别过后，白小玲和沈从清坐在同一辆马车上。他想着，他昨晚已经主动说了和他做朋友，那么朋友有难，他是不是能帮忙？他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说道：沈从清，你还记得1个月前我来找过你吧？
其实那次我来找你是有事想对你讲。直说。我吧，准备在汴城做生意，但是手头上有点紧。你现在是将军府的夫人，家中财务这一块就由你来负责，以后这些事情不用告诉我。真是想不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我能用的将军府的银子，就算是你对我白小玲仙书超市的投资，以后等我收益了给你分红。随便。这些事情他懒得管。他乐呵呵地和他一起回去了将军府，心里想着当这个将军夫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这一天正是白小玲下乡去亲自查看蔬菜种植情况的时间。一大早，白小玲就坐着马车离开了汴城。刘氏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白小玲，也是想她。这一天，刘氏来到沈从清的南院。从清啊，小玲今天回来了吗？他今天一早就让东岳来向他禀报过了，他今天晚上都不回来。娘，小玲今天不回来。刘氏皱着眉头。哎呀，我都好几天没有和小玲一起吃饭了。竹浪去了翰林院，你又忙，平时只有小玲陪着我。但是小玲啊也越来越忙，我有些想她了。白小玲的事情他并没有关注，对于他在不在将军府他也没有多少关心。从清啊，小玲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待久了不安全，你去将她找回来。你告诉她，娘不是不乐意她在外面做生意，但是她每天晚上啊必须回家，否则娘会担心。娘，你放心，我这就去找她。沈从清说完就让小顺给他备了马。他去了仙书超市，却被告知白小玲下乡去了。下乡？沈从清想到了刘氏的话，于是问清楚了白小玲去的地方，也赶了过去。现在天都要黑了，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离汴城又远，白小玲所说的晚上不热，难道是要在那里过夜吗？他刚要出城，却遇到了冷霜的丫鬟。他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急得都要哭了。将军，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快去看看小姐，小姐不好了。双儿她怎么了？哎呀，小姐这段时间一直在生病，但是她为了不让你担心，所以一直没让我告诉你。不过今日大夫来瞧过，说小姐的病情加重了。将军，你快去看看小姐吧。他眉头紧皱，想了一会儿，白小玲应该不会有事儿的。他的确有好长的时间没有去看冷霜了，一想到以前承诺过他的事情，但是就算他现在做了将军，还是没有做到。他觉得愧对他，所以才一直没有去找他。带我去。是，将军。白小玲在外面的时候一直都是女扮男装。她指导完菜农的蔬菜种植技术以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一行人正在吃饭，想不到门外来了一个人，很多人都认识他。谢小爷又来接你的小兄弟了。他淡然笑着，然后走进了屋子里。他们给他添了一副碗筷，他就坐在他旁边。小玲，这次你来的地方比较偏远，料到你晚上恐怕回不去，我不放心，所以就来了。谢小爷，你不放心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难道还能欺负白老板？他依旧笑着。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的确回不去，但是以前出来都有东岳跟着，这一次东岳来月事了，肚子疼，所以他就一个人来了。吃过晚饭，白小玲和谢俊一起在乡村小路上走着。虽然天已经暗了，但是今晚的月亮很大，他们能够看清楚路。白小玲看着地里已经发芽的蔬菜，心里一片欣然。等到这一批的蔬菜长大以后，他的第二家鲜蔬超市也应该可以开起来了。小玲，你一夜未归，沈将军放心吗？放心啊。他岂止是放心，对于他的事情，他一般都很少过问。不过每次他无法当天回去的时候，他都会事先对他说一声。小玲，其实这些年我
那些话谢俊还是没办法说出口。白小玲和沈从清之间感情应该是不和的，否则沈从清为什么对他所做的事情不闻不问，就连他一夜未归，他也不派人来保护他。小玲，虽然这样说很不应该，但是我还是想将我的心意告诉你。小玲，我还是喜欢你，若你幸福，我会静静地看着你幸福。若是你和沈从清不合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这一次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不会再放开你。谢俊，小玲，你老实告诉我，你和沈从清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心中想说的话，一个人影从草丛之中跳出，他蒙着面，手里拿着一把刀。黑衣人看了白小玲和谢俊一眼，然后问道：你们谁是白小玲？虽然买主给了他画像，不过却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在他面前的是两个男人，而且虽然今晚有月亮可以看清楚路，却看不清人的脸。这个人一开口就要找白小玲，他的目标很明显，他和4年前白小玲进入莲花村有关吗？白小玲刚准备说话，谢俊先开了口：你们有什么事情啊？黑衣人推了谢俊一把：你不是，白小玲是个女人。说完，他的刀架在白小玲的脖子上。你跟我走。虽然黑衣人的手中拿着一把刀，谢俊是赤手空拳，但是他绝对不允许黑衣人将白小玲带走。你若是为财，只要你说个数，我会如数给你，你不要伤害他。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信誉。如果我收了你的银子，以后我还怎么混下去？再说了，他本来就是4年前我刚入行时候的漏网之鱼。白小玲看着黑衣人，果然他那次不是无缘无故离开白府，是谁要害他？谁是你的买主？保密。谢俊已经默默在身后拿出一根木棒，他尝试用说话来转移黑衣人的注意力。你无非就是求财，我可以给你很多银子，让你一辈子都花不完。只要你放了他，你就再也不用做这一行了。你少来蒙骗我，如果我们背弃入行的誓言，就会被全行的人追杀。到时候就算有那么多银子，又能怎么样？白小玲，要怪就要怪你自己的仇人太多了。仇人太多？难道4年前买凶的人和如今买凶的人不一样？白小玲用余光瞟见了谢俊手中的木棍，一旦他将黑衣人的刀打掉，然后二人再大声喊叫，村里的人出来，这个黑衣人也会畏惧吧？白小玲忍住内心的恐惧。我可以和你走，也不再问买主是谁，但是我要和你做一笔生意。黑衣人愣了一下，他从业4年，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入行的誓言里没有说不能和已经被买下的人命之间做生意。我们都是明码标价，500两一条人命。如果要杀人的人有武功或者身份高贵，就得加价。你要杀谁？那个想要杀我的人，他的命值多少银子？4年前的人和4年后的人价格不一样。4年后这条人命值多少？500两。那好。白小玲伸出手，在他的怀里掏着。那我先付你200两，等到你成功了，再去白小玲仙书超市取剩下的300两。可以。白小玲在怀里抓着一个小袋子，然后将袋子拿出来，就在黑衣人的面前，从里面抓了一把辣椒面，迅速撒向他。黑衣人连忙去捂住他的眼睛，谢俊立刻用手中的木棒打掉了黑衣人手中的刀。她一个女孩子出门，怎么可能不随身带一点东西？抓贼！抓贼！村里的狗叫了起来。不一会儿，村民拿着锄头火把赶来了。白老板，谢老板，你们没事吧？黑衣人见此，连忙捡起地上的刀跑了。当他们都来了以后，白小玲的身体抖个不停，她从来没有被人用那么大一把刀架在脖子上，刚才真吓死她了，她以为她就要挂了。谢俊也是被吓得够呛，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抱住白小玲。小玲，没事没事啊，他都走了。村民们已经将他们2人围住，也有人去找黑衣人。
但是黑衣人已经融入了黑夜里，找不到了。我们村从来没有来过贼，怎么突然来贼了？白小玲还在发抖。他这次没有成功，那么还会再来吗？两人在村民的带领下到了村里为他们准备的房间。谢俊看向他：小玲，你还害怕吗？害怕。他摇了摇头：不怕。小玲，你进去睡觉，我就在门外，一旦有什么动静你叫我。谢俊，我真的不怕，你去休息吧。有一个村民说：谢老板，白老板，如果白老板真的是吓到了，谢老板可以陪着白老板一起睡。虽然我家的床小，但是能够睡2个人，都是大老爷们儿，没什么害臊的。白小玲刚想要拒绝，毕竟她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沈从清的妻子。就算只是名义上的，但是拥有这身份，再和一个男人待在一个屋，这样她不就成为出轨的女人了吗？白老板不喜欢和别人一起睡。村民摇了摇头，然后笑着说：谢老板，我看白老板就是不喜欢和你一起睡。以前白老板也在我们村里住过一晚，那一次啊，白老板就是和他身边的东公子一起睡的。村民们以为今晚的那只是一个小毛贼，所以没有放在心上。黑衣人是来找他的，不会伤害村民，他没有必要将真相说出来，打乱这个村庄的宁静。最后谢俊还是坚持在白小玲房间外面打了一个地铺，他们隔着一扇门板，他一直和他说着话。小玲，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这样你听着听着就会睡着了。我小时候啊，特别皮，没少挨打。他听着听着竟然忘记了害怕，慢慢睡了过去。双儿，你说从清会过来吗？冷霜并未开口，他旁边的丫鬟说道：将军最在乎我们家小姐，他一定会来。可是这都过去好几个时辰了，天也黑了，将军怎么还是没来？去请沈从清的丫鬟原本带着大夫早早就到了冷家门前，但是他左思右想，不敢进去。原本沈将军已经和他过来了，但是走到半路却又突然停了下来。他请了最好的大夫，让他带着来给小姐治病，而他却骑着马出城去了。眼看天就要黑了，小姐又没病，他故意称病，只不过是想让沈从清过来，再次巩固小姐和二夫人在冷家的地位而已。大夫在冷家门外等了几个时辰，早就不耐烦了。姑娘，我说你家小姐的病还看吗？刚才不是说病得很严重吗？再这么耽搁下去，怕是人都要没了。呸呸呸，说什么胡话，我家小姐好得很。大夫白了丫鬟一眼，有些不乐意了。所以说就是装病。沈将军虽然年轻英俊，但是他已经有了夫人。我说你们这些人就少花一点功夫在沈将军身上。沈将军一身正气，是不会看上会耍心思的女子。丫鬟也生气，他们这些丫鬟可都是靠着主子生活，只有主子好了，他们才有可能好。好了，没你什么事儿，你回去吧。但是今天的事情不许向任何人说起。大夫切了一声，然后离开了。他一边走还一边说着：一个青楼女人生的女儿，怎么配得上沈将军？我看他们就是喜欢做梦。再不进去是怎么都不行了。他一咬牙走了进去，听到有脚步声，所有人都往门口看去。冷霜手扶额头，一脸苍白坐在床上。他刚打算开口叫从清，却发现进来的只有丫鬟一人。大夫人见此，她笑着：双儿，沈将军怎么没来？他在冷家外面那么久，当然已经想好了说辞。大夫人，沈将军说了，他现在无法给小姐一个名分，觉得愧对小姐，暂时无法面对小姐。小姐这次生病，他很是伤心愧疚，他让我转告小姐，让小姐一定要珍重身体，等到他与家中那位乡野村姑和离以后，就让小姐做将军夫人。
真的？小姐，是真的。沈将军本与我走了一半的路，但是他越想越觉得愧对小姐，所以回去休妻。大夫人站了起来，一个丫鬟说的话，可信度能有多少？但是她并不拆穿，沈从清也是一个重情之人，想不到3年前冷霜对他的滴水之恩，他涌泉相报到这种程度。只是他真以为冷霜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娇弱吗？他和他那个看起来软弱可欺的娘都不是省油的灯。如此，霜儿就好生休息吧。说完，大夫人就出去了。等到大夫人出去以后，丫鬟关好门。霜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沈将军没有来？丫鬟紧皱眉头。二夫人，小姐，我也不知为何，沈将军原本和我过来了，但是走到半路，他却只请了一个大夫让我带回来，而他自己却走了，还出了城。二夫人一听，她惊讶道：什么？出城？冷霜看向她，娘，怎么了？二夫人一下子坐在凳子上。我他暗中观察了白小玲的行为特点，花了他大半辈子存下来的300两银子，以及在冷家的库房里挪出了700两，想要将白小玲除掉。如果时间没有错，此时杀手已经到了白小玲所在的地方。如果沈从清这个时候去，他会不会碰到那个杀手？他有些紧张。如果沈从清遇到那个杀手，他再将那个杀手抓住，那么杀手会不会供出他？他让2个丫鬟都出去了，然后一把抓住冷霜的手。女儿，你和沈将军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冷霜红了脸。娘，女儿不明白你的意思。女儿，你听着，娘一时冲动做了一件错事。如果这件事情被沈将军知道，他开始查我，说不定我以前在青楼的事情就会被查出来，到时候恐怕会连累你和沈将军之间的感情。但是据娘所知，沈将军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如果你还想和他在一起，你必须让他得到你，这样他才不可能抛弃你。冷霜一听，觉得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儿。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近日白小玲要下乡，她身边的那个丫鬟没有跟在她身边，她所去的地方很偏远，今天回不来，所以我雇了一个杀手去刺杀白小玲，而沈将军他出城了，他或许就是去接白小玲回汴城的。冷霜一听，眉头皱成一团。娘，你好生糊涂。次日一早，白小玲起床，看见门外还睡着的谢俊。她昨晚听他的声音感到安稳，然后渐渐睡着了。她伸出手，轻轻拂过他的额头。他不是将军，他不会武功，他只是一个一般的男人，但是他却给了他安全的感觉。他睁开了眼睛，阳光正洒在他的脸上，他轻轻唤了他一声：小玲。谢俊，我们回去吧。好。二人一起回到了汴城，谢俊将白小玲送到将军府的门口，他才离开。白小玲目送他离开以后，这才进入将军府。他去西院给刘氏请安。刘氏看见他很是高兴，他急忙过来握住白小玲的手。小玲啊，从清啊。沈从清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小玲啊，昨天有些晚了，你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从清来找你，他也一夜未归，你们在外面过的夜。沈从清根本就没有来找他，如果他有心来找他，是一定会找到他。他的行踪只要问超市的任何一个伙计都会知道。娘，从清昨夜和我在一起，今天他一早就上早朝去了，于是让我先回来。刘氏笑着：小玲啊，
昨晚累坏了吧？快过来吃点东西。白小玲刚坐下，吃了没几口，沈从清匆匆回来了。当他看见白小玲以后，稍微松了口气。从清啊，刚才我和小玲啊还在说你。他走了过来，白小玲没有回头看他。你今天早朝下得有点早。看到他并无大碍，他也就放心了。他坐到他身边，刘氏见此，带着笑自动离开了。白小玲，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我昨晚……沈从清，上次我从将军府的账房一共挪出232两银子，先出超市经过这几个月的营业，我已经将那个漏洞补上了。我觉得我并不合适管理将军府的账务，你还是找个人回来替你管吧。刘氏说，昨晚他让沈从清来找他，而他并没有来。他穿的衣服还是昨晚那一套。他昨天的确出去了，只不过不是来找他。他都差点死了，如果不是他随身备了一点辣椒粉和谢俊的帮助，他已经死了。白小玲，昨晚……沈从清，我们和离吧。沈从清愣了一下，以前都是他在说和离的事情，没想到这一次是他主动说。白小玲这才转过头看着他，非常认真。我们和离的事情，娘可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但是我会尽量说服他的。过了好一会儿，好。他刚一到了北院，东岳就匆匆迎了上来。夫人，夫人，你终于回来了。他看着他着急的样子。东岳，怎么了？昨日我去街上买红糖，恰巧看见将军跟着冷霜身边那个丫鬟走了。夫人，你说那只狐狸精怎么还是不死心？将军和夫人的感情这么好，将军怎么可能看上他？他无奈地笑着。沈从清最在乎的就是冷霜，只要是冷霜的事情，他大概会第一时间赶到。就像谢俊，只要他一出现什么事情，他会第一个赶到一样。东岳看着白小玲的表情，夫人怎么一点都不担心？他可是要急死了。夫人，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由他去吧。夫人，这怎么可以？要是把外面的那只狐狸精养大了，夫人你的位置可就危险了。这是他巴不得的事情。有的事情不是阻拦就有用的，有的人不是强留就能留住。东岳有些疑惑。夫人突然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夫人和将军之间闹不和了？如果夫人和将军之间有矛盾，那么一定就是冷霜和他的丫鬟在捣鬼。今天冷霜的丫鬟一大早就来了将军府，难道这件事情被夫人知道了，所以夫人生气了？夫人，虽然冷霜的丫鬟今早来将军府找将军，但是将军一定不会再被他叫去。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冷霜的丫鬟等了1个时辰，终于见到了沈从清。他在他面前边哭边说：将军，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昨天没有见你，她病得更严重了。沈从清眉头微皱。双儿她究竟怎么了？不知道啊，大夫瞧了也瞧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你先回去，我待会儿就过来。丫鬟出去以后，沈从清换了一身衣服，他刚准备要走，但是想到白小玲，他先往北院去了。到了北院以后，白小玲坐在太妃椅上，看着北院的人工湖。这段时间她一直在忙仙书超市的事情，将人工湖改造为稻田的事情倒是忘记了。不过不改也好，反正她也要搬出将军府了。沈从清看着他眼睛看着的方向。小玲，等我将手头的事情忙完，就将人工湖填了。不用了，我们之间的事情要尽快处理。以后我怕是不会住在将军府的。他听到他这样的话，心里有些愧疚。再怎么说，在他不在的3年多时间里，家里的一切都是他在照顾。但他回来以后，他却要和他和离，然后和别人成亲。上次和他一起回去，他的爹娘看见他们很高兴。
如果又在短时间里面听到女儿被休的消息，在大喜大悲的冲击下，他的家人能受得了吗？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不用太着急。这次发生的事让我更加看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再这样纠缠下去，对彼此都不好。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双儿的贴身丫鬟刚才过来找我，说双儿病得厉害，我要过去看看。但是丫鬟是直接来将军府请我，全府上下的人都看着，若是我直接过去，怕是这件事情传出去，对你不好。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过去。唉，昨晚去了，今早又来请，看来冷霜是想一直黏着沈从清。那你就又欠了我一个人情。你放心，这个人情我会还。昨晚的那个杀手，虽然他故意将他放跑，不过却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只要他回到他的老巢，或者去找他的雇主，那么他派去盯着杀手的人就会立刻回来禀告他。他也觉得当年救他的时候，感觉他不是出于意外，这次竟然又有杀手去杀他，到底是谁想要将他置于死地？在他们和离前将他潜在的危险解除，这也算是他对他的补偿吧。外面已经在飘雪。将军夫人，你们可算回来了。老家那边的人有人带话来了，今日将军的二婶和侄儿都要过来。二婶和小虎子要来，那也正好，他正在打算开第二家仙蔬超市，他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小虎子来了，正好替他分担一些。我去做饭。白小玲虽然厨艺了得，但是她却不经常下厨，能吃到她亲手做的饭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儿。快到中午的时候，小虎子和二婶都已经到了将军府外。小虎子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一看见白小玲就跑过来抱住她的腿，甜甜叫道：嫂子。他揉着她的头。小虎子11岁了，长高了不少，不过性子却还是小时候那些性子。小虎子学得怎么样？我跟林天叔叔学习了很多，回到莲花村里，专场的账都是我一个人算的，柱子哥和二狗哥还夸我了。他继续揉着他的脑袋。真乖，这次来了就留在汴城，帮着嫂子管理一下店里的账，好吗？行。小虎子欣然地答应了。今天中午沈竹浪也要回来，一家人坐在了饭桌前。哇，一闻就知道全是嫂子做的，我好长时间没有吃过嫂子做的饭了。嘿嘿，今天中午我得吃3碗。小虎子，你正在长身体，多吃一点是好的，不过你可不许把菜都吃光了，我也好久没有吃到了。一家人吃着饭，二婶问：竹浪，你有心仪的姑娘吗？二婶，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因为他来之前就收到了10里8村的媒婆的嘱托，一定要将这个问题问清楚。竹浪，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是该考虑这些事情了。二婶，我暂时不想考虑这些。他叹了一口气。唉，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让人想不通。村里好多年轻人都成亲较晚，要是你们爹这一辈的，在你们这个年纪呀，不说孩子，至少都已经成亲了。刘氏也说：是啊，竹浪，你得赶紧找一个。娘。刘氏也不管他是不是愿意，直接对白小玲说：小玲啊，你经常在外面走动，可见到有适合竹浪的姑娘没有？娘，我会帮竹浪留意的。刘氏说着，他看向了白小玲的肚子。沈从清回来也有5、6个月了，但是他那肚子还是平平的，真是让他操碎了心呐。小玲儿，你和从清的事情也要加把劲儿。你看，今年又要过年了，娘是真的希望在明年过年的时候啊，家里能添一口人。他的脸上有着尴尬。娘，
这么多人呢。哎呀，怕什么？都是一家人。说着，刘氏也纳闷了。他二婶啊，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不仅成婚晚吧，就连怀孩子也这么难。白小玲低着头，就算要怀孩子，也要讲科学的。她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怀孩子？但是她和沈从清这些日子的表面工作都做得好。沈从清每天都会来她的房间里面喝一杯茶，然后二人说两句话，她就离开。二婶看了看白小玲，又看了看沈从清，她向刘氏凑过脸，然后小声说道：要不买点药调理一下。二婶的声音虽然小，但是大家坐的就是这么近，想不听见都难。沈从清听到这话，娘，我和小玲都正常。也不是说你们不正常，就是加快一下速度，让我呀能早些抱上大孙子。听到刘氏这么说，白小玲似乎对他们的和离有新想法了。刘氏这么想要抱大孙子，如果让刘氏知道他无法生育，那么他会不会就允许沈从清和他和离，然后重新娶妻纳妾？白小玲看向沈从清，相公，我们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小孩，不如明日你就和我一起去瞧瞧。真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那我们就提早治。他看着他，白小玲，你也跟着瞎说什么？相公，你努力不努力我知道，但是我们一直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一边说，还一边对他使眼色。知道了。哎，这就对了，都是一家人嘛，这些事情啊，没什么丢脸的。吃完饭以后，小玲，你跟我来一下。他起身跟他离开，两人走出了西院。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为我好？我想了想，娘这么想抱上大孙子，如果她知道我无法生育，是不是就会允许我们和离了？然后你和你的心肝小宝贝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是这么想的。你就这么想离开？一直住在你的地方，也不给你房租，我挺过意不去的。你是想与我和离以后去找谢俊？我和你和离以后要去找谁，那就是我的事情了。他的回答让他有些不爽，他一直盯着他，仿佛是在生气。他心里想着，沈从清也太奇怪了，他既不爱他，也不允许他心里有其他人，他怎么就能这么霸道呢？你是将军，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如果娘知道我无法生育孩子，就算我以前对娘再好，我毕竟不是娘的亲生孩子，娘向着你，要你休了我，或者允许你纳妾，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看着他，眼瞳深邃，这么听起来，他倒是显得有几分悲惨，而他就像一个抛弃糟糠之妻的薄情男子。白小玲，这件事情我不同意。如果你想早点和我和离，这是我目前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他是真傻还是假傻？本来一个女人被和离以后，再想嫁出去就难，而他竟然还给自己扣上一个无法生育的帽子。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他就更无法嫁出去了。他从此抬不起头来不说，还会连累白府也受到牵连。他的态度很强硬。不行，我无法生育，你和我和离，对于我们二人来说都是。他的话还没说完，沈竹浪正好出来，将他刚才的话全部听见。他看向白小玲，嫂子，你……白小玲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又看向沈从清，大哥，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不是。可是沈竹浪就像没有听见沈从清的回答一样。大哥，因为嫂子无法生育，所以你才一直想和嫂子和离。竹浪，你误会了。沈竹浪心中酸楚，就算到了如今这种情况，嫂子也依旧为大哥说话，嫂子多苦呀。
他们一家如果没有嫂子，怕是早就破碎了。他们家现在好不容易好一点，但是大哥回来以后，竟是因为嫂子无法生育，就一门心思想要与嫂子和离。如果嫂子因为这个原因被和离，那么他会一直抬不起头，一辈子被人嘲笑。但是没想到现在嫂子无法生育，大哥喜欢上了别的女人，想要和嫂子离婚。所以他之前所看见的大哥和嫂子的恩爱都是假的，他们根本就是貌合神离。或许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不想让娘伤心，但是现在他知道了，他就不能不管。大哥，如果你不喜欢嫂子，嫌弃嫂子，和嫂子和离的话，我会照顾嫂子一辈子，永远不会让她受委屈。沈从清眉头微皱。楚浪，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哥，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嫂子了，我会娶她，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不让她受嘲笑与欺负。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沈楚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大哥，我喜欢嫂子，喜欢了很久很久。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读的纲理伦常都读到什么地方去了？白小玲是你的嫂子，就算我和她和离了，你也不许和她在一起。沈从清已经生气，他从小就爱惜自己的这个弟弟，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喜欢自己的妻子。这事情要是传出去，沈家的脸面还放到什么地方？他现在是状元，以后肯定是要在朝廷任职为官的。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定会影响他的仕途。白小玲听到沈竹浪的这些话，她惊得如同一个木头人。沈竹浪喜欢他？这怎么可能？他一直将他当作弟弟呀。以前他也怀疑过，沈竹浪对他那么好，是不是因为喜欢他？但是被他一次次的否定。他说服自己，沈竹浪对他好，是因为他们是亲人。但是如今亲耳听到沈竹浪说想要娶她，想要照顾她一辈子，白小玲是震惊的。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沈从清就生气地说：白小玲，原本我还怜惜你，想着用那样的理由和你和离，你会受委屈。但是没想到，你竟然趁我不在的时候祸害竹浪。我之前就感到奇怪，我想要与你和离，吃亏的是你，可你却那么积极。原来你还对我留着这么一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得逞。沈从清说着，他拉着白小玲就往他的南院走。他的步子很快，力气很大，白小玲几乎要小跑才能勉强跟上他，而且他的手腕被他抓得生疼。沈从清，你这个混蛋，你放开我！沈从清黑着一张脸。白小玲，你就死了这条心。我不会和你和离，就算我不爱你，你也好好坐着你将军夫人的位置。就算这么做，他对不住白小玲，但是他不可以让白小玲与自己的弟弟扯上一点儿不清不楚的关系。沈从清将白小玲推到了他的卧室，沈竹浪跟了过来。大哥，你要对嫂子怎么样？沈从清将房门关上，并且命令家丁守在门口，无论房中有任何声音，都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他今天必须让沈竹浪对白小玲死心。沈竹浪是状元，同一届的探花和榜眼都已经入朝任职，而他却依旧待在翰林院。沈竹浪这样一定和白小玲有关。他这次回来以后，以为白小玲已经改变了，但是没想到她还是一成不变。她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的小姐，为了自己的喜好完全不顾他人。她之所以没有和双儿在一起，就是因为她这样的女人根本不值得同情。沈从清一下子将白小玲推到床上，他的动作很粗暴，白小玲也被惹怒了。啊，沈从清，你做什么？他一下子将自己的衣服扯下。我是你相公，你说我要做什么？他的身形健美，身上没有一丝赘肉，8块腹肌很是明显。但是这又怎么样？他虽然是他名义上的妻子，但是他并不承认他。他这么做就属于……啊！你滚开！沈从清上了床，
他往床里面躲，但是被他一把抓住。他使劲挣脱他的控制，扑哧一声，他身上的衣服破碎，露出白皙的肩头和嫩绿色的肚兜。白小玲心下一悸，有些害怕了。沈从清该不会是来真的吧？他现在的身份是他的妻子，如果他真的要对他怎么样，他也无力反抗，而且就算他呼救，也没有人会进来救他。难道真的要？不行啊！在将军府内，唯一敢进来救他的就只有沈竹浪。完事之后，沈从清重新拿了一套衣服穿上，白小玲的衣服已经被他撕碎，不能再穿了。他将他的一套衣服扔给他。今晚就在这里睡吧。不用。他深呼吸了几口气，这才用被子裹住自己，然后在被子里面穿衣服。床单上面有他的落红，他是他的第一个男人，虽然这一次不是他自愿的，但是他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在这方面他没有吃亏。他已经穿好了衣服。我待会儿会让丫鬟送热水进来，你洗一个热水澡，我去书房睡。白小玲撇着嘴不说话，他都已经强要他了，现在才来装纯情，他可不接受。他已经穿好了衣服，从床上下来。当他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脚下一软，险些跌倒。沈从清一下子接住了他，等到他缓和过来，他立刻推了他，他才不会接受他的假情假意。沈从清，别以为你睡了我，你就是我的男人。我告诉你，我会尽快和你和离。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忍着疼痛，然后一步步朝着门外走去。他这么说，他心里也来气。白小玲，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相公，这件事情早在我们成亲那天晚上就该做了。他缓慢地走了出去，只淡淡地说了一个字：滚。还敢让他滚？那他明天还去。白小玲到了北院，就对东岳说：东岳，你去给我打一盆洗澡水。东岳嘴角含笑：是，夫人。东岳出去了，白小玲在房间里面跳着。古代又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她的肚子里面该不会因为一次就留下了沈从清的种吧？他和他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倒是可以轻易说和他和离就和他和离，但是如果他有了他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如果那时候再离，孩子可怎么办？他一直跳着，希望能将沈从清的种子给跳出来。约莫一炷香时间以后，东岳已经将洗澡水给他提了过来。他将东岳支出去以后，就像浑身长了虱子一样，立马将沈从清的衣服脱下来扔了，然后坐进了木桶里，用力搓着自己的皮肤，直到皮肤都被搓红了，他也没有停止。白小玲洗了好几遍以后，这才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在桌子边。东岳再将洗澡水一桶一桶提出去。白小玲托腮：不行，沈从清身体那么好，万一一次就有了呢？而且这几天是危险期，怀孕的概率很大，必须事后采取措施。东岳是将军府的丫鬟，虽然平日里关系很好，但是要东岳去给我买避孕药，一来不敢确定东岳真的会同意，二来这件事情如果被沈从清知道了，沈从清觉得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被冒犯了，要拿东岳出气该怎么办？但是我是将军府的夫人，如果亲自去药铺买避孕的药被认出来了，那就更麻烦了。哎呀，现在该怎么办呢？白小玲着急的有些上火。窗外出现一个人的剪影，她也走到窗后，心里想着，从这个剪影的身高和身形来看，他并不是东岳，而且还是一个男人。大半夜的，有哪个男人会出现在将军府，来到他的窗前？那个剪影伸出手，将手放在窗户上他的影子的脸边，他的声音很是悲伤：嫂子，
竟然是沈竹浪。以前他将沈竹浪当作弟弟，当作自己的亲人，但是他毕竟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对他产生了男女之情。或许是他之前做的不够好，在他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给他正确的引导。竹浪，嫂子，对不起。他是在说今天没能进来救他的事情吗？现在想想，当时也是他自己冲动了。他那时太过害怕，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沈竹浪是唯一敢冲进来救他的人，所以就叫了他的名字。如果他当时没有叫出沈竹浪的名字，说不定沈从清就真的放了他了。沈从清可以不管他和其他男人之间有什么，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他与沈竹浪之间有什么。他这么做的目的不过就是想让沈竹浪彻底死心。他还忘记了一件事情，他是他的嫂子，而沈从清是他的大哥。如果他真的冲进来了，那么他和沈从清的兄弟情会破裂不说，而且他也不想被他看见自己那个样子。竹浪，这件事情不怪你。嫂子，他想要保护他，想要不让他受欺负，想让他过上好日子。可是今天他遭遇这样的事情，他却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他还是太懦弱了，或许他真的应该变得强大一点。你真的想和大哥和离吗？这一次白小玲沉默了。如果他回答是，沈竹浪还会不会对他继续抱有幻想，继续错下去？他之后也是要在朝为官的，如果他被传出与自己的嫂子不清不楚，那么他以后的官途可还怎么顺畅？沈竹浪苦读多年，终于考上了状元，他不能成为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白小玲深吸了一口气。竹浪，我并不想和沈从清和离，今天我喊你救命，只不过是因为每个女子第一次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害怕，而我一直都将你当做自己的弟弟，所以一时慌乱才叫了你的名字。我是他的妻子，他和我这样是应该的。听着他说的话，沈竹浪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嫂子，你刚才说的都是你的真心话吗？白小玲再次昧着良心说道。嫂子，既然是这样的，我祝福你和大哥。他无法形容此时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嫂子，你早点休息吧。嫂子和大哥感情好不好，他有些看不明白了，但是他能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嫂子不喜欢他，对他没有男女之情，他只是将他当作弟弟。说完这句话，沈竹浪从他的窗前离开了，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都没有。白小玲也叹了一口气，沈竹浪是个好孩子，希望他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今晚他也累了，正打算睡觉，沈从清推开了门，吓得他如同一只炸毛的猫，往后面躲了躲。他戒备地看向他。你怎么来了？他手里拿着药，嘴里含着笑，想着他身上没少被他弄出的淤青来，所以想将他平时用的去瘀活血的膏药给他拿过来。没想到刚走到他房外，就听到他对沈竹浪说的话。他说他并不想和他和离，他是他的妻子，他们这样是正常的。原本他还认为今天是他太过冲动了，不过能听到他这样说，他的心里竟然觉得开心。而且他和竹浪之间不是他想的那样，至少他对竹浪是没有那方面感情的，是他听到沈竹浪说喜欢他，他太过生气，所以才那样了。沈从清将手里的药瓶放在桌子上。这种药活血化瘀效果很好，我行军打仗的时候每次都要备几瓶在身上。白小玲盯着桌子上的那瓶药，又往后缩了缩。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快走吧。他这么想他走，难道说出不想与他和离的人不是他？白小玲可真是让他看不明白。接下来白小玲要做的事情，就连东岳也不能知道。
他借故将东月支开，让东月拿着包袱先去找住处，然后他一个人来到了汴城有名的青楼百花宴。他不能直接去药铺抓药，否则说不清楚状况还被认出了人，那可就糟糕了。所以他就在想，什么地方的女人是最需要避孕的，那就是青楼无疑了。而且他女扮男装，青楼的女子又极少外出，该是不会认出他。白小玲来到了青楼，她拿出几张银票扇风，立马就有几个姑娘迎了过来，她们笑得很妖。公子，里面请啊。白小玲被几个姑娘簇拥着，她们身上的脂粉气太重，有些呛鼻，她忍住想要打喷嚏的冲动，随着她们一起进去。刚上了楼，就在2楼的大厅里，白小玲看见有几个穿着华服的男子，他们坐在一起喝酒，在他们面前是正在跳舞的歌姬。白小玲有些好奇，在这里还有这么一股清流，来百花宴只是来喝酒吃菜观赏姑娘跳舞。由于她多看了几眼，有一个人也在看她。当白小玲看清楚看她的人的脸以后，她立刻扭过头，然后用银票遮住自己的脸。她为什么那么眼贱，非要去看？正在那边喝酒吃菜的人里面就有沈从清，而且她还被他看见了。不过她只看了自己一眼，而且她现在穿着男装，她应该认不出他。如果被他知道，他不听他的话跑出来，而且还来青楼，准备向这里的姑娘讨问避孕的方法，就算沈从清脾气再好，也免不了会发脾气。白小玲心里想着，难道以前自己的好运气全部用完了吗？自从沈从清回来以后，最近老是倒霉。白小玲拉着她身边的一个姑娘，啊，姑娘，我突然肚子痛，你先带我去茅房吧。被她拉住的姑娘愣了一下。哦，公子，这边请。他刚准备跟着那位姑娘离开，想不到沈从清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由于被银票遮住脸，走路的时候还撞了他一下。当他移开银票，正打算发火的时候，就看见了沈从清的那一张臭脸，而且他身上还有淡淡的酒味。你怎么在这里？他怎么在这里？这个问题答得不好，后果严重。昨天他们发生关系，就是因为沈竹浪突然说喜欢他，所以他生气了，他就惨了。他不能让沈从清生气，不能让他抓住他的小尾巴，在这件事情上他必须占上风。白小玲重新抬起头看向他，然后变成一张苦情的脸。他将银票往他身上一扔。你好意思问我怎么在这里？我还没有问你怎么在这里呢。你和我成亲3年多，有3年的时间你都在外面打仗，如今终于盼到你回来了。你每天都忙着应酬，如今还来了这里。要不是我看你今早走得有些着急，所以多留了个心眼，我还以为你在处理正事，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喝花酒。沈从清被他突如其来的一顿话说得有些懵。我今日约他们出来喝酒，就是想打听一下竹浪的事情。你也知道，竹浪已经在翰林院闲置了几个月了。我以前也以为是他还没有遇到合适的职位，但是现在觉得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所以就约了几位大人出来，想要问出一点什么。听到沈从清的解释，白小玲也是惊呆了，他竟然对他解释了，而且还解释得这么详细。沈将军，这位是我夫人。他听到他说我夫人3个字，心里莫名被酥了一下。和沈从清一起喝酒的几位大人也走了过去，他们分别解释道：沈夫人，你误会了，沈将军就是想问问我们关于这一届的状元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职的事情。对啊，而且之前沈将军是不同意来这个地方喝酒的，但是我们想着反正是沈将军请客，于是挑了一个最贵的地方。沈夫人，我们都可以作证，刚才沈将军只顾着喝酒吃菜，那些歌舞的女人他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谁关心他的私生活？刚才那样说不过是给自己来百花宴找一个借口而已。
现在好了，撞到了沈从清。整个百花宴的人都知道我是沈将军的夫人，现在问谁避孕的方法，谁敢告诉我？啊，我的运气怎么就可以这么差？现在又应该怎么办？正当白小玲一筹莫展的时候，沈从清开了口：所以说，你之前的不在乎，全是装的。现在他该怎么回答？这真是一道送命题。他自己也觉得刚才自己的做法很奇怪。他找来这里，他不仅不生气，还向他解释，而且内心竟然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开心。他该不会是被白小玲给迷惑了吧？白小玲有些结巴：我待会儿我就回去，要是没有什么事情，你先回去。沈将军，刚才我们讨论的事情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如你和夫人先回去。白小玲心里大叫：不行，沈从清跟他回去，可是他根本就不是回将军府，而是要逃出去住一段时间。相公如果还有事情要谈，奴家就不打扰了。他的乖巧让他有些舒心。正巧，为夫也吃饱了。夫人若是不放心为夫继续待在这里，为夫便跟你一块儿回去。他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正想要快些离开，白小玲能来找他，倒是给了他一个离开的理由。他所认识的人中，能这么坑自己的，还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现在他还能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了。那就行吧。他有些看不明白他，分明就是他来找他，现在他答应和他一起回去，他竟然答应的有些勉强。沈从清和白小玲出了百花宴，他们一前一后走在大街上。他知道白小玲走在他后面，白小玲是不想和他一起走，还是因为腿短？他放慢了脚步，但是他还是没能追上他。他直接停了下来，一回头，他的身后空空如也。白小玲那个毛丫头，什么时候趁他不注意逃走了？和他走在一起，真的有那么让他心里不舒服吗？原本以为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会看见白小玲的影子，但是没想到吃饭的时候小虎子和二婶都在，但是唯独不见白小玲和沈竹浪。沈从清一问，刘氏才告知他，白小玲这几天不在家里住，店里有很多事情要忙，而沈竹浪在一大早就回去翰林院了。沈从清独自生闷气，他根本就没有允许他出去住几天，他竟然敢就这样搬出去了。刘氏见沈从清有些不开心，猜到就是白小玲事先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从清啊，以前娘也觉得小玲没有必要再在外面做生意了，但是这是她的梦想，如果这样她能开心的话，我们当家人的应该支持她。他不是反对他在外面做生意，而是觉得他不应该在外面住。他的那点小心思他还能不了解？他哪里是因为店里忙，分明就是他不想住在将军府，随便找的一个借口。娘，我知道，我会支持小玲。娘，你知道小玲在什么地方住吗？刚才她身边的丫鬟冬月倒是回来告诉我了，他们就在新店旁边的一家农户家中租住着。沈从清吃着饭，他想着待会儿他倒是要去看一看白小玲千方百计地骗了娘，他搬出去究竟是想要做什么？娘，小玲一个人在外面，我有些不放心。吃过晚饭以后，我去小玲那边看看。一来他是真有些好奇白小玲搬离将军府的原因，二来他的确有些担心，毕竟上次想要害他的人还没有抓到。刘氏笑得有些合不拢口，他神秘兮兮地拿出一个小盒子。从清啊，既然你今晚要去小玲那里，正好将这几盘点心啊给她带过去，告诉她这是娘亲手给她做的，她一定要吃。沈从清接过盒子，好，
吃过晚饭以后，沈从清拿着那一盒点心，然后坐着马车去找白小玲。东岳给的地址还是很模糊，想要找到白小玲还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白小玲故意让东岳给出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址，就是不想被沈从清找到。其实他和东岳住的房子是谢俊找的，谢俊现在正在帮白小玲收拾屋子，他的眼神不时从她身上扫过，目光停在她脖子上的红印子上。就算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但是他是男人，他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此时他不知道怎么问他。现在他出来住，而且东岳来找他帮忙，也说不定不是他想的那样。终于东岳出去了，他也鼓起了勇气。小玲，你的脖子怎么了？我昨晚被狗咬了。被狗咬会咬成那个样子？谢俊是不信的，但是白小玲会这样回答他，说明他是不同意的。但是现在他是沈从清的妻子，沈从清是将军，沈从清要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怎么拒绝得了？小玲，你幸福吗？怎么他们都喜欢问他这个问题？难道他的脸上写了他不幸福吗？除了他不喜欢沈从清，想要摆脱他这个大麻烦以外，他对他现在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幸福啊。谢俊问的是他和沈从清一起生活幸福吗？而他理解的是他的生活幸福吗？谢俊听到他的这个回答，心里挺难受的，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当初是他对不起他，现在他的正牌老公回来了，而且他生活的也很幸福，他有什么资格去说什么？可是如果他真的幸福的话，为什么上次他去那个村子考察的时候，沈从清没有和他一起去？为什么他听说沈从清经常派人往冷府送去一些补品，而且那些补品都被一个叫做冷霜的女人收下了？真的吗？白小玲已经将床铺好了。真的，你看，以前我刚到莲花村的时候，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生病也没钱医治，至少我现在都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不仅凭自己的努力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还治好了娘的眼睛。竹浪现在也考上了状元，而且我的仙书超市已经是开的第2家了。我将我种出来的优秀种子都发给了汴城周围的农户。我正朝着我的梦想一步步前进着，我觉得我会越来越好。他说的话让他无话可说。他真的和其他女子不一样，其他女人所理解的幸福就是嫁给一个对她好的男人，而他想的，他的幸福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都可以活得很幸福。只不过刚才他的形容中并没有包含沈从清，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小玲，我问的是你和沈从清一起生活幸福吗？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如果他只当沈从清名义上的妻子，再过几年他们和离以后各不相干，然后他也可以回来看望刘氏和竹浪的话，那他就是幸福的。但是经历过昨晚的事情，沈从清已经逾越了，他能逾越一次就能逾越第2次，也不知道他说的合离的事情还算数吗？门外东岳张大了嘴巴，因为他看见了将军从马车里面出来，而且他还对他做了嘘声的姿势。身为丫鬟的他此时可不能违背将军的意思。东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怎么办？夫人正和谢小爷孤男寡女在里面，虽然他们2个人什么都没发生，但是将军一定不会相信的。东岳看见沈从清拿着衣服和食盒往门边走过去。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谢小爷是我找来的，如果因为我的缘故，将军误会了夫人和谢小爷之前有什么，并且2人之间发生矛盾，那我岂不是成了罪人了？东岳在沈从清后面跟着，就在沈从清快要推开门的时候，东岳一下子摔到了地上。将军，路有点滑，您小心点。沈从清皱着眉头，东岳表现得这么慌乱，而且用这么幼稚的方式通知白小玲他来了，
那就是说，白小玲真的在背着他做一些事情。他一下子推开门，看见屋内站着的白小玲和谢俊，他的脸色黑得如同锅底。所以，这个女人硬要出来住的原因，是出来会男人的，而且东岳还给她放哨。一想到这些，沈从清就气到不行。他看向谢俊，这不是莲花镇上的谢小爷吗？不知谢小爷这么晚了，还在我夫人的房中做什么？沈从清现在是将军，而他只是一个商贾。沈将军，今日小玲身边的丫鬟东岳来留香馆找我，希望我能帮着她找一处房子，因为我与小玲以前就认识，也就答应下来了。沈从清摆出了一副男主人的姿态。本将军政务繁忙，倒是麻烦谢小爷帮我照顾我的夫人了。不过本将军希望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本将军相信自己的夫人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被闲人看了去，并且说出闲话来，本将军的脸面可是没地方放。谢小爷的留香馆是祖上传下来的基业，谢小爷应该不会想让留香馆倒闭吧？谢俊抿着嘴唇不说话，沈从清这是在威胁他。如果他再和白小玲走得近，那么他就会让留香馆在汴城开不下去。留香馆是他们谢家祖上传下来的基业，是一代代谢家人的心血。他这次在汴城开留香馆的分店，不仅是因为白小玲在这里，还有他真的想将留香馆发扬光大。祖上的基业他可不敢胡来，否则他100年以后怎么下去面对谢家的列祖列宗？这件事情是谢某做的欠考虑，不过以后还请将军无论多忙，都将小玲的事情放在心上。说完这句话，谢俊看了白小玲一眼，然后出去了。东岳心惊肉跳地守在门口，他在想，该不会里面会发出吼叫声，然后将军暴打夫人吧？他将耳朵贴在木门上，里面出奇的安静。突然从里面传出沈从清的声音：东岳，你跟着车夫回去，今晚我留下来陪着小玲。白小玲惊呆了，所以沈从清真的就是一头狼。他尝到了一次甜头以后，就没打算放过他了。他搬出将军府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不会让他得逞的。东岳，你不许走。这个小女子今晚还和我杠上了吗？我能平得了千军万马，还平不了自己家里的夫人。东岳，仔细想想，你是谁的丫鬟？每月的月银是谁给你发？白小玲也不示弱。东岳，你就是我的丫鬟，将军府每月给你多少月银，我白小玲加倍给你。东岳此时真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丫鬟，不管是夫人还是将军，他都得罪不起。哎呀，将军和夫人吵架，能不能不要带上我呀？好遭罪呀！房间里面，白小玲和沈从清四目相对，火药味十足。这个小女子竟然不怕我，这个小女子竟然敢这么瞪着我，这个小女子……算了，她毕竟只是一个小女子而已，而且昨天还要了她，如今她已经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她是我名副其实的妻子了。他将盒子放在桌子上，先服了软。这是娘给你做的点心，让我带给你。白小玲看着桌子上的盒子，她将盖子取了，里面躺着一块块点心。虽然这些点心卖相不怎么好，但是这是娘第一次亲自给她做食物吃。既然沈从清都服了软，而且他也没有质问为什么谢俊在他房中，他们都做了什么，说明他还是记得他曾经对他说的话，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昨晚只是他的一时冲动。下一秒，刚才你和谢俊在房间里面关着门做什么？没做什么。白小玲，虽然之前我很想与你和离，但是如今我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
我也不是薄情之人。既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没打算不对你负责任。我决定了，我不会和你和离。我希望你以后不光是装装样子，而是认真的，从内而外的去做好这个将军夫人。沈从清，你是从哪里来的自信？你以为我白小玲看上了你吗？会接受你的施舍吗？我也能够做好一个好妻子，但是却不是做你的妻子。算了，做将军夫人比做生意难多了。沈将军还是找个合适的机会将我休了吧。如果沈将军觉得将我休了，我以后会很难嫁，沈将军被我休了也成。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合，不适合在一起。所以白小玲还学会了蹬鼻子上脸。白小玲，在我朝还没有女子休了男子的先例。什么事情都会有第一次，只要开了一个好头，说不定以后那些婚姻不幸福的女子就敢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了。沈从清气得不行，但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对女子动手。白小玲真是一天不罚就敢上房揭瓦的女人。他一下子搂住了她的头，打算用嘴让她闭嘴。他刚接近她，他迅速给她喂了一个点心。沈从清嚼着嘴里的点心，他想着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次回来娘还没有给他做过饭，倒是这一次亲自下厨给白小玲做了一盒子的点心。既然白小玲现在也没有再说话了，而且看她的样子似乎是真的害怕她与他的亲密接触，他坐在凳子上开始吃点心，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真是见了鬼了，以前他也每天看着白小玲，但是以前看她和现在看她给他是不一样的感觉。现在看她怎么总是想那些事情。光吃点心有点口渴。白小玲，去给我泡一壶茶。这正是他溜走的好时机。好呀。临走之前，他回头看了他一眼。这分明就是娘给我做的点心，却被沈从清吃了。这货是没有吃晚饭吗？他的前脚刚踏出门槛，就听到沈从清说：点心怎么吃多了，吃出不一样的味道。东岳看见白小玲走出来，他连忙问：夫人，我是该走还是该留？他还在纠结这个问题。东岳，快跟我走。东岳惊呆了。我们要留将军一个人在这里？当然是这样，难道他还要送自己入虎口不成？白小玲点头。东岳小心翼翼地问：夫人，该不会将军因为谢小爷的事情生气了吧？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去向将军说明白。我相信将军是明事理的人，他能够理解。现在他担心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沈从清以为他和谢俊不清不楚，而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东岳，你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跟我一起离开。白小玲，这句话是沈从清说出来的。此时他已经站在了门口。我不是说我想喝茶水吗？他还真当他是他的妻子啊，口渴了给水喝，饿了给饭吃。不过他的声音怎么有些不对劲儿，比平时低沉了一些不说，还带着丝丝的沙哑。白小玲回头，只见他充满情欲地看着他，他的眼神将他吓得一颤。就算昨晚那样的情况下，他都没有用这种眼神看着他。今晚他是怎么了？他看向东岳，有些生气地说：东岳，你怎么还没有离开？东岳被吓得一颤，他此时也顾不得许多，直接跳上了马车，然后催着车夫快速驾马车离开了这里。白小玲看着离开这里的马车，一切发生得太快，他都没有来得及反应。白小玲，进来。沈从清现在这个情况，他怎么敢进去？我不进去。凉风吹得他清醒了几分，他看向桌子上的盒子。这几天娘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奇怪的话？
白小玲也意识到沈从清不会无缘无故的变成这样，而他变成这样之前就是在吃刘氏做的点心。而今天早上刘氏还对他说会去给他们寻可以快速生孩子的偏方。难道刘氏找到的偏方被他给加到了这盒点心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晚他可惨了。白小玲下意识就往外面跑，她被沈从清一下拦腰抱住，而她已经感觉到自己身后有一个硬硬的东西抵着自己。沈从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连忙松了手。现在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去一个没有你的地方。白小玲反唇相讥，要你管。白小玲，在汴城内有人想要害你，你现在离开了将军府，如果你再离开了我，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有他在就是最大的危险，他还是拔腿就往外跑。沈从清很无奈，他知道他在害怕什么。白小玲，你回来，我发誓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我不信你，除非你发毒誓。如果白小玲现在跑出去受了伤，刘氏一定会在她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时候她可受不了。再说了，她并不想她受伤。她三指朝天，我沈从清对天发誓，如果今晚我动了你，我就永永远远不能和双儿在一起。怎么样？这个誓读吧。这个誓够毒。他停下了脚步，毕竟上次想要杀他的人还没有追到，他也是一个惜命的人。他怯生生地回到房中，然后偷偷看了一眼沈从清。他现在一定有一个硬邦邦的想法，想要找一个女人讨论一下。他试探性地问，需要我去给你找姑娘吗？沈从清白了他一眼，他是什么人？他的身体能是随便一个烟花女子可以玷污的吗？白小玲，收起你肮脏的想法。还说他的想法肮脏，他的想法现在一定比他更肮脏。我看你憋着挺难受的，不如我出去，然后你在里面自己解决。他气得咬牙切齿。这个女人简直欠揍。白小玲，你给我闭嘴。算了，那还是闭嘴，省得惹怒了他，我自己遭殃。不过沈从清的脸色越来越不好了。白小玲在小说里面看过，一般男主受了这种药都要女主帮忙解毒，否则男主就会爆体而亡。他该不会一晚上就憋死了吧？白小玲越想越觉得可怕。如果沈从清和他待在一起还憋死了，那他岂不是有理说不清？所有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况且沈从清虽然有些和他二叔相似，但是并没有他二叔那么混蛋，他也并不想他死。所以如果他真的会因为太过隐忍而有生命危险的话，他也是可以再次委屈一下的。毕竟该做的不该做的，他们昨晚都已经做过了。他闭着眼睛，他的呼吸声很重，胸口猛烈起伏着。白小玲一直盯着他看，他的这个看法和在动物园看一只猴子没有区别。不过沈从清好看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沈从清开了口，白小玲，你能不盯着我看了吗？白小玲一下子收回了眼光。这货是头顶长了眼睛吗？他分明就闭上了眼睛，却也知道我在看他。其实你如果忍不了的话，我会委屈自己一下。他一下子睁开了眼睛。所以说，和我办事，他还觉得自己委屈了。这是他的战术，他就是在诱导我犯错误，好让我与双儿永远无法在一起。不过，白小玲真的很美，而且和一般的大家闺秀和乡村妇女都不同，她是最特别、最让我看不明白的。他的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那种想法更加强烈。他一下子站了起来，将白小玲吓了一跳。
怎么，他忍不了了？就在他准备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而献身的时候，他竟然一下子大步走了出去。他和东岳回到租住的房屋，一进去他就看见他的床上躺着一个人，这可将白小玲和东岳吓得一颤。白小玲拿着门边的一根木头朝着床边走过去，等到他快要将木头朝着床上的人打下去的时候，沈从清一下子抓住了木头。白小玲愣住了，怎么会是他？他的声音有些无力。小玲，我好像生病了。白小玲的手探了探他的额头，的确有些烫。那你吃药了吗？他摇头。今日下了早朝以后，就觉得头晕得厉害。我让车夫回去告诉娘，我过来陪你。我害怕这个样子回去，娘会担心。他昨晚在外面淋了一个时辰的雪，然后又奋战了一晚上，今天大清早去上早朝，身体受不了了。看他以后还敢那样对他吗？东岳，你去烧一盆热水进来，然后去药铺里抓点治风寒的药。东岳应了一声是，便出去了。除了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四肢无力，恶心想吐。他将他身上的被子盖好，坐在床边。白小玲，你昨晚究竟和谢俊在房间里面做什么？沈从清他就是霸道，他又不喜欢他，而且还千方百计想要和他和离。他们本来就是貌合神离，他不干涉他的私生活，他倒是开始干涉他了。怎么，不在意他，又想要抛弃他，还不准他和其他人亲近了？白小玲也不开心。我们做什么需要和你说吗？白小玲，你……沈从清被他气得厉害，但是当初和他和离的话是他说出来的，他现在这样也是情理之中。沈从清，要说什么话你就直说，不要吞吞吐吐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应该讲清楚说明白，否则吃亏的永远是我。那好，那我今晚就和你讲清楚，你是我沈从清的夫人，以后不许和其他男子走得近，就算是除了也不许。还有，你要追求你的梦想，要在外面做生意，我都同意。不过你有空的时候需要做饭给我吃。我也知道你平时很忙，隔几天做一顿饭给我就成。白小玲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沈从清刚才的那一番话像是在吃醋。他想到了沈从清会说谢俊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他会说做饭的事情。做饭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也可以答应你在与你和离成功之前不和任何男人亲密往来。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不许去找谢俊的麻烦。又是谢俊。他心里很烦躁，应了一声。好。他都已经决定和他好好过日子了，结果他却张口闭口都是谢俊，真是气死他了。等到他的病好了，他非得去留香馆一趟，找谢俊将话说清楚。此时东岳已经将药买了回来。东岳见将军和夫人关系这么好，这里这么小，他也住不下。将军夫人，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东岳就先回去了，等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回去吧。等到东岳走后，白小玲给他熬药，整个房间里都是一股药味儿。不一会儿，他已经将药熬好了。他将药端到沈从清的床前。吃药了。沈从清起来喝了一口，然后皱了皱眉。怕苦？倒是不怕苦，只是你刚才给我熬药，明显没有上心。为什么这么说？他的确没有上心。这药有一股糊味。其实刚才倒药的时候他就闻见了，还以为他两口喝了不会说什么，想不到他的意见还挺多。我下次注意。他看向白小玲，只是给他熬药都这么不上心，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的。难道在他离开的3年时间里，他变心了？想到这里，他竟然又有一些生气了。那么他移情别恋，是喜欢谢俊？白小玲，过来。
白小玲戒备地看着他，怎么，这货生病了还想做药？我不过来。他叹息一声，他现在都生病了，还能对他怎么样？这里只有一张床，你难道想睡地上？然后明天2个都生病？可是你就不要想一些有的没的。我现在生病了，不能对你怎么样。再说，我们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全部都发生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听他这么一说，他突然就豁然了。他只是脱了外衣，然后就躺进去了。或许是沈从清正在发烧的原因，他一进入被窝就觉得温暖，他就像一个暖壶一样。沈从清的手握住他的手。怎么这么冷？他的心里蓦地一暖，其实有这么一个老公也不错，如果他能和冷霜断干净，并且和他好好过日子的话。他往他的怀里躲了躲，他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由握住他的手改为抱住了他。就这样抱着他，他竟然觉得有些幸福。其实有他这样一个夫人也是很不错的。白小玲，你不去找谢君，我不去找冷霜，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好吗？他已经习惯与刘氏和沈竹浪一起生活，而且他与沈从清和离以后，要再去找一个也麻烦。再说他已经和他发生了关系了，而且这几天是他的危险期，而他们又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如果他真的有了孩子，他下不了狠心将孩子打掉，也不忍心看着孩子做一个没有爹的孩子。他能感觉到他抱得更紧了。沈从清想，他要尽快和冷霜说清楚的。到第二天清晨，他起床的时候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人了。他刚准备叫他的名字，他已经端着药和早饭进来了。怕在屋里熬药将你打扰了，就去了厨房。怎么样，还难受吗？不如今天就请假吧。他摇头。快过年了，最近事情有些多，汴城的安全需要我负责。白小玲将药碗递到他的手里。那就赶快喝了药，吃了早饭再走。他接过药，然后一口气将药都喝了。这一次他的药没有糊味。又吃了早饭，他心满意足，对他说：那你今天可以回去了吗？他点头。可以。反正都已经决定好好做他的妻子了，他也就不必担心之前他所担心的事情了。冷府，大娘在冷霜的房中喝着茶，她扫了冷霜一眼。霜儿，你说你与沈将军情投意合，沈将军一定会娶你回将军府。可是沈将军也回来几个月了，他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不仅没有上门来看过你几次，他虽说每隔几天就会给府上送来一些补品，但是他不来，就说明他的心可没放在你身上多少。我还听将军府的下人说，沈将军每晚都会去白小玲的住处。这几天白小玲没在将军府，他也天天陪着。冷霜听着这些话，他气得发抖，可是他又不能发作。他和娘能搬回冷府住着，娘能有一个二娘的身份，都是因为沈从清大胜归来，并且被封为二品将军的缘故。如果沈从清忘记了当初给他的誓言，那么他和娘又该回到了以前的那种日子了。他还记得他与沈从清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那时候他在汴城的街上卖花，突然来了一个打扮富贵的小姐。那小姐一直都在看沈从清，小姐害怕被沈从清发现，所以躲在他身后看沈从清。他那时候有些好奇，于是随着那位小姐的眼光看过去，他看见了沈从清。当他看见沈从清的第一面，沈从清给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此少年并非池中物。那位小姐看着沈从清焦急的样子，于是拿出了几两银子递给他。姑娘，麻烦你将银子递给那位公子。
你不要提起是我给他的，否则他不会要。那时候他看着手里的那几块银子，这些银子或许对于那位小姐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却是他和娘几个月的收入了。反正那位小姐也不让他说出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他身上投下一个希望，说不定以后他的生活会因为他而改变。他将银子带给了沈从清，并告诉了他不幸的身世，并且希望他能来带他离开。那时候他答应了他。现在他不再是那个穷小子，他是2品将军，他真的可以改变他的一生，所以他一定要抓好这棵摇钱树。从清只是觉得现在还不能给我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他才不来找我。等到他和白小玲和离之后，他就回来娶我回将军府。双儿，也不是大娘说你，你说沈将军不来看你，你也不去看沈将军。就算你们之间以前如火如荼，但是你们已经分离了3年了。如果你再不把握时机，说不定沈将军真的被白小玲勾了魂儿，那时候你可有的哭了。这样，大娘给你一个理由去见他。我大哥前几天不小心打死了几个汴城的贱民，如今他被收押了。你去将军府找沈将军说几句好话，将我大哥从牢里捞出来。打死人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儿。冷霜有些为难。大娘，这件事恐怕不好办吧？大娘则是又抿了一口茶。双儿，这对于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于沈将军来说，也就是几句话的事情。如果他真的在乎你，这个忙他应该会帮你。前几天你爹带了一些鹿茸回来，你带着一些鹿茸去将军府看望沈将军吧。他虽说为难，但是家里的经济大权在大娘手里握着。他和娘自从搬入了冷府以后，都失去了经济来源了。如果大娘在冬天克扣他们的吃喝用度，他们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去？他也真的好久没有看见沈从清了，正想去看一看他。大娘，这件事情我就帮你去对从清说说，但是从清的性子比较坦荡，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喜欢帮忙的。还请大娘以后再有什么麻烦的事情，还是不要麻烦从清比较好。大娘虽然脸上是笑，其实暗地里骂道：哼，你还不是沈将军夫人，嘚瑟个什么劲儿？要是冷家真有一个女儿有嫁给沈将军的机会，也不会是你冷霜，而应该是我的女儿。那大娘就代替我大哥事先谢过你了。双儿，若是你和你娘缺了什么，记得让丫鬟来告诉我啊。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双儿恭送大娘。大娘出去以后，对着冷霜房门口就是一口唾沫，然后才朝着他的住所走去。冷霜去库房拿了一些鹿茸，然后坐着马车往将军府的方向所去。他来到将军府外面，并没有着急进去。从上次他去将军府的经历看来，白小玲有些手段。他将沈从清的娘哄得团团转，让刘氏对白小玲喜欢的不得了。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回府，如果此时他让人去通报，不仅见不到沈从清，说不定还会被刘氏一顿臭骂。以后他进入将军府，刘氏就是他的婆婆，他现在可不能让自己和刘氏的关系继续破裂下去。所以他打算就在将军府门口等着，等到沈从清回来的时候带他进去。冷霜坐在马车里面等了约半个时辰，终于沈从清的马车朝着将军府驶来。这段时间他虽然没有和沈从清见面，但是关于他的事情他还是打听了很多。这辆马车是他上下朝的专用马车。
他连忙从马车上下来，然后跑到他的马车边。从青，从青，我是双儿。马车停了下来。从青，我们好些日子没见了。前段时间我病了，所以一直没有来看你。如今我的病有所好转，我就来了。你这段时间很忙吧？都没有来见我。马车的车帘被打开，白小玲探出头，她看着冷霜。冷霜的脸上尴尬多于震惊。怎么是你？沈从清还没下早朝，他让车夫来接我回将军府。你如果想见他的话，应该还要等一会儿。我冷霜姑娘，有句话，同为女人，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一句。不管你与沈从清之前有什么，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亲，他有自己的妻室，并且他现在也打算与我好好过日子。冷霜姑娘也应该快些找一个好人家嫁了，不要再迷恋我的相公了。冷霜的表情十分难看，白小玲放下了车帘，没打算再继续说。东岳十分不喜欢冷霜，他觉得冷霜总是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博取将军的同情，想要和夫人争宠。将军和夫人现在这么恩爱，而且他非常喜欢夫人，他不希望冷霜来破坏将军和夫人二人的感情。冷霜姑娘，我劝你还是请回吧，我们家将军只爱夫人一人，你要是实在闲得慌，不如好好改变一下自己，去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东岳的话其实也是好心，但是听在冷霜的耳朵里，他觉得白小玲这是在和东岳一起嘲讽他。他用力地扯着自己的手帕，心里将白小玲和东岳恨得死死的。马车从冷霜的面前驶过，冷霜却还等在门口。他看着马车的影子，心里想着，白小玲，等我嫁入将军府以后，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还有和你一起狐假虎威的丫鬟，你们都得遭殃。冷霜又等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沈从清才骑着马回来。他看见冷霜被冻得小脸通红，在雪地里面来回走着，他立刻翻身下马，走到他身边。冷霜姑娘，你怎么来了？他听到沈从清叫他冷霜姑娘，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他以前都是叫她霜儿，这里又没有其他人，他怎么叫她冷霜姑娘？这么叫显得他们之间多生疏。难道真的被大娘说中了？他们之间原本就已经3年没见，而3年之后他回来，他们也极少见面。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妻子，他们之间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他还不好好把握他，说不定他真的就被白小玲迷惑了。一想到这些，冷霜就觉得自己以后和娘的富贵生活受到了威胁。不行，他一定要采取措施，不能让沈从清被白小玲抢走。这段时间，沈从清从来没有间断往冷府送来补品，这说明他应该是对他还有感情的。一定是之前他太过高冷，不主动，所以他们之间才演变成今天这样。从清，他叫了他一声，然后一下子抱住了他。沈从清身体僵硬，双手垂在身侧，不知所措。冷霜，他以前从没有主动抱过他，而他之前因为偷偷牵了他的手一下，就高兴了很久。但是如今他抱住他，他除了觉得震惊以外，竟没有任何感觉。冷霜姑娘，我是有妻子的人，这样不好吧？他听着沈从清的话，心里猛然一颤，他抱得他更紧了。从清，我知道你当初根本不想娶白小玲，如果不是他用我和娘来逼你，你是不会答应他的。从清，你还记得你3年前离开我的时候给我留的那一封信吗？上面只写了2个字，等我。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你去做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你让我等你，我就认真的等你了。我知道你是有了妻子的人，我不逼你，我给你时间，一如3年前一样，我相信你。沈从清听着冷霜说这些话，他的心里很是愧疚。
当初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如果不是得到冷霜的帮助，他恐怕都没有办法回去见到爹的最后一面。但他很清楚，这仅仅是对他愧疚而已。以前他以为自己对白小玲也是愧疚，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他对冷霜的感觉和对白小玲的感觉不一样。他对于白小玲似乎是喜欢。他将冷霜推开了。冷霜姑娘，你若是遇到麻烦，我会尽最大努力帮你。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在冷府住着，我会在冷府外面给你们母女添置一处住处。你们没有经济来源，我可以每月给你们一些银子。我能做到的仅有这些。沈从清的言外之意，对于要将她嫁入将军府的事情，他现在做不到了。冷霜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他后退了几步。不可能，沈从清一直都是喜欢他的，而且他是一个深情的人，他不可能对他这么薄情。他的泪珠子一下子滚了下来，声音哽咽。从清，你不用觉得耽误了我，为你做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冷霜姑娘，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有了妻子，你还是另寻一家人。我希望我们彼此安好。他的泪如雨下，他还算了解他，他决定的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人一般都很难改变他的决定。不过也是很难改变而已，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当初他决定将他带入将军府，然后与白小玲和离，白小玲不是也改变了他，所以他也是能改变他的。以前都是他不太主动了，从今天开始，他要开始牢牢地将沈从清抓在手里。沈从清是他的，将军夫人的位置也是他的，谁也夺不走。沈将军，既然你想用别样的方法报答我曾经对你的帮助，那么请你听好了，我和娘需要搬出冷府，还请沈将军给我们找一处住处，每月给我们母女付10两银子的生活费，而且每当我们母女生病受难的时候，沈将军不许不闻不问。沈从清点头。还有，我大娘的大哥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被抓进了牢房，这件事情还请沈将军请各位大人通融一下。如果他犯的不是大错，刑部那边也会秉公处理。那就请沈将军记好今天所说的话，不要到时候又忘记了。冷霜说完这些话，他就坐上了马车，然后让车夫驾车离开了。他不能和一般女子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对男子死缠烂打，甚至以死相逼，这样只会将他越推越远。他要留着自己的尊严，然后一点点将他从白小玲身边抢过来。白小玲和沈从清到了南院，刚才吃饭的时候，他的手臂还不怎么疼，还能勉强吃饭，但是这会儿竟然疼得厉害了。他坐在桌子边，白小玲给他倒了一杯茶水，他坐在了他的身边。相公，娘说那点心是给我做的，你说里面的药会不会只是女子能吃？沈从清忍着痛喝了一口水。这我怎么知道？明天问问娘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怎么问娘啊？依我看，我们以后都要小心点，不要随便吃娘送来的东西。你若是饿了，我会给你做小点心的。他看向他。你怕？他口是心非说道。我怕什么？没错，他就是怕。他吃了那东西，遭殃的是他。夫人，今晚留下来吧。他听了沈从清的话，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点事情没做，这就要回去了。夫人，这几天将军府里面会有很多工人在填人工湖，我安排他们住在离南院比较近的厢房里面，你回去住，我不放心。他在他这里住，他还不放心呢。我不习惯住在这里。我让东岳去将你常用的东西都取来南园。我还是在我住的房间隔壁还空着一间房，夫人这几天就住在那里。原来他安排他的住处是在他的房间的隔壁，只要不是和他住在一起，他就放心了一点。
但是这里毕竟离他很近，他要免除自己所有的潜在危险。那我要东月陪我住，可以吗？他当然明白他的心思。好。白小玲这才笑在脸上，他将枣泥蛋糕推到他的面前。相公，吃点枣泥蛋糕吧。沈从清拿了一个吃起来。不知夫人第一次做枣泥蛋糕是给谁做的？给你呀，只不过那时候你不领情，我给小吴他们吃了。不过沈从清作为一个吃货，如果被他知道我第一次做的枣泥蛋糕被小吴和竹浪他们吃了，他会不会给他们小鞋穿呢？他有些尴尬地说。我做失败了，到了。他拿着一个蛋糕。是吗？是。他这个样子看来是在撒谎呢。他不敢告诉他真的是做给谢俊吃了。在他不在的3年时间里，他与谢俊早就相识，而且他在外面被黑衣人刺杀的时候，谢俊应该也是在场的。谢俊应该是帮助了他，所以这个小女人受到了来自谢俊的一点好，就快忘记了她其实是他的将军夫人了。他可知那一夜他一直在追那个黑衣人，若不是他对那里的地理环境不熟，又想放长线钓大鱼，他已经将那股黑衣人抓住了。不过那黑衣人也奇怪，最近他一直都在汴城内，却没有去找他的雇主，也没有回去他的老巢。等到他与雇主见面，他就可以知道想要害白小玲的究竟是谁。说不定那个人与3年多前想要害他的人是同一个人。他偷偷瞄了沈从清一眼。相公，要是没有其他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夫人，明日的那次寿宴的衣服我已经为你备好，待会儿会有人送到你的房中。明日眼目众多，就算夫人还不习惯与我亲密接触，但是还是不要给别人留下画饼。白小玲撇着嘴，早知道这样，她就不答应和他一起去了。那我回屋了。白小玲出去，正巧碰到东岳正在往这边搬东西。他看到白小玲就笑着说：将军是真的爱夫人，就算今天冷霜那只小妖精来迷惑将军，但是将军不仅不为他所动，到了晚上将军就让夫人搬到了南院。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东岳，我们进屋吧。东岳惊呆了。夫人，我不住在这里。他刚才答应了我，我在这里住1日，你就陪着我住1日。东岳有些为难，如果他和夫人住在一起，那么将军和夫人岂不是无法单独相处了？那么将军会不会不要他继续在将军府当丫鬟了？夫人，我这几天身上长痘，生怕传染给夫人，明日就准备请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白小玲和东岳的对话全被沈从清听在耳里，他的嘴角带笑。东岳这个丫鬟倒是挺有眼力劲儿的。不过白小玲究竟在想什么？难道她一看起来就是那种欲求不满的人，每天脑子里面都是想和他生孩子？她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忙的，这件事情也是偶尔想想而已。次日，白小玲早早就起床了，东岳小心翼翼地端着洗脸水进来。白小玲看向他，不是说请假了吗？他又没有真的向将军告假，要是莫名其妙走了，那还真的会被开除。白小玲其实也明白东岳的苦衷，她没打算真的为难他，只不过东岳是她的丫鬟，她不能每次都让他胳膊肘往外拐，该教育的地方就得教育。今日夫人要和将军去参加苏大人的寿宴，苏大人是太子太傅，在朝中威望极高，如果以后太子登基，那么苏大人的地位又得提高好几档，所以他的这场寿宴，全汴城的权贵几乎都会参加。这个苏大人这么了不得，那他今天可要小心一点。他坐在铜镜前，东岳伺候他洗漱以后，开始给他梳发髻。夫人，你和将军都是好人，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他还想让东岳不要再坑他了，怎么从东岳的口中说出来，就是他在为难他了？东岳，
你是我的丫鬟，你应该事事为我着想。夫人，东岳当然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东岳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机会让夫人和将军单独相处。虽然夫人现在年轻貌美，但是女人总有年老色衰的一天，到时候任何漂亮的姑娘都会威胁到夫人在将军心中的地位。但是夫人和将军有了孩子以后就不一样了，纵然外面的莺莺燕燕再迷人，但是将军知道他的家在夫人这里。白小玲听着东岳的这些话，她竟然觉得东岳说的很有道理。夫人，将军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在其他贵院里面当丫鬟可悲哀了，地位低下不说，而且还经常被男主人侵犯。我之前就听说了汴城的一个丫鬟，她被男主人侵犯以后还被女主人赶了出去，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她以后可怎么活？但是在将军府工作的丫鬟们从来不会担心这件事情，将军为人正直，而且呀，东岳凑近了白小玲的耳边，将军房中连个伺候他的丫鬟都没有，将军出入将军府，他身边跟着的就是以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走路也是目不斜视。无论从他身边路过的是多么漂亮的女子，将军从来都不多看一眼。我们这些丫鬟都在暗地里羡慕，夫人可是好运气，这辈子能嫁给将军。听东岳这么一说，沈从清似乎真的是一个好男人，但是他的目不斜视和不近女色，真的不是因为冷霜。他们刚到将军府，他迫不及待做的事情就是想去接冷霜入将军府。当初若不是娘极力阻止，恐怕他早就纳了冷霜为妾了。现在就等着与他和离之后再将冷霜扶正。在这个封建的社会，会发生刚才东岳说的事情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沈从清真的是比那些人好太多了。所以东岳他们珍惜在将军府当丫鬟，他真是不该那么让他为难。白小玲穿上了东岳今早带回来的衣服，这是一件月白长袍，长袍中间加了棉，穿着既修身又保暖，而且还配上雪白的狐裘，简单贵气。他出了门，沈从清已经在门外等着他。沈从清上下打量着白小玲，他满意的点头。白小玲也看着沈从清身上的那一身衣服，也是月白的袍子，再加一个雪白狐裘。他们两人的衣服款式差不多，只不过一款男款，一款女款。所以这是古代的情侣装。今日的寿宴人员混杂，你与我穿着相似的衣服，也好我能够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你。原来他的目的是这样的，看来是他想多了。他走在他的身边。我听说这位苏大人可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苏大人位高权重，什么宝贝没有？我就算直接送他几箱金银，他怕是都看不上眼。之前我们在边疆的时候打了一头雪狼，那头雪狼是被一剑毙命，身上的皮毛完好，所以想将那雪狼皮送给他。这样的礼物，整个汴城恐怕找不出第二件。所以沈从清也和其他人一样，为了自己的仕途，开始趋炎附势去巴结这位太子的老师。但他在他心里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来到汴城也住了好几个月了，朝中的官那么多，他就不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家里没有红白喜事。之前他可从来没有听说沈从清亲自去参加了谁的寿宴，他都只是让下人带去贺礼，人从来不出场。这次苏大人的寿辰时间与他得知沈竹浪至今没有任职，是与婉拒公主婚事有关的时间极其相近，所以他这一般是为了竹浪。相公是因为竹浪的事情才亲自去为苏大人贺寿的吗？听到他这么问，他不免心中一暖。白小玲她可真是一颗七窍玲珑心，他竟是将她看穿了。竹浪好不容易考上状元，而且他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我不能让他就此被埋没了。他们的马车到了苏大人的府邸外，沈从清很有绅士风度地扶了白小玲一把，
然后在他们之后也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从马车上面下来的是一身蓝衣的男子。那男子看到白小玲，惊得合不拢嘴。白小玲也看见了他，不过他却像是不认识他一样，直接和沈从清一起朝苏府走去。男子追上前几步。白小玲。白小玲停了下来，然后看着面前这位身形修长的男子。他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是说不准原主白小玲认识他。他现在不能露出马脚。啊，是你。小玲，你没死啊？这人一来就咒他死。他礼貌地微笑着。没死呢。可是之前白府的人分明就说你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才同意推掉了你我二人的婚事。这下白小玲可尴尬了。原来原主白小玲和这位男子是这样的关系，而且白府似乎没有将他没有死，而且还已经成亲的消息放出去，所以在这个消息封闭的古代，这个男人不知道他没死，应该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亲了。沈从清他是她的老公，当然现在他也是她的挡箭牌。他一下子挽住沈从清的手臂。我现在成亲了呢。男人惊得睁大了眼睛，过了良久他才说，小玲，你为何还是不肯信我？不是我故意与那个丫鬟发生了关系，是她勾引的我。听到这里，白小玲脸上的笑没有了。故事有些复杂，这个男人是原主白小玲以前的未婚夫，但是他在与原主白小玲成亲之前，与他府中的丫鬟有染，所以白小玲的家人一怒之下解除了与这个男人之间的婚约。既然如此，他拒绝和渣男说话。之后的几日算是太平。北院的人工湖被填好以后，白小玲就迫不及待搬到了北院。以前如果谢俊要找他，都是让陆四到将军府的后院学布谷鸟叫。但是这几日白小玲没在北院，不知道陆四来找过他。当他搬回北院以后，沈从清倒是亲自前去留香馆拜访了。留香馆的雅间内，沈从清在喝茶，在他身边是被2名侍卫押起来的陆四。谢俊站在沈从清雅间的门口，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走了进去。沈从清正在倒茶，他倒了2杯茶，一杯留在自己面前，另一杯推到了对面的位置。谢俊也走到了那个位置坐下。沈从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谢小爷，这件事情你不该向我解释一下吗？沈从清来了，那就代表他想要见白小玲的事情被他发现了。他几天都没有回应他，是因为被沈从清发现以后关起来了吗？沈将军，小玲可还好？沈从清淡淡扫了他一眼。谢小爷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本将军的夫人。谢小爷在汴城所开的这间留香馆，证件都齐全吗？装修都安全吗？沈从清这是在威胁他。沈将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本将军什么意思？难道谢小爷听不出？自家后院的女人被别人惦记着，你说你若还待在汴城，让本将军如何安心？沈将军，你我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你爹的名声一直很好，沈将军该不会公报私仇吧？为了自己的家庭幸福，这可说不准。还有，谁说让留香馆倒闭就一定要公报私仇来着？谢俊的脸色很难看，过了半晌他才说，沈从清，你既然不喜欢小玲，为何不放过她，让她出来寻找自己的幸福呢？沈从清听到谢俊说的这几句话，脸色也不好。本将军和夫人的感情好得很，不劳谢小爷操心。若你们感情真的好，为何不愿意陪着小玲追求她的梦想？上次小玲差点遇到危险，你在哪里啊？若是你真的在意小玲，为何在小玲刚搬入将军府，你就迫不及待地接了冷霜入府？如果不是小玲与你娘的感情较好，如今的将军府还有她的立足地方吗？将冷霜接入将军府失败，所以你在将军府外为冷霜母子添置了一处房产，定期都有派人送去银两。你敢说你这般就是与小玲感情好？
沈从清的脸色越发难看。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道？沈将军，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为冷家二小姐做的那几件事，冷家人都引以为傲，在汴城大肆宣传，此时几乎是整个汴城人尽皆知才是。沈将军，我与小玲之间情投意合，若不是因为之前的一些误会，我们二人已经在一起了。若是沈将军无法给小玲幸福，就请放过她。沈从清一下子站了起来。谢小爷，冷家的事情本将军自然会处理。白小玲是我沈从清的妻子，谢小爷为了自己的家族产业，还是不要惦记她了。她跟着本将军幸福不幸福，是她说了算，不是你谢俊。说着，沈从清往门口走去。谢俊看向门口。沈将军，你就不要用留香馆来威胁我了。我谢俊来汴城再开一家留香馆，除了想要将祖上的基业发扬光大以外，还因为他。你若负他，就算我不要留香馆，也要带他离开。那你试试。他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留香馆。两人走了几步，正巧看见了沈从清。沈从清并未闪躲，他走向他。晚上想吃点什么？让丫鬟们做吧。我今晚打算为你做一顿晚饭，我之前答应过你，每隔几天就会为你做一顿饭。白小玲，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你说。前几日他们所站立的位置正是冷家的店铺，而恰巧此时冷老板在店铺里面查账。他看见沈从清，笑着迎了出来。哈哈，沈将军，你为双儿和他娘添置的房产，双儿和他娘都很满意。那处地方冬暖夏凉，正是避冬避暑的好地方。此时我们一家人都住在里面，沈将军什么时候有空，不如来家里吃一顿便饭。冷老板与白小玲不过见了一次面，而且此时的白小玲是男装，冷老板或许没有认出白小玲，或许是装作没有认出她来。沈从清黑着一张脸，他刚想与白小玲说这件事情，想不到冷老板倒是先说起了这件事。他这个人就是一诺千金，说到做到。他的本意是与冷霜断一个干干净净，但是此时却变成他为外室情人添置房产，与他的正房夫人相处不和。白小玲听到冷老板的话，他的目光移向冷老板。你刚才说什么？这位公子，看样子你与沈将军是好友，到时候可以同沈将军一同前来。小女冷霜别的不在行，但是她的厨艺可谓是比得上汴城的大厨啊！你们来了，绝对不会后悔的。白小玲看向沈从清，她明明知道他对于他给冷霜添置房产和每月支付生活费是反对的，还依然这么做。他丝毫不在意他的想法，丝毫不重视他的感受。是这样吗？他为冷霜添置房产的事情的确是真的，他愧对冷霜，以前对他许诺种种，如今都没有实现。他在冷府是外室之女，不受待见，时常受欺负。他这样做不过是想要报答他当初的赠银之恩。他点头。是。白小玲感觉自己的怒气已经冲上了脑门。好，真是好得很，我果然一点都不重要。白小玲转身就往相反的方向走，东岳追了过去。夫人，你要去哪里？白小玲一边走一边怒气冲冲地说：就准他在外面找女人，不准我在外面找男人吗？东岳惊呆了，夫人这是要去找男人？而且他还没有走远，那句话该被将军听见了吧？白小玲刚走到留香馆的方向停了一下，然后又立马离开了。他想着上次沈从清对谢俊说的话，如果他再与谢俊走得近，恐怕谢俊会受到他的牵连。沈从清听到了他说的那句话，他在后面追着。白小玲，跟我回去。白小玲走得很快，而且这一段是汴城的繁华地带，他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里面将他追到。他站在人群中想着，一般男人找女人是去百花宴，那么女人找男人是去哪里？难道百花宴里面也有男宠？
他不清楚百花宴里面的事情，不过一想到白小玲说她要去找男人，他就气得乱了心智。不管百花宴里面有没有男宠，他都得过去问一问。白小玲根本没有走远，她只不过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就躲了起来。但是想不到她生气走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她竟然就往百花宴去了。她能有这么不在乎她，这么饥渴吗？白小玲这次是彻头彻尾的生气了。她挽起袖子，看着自己手臂上已经消失的手工纱。如果说之前她还有让谢俊等她的资格，现在的她已经没有资格了。雪越下越大，她虽然穿着狐裘，但是也觉得冷。突的，她又想到身上的这件狐裘是与沈从清的有一套衣服是情侣衣服。她今天运气真不好，和她置气却还穿了这么一件衣服出来。白小玲直接将身上的狐裘披风给扔到了雪地里面，这一下委屈彻底袭上心头。她原本不爱哭的，她是一个孤儿，她知道哭没有任何用，但是今天她忍不了了。她好像刚打算爱上沈从清，就被沈从清给抛弃了。一把伞撑到了她的头顶，为她遮住了飘雪。蓝色的衣服已经披在了她的肩头，衣服里面还有余温，她能感觉得到这件衣服是刚从身上脱下来的。小玲，天这么冷，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呀？她听出是谢俊的声音。3年前，当他在莲花镇快要死去的时候，是他救了他。几个月前，当他快被黑衣人杀死的时候，也是他救了他。如今他被沈从清戴了绿帽子，无处可去的时候，依旧是他找到了他。他和谢俊或许是真的有缘，只不过有缘无分。他推着他身上的衣服，谢俊，你不要管我，你我皆是商人，若是惹怒了沈从清，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小玲，在我与婉婉成亲以后，就再也没过好日子了。沈从清他是很厉害，他想让我在汴城混不下去，就能让我在这里混不下去，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想要的不过是与你在一起。小玲，我一直都喜欢你，从来没有放弃。听到谢俊所说的这些话，他的心里是暖的。谢俊见白小玲如此，不由得轻轻抱住了她。小玲，你信我。谢俊都是愿意豁出自己性命保护她的人，他怎么会不信她？他仍由她抱着，这样能在寒冷的冬季找到一丝温暖。一旁，沈从清捏紧了手里的纸伞。白小玲，她果然来找谢俊了。他和谢俊就是不清不楚的关系。他一下子走过去，然后将他从谢俊的怀里扯出来。谢俊，你忘记了我对你说过的话了吗？突如其来的沈从清的声音将他吓得一颤。以前他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如今他害怕他的缘故会让谢俊陷入危机。谢俊的脸上并没有畏惧之色。我也对你说过，如果你敢负他，我就算不要留香馆，也会为他讨回公道，带他离开。你有这个本事？他的声音比冬日的寒雪还要冷，冷得直让白小玲打了一个寒战。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权力大于一切。他就算此时非常不想同沈从清说话，但是也忍着不是说。沈从清，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白小玲，你是不是背着我和他在一起了？他从来没有见过沈从清这么生气，就算是那次冷霜被他刚接到将军府又被送走，他都没有很生气。他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这么害怕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他的眼睛变得猩红，他下意识后退了一步。此时的沈从清全身都爆发出一股危险的气息，跟一个会杀人的魔王没有区别。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再一次求证，对不对？白小玲的胳膊很痛，他挣扎了几下，但是都失败了。谢俊眉头紧皱，沈从清，你放开他！谢俊的手刚打算去阻止沈从清，
一把短刀破空而来，直朝着他的面门而去。谢俊没有学过武艺，他勉强躲过，险些摔倒在雪地里面。谢俊，你……他的话还没有喊完，就已经被沈从清拉着离开了。白小玲扳着他的手，沈从清，你弄疼我了，放开我！他反手一下子将他拉入了怀中，然后狠狠咬向他的嘴唇，疯狂地吻他。他走在他的身后，打着心中的如意算盘。我听说还没有成亲就死了的女子，死后会被其他鬼魂欺负。就算我死了，你愿意与我成婚吗？沈从清沉默了一会儿，毕竟他都已经不在了，索性完成他的心愿。我会将我的衣服与你的衣服合葬，这样也算是我们完婚了。他却一下子从身后抱住了沈从清，他小脸如花。从清，谢谢你不管怎么样都愿意娶我。其实我没死，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要我们能够在一起。从清，带我去属于你的地方，我要和你私奔。沈从清全身僵硬，如同石头。他竟然为了和他在一起制造假死。但是她是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面的千金小姐，她会受得了那样贫穷的生活吗？他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都是看天生活。而她如果不喜欢吃的食物就不会再吃，不喜欢的衣服就不会再穿。她和冷霜才是一类人，而且冷霜善良温柔，她帮助过她。她正想着逃走，半道冲出来一个蒙面黑衣人，他手里拿着大刀就朝着白小玲砍去。那时候他几乎没有思考，牵着他就跑。白小玲也被吓懵了，只是跟着他快速逃跑而已，根本没有想其他事情。后面的黑衣人对他们穷追不舍。白小玲，你若乖乖站住，我饶你的小情人不死。身后的黑衣人这般喊道，他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黑衣人是来追杀他的。可是他都已经制造假死了，谁会知道他还活着？对了，他的丫鬟婉婉知道。来不及多想，他对他喊道：沈从清，放开我！这个时候他怎么可以放开他？就算他不是白小玲，是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他都不会放开他。白小玲，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放开你。他听罢反手握住他，握得更紧了。那我们就在一起吧。沈从清，你听着，我白小玲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此生此世你我二人纠缠一起，永不分离。他说完这句话，蓦地松了手，转身跳入了身边的河流中。沈从清当时傻愣了眼，他以为他这样说了，白小玲就不会放开他，他可以带着他逃离的。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独自跳下了水，他也一下子跳入水中。黑衣人见着滔滔江水，想着这次白小玲应该死绝了吧，于是离开，回去复命去了。半刻之后，沈从清拖着白小玲上了岸，他倒是没事儿，但是白小玲的命已经丢了半条。他背着白小玲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然后将她安顿下来。等到确认她再无危险之后，他给她留了一封信就离开了。一想到这些，沈从清吻得更起劲儿了。白小玲呼吸不畅，他用力捶打她的胸口。沈从清松了口，白小玲一把把他推开，然后大口地呼吸着空气，眼神愤愤地看向他。沈从清，你再这么对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他如今竟是这样恨他了。沈从清转身朝着将军府的方向而去，这一次他没有硬要拉着他走。沈从清，白小玲，你这个健忘的女人，你是不是将你所说的话都忘记了？他所说的应该是原主白小玲说过的话，他不是他，而且没有继承他的记忆，他如何记得？所以就算没有冷霜，而在他的心目中占了重要位置的女人还是原主白小玲。小玲回到北院，东岳一下子就迎了上来，他面色焦急。
夫人，你去了哪里？你不知道将军没有找到你，他可担心了。他派了全将军府的人都在找你，我留下来只是为了等你。如果你回来了，我好去通知将军他们。东岳说着，他朝着白小玲身后看了看。将军呢？白小玲懒懒地坐在凳子上，然后自己倒了一杯茶水。正在生气。明明就是他在生气，后来他却莫名其妙生气，而且气得比他更厉害。沈从清那个人真是奇怪。东岳坐在白小玲身边。夫人，将军当然会生气，不管冷霜那只小妖精怎么迷惑将军，你也不能当着将军的面说你要出去找男人这样的话。再说了，我们将军也不可能受到冷霜小妖精的迷惑的。你不知道外面的人都是怎么说我们将军的。东岳的这句话倒是让白小玲来了兴趣。都怎么说？外界都说我们将军怕夫人，其实男子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而将军只有夫人一人，就连想养一个外室都得偷偷摸摸。他养外室，他还有理了，还委屈了。白小玲一拍桌子。东岳，你不是说会帮我盯着冷霜那只小妖精吗？他这段时间的确没来将军府，但是他的丫鬟来过一次，而那一次将军并没有出去见冷霜，所以我并没有将那件事情放在心上。他倒是真疼冷霜，不过是丫鬟来找他，他就心甘情愿为他买房子了。白小玲站起来就往外面走去，东岳追在后面。夫人，你要去哪里啊？我去账房看看。之前是他在管账房，但是之后忙起来以后，账房的账目都交给管家管了。不过在他的记忆里，将军府的账也没有太多。将军府里面这么多丫鬟家丁护院，每人每月都要发月银。如果他为冷霜母女添的房子那么好，说不定此时账房早就空虚了。东岳跟着白小玲来了账房，管家正看着账目一脸愁容的摇头。转眼又到了要发月银的日子了，而且下一个月就要过年了。按照将军府现在的账目来说，府里一半人的月银发不出来，这个年可怎么过？白小玲咳嗽了一声，管家这才发现了白小玲和东岳来了。夫人。管家，将账簿给我看看。管家将账簿递过去。原本将军府的银两充足，但是上次支出一大笔以后，这月的月银竟是发不出来了。将军从来不管这些事情，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夫人，你说下月都快要过年了，府内的下人们都在等着月银回家过年呢。白小玲看着账上的100多两余银。将军府的下人们月银一共需要支出多少？需要200两左右。白小玲心里想着，当将军当成沈从清这样的也属于是个人才了，连自家府上的下人的月银都发不出，他恐怕是变成第一人了。像他这样不贪不腐，只拿着朝廷每月派发的俸禄以及他大圣归来皇上的赏银，要养起这么大一个家是很困难的。外界还说他不娶3妻4妾是因为害怕夫人，以他看来是因为穷。不过是给老相好买了一栋房，自己府中就揭不开锅了。白小玲翻着账簿，看到了那笔巨大的支出。他给冷霜买房子，竟然花了接近1万两白银。他这是给他买了一个住所，而不是买了一栋宅院。白小玲看着那笔开支，越看越气。大家的月银这个缺口，我会想办法补上。将军府从今日开始节俭，从沈从清的南院开始，老夫人的西院不纳入在内。管家愣了一下。夫人，这……白小玲放下账簿。这什么这？如果不是他在外面养女人，我们将军府会这样穷吗？你们若是不听我的，发不出来的银子，我可没办法。好，将军果然和外界传言一样，怕夫人。如此看来，就算将军对那位冷霜姑娘有情，以后那位姑娘入了将军府，但也不可能有好日子过。白小玲离开了账房，东岳小步跑跟在她身后。夫人，你不是说今晚你会做饭吗？
不做。夫人，你傍晚的时候说过会做饭，所以丫鬟只做了一点食物送到了老夫人的西院。将军那边饿着他。谁让他敢给冷霜买豪宅的？而他这个正牌夫人不仅没有花过他的1两银子，还要给他弥补缺失。看来以后将军府的账还是要他来管，否则被一些小妖精将他家都掏空了，他都不知道。次日清晨，沈从清起床以后，看着管家为他准备的早餐只是一碗稀饭。他一个大男人光吃一碗稀饭怎么吃得饱？平日都是五谷粥配上几个小菜。沈从清一边穿衣一边问道：管家，今日将军府的厨娘休息吗？管家一脸为难：将军，倒不是厨娘休息，只不过……他见管家吞吞吐吐。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夫人说了，将军府预算吃紧，整个府都要开始节俭。将军是一府之主，所以从将军府的南院开始。白小玲，这个女人究竟在做什么？本将军刚回来的时候，皇上不是赐了许多金银？将军，皇上赐给将军的金银虽然多，但是将军府的开销太大了。而且上次将军为冷霜姑娘母女添置的房产花去了将近1万两白银，如今将军府的账房里面总共还有100两银子左右，连这个月的下人月银都发不出，所以夫人才说要开始节俭的。他坐在桌子边，然后喝起了稀饭，只是一碗白米粥，没有任何味道，一碗下去，肚子里面没有任何感觉，这种感觉像是又回到了以前。管家看着桌子上面空荡荡的碗：将军，吃饱了吗？吃饱了吗？说句实话，他根本感觉不到他已经吃过早饭了。沈从清披上披风，然后出了门，临走之前对管家说道：管家，无论如何，老夫人那边吃的喝的不能给她短缺了。是，将军。外面在下雪，沈从清迎着雪走了出去。他在想，如果只用他每月的俸禄来养整个将军府，那是如何也不够的。但是他又不愿意与别人同流合污，贪污枉法。他刚来汴城一族，认识的人也不多，平日里的应酬也很少去，而且他堂堂2品将军，若是开口向其他人借银子，他倒是怎么都开不了口。他坐在马车上，回头看了将军府一眼，看来将军府的仆人是该减少一点了。北院里，管家送走了沈从清，就来向白小玲复命来了。夫人，将军的早餐按照您的吩咐，只送去了半碗白米粥。将军这会儿已经上朝去了，临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将军府，表情凝重。东岳噗的一声笑出声了。白小玲看了他一眼以后，东岳收起了他的表情，但还是忍得表情挣扎。夫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那个冷霜小妖精还不知道在哪里死呢。管家，你做得很好，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会给你多发些月银，将将军府还有的一部分银子先发一部分仆人，让他们先拿着银子回家过年，并且让剩余的仆人在将军面前消极怠工。虽然这件事情如果被将军发现会很不得了，但是毕竟现在将军府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夫人手中。是，夫人。下去吧。是。管家退下以后，白小玲对东岳说：东岳，去将我最烂的衣服拿过来。东岳去取了一件夫人原本在莲花村穿的衣服，白小玲换上以后：走，我们去娘那里坐坐。好的，夫人。到了西院门口，白小玲拿出一半洋葱，在眼前熏了一下，她的眼睛被熏得哗哗的流泪。她丢了洋葱，然后将眼泪擦去，但是眼睛还是红红的，而且眼眶里面挤满了泪花，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她一进入西院，就朝着刘氏扑了过去，她声音哽咽道：娘，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刘氏一见白小玲如此，她心疼得不得了。以前的日子那么苦，她都没有哭过，而如今却看她的眼睛红红的，似乎哭了很久。她一下子握住白小玲的手：
小玲，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给娘听听。娘，从清他欺负我。从清那孩子回来了半年多，他没有和你一起经过苦难，所以不知道你有多好。小玲，你说说从清如何欺负你了？等到今天从清下了早朝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娘，你还记得我们刚来将军府被从清带回来的那个姑娘吗？刘氏想了一会儿，有点印象。那个姑娘瘦巴巴的，皮肤很白，一看就身体不好。就她那身子骨生不了孩子。白小玲将头埋在刘氏怀里。娘，可从清她就喜欢这样的姑娘，像冷霜姑娘这种弱不禁风的女子，才能让她想要保护。这不，他在外面为冷霜姑娘和她的娘买了一个宅子，并且还要每月给他们送去月银。娘，我才是将军府的夫人，才是他的正夫人。我来将军府半年了，他从来没有陪我去买过一件衣服，也没有给我送过一件礼物。如今将军府因为给冷霜买房子，账房出现短缺，还得我来补上。娘，我真的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刘氏看着白小玲哭得语带梨花，疼得心都绞了起来，一双老眼里面也不免泛起了泪花。小玲儿，你放心，我绝对为你讨回公道。白小玲擦着自己脸上的泪水。娘，如果你直接对从清说起这件事情，他一定知道就是我来娘这里告状了，他会责怪我，这不利于我和他之间的夫妻感情。刘氏也是为难。小玲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娘，我们应该这样做。白小玲说着便凑近了刘氏的耳边，不停地说着。刘氏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最后刘氏表态：小玲儿，你放心，娘一定会做好你说的所有事情，不让任何人来害我们家。快到中午的时候，沈从清回来了。刘氏依照白小玲的吩咐躺在床上，饭桌上放着几个煮熟的红薯。白小玲坐在刘氏的床边喂她喝汤。沈从清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快走几步来到了刘氏的床前。娘，你怎么了？哎呀，从清啊，娘今早起床觉得胸闷气短，于是便叫来了小玲儿，在小玲的服侍下好多了。沈从清看向白小玲，娘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大夫，我也不知道。那你就不能去请大夫吗？将军府已经没有银子了。沈从清愣在原地，没有银子了。他知道将军府的银子出现了短缺，但是今早管家不是才来说了，账房里还有100两银子。难道在汴城100两银子不够请大夫给娘看病？他正打算说话，白小玲先他一步先说了：今早一些丫鬟家丁已经开始陆续休息，我让管家给他们结了月银，账房里的银子已经没有了。那我虽然做着生意，但是1号店赚的钱一部分还了你，剩余的全部投入2号店里面了。如今我身上也没有银子。他对冷霜母女那么大方，他倒是要让他好好尝一尝什么叫做1分钱难倒英雄汉。从清，不如我们先出去，让娘好好休息一会儿。白小玲和沈从清出去了，他在西院的门口停了下来。从清，不如我去找我爹和大哥借一些银子，等到我们宽裕了一点，然后再给爹和大哥还回去。不行，这些事情怎么可以让你回娘家去解决？小玲，你就出去为娘请一个大夫，然后在家中好好照顾娘，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
沈从清刚准备要走，白小玲拉住了他的袖子。从清，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是堂堂2品的将军，有些事情不能做，做了会被人笑话的。如果你去了，以后我们还怎么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白小玲知道他是要出去借银子。可是娘生病了。比起让你出去借银子，我宁愿自己回去找我的爹和大哥。大哥从小就很宠我，他一定会。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沈从清就先说了话。小玲，对不起。沈从清突如其来的道歉让他呆若木鸡，还有好些情节没有演，他怎么就醒悟了？小玲，如今我们才是一家人，出了事情是我们一起解决。我在对待冷霜和他娘的事情上先考虑了，我答应你以后不再这样了，遇到事情我会先和你商量。那冷霜的事我以后不会再过问了，全部交给你来解决。那每月给他们月银的事情都交给你来管，你说怎样就怎样。他连冷霜的事情都交给他来管，这就说明在他心里还是承认了没有面包的爱情不现实这一点。从清，应该就是这几日，柱子哥和二狗哥应该会来汴城找我汇报账单了。我觉得我的专场应该能赚一些银子，到时候我们就能将将军府的空缺补上了。沈从清看着白小玲这么认真地说着这件事情，他不免心头一暖，下意识地就将她拥入怀中。小玲，我以后再也不这般了。刘氏隔着窗户看见这一幕，看来小玲每次让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如今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和儿媳妇儿感情这么好，他就觉得欣慰。他靠着他的胸口，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声，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很不错。小玲，不如今晚我留在北院。听到他这样说，他有些慌。那个，我不方便。所以就算他愿意和他一起共苦，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谢俊嘛。就在此时，东岳急急忙忙跑过来。夫人，夫人！东岳看见沈从清，欲言又止。东岳，何事？东岳还是看着沈从清，有些为难道：夫人。关于谢俊的事。就这样被直接说破，东岳只有点头。白小玲想着沈从清已经知道了东岳来找他是因为谢俊的事情，如果他们还背着他说这件事，那么在沈从清心中就永远都是一个疙瘩。东岳，不管是关于谁的事情，将军是我相公，他都可以听。沈从清听到白小玲这么说，心里竟有些感动。而且关于谢俊的事情，如果他真的要他离开再说，他也不会离开。退一万步说，如果他真的离开了，事后也会调查这件事情，还不如两人就在这里将事情说明白。夫人，今天清晨我外出买菜，路过留香馆的时候，看见谢小爷那边出事了。白小玲听了东岳的话，有些担心。出了什么事情？听说昨日在留香馆用餐的客人回到家中全部上吐下泻，有好几个还是汴城的大官，他们都请大夫看了，也将吃过的食物带到了医馆，大夫说是他们所吃的食物有问题。现在留香馆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都要求谢小爷给他们高额赔偿，还有也要谢小爷滚出汴城。谢俊从坐在房间开始没有说一句话，一脸愁容。白小玲给二人倒了茶水。谢俊，你放心，会没事的。秦洛乃刑部尚书之子，他虽说现在没有官职，但却与汴城的傅公子走得很近。昨日与他一同来吃酒吃菜的一共4人，我回来以后听留香馆的伙计讲，其余3人也是衣着不凡，从他们的谈吐和扮相来说，不是汴城权贵，也是富家子弟。这一次他们怕是早有预谋。是啊，怎么可能不早有预谋？难道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像莲花镇的春风楼一样？
就算被抢了生意也不会报复。留香馆附近的酒楼，自从留香馆开业以来，已经关了2、3家了。而在汴城这个地方，走3步就有一个当官的，走2步都能碰到与当官的沾亲带故的人。谁知道倒闭的2、3家酒楼里面有没有变成权贵的产业？谢俊，从清他不会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刚才秦洛也说了，大夫在饭菜里面检查出了泻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做事是不留痕迹的，只要有人往饭菜里面下了泻药，那么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循着痕迹抽丝剥茧，一定能找出真凶，然后还留香馆一个公道。谢俊却是摇了摇头。小玲，就算这件事情沈将军能够还留香馆一个公道，但是此次的事情过后，留香馆在汴城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往的风光。对于饭馆来讲，食物的安全高于一切。况且这次我得罪的人中，里面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有许多人来消费之前都会有所顾忌。谢俊，小玲，我想这件事情过后，对留香馆开始整改，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能够做多大的生意就做多大的生意了。如果留香馆将这一条街上的饭馆该赚的银子全都赚了，总有一些人会不满意我。以后留香馆每日接待的客人数量会有减少，每一道菜的价格会有所提高。白小玲也点了点头。是，的确应该这样。我觉得你应该将留香馆发展成为一个中高等酒楼。但是小玲，我们留香馆拿得出手的菜只有香辣螃蟹这一道，你能帮帮我吗？让我回去想想还有什么有特色的菜方子没有，想出来以后有空过来教你们这边的厨师。谢俊听此，脸上这才有了一点笑容。好，我也学着你之前的做法，让你做我们留香馆的股东。谢俊，股东就不必了，如此正是报答你当初的救命之恩。谢俊想，白小玲用这样的方式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小玲，你和沈将军之间……我们之间很好，我现在也想通了。他生活在这个年代，有属于这个年代的局限性。没有说哪一家的夫妻一辈子走过来，总没有吵吵闹闹的。我会尽我所能维护我的家庭，和他过好日子。谢俊听到他的话，一颗心凉了大半。他这般说了，他该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吧。但是沈从清今日能够帮他，说明沈从清也是如同他父亲一样令人敬重的人。其实将白小玲交给他这样的男人，他还是算放心的。小玲，那我祝你幸福。得到他的祝福，他感到很开心，这也代表他打算放下了。谢俊，你也要快些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呢。谢俊强颜欢笑。小玲，不瞒你说，前段时间爹娘来了家书，说是隔壁张家的女儿不错，要我回去看看。眼看也要过年了，正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呢。如果是个不错的人，你真该好好珍惜人家，毕竟你也不小了。对啊，再不娶妻生子就是不孝了。从沈从清他们调查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了，也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白小玲有些担心他起身出去。谢俊，你在屋里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小玲，注意安全啊。我知道。此时小吴来报，将军，刚才一伙计说了，就在秦公子他们用餐当日，由于谢老板不在留香馆，当时伙计们忙不过来，于是临时请了一男子来留香馆帮忙一日。可有询问男子的面目穿着？问了，那男子约莫50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灰布衣服，他还说认识将军与夫人，而且还与谢老板一起吃过饭。白小玲听到这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般的说法，她听着有些耳熟。如果她猜测的没错，此人想必就是小虎子的爹。她这才细细回想，当她被沈从清赶出去的那一天说的那句话：沈从清，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原来那时那个男人说的是这个意思。沈从清也是眉头紧皱，怕是也想到了这一层关系。小吴，
你带着见过那中年男子的伙计，就算翻遍了汴城，也要将他找出来。是。小吴应了一声以后，他就出去了。白小玲看向沈从清，从清，那个人是你的二叔，如果下泻药的人真的是他，你真要追究他的责任。还有，他是你二叔的这个身份，到时候无论你如何判定这件事情，都会对你的名誉造成影响。沈从清有些无奈，这事情一桩桩的，竟像是别人给他下的套，而且那个给他下套之人是极其了解他的人。以他的性子，就算他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彻查这件事情。小玲，是怕到时候连累你和岳父岳母。他倒是不害怕被沈从清牵连，是害怕连累原主白小玲的父母。他本就占了原主白小玲的身体，若是再以白小玲的身份连累了白家，那他可真是过意不去。从清，我既然嫁给你，成为你的夫人，打算与你好好过日子。以后无论你经历大福还是大祸，我都对你不离不弃。任何困难，我们一起面对。我也希望你对我也是如此。若是有一天被我发现你并非真心诚意，我也不会舔着脸待在你身边。沈从清听见白小玲的话，他这是在向她表明自己的内心，也是在警告她。在这一点上，他和白小玲倒是很相似。小玲，你放心，我早就决定放下与冷霜之间的过去了。但是你也不要与谢小爷再纠缠了。留香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身为户部尚书的白千云不可能不过来询问。户部专门管农商户之类的事情。外面还在下雪，白千云拿着一把纸伞而来。他收了纸伞，抖着身上披风上的雪花。留香馆的伙计和谢俊都热情相迎。谢俊与伙计告知了白千云事情的原委以后，谢俊也是一脸愁容。秦洛，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与汴城权贵之子似乎都关系不错，之前还曾与小玲有着一纸婚约。若不是他们以为小玲已经不在了，与他毁掉了婚约，说不定小玲如今就已经嫁给了这个披着羊皮的狼了。白小玲对于这位溺爱自己小妹的白千云还有些不熟悉，而且最近白千云都忙着接任户部尚书，他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与白小玲之间也很少见面。这次一见到他就开心的不得了。小玲，你和从清也在呢。大哥。白千云脸上是笑。小玲果然是长大了呀，以前都直接叫我名字，现在改叫大哥，我还真是不习惯呢。是这样的吗？大哥，以前是小玲不懂事。他如同以往一般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脸上带着昵宠。可大哥还是希望小玲对大哥随意一点，一家人不要在意那些礼节。大哥，你是为了留香馆的事情而来的吧？沈从清的动作什么意思？白千云怎么会不明白？他笑着，是。大哥，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就好，大哥还是回去吧。可我是户部尚书，汴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若不管，我可怕有人去皇上那里参我一本呢。沈从清凑近了白千云的耳边。大哥，此事与五皇子有关，大哥还要管吗？白千云愣了一下，五皇子在汴城之中有许多产业，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圈子里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哪家店铺是五皇子所有而已。之前五皇子也用同样的方式低价收购了一些店铺，手续都是由户部办的，所以他也听父亲唠叨过几句。若此事真与五皇子有关，那么事情可就难办了。就算之前他父亲已经是朝中老臣，遇到这样的事情，尚且要给五皇子几分薄面，办他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要说他这个刚刚上任的新官。
户部的人都还没有完全信服他，他做事没有父亲一般圆滑，这件事情倒真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儿处理不好，丢了头上的乌纱帽不说，还会连累白父。若真如此，你也不许插手这件事情。大哥，我已经插手了，而且隐隐觉得他们针对的人并非刘湘馆。那是谁啊？是他。暂时还不得而知。他们的对话被谢俊听了一些去，他摇着头，他以为沈从清和他们不一样，结果到了官场以后也变得和他们一样，官官相护而已。个人都为个人的利益，害怕自己受到牵连，谁会管小老百姓的死活？但是刘湘馆是谢俊几代人的心血，他不能让刘湘馆毁在他的手里。若是他们不肯帮他，那么他就只能自己帮自己了。谢俊一狠心，就由刘湘馆的后门朝外走去。若是就由刘湘馆这般被强取豪夺了去，他就算死了，也无法向谢家的列祖列宗交代，还不如豁出命来留下刘湘馆。沈从清和白千云还在说话，白千云叹息一声：得了，你这个不管这些事的沈将军都还为此事烦恼，我堂堂的户部尚书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啊？就算我们白家因此遭了什么难，我觉得父亲也会体谅我。父亲之前对我说过，他这一辈子就是畏畏缩缩，过得太过圆滑，虽然没有遭什么难，但是也很难有成就。他希望我能当个好官，当一个能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白小玲听着他们二人的对话，她心里想着，如果朝中能有多像白千云和沈从清这样的官，百姓也不必这样苦不堪言了。不过他似乎觉得秦洛说的才是对的，这件事情闹大了，皇上虽然明面上会迫于百姓的压力，会给五皇子一定的惩罚，但其实心里会对他们有隔阂。否则沈竹浪也不会因为委婉拒绝与公主的婚事，而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安排职位。大哥，从清，你们饿了吗？我去给你们做一点吃的。白小玲这么一说，白千云还真的感觉到有些饿了，而沈从清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两人皆是点了头。白小玲正让刘湘馆的伙计将她往厨房领，白千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小玲，你不是不会做饭吗？她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以前连吃饭都是丫鬟给她喂到嘴里，她如何会做饭？白小玲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大哥，小玲不仅会做饭，而且做得非常好吃。看来她真的是长大了。反正现在案子的关键在于抓住那个下药的中年男人。小吴已经带着人去整个汴城搜查了，他们只需要等待消息而已。妹夫，您回来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为何小玲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沈从清喝了一口茶，他娘也每天逼着他这件事情，但是这不是一件急得来的事情。他虽说回来大半年的时间了，但是与白小玲同房不过2次，哪有那么快？父亲母亲整天都在房中念叨，说要往将军府送一些补药，不过被我给拦住了。若是这事传出去，对你和小玲都不好。他压低了声音：妹夫，你们如果怎么努力都怀不上，我看呢，还是请个大夫看看。父亲与宫中的皇太医关系不错，而且皇太医医术高明，他定是会药到病除，并且也会为你们保密的。沈从清的脸色不太好，所以如果白小玲一日不怀上孩子，大家都会以为是她有问题，而偏偏白小玲又时常因为这件事情躲着她，她也没有办法。大哥，其实小玲有孕了。算了，还是先给出这个消息，然后她晚上的时候再努力一把。反正生孩子多生几天少生几天都没差。白千云一听，惊得嘴都合不上。妹夫，真的吗？这事儿是真的吗？他黑着一张脸回答道。白千云不顾形象地拍着桌子。真是太好了，如果父亲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不知道有多么开心呢。不过这事儿怎么没听小玲说呀？小玲大概是害羞吧，
不过，等他接受了他快要当娘的这个事实，他会主动告诉你们的。白千云满脸是笑。正好，我就要当舅舅了。沈从清也笑着，不过他的笑里面充满了尴尬。他想着，那他以后可得多多努力。怀孩子也是一件看缘分的事情，若是白小玲迟迟怀不上孩子，那么他可真成为变成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话了。他们该笑话他不行了。半个时辰以后，白小玲左右四周没有找到谢俊，他想着谢俊这个时候也应该饿了，他该是还在房间内，于是对着一伙计道：你去将谢老板请下来，我们一起吃饭。哎，好。伙计应了一声好以后，就小跑着上楼了。白小玲又盛了一碗汤，然后放在那个空着的位置。不一会儿，伙计急忙跑下楼：夫人，谢老板没有在房内。没在。这时外出寻找谢俊的伙计都回来了，他们一个个面色焦急地说道：夫人，我们依照您的吩咐，将留香馆的前前后后都找遍了，并没有看见谢老板。白小玲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她起身：走，我再随你们一起去四处找找。白千云连忙扶着她：小玲，这件事大哥和从清都在，哪里轮得上你去寻找啊？这样，你在屋里好好坐着，不要乱走，我和从清和这些伙计去找。白小玲心里想着，看来白千云对她的这个妹妹可是溺宠的有些过分了。以前她一个亲人都没有，穿越到这里以后，她有了竹浪、刘氏、沈从清，如今还有了白千云和白府的人，他们都是她的亲人。她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她乖乖坐下：大哥，从清，你们找到谢俊以后，让他不要冲动，将他立刻带回来。小玲，你就放心吧。沈从清两口喝完了碗里的汤，他刚准备与白千云一同出去，就有一群穿着官服配着刀的人进了留香馆。他们一人对着沈从清行了一个礼：沈将军，有人在府邑告了你的状，和我们走一趟吧。白小玲站了起来：你说有人告了沈将军的状，是何人所为？衙役看见沈从清和白千云都与这个女子走得较近，所以猜想她便是沈将军的夫人白小玲，所以对她说话也是恭恭敬敬。正是这留香馆老板谢俊。白小玲听到谢俊的名字，她的脑子懵了一下。谢俊不在留香馆，他就算要跑出去报官，沈从清正在积极地为他的事情而忙碌，他没必要去告沈从清的状。留香馆外本就有一些沈从清的人，只不过沈从清为人低调，他所带的随从都是便衣出行。小吴他们见衙役他们进了留香馆，一个个的也进去了。他们站在沈从清的身后，小吴在他耳边轻声说：将军，我们依照您的吩咐去寻找那下药人，但是没曾想被府邑的人先一步将他找到，并且将他带走了。沈从清微微点头：知道了。带头的衙役一脸严肃对沈从清道：沈将军，我们也是秉公办理，还请沈将军跟我们走一趟。小吴听此，立马将手里的佩刀拔出半许：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让将军陪你走一趟，将军就得陪你走一趟啊！我们在边疆刀口舔血的时候，你们在汴城里吹着柔软的风，就凭你们这群小杂碎，也敢对我们将军这般说话？信不信老子一刀砍了你？小吴本就是莲花村附近村子里的人，以前是种地的农夫，没有读过书，后来认了沈从清的大哥，过了几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所以说话粗了一些。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按规矩？按什么规矩啊？我吴某是个大老粗，不懂你们的规矩，但是今天谁要是敢把将军带走，我就要了他的脑袋。跟在小吴后面的人也全将刀都拔了出来。衙役们看着面前亮闪闪的刀，他们心里还是有些畏惧。这群人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且他们手中的刀是真的杀过人的刀，刀刃都卷了。而他们一直在汴城当差，配刀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吓唬人。虽然他们是府邑的衙役，
但是要真的动起手来，要与这些人比，还是差很多。这位大哥，你听我解释，我们也都不信沈将军会真的以公谋私，谋害谢俊。但是谢俊已经来了府尹告了状，而且还有人证，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再说了，这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是我们不能秉公办理，而这里又是汴城，若是谢俊他一状告到皇上那里，我们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沈将军，您就行行好，随我们去一趟。谢俊告状，而且还有人证。白千云皱着眉头，刚才沈从清告诉他这件事情不简单，而且他们针对的人不是谢俊，而是另有其人。那时候他问他们针对的人是谁，沈从清说他不知。如此看来，不是沈从清不知，而是他早就知道，他只不过不想将他自己的名字说出来，否则他害怕他和白小玲都不让他继续插手这件事情而已。该来的总会来的，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倒是想要知道究竟是谁想要害他。如此，本将军便陪着你们过去看看。多谢沈将军。衙役说完，却并没有离开。小吴一见，那火爆脾气又上来了。你个瘪三，我家将军说了会去，那就一定会去，难不成你还想将我家将军押去不成啊？我可告诉你，这事儿就算是将军答应你，我也不会答应。不敢，那小的就立即回去，还请将军快些来。不必了，我虽说是将军，但是你们该怎么办事就怎么办事，不用在我这里搞特殊。小吴看向他，如果汴城的百姓看见他被衙役带走，不知道又会传出什么话来。将军，不可！小吴，我身为将军，更应该以身作则，凡事按规矩办事。我走了以后，你和兄弟们不许去府尹找麻烦。将军，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不许再说。一行人到了府尹，站在正中央的人正是谢俊。谢俊见了白小玲他们，也是一脸懊悔。他原本是来府尹报官，说是自家留香馆被一个临时做工之人下了泻药，想要以此毁掉留香馆的名声与生意。殊不知府尹大人很快就派人去捉拿临时下药之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此人捉拿归案。而那个人他也认识，正是白小玲的二叔。白小玲的二叔，他在莲花村与他一起吃过一顿饭，那时候只是一起吃饭而已，所以对他的性子并不了解，还以为他和白小玲和刘氏一样是淳朴善良的莲花村村民。但是后来他也听说了，他的二叔似乎是个负心汉，对他的二婶和小虎子不好，并且还在莲花镇的窑子里面吃喝欠下了很多银子，想要白小玲为他结账。白小玲二柱子他们带着专场的兄弟一起去窑子，强行要他与他的二婶和离了。前几天他又听说这个人去了白小玲的鲜蔬超市赊账，然后将鲜蔬超市里面的蔬菜拿到菜市贱卖。如今他刚来府尹报案，他们便以这么快的速度将下药之人捉拿归案，连他都看出这件事情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果不其然，那个男人被捉来以后，先是狡辩，然后府尹大人放了几句狠话，他就立马被吓得跪在地上，然后将全部的事情都招了。他说是沈从清指使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沈从清怀疑他和白小玲之间有染。若是这件案子就朝着这个方向审去，不仅是沈从清的名誉受损，白小玲的清白也将受到莫大的考验。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分明只想拯救留香馆，只想在自己100年以后有颜面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不过沈从清的确用留香馆威胁过他，说不定真的是他想要害他，然后将他赶出汴城。而他之前还愿意来帮助他，也许只是做一个样子给白小玲看。白小玲看向谢俊的身边，在他身边跪着一个穿着灰布衣服的男人。他不用看这个男人的正面，光是想想就知道，他便是小虎子的爹。留香馆的伙计形容，那日临时找来帮忙的男人穿着灰布衣服，而他竟然连衣服都没有换，这目的已经很明确了，他就是等着府尹的人来抓他。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串通好的。府尹大人见沈从清来了，他笑嘻嘻地迎了上来。沈将军，这事儿实在是对不住啊！留香馆的谢老板来报案，我们根据线索抓住了下药人，但是这个下药人口口声声说受了您的指使。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使百姓税银，这件事我若是不管，不仅天理不容，连良心上也过不去。不过我们都相信沈将军绝不是这样的人，将军夫人也绝不是不洁身自爱的人。府尹的审案是公开的，不知是有人事先通知还是如何。此时府尹的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汴城百姓，等着看这一场大戏。然而府尹大人的短短几言已经勾起了他们的八卦之心，无数的剧情在他们的脑子里上演。天哪，将军夫人居然与留香馆的谢老板有染。沈将军出征在外3年，将军夫人刚为心腹就守活寡，哪个女人受得住？最重要的是啊，我还听说当初他们都以为沈将军已经不在了，而且将军府的老夫人还知道他与谢老板之间的事情，并且同意他们在一起。要不是后来谢老板娶了他人，恐怕呀两人早已经成亲了。还有这等事？千真万确，这些事情呀在他们以前居住的莲花村都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哎，还不止这样，听说他白小玲一个寡妇在莲花村那可是混得风生水起，10里8村的村民都来为他劳作，人家能力大呀。白小玲听着这一声声的议论，虽然面上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她的手在袖子里面捏成拳头。在没有听到这些话之前，她以为这件事情是针对沈从清的，是沈从清不懂官场的圆滑变通之道，得罪了别人，所以别人要借着这件事情整治他。但是没想到暗中之人通过这件事情要动的不止谢俊的留香馆，沈从清在朝中的威慑力，还有他的名声。这个人特地调查了他，挖出这些陈年往事。他与谢俊之间的事情，在他这个当事人的心里都已经归为平淡，但是对于汴城百姓来说，这就是一个惊天大秘密。还有，在古人眼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在外抛头露面。而他在莲花村大办专场的事情，已经是10里8村都知道的事情。来专场做工的都是周围几个村的青年男人，经过他们这么一加工，就算她清清白白，也会被说成是一个不洁的女子。而古代对待不洁的女子，那是相当残忍的。当初谢俊愿意娶他的表妹，就是因为他表妹不洁，要被拖去进猪笼，所以他才承认他的表妹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他的。他平时伶牙俐齿，头脑清晰，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听着这么多诋毁他的话，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木愣地站着，突然一只温暖的大手伸了过来，他握住他的手，温暖从他的手流向他的4肢百骸，让他的大脑恢复了一些思考。沈从清捏了捏他的手。本将军的夫人多么干净，本将军知道。谁要是再敢污蔑他，本将军定不放过他。还有，本将军会调查清楚，刚才那些无中生有的人究竟是谁。沈从清说着，他一双冷目里面寒光四射，看向围在府邑门口的百姓。如果他的猜想没错，这些人应该是被人事先安排在这里，而他们所说的话也是被人吩咐这么说的。否则，一些生活在汴城的寻常百姓如何知道千里之外的莲花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相信白小玲，在他与他的那一夜，他分明就是个处子。白小玲看向他，第一次觉得站在他身边这么安全与温暖，第一次觉得其实女人也不需要太强大，遇到危险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怀抱也挺好。你相信我？白小玲，你是不是傻？他被他这句话问得有些愣。啊？他凑近他，几乎咬着他的耳朵说：那一夜你落红了。
他瞬间满脸通红。所以他是不是清白的，他是最清楚的。刚才他还以为他无条件相信他，让他心里很是感动呢。原来是这样，虽然心里有些小失望，不过还是觉得有些小甜蜜。他也轻声问：那是不是你的第一次？他看向他，他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承认那是他的第一次，而且还是在这样的场景。白小玲，这些事情我们回家去再讨论。他们所说的话，谢俊隐约听见了。虽然已经准备放下他，但是听到这些话，还是免不了内心一片幽凉。小吴他们原本回了将军府，但是他不放心，还是和10几个兄弟一起来了府衙外面。刚到府衙外，就听到一群百姓在恶意抹黑白小玲。他们可是跟着沈从清出生入死的兄弟，而且他们也相信夫人的为人。小吴最先忍不住，他的一把刀架在刚才说的最厉害的那个人的脖子上。你这个瘪三，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再敢污蔑夫人，我将你的脑袋割下来。刚才说话的人摸了摸脖子上的东西，当他确定那是一把刀以后，吓得直接尿了裤子。大爷饶命！饶命？留你一张嘴，还让你又继续胡说呀？小吴说着，手里的刀用力了几分，那人只觉得脖子上一凉，一股热热的东西流了出来，他直接被吓哭了。大爷饶命！这也是今儿早上一位姑娘给了我们银子，才让我们这么说的。小吴听到这样的话，也感到惊讶。他刚才只是发自内心想要惩罚一下这个人，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还隐藏了这么大的猫腻。快细细说来，否则小心你的脑袋。其余人也将现场的围观人等全部控制住。刚才议论的主要几个人被带到了里面，他们一个个跪着，对着府尹大人哭喊道：大人，饶命啊大人！府尹大人的脸很黑，没想到这群人竟是这么不惊吓的一群人。还有沈将军他的手下当真是目中无人，竟敢在府尹门口亮了刀，而且还差点在这里割了一个无辜平民的脑袋。这件事情他可得联合几位大人一同上书给皇上。且将这件事情的原委细细说来，若有半句虚假，本官定饶不了你。他们一边磕头一边说道：大人，我等今日清晨在汴城大街上闲逛，突遇一蒙面女子，她手里拿着一大袋银子。她说如果我们帮她办一件事情，那么事成之后每人可分得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一辈子的生活支出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想也没有想，就直接答应了。后来得知他要我们诋毁的对象是沈将军夫人的时候，我们也曾拒绝，但是他十分确定地说，今日过后汴城之内再无沈将军，所以我们才敢这么做的呀。沈从清听着这些话，他阴冷地看向府尹大人。好一个今日过后汴城之内再无沈将军，哼，这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好。沈从清说话的语气仿佛凛冬寒流向他袭去，吓得他白骨生寒。他也算是汴城老官，经历了不少风雨，但尽管如此，他也被这样的气场给压住。从战场上厮杀而回的武将，与他们这些在汴城之内靠文斗智斗的文官果然不一样。他答应帮秦洛这个忙，一来是因为上次沈从清在苏大人的寿宴上得罪了苏大人，二来是因为秦洛这个人他尚无职业，他平时与五皇子走得较近，他不会平白无故要对付沈从清。若是真有人想要对付沈从清，那便是五皇子的意思。难道他被秦洛那小子给坑了？就只是秦洛小子和沈将军之间的私人恩怨？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可要自保了。府尹大人看向沈从清，他马上换上了笑脸，然后对身边衙役道：还愣着做什么呀？还不给沈将军和将军夫人搬来椅子？衙役愣了一下，然后立即去搬凳子。
服役大人连忙讨好地说：沈将军，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场阴谋，是有人想要加害沈将军与将军夫人。沈将军，你放心吧，本官一定会给沈将军和将军夫人一个清白的。沈从清看着衙役搬来的凳子，没有坐下，也没有看府尹大人，而是冷声道：府尹大人这是做什么？你此时正在办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本将军可不想被人留下话柄。府尹大人一听，脸都被吓得惨白，这可如何是好？沈将军似乎不愿意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秦府，秦洛，你是觉得你的脑袋长在你脖子上的时间太长，想要让他下来玩几天吗？秦洛听此言，吓得一下子跪在地上，他的眼神漂浮不定地看向地面。五皇子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来了秦府？五皇子，属下也是为您着想，留香馆每日的收入能……秦洛的话还未说完，五皇子一转身，一脚踢在他的胸口。秦洛被他踢翻在地，他憋着咳嗽，满脸通红。蠢货，就算留香馆日进斗金，我们也不能动他。为何？他坐在椅子之上，一双凤眼里面透着寒冷。为何？秦洛，你是装作不知还是真的不知啊？留香馆出事，沈从清必定插手。秦洛又连忙跪下，他爬到男子的面前。可，就算沈从清他再厉害，您可是当今的五皇子，皇上最是疼爱您的。若是因为此事他对您不敬，皇上必定会对他不满。到时候，就算他是正二品的将军又如何？蠢！若是此事闹大，父皇就算心里向着我，但是迫于朝臣百姓的压力，他不得不惩罚我。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你我心知肚明，有几件是见得光的事情啊？那些事情若是经过细微调查，必定露出马脚，那时我便在父皇面前失尽宠爱。为了一家区留香馆，值得吗？秦洛脸色苍白，他原本以为五皇子只是为财不择手段的莽夫而已，没想到他竟然将这些看得如此透彻。这件事情，他原本打算借用五皇子的身份，让府尹大人出手帮他，然后好让沈从清颜面扫地。但是没想到，五皇子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么快就来了秦府，这么快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么快就开始兴师问罪。事已至此，后面的事情已经不是他能解决的事情了。秦洛全身都在颤抖。不值得。知道不值得，那说明你还不算太蠢。秦洛，本皇子告诉你，你就是本皇子养的一条狗。一条狗若是不忠于主人，敢违背主人的意愿做事，只有死路一条。这件事情本皇子会为你摆平，但若是再有下次，秦大人恐怕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他说完走出去。他秦洛不愿意当一条狗，一条毫无尊严的狗。若是五皇子彻底不在了，那么在他手上那些见不得光的产业都是他的了。这些年，五皇子为了掩人耳目，很多产业其实都是在他名下。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他知五皇子知。秦洛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谁说他是蠢？谁说他是狗？谁说他这次出手对付留香馆是因为想帮五皇子得到留香馆？谁说他是因为嫉妒沈从清与白小玲在一起而陷害沈从清？其实这些都不是，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不想当狗，想要成为主人而已。秦洛走了出去，守在门外的正是秦婉婉。秦婉婉一见秦洛就怕得要命，她的身体微微后退了少许。少爷。秦洛看向他，在一众的暖床丫鬟以及小妾之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秦婉婉，因为他每次见了他都是一副老鼠见了猫的神情，他怕得要命，而他却兴奋得要命。他一把掐住秦婉婉的脖子，让她抬起头看向他。你怕？不怕。可他明明就已经怕得瑟瑟发抖，双眼通红，却死不承认。
秦婉婉见了他的场景，不正是和他每次见五皇子的时候一模一样吗？所以就算秦婉婉出身低贱，却也让他觉得真是有趣呢。双儿可睡着了？睡着了。那就去你房中。他听此，脸上得逞的笑一闪而过，却也娇弱害怕的轻声道：是。还是老规矩，穿着与他相似的衣服，梳好与他类似的发髻，在床上等我。秦婉婉的脸上浮出不悦，但是这不悦很快便消失了，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依旧逆来顺受地说：是。他要他装作白小玲又如何？就算他恨白小玲，但是他在他身边当了这么多年的丫鬟，他了解白小玲。有一次他以白小玲的名义约她，而到了地方以后，他穿着与白小玲类似的衣服，梳着与她差不多的发髻，他只是稍稍诱惑一下她，他就受不了，与她发生了关系。那时候他知道她不是白小玲，而从那以后他会主动约她出来，每一次见面只有一件事情可做，每一次做事之前他都会要求她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就是白小玲的替身，可是那又怎么样？他的初衷并不是得到秦洛的心，而是摆脱丫鬟的身份，过上富贵的生活而已。秦婉婉进入了自己的房中，拿出与白小玲曾经穿过的类似的衣服，然后梳上那样的发髻。他看了一眼正在小床上熟睡的秦霜，他心里想着，双儿是秦洛的唯一一个儿子，只要双儿再长大一些，那么他就不会再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了。到时候秦洛为接替他父亲的官职，而他则是秦家大院里面的主母。他想着这些，脸上终于有了笑意。府尹沈从清冷冷地看向府尹大人，府尹大人不敢看他，而是向二叔吼道：大胆刁民，你所说的言语之中破洞百出，你为何要陷害沈将军呢？白小玲见府尹大人的这个模样，他心里想着，沈从清不说话，冷眼看人的时候，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他不免好奇地看向他，虽然他这个样子够冷，但是好歹也是冷帅冷帅的，他倒是不觉得他可怕。二叔一听，吓得一颤。当初那个雇他的人不是说了，只要他按照他吩咐的话说，府尹的人一听就会明白，并且会帮着他。为什么府尹大人会突然话锋一转，帮着沈从清说话？他不停地磕头。府尹大人请明察，我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就让我儿不得好死。白小玲听到他的话，气得不行。古人比较迷信，对于发誓赌咒还是挺信的。他为了博取府尹大人的信任，不敢用自己的性命来做发誓，倒是用了小虎子的命。这个男人不配做二婶的相公，更不配做小虎子的父亲，还亏得小虎子之前见他挨打，替他说话。若你刚才真的说的句句实话，那便用你自己的命来发誓，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信。我此时穿着一袭黑色披风的男子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了沈从清的身边，黑色披风的帽子几乎将他的一张脸遮住，从白小玲的方向看去，只能看见他的下巴和嘴唇。男人进入府尹以后也没有摘下帽子，而且他进入正在办案的府尹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在白小玲的分析中，这个男人的身份不一般。只见那男人的薄唇微起，沈将军可否卖我一个薄面？这件事情到此为止。白小玲睁大了眼睛。所以说，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五皇子。他一个皇子，竟然在沈从清的面前低声下气，让沈从清卖他一个面子。沈从清的面子真的有那么大吗？连五皇子都来亲自求情。沈从清看向五皇子，良久没有说话。白小玲扯了扯他的袖子。沈从清，就算你在苏大人还有府尹大人面前都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可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五皇子，是皇上的亲儿子。要是惹了他，
以后你在朝廷里面可怎么混呢？你处处树敌，我的仙书超市也难在汴城开下去。他见他还是没说话，心里有些着急了。他正张了张嘴，准备从言语上来劝他，没想到他还没有发出声音，沈从清便先开了口。只听他说：这本是一场误会，在留香馆内没有吃坏肚子的人，我也没有见过五皇子。多谢。那男人说了这2个字，然后从他们身边走过。府尹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清空了人，除了衙役和小吴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闲人。男人坐上了马车，马车便立刻离开了。他一来一去花了不过1刻钟时间，做事雷厉风行，半点都不拖泥带水。府尹大人擦着额头的冷汗，这件事情终于有一个结果了，还好今天五皇子亲自来了，否则沈从清这个祖宗还真的将我的半条命给蹬掉了。沈将军，你看现在事情也明了，都是误会一场，我这就派人送沈将军和将军夫人回府吧。这件事情就不劳烦府尹大人了，只是不知府尹大人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人。府尹讨好的笑凝固在他的脸上，这又是一道送命题将他难住。所以这个男人究竟是不是沈将军的二叔？沈将军这么问，是要保他还是要罚他？沈从清看着府尹大人一脸为难的样子，此人胡说八道，扰乱汴城的治安，我建议府尹大人还是将他收监几日，让他好好反省。府尹大人满脸讨好的笑，沈将军直接说出来，可比他瞎猜好多了。是，沈将军说的对，沈将军觉得关他几日为好啊？3年5年不嫌多，8年10年不嫌少。沈从清说完，便牵住白小玲的手，朝着府尹外走去。府尹大人目瞪口呆，这就是沈将军所说的关几日？这几日有些长啊。夫人，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向你禀明。今日冷霜那只小妖精身边的丫鬟又来将军府门口等着将军，她与将军说了几句话，但是由于我离他们较远，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了什么。上次也是冷霜的丫鬟来见了将军，将军没有跟他出去，所以东岳以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儿。结果后来就知道将军竟然给冷霜小妖精添了一处房产，夫人为此生了很久的气，所以这一次她可不敢大意。只要是关于冷霜和冷家的任何人与将军牵扯上一点关系，他都要如实的告诉夫人。白小玲的手顿了顿，她这才抬眸看向东岳。那丫鬟走了吗？说来也奇怪，那丫鬟听了将军的话，竟然没立即走，而是愣愣地站在将军府门口，约莫过了1炷香的时间以后，她才离开。她这次可得长了心眼儿，否则自己家里的钱财被小妖精给卷走了，然后小妖精用白小玲挣的钱将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迷惑她的相公，她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东岳，你去库房对管家说，以后将军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必须给我过目。是的，夫人。以前他没端正态度与沈从清好好过日子，所以他对于沈从清和冷霜的事情根本不在意。但是现在不同，他要是敢给冷霜一针一线，他都觉得心窝子疼。冷霜这个情敌，他得尽快将他打败。东岳，你可知冷霜最近是住在冷府，还是住在他的新房中？东岳听到这里也憋屈地撇着嘴。夫人，前几天冷府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敲锣打鼓的全部搬到了新房中，现在几乎整个汴城的人都知道沈将军为冷霜姑娘添置了新房。他们还说，若不是因为将军惧内，恐怕冷霜姑娘早已经是将军的妾了，也不会如今还无名无分地住在外面。他一下子放下勺子，有机会能当沈从清的妾，也是值得这么炫耀的事情吗？东岳，给我换一件衣服，我要去见白我大哥。东岳应声以后，便立即去挑选了一件桃红的棉衣，再给白小玲梳了一个流云髻。
主仆二人便撑着纸伞去了户部。沈从清给冷霜买了房产，但是如果那房产不上户，依旧算不得是冷霜的。而对于房产上户一事，归户部管。而白千云刚刚上任户部尚书的位置，对事务还不熟悉，很多事情都堆了下来，处理公务的速度会慢下来。冷霜房产办理一事应该没有那么快就办下来吧。他和东岳刚到了户部门口，就被白千云身边的小厮小刘认了出来。三小姐，你怎么来了？白小玲虽然不认得小刘，但是见他热情的模样，也还之以微笑。大哥在吗？在。带我去见他。嗯。小刘一边带路一边说道：三小姐，你可不知道，大少爷自从继承了老爷的位置以后，老爷倒是闲下来每天养鱼喂鸟，但是大少爷可惨了。大少爷每天不忙那3更天，他根本不会回白府，有时候甚至都直接睡在户部了。三小姐若是待会儿见到了大少爷，可得好好劝劝他。大少爷虽然年轻，但是也不能这样不将自己的身子当作身子。他不心疼自己，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看着也心疼。上次回娘家和几次与白千云的相见，均没有瞧见他身边有一个姑娘。若是他遇见了一个心仪的姑娘，恐怕就不会这般了。白千云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大龄剩男了。他的自身条件很好，若是他愿意，肯定无数的姑娘早就将白府的门槛给踏破了。而他依旧孤身一人的原因，恐怕是他自己不愿意。我几年不在家中，对家中之事不太了解。大哥也年龄不小了，为何还未娶妻？小刘听到此话，更是摇了摇头。他一脸愁容地说道：大少爷是何等的人，三小姐恐怕比我更清楚。他自然是忘不了那姑娘，但是奈何那姑娘一去5年，再无音讯。大少爷也寻了她几年，没有寻得她的踪迹，自然也不再寻了。不过从此他便再也瞧不上任何姑娘。二夫人前些年还为他说了几趟亲事，但是都被大公子给婉拒了。这事儿三小姐也得劝劝大少爷。我尽力。话虽如此，但是他对白千云和那位姑娘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他又从什么方面开始劝？或许白家的子女都是如此吧。白千云是这样，原主白小玲也是这样。说话间，几人已经来到了户部白千云办公的地方。小刘道：大少爷，三小姐来看你了。白千云这才将头从一堆竹简中抬了起来。几日不见，白千云的确憔悴了不少。他皮肤白皙的脸上有2个很深的黑眼圈。大哥。他立马从软垫上起来，然后走到白小玲的面前。小玲，你怎么来了？大哥，公务要紧，身体也要紧。你这般模样，爹见了该如何伤心？小玲，等到大哥熟悉以后，便不会再这样了。年关将至，大哥也想在过年前将积累下来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我能过一个好年，百姓也能过一个好年。他说着，然后扶着白小玲往一边的椅子走去。小玲，你如今已然不是一个人了，肚子里有了小孩，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闹腾，都是快当娘的人了，得成熟稳重一些呀。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足够成熟稳重，只不过任凭他再成熟稳重，但是白小玲在白千云的面前不过就是他的小妹而已。他这般被白千云扶到了椅子上，让人有些尴尬，但他也坐下了。沈从清之前背着他对白千云说他有了身孕，大概是因为他嫁给他3、4年了，肚子一直没有反应。白千云怀疑他作为男人的能力，而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才编出他肚子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孩子。这些问题都不是他今天来的重点。大哥，我今日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什么事情啊？你可知道冷霜？白小玲此话一出，白千云摇了摇头，倒是一边的小刘说道：大少爷，你最近一直忙于户部的事情，对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一无所知。
冷霜就是民间传言沈将军养的外室，而且前几日沈将军还给他购置了一处房产，现在冷家的男女老少全部都搬进去了。冷家现在做生意，四处都打着沈将军的名号，从中捞了不少好处。白千云听着小刘的话，脸色一点点暗淡下来。小玲，真是如此啊？他沉默不语，心中正在想如何应答白千云。这个问题，他若答是，白千云会对沈从清有意见；他若答不是，这事儿又不是什么秘密，只要白千云去大街上一打听，那就全都知道了。还不仅如此，冷家老爷逢人就说沈将军是他们冷家的姑爷，冷霜姑娘迟早都是沈将军的人。东岳听了小刘的话，竟也皱着眉头道：真是不要脸，沈将军已经与那只小妖精断清楚了关系，他们冷家还在胡说八道什么？他们不就是想要借用沈将军的名字在汴城好办事吗？自从沈将军回汴城以后，冷家的粮油店可增加了好几家了。沈将军威名在外，百姓心中爱戴他，所以听到沈将军的名号都赶着去买冷家的粮油。但是那冷老板可不是一个善茬，表面笑嘻嘻，背地里可阴了。其实1斤大米只有7两，还用陈年大米冒充新产大米卖给百姓，百姓拿回家发现以后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也不想和沈将军过不去。小刘越说，白千云的脸色越不好看。对于这一点，白小玲觉得他是该为沈从清说几句公道话了。沈从清本身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不可能会与冷老板联合起来坑骗百姓。大哥，我了解从清的为人，他绝对不会这样。这事作为户部尚书，我会调查清楚。小玲，你来找我是否是因为此事啊？冷老板借用从清名号一事，我也是刚听说。我来此是为了那处房产的事情。小刘听到那处房产4个字，笑容爬上了他的脸。不等白小玲和白千云说话，他便走到一边，从离白千云伏案最远的地方翻出一卷竹简。以大少爷这样的办事速度，若不是我将这本竹简丢到了远处，恐怕已经被大少爷给批了。我们白府的3小姐哪能让什么阿猫阿狗给欺负了？白小玲见此，不免有些欣慰。白千云接过小刘手中的竹简，他翻看着里面的内容，眉头微皱。竹简上所写全部都是合理合法的，若是他真不给办了这处房产，倒是徇私舞弊了。他见他为难的模样，大哥，这处房产的购买一切符合规定，肯定是要过户的。但是你看这里，白小玲指着竹简上面的一个地方，将军府的家丁和管家都是受了从清的命令，所以才带着银子来买房子。这处房产真正的购买者是沈从清，而不是冷霜。经过白小玲的提醒，白千云再次仔细看了竹简。小玲，的确如此。那我明日就通知卖房的人与将军府的管家一起来户部，将房屋过户的事情给办了。多谢大哥。小玲，对我何必说谢呀？只要你过得好，大哥就开心了。不过你现在怀着孩子，从清血气方刚，男人在外面寻乐子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他没有太过分，没有对你不好，你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因为当年他们的娘就是这样，所以后来爹才娶了二娘。只不过二娘娶回来没多久，娘就生病去世了。当时留下白小玲和白千云2人，白小玲算是白千云给照看大的，所以他们兄妹的感情很好。而他也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和熏陶中长大，他虽然不太认可，但是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正常。若是大哥真如此认为，为何大哥至今不娶？他问的白千云愣住了，最后白千云叹息一声，他摇了摇头。是啊，这个理由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能用它来说服你啊？不过小玲，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大哥都支持你。听到白千云这么说，他觉得心里暖暖的。其实拥有一个这样的大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他想到了小刘的嘱托。大哥，有的人若是一直等不到，
那就是有缘无分，不如就忘了。小玲，我的事情我自己知道。或许已经不爱，只是习惯了等待。这段日子我打算四处走走，若是看见好姑娘，定会给大哥留心。也请大哥不要再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他的年纪实在是不小了，真的等不起了。况且连他的妹妹都已经成亲有了孩子了，他这个做大哥的要是再不娶媳妇儿，得被人看笑话了。他点了点头。好。临近中午，白千云将白小玲与东岳送到了户部门口，亲眼看着他俩坐上了马车，这才进入了户部。白小玲看着东岳，东岳虽说年纪不大，但是他似乎已经在汴城住了很久，对于这些大户人家之间发生的事情，说不定他知道。东岳见白小玲一直看着他，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夫人，是我脸上有脏东西。白小玲摇头。东岳，我的脑袋受过伤，很多事情都忘了。你可知大哥与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女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千云一心一意将他放在心里，他自然也会对他的事情上心。白千云虽然表面上说要放下，要试着去接受别人，但是他能从他脸上看出，他并没有完全放下，也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去接受其他女子。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打开白千云的心结，与白千云心中的那个女子有关。东岳摇了摇头。夫人，白大少爷可是我们汴城之内出名的痴心人，当年他与花姑娘的事情，几乎整个汴城的人都知道了。5年前，西城国的王子来我朝拜访，觐见皇上，要求与我国和亲。当时花姑娘可谓是汴城第一才女，而且与三公主私交甚好。原本是三公主要为西城国王子跳一曲舞，不想当初三公主身体不适，三公主便让花姑娘去顶替她跳舞。在献舞之时，西城国王子一眼便看中了花姑娘，当场就向皇上求婚。皇上也舍不得将自己的女儿远嫁，所以当下封了花姑娘为琼花公主，嫁给西城国王子。其实花姑娘与白大少爷早已经两情相悦。花姑娘不想去和亲，可是她若不去，花家便违抗皇命，是会被满门抄斩的。她无奈，只能坐上了去往西城国的马车。我也是听白府的丫鬟说的，花姑娘走后，白大少爷不吃不喝，在房中坐了3天。3天之后，他从房中出来，表面上看着已经从那件事里面走出来，但是从那以后，他便再也不多看某个姑娘一眼。前几年媒婆也没有少上白府的门，可是白大少爷硬是没有同意一门婚事。他说完这些，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白大少爷的遭遇深表同情，当然也对他这种痴情所震撼。沈从清来到西院，他还没有走进去，便听见了刘氏的笑声。刘氏这么高兴，他心里也开心。二柱子，你动作可真快呀！半年之内不仅娶了媳妇儿，就连孩子都怀上了。二柱子也笑着。婶，我年纪不小了，之前没娶妻的时候，娘一直在我耳边念叨，别提多烦。想不到娶了媳妇儿，她还是在我耳边念叨，天天看着杏花的肚子变化，念叨杏花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话虽如此，但是提到自己的娘，则是一脸幸福。刘氏笑得爽朗。小玲儿也怀了孩子，前几天从清才告诉了我。不管小玲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她生的孩子，我都喜欢。白小玲曾经是他的女神，如今听到她怀孕的消息，二柱子的心里感觉有些怪。沈从清这时候从西院的侧门走了进来。娘。刘氏看向他，一脸慈祥的笑。哟，从清啊，你回来了，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他将一切都听见了，此时却明知故问道：娘，你和柱子哥在说我什么？
说你让小玲怀了孩子的事情。沈从清看着刘氏一脸期待的样子，他是恨不得白小玲将肚子里面的孩子马上生出来。可是他心知肚明，白小玲肚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孩子，10个月以后他拿什么来交差？当时撒谎，原本想着大不了晚上努力一点，和他尽快有个孩子，但是他没想到他对那件事情那么抗拒。见他如此害怕他扑过去的模样，他怎么忍心让他受惊？所以这才对他承诺，他愿意要孩子的时候，他才和他生孩子。亲娘这关得过，媳妇那边也得过，做男人可真是累。沈从清坐到刘氏的身边，丫鬟连忙给他倒了茶水。柱子哥，听说你这次来汴城是来向小玲对账的。沈从清这一声柱子哥，可叫得二柱子心花怒放，而且让他觉得堂堂正二品的将军叫自己柱子哥，这让他在他女人面前特有面子。是呢，当初小玲将专场交给我和二狗，让我们每年6月和12月来汴城向他报一次账。今年下半年我实在太忙了，专场接了好几笔大生意，所以对小玲来信说了，今年报账的时间晚几个月，现在才来。二柱子一边说着，一边将账本和银票都拿了出来。沈从清看着那一叠厚厚的银票，他一直以为白小玲做生意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过家家而已，想不到他竟然赚了那么多银子。刘氏见他们要谈正事儿了，所以退了所有丫鬟嬷嬷，自己也借故去卧房歇着了。二柱子让张杏花出去走走，此时西院的大厅里面只有沈从清和二柱子。二柱子想，反正白小玲和沈从清已经成亲，白小玲的银子就是沈从清的银子。再说了，他和白小玲现在都已经各自婚配娶妻，需要避嫌，再单独待在房间里面算账似乎不太好，索性他就趁着这个时间与沈从清对账了。他翻开账目，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每一个月的收入支出以及结余。他一边翻一边说道，这本账目前部分是小虎子算的，算得清清楚楚，后部分小虎子来了汴城，我们新请了一个对账先生，想不到那位对账先生除了年纪大吃饭多以外，将账算得乱七八糟。后面还是我拿着账目去莲花镇找了春风楼的林老板检查了一遍，这半年的收益除了给工人们的工钱以及林老板应得分红，我们还留了300两银子作为专场的周转资金，其余的全部都在这里了。沈将军，你看看。沈从清接过账目翻看着，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看到那个余额，他以前真是小看了他。他专场的收入快比得上他正二品将军半年的俸禄了，这还不算上他2家仙书超市的收入。对账一事我不太明白，不过小玲最近怀了孩子，不能劳累，我们将军府的账以前都是管家管嘛，待会儿我便将账本拿去让管家对一对。柱子哥，我现在有其他事情想要请教你一下。请教？二柱子心里有些不着边际，他只是一个在地里种田的庄稼汉，大字不识几个，书也没读几天。沈从清满腹经纶，而且还是将军，他会有什么事情请教他？他怀揣着自己惴惴不安的心道：沈将军，你说。沈从清想了一会儿，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说道：实不相瞒，我和小玲虽然已经成亲3年多，但是毕竟我们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一起，她对我有些生疏。沈从清发誓他已经说得十分委婉，想不到二柱子张大了嘴巴，一脸震惊道：沈将军，你的意思是你和小玲夫妻生活不和谐？沈从清听此，他黑着一张脸没有说话。那小玲是如何怀上孩子的？他已经有些后悔来向二柱子取经，依照二柱子这一惊一乍的性格，这件事情说不定在二柱子出了将军府以后就会人尽皆知。二柱子见沈从清不说话，他拍着自己的胸口：沈将军，你放心，我二柱子的嘴巴牢得很，这件事情你告诉了我，就像是告诉了一个哑巴，
我是绝对不会向除了我们之外的第三人说起的。他想，沈竹浪当年将他的秘密在鬼使神差的情况下告诉了他，他都至今没说。对于沈从清的事情，他也绝对不会说。最主要是，如果说了，害怕被他们报复。毕竟他们现在一个是状元，一个是将军。沈从清黑着一张脸，嗯了一声。对于二柱子说的话，他怎么都有些不敢相信。沈将军，你将这件事情告诉我，是不是希望我帮助你？他点了点头。其实几个月前，我和杏花成亲的那天晚上，我们也都害羞来着。但是男人在这方面就是应该主动一点。你不主动，姑娘不主动，那么夫妻生活不可能和谐。沈将军，我也知道你们是读过很多书的人，书上有句话说的是君子什么不强人所难。哎，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在男女之事上行不通，只有不要脸才能拥有幸福的明天。沈从清听了二柱子说了这么大一段话，他就只听到了几个词儿：主动，不要脸。其实他已经够主动了，他都翻墙爬入白小玲的被窝了，但是他还是舍不得强迫他。不行。二柱子叹了一口气。哎，沈家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讲究。如果这个方法不行的话，那我们换一个。我娘说，没有捂不暖的石头，只要你好好对待小玲，有一天她会不再觉得你陌生。这样的话太慢了。一个孩子早出生1个月，晚出生1个月，他觉得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相差的太离谱，就会被识破的。他摇了摇头。不行，还是不行。二柱子也懵了，那他可真没有什么好方法了。因为他和杏花的事情非常顺利，刚开始的时候虽然他们都有点害羞，但是他主动以后没多久，杏花也放开了。沈将军，那我可真没办法了。沈从清也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件事情还得他自己琢磨，自己克服这个难题。谁让他第一次用了强的方式，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一顿饭吃完以后，二柱子和张杏花被安排到了客房。二柱子被仆人送去客房之前，还故意走得离沈从清近了一些。他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沈将军，听我的没错，男人就得主动。沈从清看着二柱子和张杏花离开的背影，张杏花走在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二柱子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身后护着他。其实他挺羡慕二柱子的，那就再主动一点。他靠近白小玲，在他身边小声说道：小玲，给我留门。白小玲的身子微微一颤，他看向他，只见他对刘氏告别之后离开了西院。白小玲回到北院，他洗漱完毕，让东岳退下去后，就蹑手蹑脚地过去将门虚掩着。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他竟然有一种做贼的感觉。他原本并不想给沈从清留门，但是转念一想，无论这道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沈从清要来，那是谁也挡不了。他将门虚掩好以后，就立刻爬上床，钻进被子里面。没过一会儿，他听到轻微的脚步声，然后就是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再然后一个温暖的身子朝着他靠了过来。两人原本都是平躺着，沈从清突然侧过了身体，他在他耳边喊了一声：小玲。怎么了？二柱子都快当爹了。他就知道今天二柱子带着怀孕的张杏花来将军府，一定会给他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你也想当爹了？以前不想，现在倒是挺想的。听到他这么回答，白小玲的心里有些愧疚。在这个男尊女卑、三妻四妾成风的古代，堂堂正二品的将军不仅没有小妾与通房丫鬟，就连想与自己的正牌夫人生孩子都得忍着。他对他着实有点太残忍了。从清，你真的想要一个孩子吗？沈从清听他这么回答，
心里想着，难道是二柱子教给他的方法管用了？他马上就要同意和他生孩子了。他的一只手抱住他的腰，将头埋在他的头发之中，闻着他的头发上散发出来的清香。那你有多想要一个孩子？很想，很想。没有孩子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作为思想较为开放的现代人尚且这么想，更何况沈从清了。他握住他的手，微微有些用力。那好，那我们明日去翰林院前便去找一个大夫看看。沈从清微微一愣，过了半晌他才说道：为何？从清，我的身子被大雪冻过，我还是去检查一下比较好。沈从清听此，抱住他的手抱得更紧了，他面色凝重，紧抿着嘴唇。小玲，我不许你去。卞城眼目众多，一旦他去医馆检查身体的事情被传出去，一定会闹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就算他没事儿，也会被传出有事儿。可万一我真的……小玲，等你店里的事情忙得差不多，想要与我要孩子的时候，我们再努力一把。若还是怀不上，我们便在清明节回去的时候，顺便在莲花镇请蔡大夫看看。蔡大夫医术高明，而且对于这些事情，他是绝对不会乱说的。好，从清，如果我真的……他的话才问了一半，沈从清立马打断他：小玲，不可胡说，你不会有事。我自小在莲花村长大，之前莲花村的女子在四季皆是只穿一件单衣，冬日里冻得手脚都是冻疮，但是她们结婚以后尚可生育，所以你也不会有事。听他这么说，他竟是有一丝心安，或许真的是他想的太多了吧。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从清，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生孩子，你会抛弃我，或是娶一个小妾吗？小玲，你一整晚都在胡说八道。你告诉我，我想知道。我不想回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嘟着嘴，有些憋屈道：你要是不回答我，恐怕我今晚睡不着了。白小玲听着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声。小玲，睡觉。他没有正面回答他，他心里有些落寞。不睡。说完，由平躺变成了侧躺，背对着他。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和他对着干，就因为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的声音犹如风一般从他耳边飘过：你不离，我不弃。他说完，白小玲的嘴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心里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他的这一句你不离我不弃，愁的是万一他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他真的对他不离不弃，那么他岂不是没有后代？从清，我不要你的不离不弃。如果真有那种情况发生，我倒是希望你对我狠一点。虽然心里极其不想这么说，但是这却是对他最好的选择。不许再胡说，快些睡觉。他轻轻地在白小玲耳边说了这么一句以后，没过一会儿，在白小玲身后便传来了他平稳的呼吸声。他在他怀里小心翼翼地转了身子，然后与他面对面，小鸡啄米一般快速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然后便依偎在他胸口的位置睡了过去。冷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小姐，我不敢回来。冷霜听此，他后退了一步，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结果。他怎么说？沈将军说月银的事情让我去找白小玲那个贱人。冷霜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果然，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沈从清不爱她，而且还爱上了白小玲。丫鬟继续在他耳边说道：
小姐，你可千万要振作。想当年你与沈将军那可是情投意合，若不是白小玲从中作怪，你与沈将军早就在一起了。白小玲那个女人向来诡计多端，她这次又不知道使出什么鬼把戏，才暂时迷惑了将军的心。但是只要小姐多与沈将军见面，多和他说起以前的事情，沈将军一定会念起小姐的好，与白小玲那个贱人和离。冷霜双目无神，与他说起以前的事儿。以前他们又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呢？不过是他们一次次的被冷老板拒绝而已。我没有要放弃，我会一点点将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小姐，你能这样想才是对的。今晚我去见了将军府的丫鬟小翠，知道了明天沈将军和那个小贱人要出去，到时候他会趁机将东岳弄出来，我们就把东岳的父母找来候在将军府。只要东岳一出来，那么他的父母不从他身上剥下一层皮，是不可能放他离开的。那时候，丫鬟的话还没有说完，冷霜的脸上浮出一丝狠色。那时候东岳的父母会将东岳带走，而白小玲似乎很在乎她的那个丫鬟，我要她去找她，然后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回不来。东岳的父母将东岳带走，以及白小玲会在那个地方回不来，都是需要她去从中操作的。看来之前娘的做法没有错，白小玲这个女人真是留不得。当初她还害怕娘买凶杀白小玲会引来麻烦，但事已至此，就算会引来麻烦，她也心甘情愿。谁挡了她的富贵路，她就和谁过不去。而且她是真的喜欢沈从清，真的想要与他在一起。之前娘告诉她，她买的那个杀手这几日就在冷府外面徘徊，但是没有进来找她。那就还是他吧，毕竟白小玲是从他的手里逃掉的，而且他知道了他和娘的秘密，也该和白小玲一起回不来的。丫鬟看着冷霜的眼睛在黑夜里面泛着寒光，她吓得一哆嗦，身体也有些发抖。小姐，为什么她觉得今晚的小姐有些可怕呢？还是她眼花看错了？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再次看向冷霜的时候，她又平淡如常了。小姐，我明儿一早就找人将东岳的父母找来，告诉他们东岳这些年挣了很多银子，这些银子可以给李富贵盖新房子娶媳妇儿，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东岳。如果东岳拿不出银子，他们肯定会以为是东岳将银子藏了起来，东岳交不出银子，他们是不会放他走的。冷霜点了点头，不要将东岳的父母安排到将军府附近，若是被将军府的人见了，他们肯定会出手帮助他。是。还有，明日记得将我的首饰拿去当了。听说杀一个人很贵，他目前还没有那么多银子。丫鬟也想起了什么。小姐，沈将军并未给我月银，但是明日大夫人一定会询问月银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准备10两银子来应急。听到这里，冷霜有些不悦。知道了，下去吧。是，小姐。丫鬟离开以后，冷霜摸黑来到了自己的床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小人儿，小人上面贴了白小玲的名字以及生辰八字，上面全部被插着密密麻麻的针。他用一根绣花针使力扎着小人，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动作也越发大了。他将枕头碰到了地上，借着月光可以看见枕头下面还有几个小人，几个小人上面分别写着冷老板、大夫人以及冷家大小姐的名字。他恨他们，但是又恨得无可奈何，所以才想出这样的方法宣泄自己的仇恨。末了还是继续在他们面前笑，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等到白小玲死了，她成为将军府的夫人，那么冷老板和他的大夫人大女儿，就连给他提鞋他都觉得不配。到时候他要将他在冷府受到的欺辱10倍100倍的讨回来。
然后他再和沈从清好好过日子，和他生孩子。想着这些，冷霜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他也怀着他美好的幻想入梦去。次日清晨，鸡鸣之后，白小玲睁开了眼睛，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沈从清一张放大的帅脸。他心里想着，现在自己的生活可太好了，不愁吃不愁喝，大宅院住着，帅气相公抱着，手里有花不完的银子，简直太妙了。不一会儿，沈从清也醒了来，他见他睫毛闪动，一下子闭上了眼睛，依旧在他怀里装睡。一抹笑意停留在他的脸上，他知道他是在装睡，却也不拆穿他。小玲，起床了。他假意翻了一下身，然后继续装睡。沈从清却自己起身，然后开始穿衣服。小玲，你若还想睡，便再睡一会儿。我先穿好衣服回去南院，等会儿过来再接你。白小玲想，他自顾自地说了那么久的话，如果他一直不回答他，那么他多尴尬。可是他不会承认，其实自己一大早就醒了，而且醒了以后还一直在偷看他。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哦。此时沈从清已经将衣服穿好了，他看着他的背影，唇角带着一抹笑意，然后出了他的房间，将门关上。白小玲和沈从清已经到了翰林院，翰林院几乎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毕竟年关将近，都回家了。竹浪，快过年了，翰林院的事情做完了也该回家了。娘每天都在念叨你，你若再不回去，就是不孝。既然如此，他是该放下的呀。嫂子，我手头还有一点事情，等我将事情做完就会回去的。他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在几个月之前他并没有对白小玲说那些话，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们在他面前的恩爱。过年就是要一家人团圆的。嫂子，大哥，天寒地冻的，你们快回去吧。除了，我还有一件事想要与你说。好。沈从清转头对白小玲说道：小玲，你先去喝点茶，吃点心等我。我与竹浪说完了正事，就与你一道回去。他说完以后，便跟着翰林院的一个下人去了茶水房。沈从清见他进了屋，这才和沈竹浪一起从另一个方向走去。白小玲到了茶水房以后，那人给他倒了茶，端了点心。夫人，您慢用。你去忙吧。毕竟这人是翰林院所剩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了，他也不能让他一直在茶水房浪费时间。他下去以后，白小玲就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他吃着吃着，竟是觉得外面有小孩子呜呜的哭声。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是没想到那哭声竟然是越来越大了。白小玲循着哭声而去，就看见刚才给自己倒茶的人正背对着他，哭声就是从他身前传来的。大哥哥，你就让我进去吧，我要去找白姐姐，我有急事要找她。他也很是为难，他看着李招娣身上严重和他身形不符合的衣服和鞋子，再看着他面黄肌瘦的样子，将军夫人怎么可能认识这个女孩？小妹妹，你怕是来错了地方，找错了人。我没有找错，我的姐姐冬月让我来找白姐姐的。白小玲一听到冬月二字，她就知道事情不对。她离开将军府不过几个时辰，冬月有事找她，她可以自己来，也可以让将军府的其他人来，她没必要找一个小女孩来传话。而且在他与冬月相处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冬月一直和他形影不离，他并不知道冬月认识这么一个小女孩。他上前几步，当他看见小女孩的模样的时候，不免心疼了一下。小女孩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脸上唯一有神一点的就是她的眼睛，而她见了白小玲以后，竟是害怕的往后躲。她再一看，小女孩身上穿着的鞋子和衣服竟都是冬月今天早上穿的，难道冬月出事了？小妹妹，你告诉我，
你的姐姐冬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李招娣一听就知道自己找对了人。白姐姐，我的姐姐被我爹娘抓起来了，她还被打破了头，而且马上就要嫁给一个傻子了。你快去救她！白小玲一听，这还得了？她焦急愤怒之色浮于脸上。你告诉我，她现在在哪儿？我姐姐就在山窝子村。白小玲看向车夫，你知道去山窝子村的路吗？夫人，知道是知道，但是那条路特别难走。山窝子村虽然说离汴城不是很远，但是由于其艰难的地理环境，那里的人很少出来，外面的人呢也很少进去。听说里面的人都十分野蛮，不讲道理。这件事情我们还得等将军出来以后再从长计议。冬月都快被强迫嫁给一个傻子了，他还怎么能等他出来从长计议？白小玲抱着小女孩上了马车，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冬月的事情不能等，马上出发去山窝子村。车夫无奈，他只是将军府的一个下人，而且就连将军都惧内，他更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听夫人的话。车夫坐上驾车的位置，然后驾着马车离开了翰林院。翰林院周围的一处转角，冷霜和他的丫鬟其实早就等在了那里。他们看着载着白小玲离去的马车，脸上都浮起了笑。白小玲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其实当李招娣刚从山窝子村逃出来，就遇到了冷霜和他的丫鬟，是他们用马车将他快速带到了汴城。刚才他对白小玲说的话也是他们教的。李招娣还小，他并不知道他们的阴谋，他只是想要快些找人救他的姐姐，而且他们其中一人还给过他一颗糖吃，他们应该都不是坏人，他们是想要帮助他的两位好心的姐姐。小姐，过了今晚，这个世上就再也没有白小玲了。过了今晚，我便离将军夫人的位置又近了一步了。他们说完，正打算离去，却不想又听见一阵车轮声。两人皆是转头，却看见刚才消失的马车竟是又回来了。两人目瞪口呆，这又是什么操作啊？只见马车停在翰林院门口以后，白小玲飞快地从马车内钻出来，然后一边朝着里面跑，一边叫着他的名字：从清，从清，沈从清。他一边往里面冲，一边想，刚才是他听到冬月要嫁傻子的消息以后，就有些被气糊涂了，这才叫上车夫就走了。但是走了没一会儿，他就发现了这件事情疑点重重。既然从汴城到山窝子村那么难走，这个小女孩是如何到了他面前？可是他前脚刚走，后脚冬月就被他的爹娘带走了。他们要想从将军府带走一个不愿意离开的人，这是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件事情着实有蹊跷呀，所以这件事情叫上沈从清是最保险的。沈从清听见他这么急的叫他，他和沈竹朗都出来了。小玲，怎么了？你快随我去山窝子村一趟，冬月出事了。冬月出事？他一边说一边拉着他往外走。这件事情很急，待会儿我们上了马车再慢慢说。沈竹浪见他这么着急，他追上前来。嫂子，心急容易坏事，你可不能这么急啊。他这么一说，他倒是又想起了什么。竹浪，你回将军府，叫小吴他们往山窝子村赶。好。等到白小玲与沈从清都上了马车，马车再次启动了。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前几天有2个姐姐到了我们家里，他们告诉爹和娘，我其中一个被卖了的姐姐，她现在在汴城挣了大钱，只要将她找回来，我们家就会有很多银子。今天下午我割完猪草回来，发现狗棚里面躺了一个人，又听到爹娘在屋里说要将姐姐嫁给二舅家的表哥，但是二舅家的表哥是个傻子。姐姐醒了以后，
他将他的衣服还有鞋子给了我，并且让我来变成找白姐姐。沈从清的眼睛扫过他的衣服，再问：是谁将你带入变成的？原来白小玲所想到的那一点，沈从清也发现了。就是前几天来村里的2位姐姐。你还记得他们的模样吗？李招娣点了点头。其中有一个姐姐还给了他一块糖，他不可能忘了。沈从清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留香馆一事，那些说白小玲坏话的人招了，雇佣他们这么说的是一个姑娘。那姑娘当时戴着面纱，他们不认得她，但是记得她的声音。一直徘徊在汴城的那个杀手，最近也在冷府周围晃悠。今日将这小孩带入汴城的又是2位姑娘。他真的不愿意相信自己猜想的那件事情是真的。从清，怎么了？小玲，以前的事情你真的忘了？你想问什么？我想你肯定的回答我，那5两银子是不是你给我的？上次他也问过这个问题，可是他真的不记得。如果不是冷霜，那就应该是我。沈从清沉默了。从上次他的分析来看，冷霜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是他了。原来他一直在用白小玲对他的好去报答冷霜。他一下子拥她入怀。小玲，对不起。他知道是他想明白了，他也知道他这句对不起是向原主白小玲说的。马车颠簸一下，然后就停了下来，而且车身向一个方向严重倾斜。在沈从清的保护下，白小玲和李招娣并没有磕着碰着。他心中一冷，原来那个在他心里温柔善良的女人还会杀人。从积雪里腾空而起几个黑衣人，吓得车夫脸都白了。他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就10几个黑衣人拿着长刀朝着马车冲刺而来。小玲，你见过杀人吗？他睁大眼睛看着他，他为什么突然问他这个问题？没有。待会儿不要往回看。发生。他的话还没有问完，他便一只手蒙住他的眼睛，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带着他离开了马车。他眼神凌厉地看向围过来的10几个黑衣人。你带着夫人和那个小女孩往西边离开，注意雪天路滑，慢些走没关系，可千万不能摔了夫人。小玲，我要放手了，你不要看。因为他害怕白小玲看见他杀人的模样以后会怕他。白小玲听他的话，跟着车夫便离开了。他说走慢些没关系，不要摔了夫人。这就说明他对付他们很有自信。白小玲和车夫一起跑了几步，虽然他刚才分析了沈从清对付这10几个黑衣人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4手，万一他一个不小心受伤了，他们那么多人，他该怎么办？他停了下来，竟是再也走不了半步了。沈从清曾经说过，他不离，他不弃。白小玲也认定了他，认定他就是他白小玲这辈子唯一的男人。现在遇到危险了，他却顾着一个人逃命去。如果他逃了以后，他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他也变成了一个负心的女人。车夫在他旁边哭丧着声音说道：夫人，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快些离开。你带着女孩先走，我想留下来。车夫一听，眉毛拧到了一起。夫人，快随我离开，你留下来不仅帮不了将军，而且还会拖累将军的。他看向车夫，你能确定沈从清他对付10几个武功高强的杀手，有10足的把握会赢吗？夫人，我虽然没见过将军上阵杀敌，但是将军的威名我们也早就听说过，他不会有事的。他的威名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威名，而是所有拥护他的人的共同努力下造就的。为君将者，需智与力共存。
所以他会打胜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志。毕竟他不是从小习武，而是4年前才弃武从文。他在害怕刀剑无眼，害怕他真的变成寡妇。他的语气严厉了几分。我是将军夫人，将军尚且听我的，更不要说你了。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带着他离开。夫人，不可多说，我决定留下来陪着我的夫君，那是我的决定。快走。白小玲说完，她推了车夫一把。车夫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一下子抱起李招娣。夫人，您可千万要小心。说完，他便抱着李招娣快速离开了。白小玲见他们离开了，便躲在一个积雪的大石头后面。这群黑衣人虽说穿着和上次想要刺杀他的黑衣人一样，但是这群黑衣人却和那个黑衣人的目的不一样。这一次，他们的目的是沈从清。自他逃走以后，那10几个黑衣人竟然没有一个追过来，而是齐刷刷地朝着沈从清围了过去，而且他们招招杀心，步步紧逼。他看着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等他完全回过神以后，只见雪地之中已经横七竖八躺了10几具黑衣人的尸体。沈从清手握匕首，指着最后一名黑衣人：谁派你来的？黑衣人未说一个字，黑色的血液已经从嘴角流出，不出半刻便倒地身亡。他早料到会如此，那个组织比他想象中更加严密周全，否则他不会调查这么久，硬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白小玲已经忍不住了，她转身开始呕吐起来，巨大的血腥味真实地充斥着她的鼻腔。10几具尸体就摆在他的身后，他早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是刚才为了让他不担心，他忍着，现在是再也忍不住了。沈从清走到他身边，然后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又递了一个帕子给他。就怕你见了受不了，所以让你快些走，不要回头。小吴带着将军府的侍卫已经赶到，他们齐齐跪在沈从清的面前。属下来迟，请将军责罚。好了，都起来，将这些尸体都带回去，让仵作检查一下。他们的牙槽里应该藏了毒，这种毒是何种毒？是，将军。小吴，你将这些尸体的衣服都割下一块，拿回去用水洗净，再用香熏熏，拿到庙里给高僧去了邪气，将他们都送到北院来。小吴一愣，实在是想不明白白小玲脑子里面卖了什么药。他看向沈从清，沈从清虽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也点头。自己的夫人，只要他不去找谢俊，其余一切他很乐意满足他。沈竹浪放心不下他们，也赶了来。由于他不会骑马，是坐着马车过来的，自然是迟了一些。等他赶到的时候，小吴已经派人将现场清理的差不多了。而这处地方若是早一些，还有村民行走，所以小吴处理得很干净，用血将地上的血迹都给掩了。沈竹浪见了他们，急急便跳下马车，他疾步而来。当他看见白小玲完好无损，再向沈从清看去。哥，你如何了？我衣服脏了，待会儿还要和小林去山窝子村一趟。竹浪，你将衣服给我穿，待会儿便带几个侍卫一起回去。经过沈从清的提醒，白小玲这才想起来，原来他们是要去山窝子村救冬月。可是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会不会已经晚了？白小玲有些着急。从清，你刚经历大战，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和竹浪去便可以了。不行，我就要陪着你过去。白小玲在想，他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沈从清在想，他是不会给他们制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的。虽说他相信白小玲，也相信自己的弟弟，但是一想到他们两个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在一起，他就觉得不开心。沈竹浪听着他们的对话，当然知道沈从清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大哥，刚才我带人出来得急，没有仔细与娘说我是出来做什么的，我怕娘担心，便先回去了。路上有积雪，你们慢些行。为了防止再出意外，马车后面跟着10个侍卫。马车内，沈从清握住他的手。小玲，
自从刚才你吐了以后，脸色便不太好，是不舒服吗？他的确觉得不舒服，老是恶心想吐。他为了不让他担心，没事儿，我只是看了那样的场面，有些反胃而已。再加上担心冬月，脸色不可能好看。沈从清紧了紧他的手，温暖从他的手心源源不断地传进来，让他好受了很多。小玲，你也别太为冬月担心了。马夫虽说是将军府雇来的人，要他为我们卖命，他不肯，但是要他去救你的一个丫鬟，他还是愿意的。再说了，你可别忘了，他还和那个小姑娘一道离开了。那个小姑娘明明怕生的要命，却可以为了她的姐姐来请你我帮忙，所以小姑娘也一定会要求车夫去救她的姐姐。这里离山窝子村并不远了，说不定此时他们已经到了。说不出为什么，这些明明都只是沈从清的猜测而已，可是他的话就是让他非常放心。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莫名其妙地相信他，依赖他了。他轻轻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从清，上次你对我说了你的梦想，我也对你说说我的梦想，你可想听？想听。所以他终于愿意对他敞开心扉，将他那些一直藏在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他了吗？他其实也一直在等这一刻。娘告诉过他，在汴城开仙书超市是白小玲的梦想，但是他觉得并不是。白小玲若是看重钱财之人，怎么会想要将1万多两银子买回来的宅子送给白鹤书院？还有，为什么他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为什么他会很多他以前闻所未闻的事？为什么他总是觉得现在的白小玲和以前的白小玲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虽然心中也有好奇，但是他不愿意强求他，他想要等他自愿告诉他，他才知道。我一直在汴城努力做生意，将人工湖填成水田，在农户之中推广优良种子。最主要并不是为了赚很多钱，我是想要让天下人人都能吃得饱饭，穿得暖衣服。从清，当一个人连他的生命都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人性中的恶就会表现出来。也只有当人们不再为了穿衣吃饭等问题所困扰的时候，才有更多精力去思考其他。在我小时候，我经常挨饿受冻，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以后长大了要让别人都能吃得饱饭。后来我听说了一个伟大的人，他种植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很多人的吃饭问题，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好。当我来到这里，当我饿着肚子睡在冰冷的床上，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让这里的人人人都能吃得上饭，穿得暖衣服。从清，这就是我的梦想。他一边说着，他一边顺着他的头发，他很认真地听着他讲话，他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到了心里。他说小时候经常挨饿受冻，她是白府的千金小姐，白大人和白千云多么宠爱她，她不是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并不会让她挨饿受冻。他说杂交水稻，对于这个词他之前没听过，不过这个东西似乎是很厉害的样子，有了它能够让人们吃饱穿暖。他说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说的可是刚嫁过来的时候。不对，白府的千金小姐如何知道杂交水稻、香辣螃蟹、外卖服务？他还在等待他的下文，他总觉得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但是他却静静地依偎在他的怀中，没有再说话了。他的小玲什么时候愿意将真相告诉他呢？车夫被李招娣哭得没有办法，再加上他也由此想到了自己家的女儿，心中不忍，便随着李招娣指引的方向来了山窝子村。站在他旁边的是李大牛和李田氏，李田氏怀里揣着剩下的3两银子，笑得脸上都开了花。他一边走一边对东岳道：
来娜娜，别看你表哥傻，说不定你们生了孩子就不傻了。也只有你在我们山窝子村成了亲，生了娃，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李田氏，你可说话算话。等到他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可就让他回去取银子。等他取回来了银子，可要付给我们每人1两，否则我们可不答应。每人1两，他听着可肉疼。不过现在先答应着，等到银子到手，他们还愿意住在山窝子村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会带着他的宝贝儿子，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给他的宝贝儿子修一栋新房子，再送他去最好的书院上学。哎呀，你们放心，我承诺给你们的银子是自然会办到的。女人呐，一旦成了亲，生了孩子，那心就跑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二舅已经向他们承诺过了，冬月嫁过去的只是他这个人，至于他成亲前赚的那些银子，他们不要。李招娣看着冬月那样被绑着，满脸泪痕，长发凌乱的样子，他摇着车夫的手：大叔，你救救我姐姐。车夫虽说也心疼冬月，想要救她，可是他没有能力呀。他只是将军府的一个车夫，今年40几岁，身体虽说没有大病，但是也不强壮。他一个人就这么贸然冲出去，连这里的一个村民都打不过。再说了，山窝子村是有名的刁，这里的村民就算听说他是将军府的人，他们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车夫正在为难。大叔，你快去救救姐姐，你再不去就晚了。在一个土屋前，一个傻子穿着红衣，然后一边流口水一边看向冬月，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媳妇儿，媳妇儿，睡觉，睡觉觉。他的话惹得在场的人大笑起来。冬月也被放了下来，但是他的手仍然被绑着。眼见冬月就要被这群人给拉到土屋中去，李招娣一下子冲了出来：你们放开我姐姐，我姐姐不要嫁给表哥。在他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在乎他冷不冷，饿不饿，是冬月给了他第一件棉衣，给了他棉鞋穿。所以在李招娣的心中，冬月就是他唯一的依靠，是比他父母更亲的人。而且姐姐说过会带他离开，只要他们一起去变成给别人当丫鬟，那么就再也不用受苦了。李田氏一见李招娣，立刻将他如同提小鸡一般提起来：你个臭崽子，你姐姐今天出嫁，你哭哭啼啼个什么劲儿，真是晦气。臭丫头，刚才你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照看你弟弟。你弟弟想要吃桂花糕已经是哭了一下午了，自己的弟弟也不知道心疼，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李田氏还安慰李大牛：哎呀，老头子，你和这丫头较什么真儿啊？丫头就是丫头，就算是养大了，那也是别人家的人，只有儿子才是自己的孩子。你若为他生气伤了身子，那可真是不值得。这样的丫头不听话，尽管打骂就好了。他说着挥起他的手就朝着李招娣的脸上而去，车夫上前几步，一下子将李招娣拉开了。这个孩子是被我家将军买下的丫鬟，岂是你们能打骂便打骂的？冬月见了车夫，眼睛里的泪水不住地往地上落。他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他们了。你是谁？我乃沈将军府中之人，还有被你们绑起来的姑娘是沈将军的丫鬟冬月，她是单独女户，你们无权这样做。李田氏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你这笑话讲得很没有水准啊！什么冬月，什么沈将军，我只是想嫁自己的女儿，这与沈将军又扯上什么关系？还有，就算她现在是单独的女户，但也是我生出来的女儿，我要将她嫁出去，这件事情就算官府的人来了，也判不了我的罪。车夫被气得够呛。总之，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们将冬月姑娘嫁给一个傻子。二舅听了不乐意了，他抡起袖子就要去揍他。你说谁是傻子？
说你们是傻子。这句话刚落，10来个将军府的侍卫已经将山窝子村的村民全部围起来了。他们拔出了亮亮的刀，这群村民吓得够呛。夫人！叫完这句话，东岳的眼泪也流个不停。沈从清看见白小玲落泪，脸色更不好了。他走到李田氏和李大牛的面前。你们就是东岳曾经的爹娘。他说的是曾经的爹娘。李田氏和李大牛被他吓得一下子跪在了地上。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饶命？哼！你们该不会不知道我朝律法。父母自从将子女卖出的那一刻，便与子女断除了亲属关系。你们当年卖东岳的时候是签了卖身契的，如今东岳已是将自己的卖身契赎了回来，她现在是单独的女户，而你们竟是将她直接绑了来，在违背她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想要嫁给你们村中的一个傻子，按律当鬓角。鬓角，挖去膝盖骨。李田氏和李大牛一听，吓得脸色惨白。李田氏连忙跪着爬到沈从清的面前。将军，将军，请你明察呀！我们原本是安安分分在村里种庄稼的，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村来了2位姑娘，这一切都是那2位姑娘说的，这真不是我们的主意呀！你可认识那2位姑娘？李田氏连连点头。认识认识，就算他们化成灰我也认识。好，若是你们当场指认他们2人，本将军可以对你们从轻处理。沈从清的脸色一直不好，真的是他吗？东岳手上脚上的绳子已经被解开了，他一下子跪在白小玲的面前。夫人！白小玲见此，她连忙去扶东岳。东岳，你快起来！夫人，求你救救我妹妹！白小玲看向怯生生地站在东岳身边的小女孩李招娣，她点了点头。对于这个小女孩，就算东岳不说，她也会帮助她。东岳见她点了头，这才起来。谢夫人。白小玲看向李大牛与李田氏。你们的这个女儿我买了，从此她便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她是我将军府的人，若是你们再敢打她的主意，小心我饶不了你们。不敢不敢。不敢不敢。那就好。你们需要多少银子？李田氏的眼珠子咕噜噜转着，将军府应该不缺银子，他本来应该狮子大开口的，但是如今这种情况，他可不敢多说。他伸出5根手指，小心翼翼地说道5两。白小玲听罢，直接扔了5两银子在地上。李田氏连忙跪着走过去，将银子宝贝似的捡了起来。他再派人找来了里长，做了改户的证明，一行人也便回了汴城。在回去的路上，白小玲、沈从清、东岳以及李招娣都是坐在一辆马车上，而李田氏和李大牛则被押着跟在马车后面行走。从清，那买卖自己儿女的夫妻2人，我是真不想给他们银子。他们这般做法早已违背了我朝律法，等到他们指认了指使人是谁以后，我会派人将他们送到府邑去。好。白小玲又看向东岳。夫人，你买了招娣，以后招娣就是你的人了，给她重新取个名字，让她以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东岳，我会将招娣过户到你的名下，以后她就和你一个姓。她是冬天来找到了我们，不如就叫冬来，可好？东岳重重点头，他眼中含着泪花。夫人说将东来过户到他的名下，和他一个姓，也就是说东来不是奴隶，而是和他一样的身份自由的民籍。夫人不仅对他很好，还救了他的妹妹。他决定了，以后他的这条命就是夫人的，他一定会对夫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叫东来。东来虽说瘦小，但是看起来也有6、7岁了。6、7岁的孩子该上学了，以后他可以和小虎子一起去白鹤书院念书。去白鹤书院念书，那将是多么好的机会！若不是现在东来睡在他的腿上，他真的想起来对白小玲磕3个响头。夫人，你的大恩大德，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笑着，你若真想好好报答我，就和以前一样和我说话。你这般的客气见外，倒是让我有些不习惯了。白小玲的话犹如一股暖流，流进东岳的心里。是。东岳和东来候在北院门口，东岳见沈从清出来，对他行了一个礼。将军，夫人睡下了，你勿要打扰她。等到她睡到自然醒了，就给她送上暖胃的米粥。还有，去请一个大夫过来为夫人看看，我见她今日脸色不太好。是，将军。沈从清吩咐完这些话，便朝着将军府外面走去。跟着他们一同从山窝子村回来的侍卫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将军府门口等着他。东岳追前去2步。将军，你要去哪里？这会儿去上朝的话还有些早。冷府。东岳一听，心里一惊。将军，放心，我这次是去冷府算账的。说完，沈从清已经走出了将军府。这个账是该好好算一算了。东岳与东来站在门口，他们见着沈从清翻身上马，朝着冷府的方向而去。东岳在想，将军为何说他是去冷府算账的？难道这次的这件事情是冷府的人做的？东岳正在想着这个问题，东来拉了拉他的裙子，他小声道：姐姐，我好困。他一下子将东来抱起来。东来，姐姐这就送你去姐姐的房里睡觉。有个姐姐真的是太好了。沈从清去到冷府宅院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小吴敲着门：开门。冷府的管家开了门，他一见沈从清，惊得不得了，他连忙对他行礼道：沈将军，奴才这就去禀告老爷夫人和小姐，让他们出来迎接将军。动作快点。是，将军。管家派人去请他们，自己便带着沈从清往冷府的大厅而去。沈从清直接坐在大厅内主人该坐的位置，管家见此也不免一惊。就算是沈将军，但是来了冷府之中，也不该坐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只有冷府的老爷能坐。不过他是将军，他一个冷府的管家也不敢多说。不出半刻，冷老爷、冷家大夫人、冷家大小姐、冷二夫人以及冷双都来了。他们5人看见沈从清所坐的位置，皆是一愣，然后才对他行礼。沈将军。他站了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冷姑娘，自从上次留香馆出事以后，我便开始怀疑你了。只是我不愿意相信你是这样的人。我给了你机会，希望你就此住手。但是没想到，你心中不仅是妒忌，还有恶毒。听到沈从清这么说，冷双被吓得一下子坐在地上。从清，你在说什么？当初在我穷途末路的时候，救济我的真的是你。上次留香馆出事，在府意外污蔑小玲的人，可是受了你的指使。还有，昨日东岳出事，也与你有关。他将他这些事情一桩桩地说出来，他的脸色逐渐变得惨白。他都知道了，他全部都知道了。从清，你听我解释。事情真相，我自有决断。他说着，便对守在大厅外面的侍卫喊道：将那2人带上来。小吴带着李田氏和李大牛进来了。他们2人一见冷双与他的丫鬟，便立刻指着他们道：沈将军，就是他们2个人。沈从清看着冷双，眼睛里面冒着寒气。仔细说清楚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李田氏和李大牛2人跪在地上，
他们指着冷霜和丫鬟：“将军，就是这2位姑娘。前几天他们2人坐着马车来到我们山窝子村，他们告诉我们10来年前卖出来的那个女儿现在挣了许多钱，如果我们将她找回来，就能得到很多银子。就在昨晚，他们又派人来说，恐怕李来东岳不会那么安分的将银子给我们，要我们让她嫁给村里的一个人，这样她就能死心的待在村里了。”冷霜摇着头：“不是这样的。”小吴一听，眉头皱到一块儿：“你还狡辩！”他说完便将一个小包裹扔了出来，小包裹被摔散了，从里面掉出来许多金银首饰。冷霜丫鬟睁大了眼睛，这些东西不是他昨儿一早就拿出去当了吗？而且当了的银子已经交给小姐了。冷霜看见这些，他已经知道沈从清已经将一切都知道了，他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他的手下将已经当了的金银首饰都拿回来了，说明他买凶杀白小玲的事情也已经暴露了。说不定那个杀手并没有得手，也被沈从清给抓起来了。冷老爷见事情越来越不对劲儿：“冷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冷霜抬起头，对着冷老爷惨烈一笑：“冷老板，冷家快完了。”冷霜的这句话让冷老板从脚底凉到了脑袋。“你说什么？”“冷家完了，你的富贵生活到头了。”冷老爷听到这句话，后退了2步。“冷霜，你和你娘背着我做了些什么？”“冷老板，这得问你背着我和娘做了什么。你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处处散播沈将军是你的女婿的消息，短时间内在汴城开了许多分店，所卖粮食缺斤少两，百姓对你苦不堪言，但是碍于沈将军的身份，并不敢揭穿你。”这些话由冷霜当着沈从清的面说出来，冷老板的脸色非常不好。这个丫头和她的娘做了坏事，被沈从清发现，所以将她的事情抖出来，是想让她与他们母女2人一起遭殃吗？“冷霜，你胡说八道什么？”冷老板要是没听清楚，我可以再说一遍。冷霜刚准备再说一遍，冷大夫人上前一步，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冷霜，你这么污蔑你爹，你是疯了吗？”“大娘，这些事情是不是我污蔑他，只要微微一查就能查出来。沈将军何许人也，他自然会明断。”冷大夫人听此，连忙向沈从清跪下：“沈将军，你可千万不要听冷霜这丫头胡说八道啊！今日她也不知道是鬼迷了心窍还是怎么了，竟然一直说胡话，做糊涂事啊！”“冷姑娘，不要想转移这次我来的目的，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他说完，然后拍了拍手掌，另外2名侍卫押着一个带着铁锁的黑衣人进来了。此黑衣人身上的黑衣破烂不堪，露出来的皮肤上面布满鞭痕，很显然他被用过刑。冷霜与冷二夫人见到这个人，皆是一愣，随后便凉了大半颗心。“昨日当你的丫鬟去将你的首饰当了以后，你便见了他一面，给了他200两银子，让他为你杀一个人。你们商定，事成之后，他便来冷府拿剩下的300两。”冷霜呆坐在地上，一双眼睛依旧毫无光彩。“他都签字画押全部招了。第一次是你的母亲，也就是冷二夫人用500两银子买小玲的命。第2次是你。”昨晚那个杀手的确已经全部都招了，冷二夫人与冷霜请他来杀白小玲，他都认了。对于4年前的那一次，他却说不是冷二夫人和冷霜的指使。那时候他都已经被打得半死，也没有必要撒谎。4年前那个找杀手去杀白小玲的雇主，连这个黑衣人也不知道是谁。还有
在昨天，这个黑衣杀手便已经被他抓住。那么在去山窝子村的路上，那些埋伏在雪里面的杀手又是谁派来的？进入那个组织之前，必须先成功完成3单买卖。这个黑衣杀手的第一桩生意就是白小玲，所以也就没有接触到那个组织的中心部分。对于那个组织，黑衣杀手就只知道那个组织叫幽冥。人证物证都在，这一次冷老板的生意不可能再做下去，而冷霜与冷二夫人也面临牢狱之灾。这下冷霜彻底慌了，他朝着沈从清爬过去，哭喊道：从清，你是爱我的，你不会这么对待我。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本姑娘，其实4年前那个赠我银子的人并不是你，而是小林，对吗？他的手本来打算去抓他的衣服，这下却直接僵硬在半空。果然是这样，他对他的所有好，所有怜悯，都是来源于白小玲曾经托付他转交给他的5两银子。从清，你曾经有没有爱过我？他从他的身边走过，声音极其凉薄。不爱。以前他是看不清他究竟有没有爱过冷霜，但是如今他看清楚了，他不爱，他从来都没有爱过他。他对他更多的是来自在他危机时刻他的赠银之恩，想着他曾经许诺过他要带他脱离苦海的尊诺之情，以及他没能兑现自己曾经对他的许诺的愧疚之感，这些都不是爱。之前白小玲对他的嘲笑没有错，他在对待与冷霜之间的事情上是犯了傻了。不爱。冷霜仿佛听见了自己的一颗心裂成碎片，他什么都没有，他的富贵梦，他所在等待的人，他所有的希望全部都没有了。他仰头大笑2声白小玲，终是你赢了。东月，你待会儿便去库房领几两银子，然后带着东来出去逛逛，给东来买一些衣物。夫人，我有月银，我会替东来添衣服。东月是觉得昨日的事情已经太麻烦夫人了，若是再事事都要夫人替他操心，那可真如同阿庄说的那样，不是一个称职的丫鬟。东月，我们将军府的人逢年过节都会收到一份小礼物，东来初到将军府，又是年关将近，我自然是要给他一份礼物的。我给他添置衣物，就是为了庆贺他的到来，你就不要拒绝了。再说，我忙着仙书超市2号店装修的时候，你也没少跟着我跑。你做着2份工，却拿着1份工钱，我还得感谢你呢。夫人，好了，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话。东岳见推辞不掉，只得应道：是。白小玲看了看天，马上就要到中午了。他想着，沈从清今日会回来吃午饭吗？如果他要回来吃午饭的话，他还得做饭。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嗜睡、敏感，而且身体疲软，不想做事。夫人，将军临走之前让我给您请大夫，此时大夫正在门口候着，可要我让他进来。他有多健康，他自己才知道。沈从清大概是见他昨日见了死人以后吐了，所以担心他吧。那么他还是让大夫看看，只有让大夫说出他没有什么大碍，他估计才得放心。那就让大夫进来吧。是，夫人。大夫进来以后，白小玲坐在凳子上，然后大夫在2指扣在他的手腕的部分，过了7、8秒的时间。夫人最近可是觉得嗜睡？大概是天气冷了的缘故，竟是一天比一天起得晚了。那夫人可觉得想吐？他点了点头，心里想着，中医也太神了吧，只是把脉而已，竟然就知道他昨天吐了。是。大夫拱手道：恭喜夫人，夫人这是有喜了。白小玲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夫人，据老夫的诊断，
夫人腹中的胎儿已是有3个月了。他有喜了？真的竟然就有喜了？沈从清那么厉害，他们只有2次，他竟然就有喜了？白小玲是震惊，而东岳的表情则是没有太大变化。大夫，夫人有喜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我这次请你过来是想让你看看夫人的身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东岳姑娘，夫人的身体很好，没有其他问题。白小玲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她怎么就这么糊涂？岳氏已经这么久没有来了，她都没有察觉。白小玲将手放在自己小腹的位置，这里面有一个小生命正在生长，这是属于她与沈从清的宝宝。原本她没打算这么快和沈从清要孩子，但是如今真的与他有了孩子，她倒是觉得心中是喜悦的。如果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将会多么开心。东岳，取5两银子作为给大夫的赏银，然后送大夫出去。多谢夫人。东岳送大夫出去，白小玲满脸都是笑，她快要当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不必再和沈从清做那些事情，她就直接当妈妈了。上天对她真是太好了。沈从清下朝刚回将军府，他没想着去自己的南院，而是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北院。当他发觉自己来了北院的时候，已经站在白小玲的房门口了。他的心情似乎很好，在哼唱着一些他没有听过的歌，不过旋律却非常好听。沈从清不忍心打扰他，便站在门口等着。他唱了一会儿歌以后，倒是停了下来。他面对床上的一个枕头，从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然后他又装着粗糙的男声说道：小玲，你说，我有了孩子了。说完，他又自言自语说道：不行，太频繁了。而站在门外的沈从清听到这个消息，他的脑子已经完全乱作一团浆糊了。什么？他们有了孩子了？他要当爸爸了？他又换了男声：小玲，今晚为夫想与你亲近亲近，可好？他又换作女生娇羞道：夫君，不可。为何不可？你是本将军的夫人，本将军都为了你放弃弱水3000了，可你连本将军睡一下都不愿意吗？夫君，不是不愿意，而是人家的肚子里面有了你的小宝宝了。还是不行，太矫情了。我在沈从清面前肯定说不出口。他内心的喜悦已经如同涨潮的潮水般快要涌出来了。他是在练习要如何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吗？那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让他来亲自告诉他吧。他又走出了北院，叫上几个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去留香馆喝酒。他高兴，所以今日肯定是要多喝一些酒的。10几人到了留香馆，点了他们最贵的菜，然后几个人拼了3张桌子，这才坐下。谢俊见他们如此开心，便也过来坐下。沈将军，何事如此开心呢？谢老板，我和小林有了孩子，为了庆祝这件事情，所以特地请了好兄弟来你的留香馆吃一顿饭。沈从清这是故意大张旗鼓来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吧？将军，夫人真的有了。那是自然。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沈从清看向其中年纪稍大一点的士兵：五叔，你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爹了，但是当爹我可是头一回，有一些事情还得请教你。你说怀着孩子的女人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吴叔45度仰望天空，露出一脸忧伤。我家婆娘在怀着孩子的时候啊，心里特别脆弱，生怕我耐不住寂寞去外面找女人，所以那段时间呢，每天我回去以后，她都会对着我一副秀，一旦发现一点异常，轻则与我大吵一架，重则吵着要回娘家。哼！而且她那段时间问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还爱不爱她。吴叔心里想着，他和将军在这一方面还是挺像的，惧内。
将军平时对他们都很好，所以他要将他压箱底的法子都说出来。五叔，你继续说。将军，在夫人怀着孩子的这段时间呢，你可千万要保持衣服的整洁。你的衣服上面除了有你自己的气味，可千万不要沾染了女子的胭脂气。还有，当夫人问你爱不爱她的时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爱，非常爱。听我娘与我媳妇说，女人怀着孩子的时候都是特别累的，我们当男人的一定要在这段时间里照顾保护好自己的女人。沈从清点头。五叔，我记下了。他在转眼四周。兄弟们，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好意见要告诉我的？说出有用的意见，我重重有赏。吃喝的兄弟们一个个非常积极，踊跃发言。谢俊看着他们喝酒吃肉畅谈的样子，也心里高兴。他为白小玲高兴，她嫁给沈从清是对的。再过几日，他也得回老家去见见他父母来信中提到的那位姑娘了。他不后悔曾经爱过，虽说他们没有在一起，但是至少那是他一生之中美好的回忆。沈将军，为了恭喜你要当爹了，这顿饭算我请。沈从清也是高兴。那就多谢谢老板。不谢，你们吃好喝好，还有一些客人需要招待，我便去忙了。去吧。谢俊离开以后，他们继续喝酒吃肉。东岳带着东来回来了，东来穿着新衣服，开心得不得了。他还拿着一串糖葫芦在吃，他此时脸上洋溢的才是本该属于孩子的表情。东岳告诉了东来，他的吃的穿的全是白小玲拿银子买的。东来对白小玲的心理距离也近了一些，他见了白小玲以后也不再躲了。他稚嫩的声音喊道：夫人，我也让姐姐给你带了一串糖葫芦，糖葫芦可好吃了。当然，东来叫白小玲夫人是东岳教的。白小玲接过冰糖葫芦，笑道：谢谢东来。东岳走进了白小玲。夫人，我与东来去逛街的时候瞧见一件事。什么事儿？东岳满脸是笑。冷家有大麻烦了，白大人已经带人去查冷老板的产业，而冷霜与他的娘更是被衙役带走了。他有些惊讶，竟有这样的事情。还不仅如此，你可知道送到白大人那里关于冷老板坑蒙百姓以及冷霜与他娘买凶杀人的证据是谁给户部和府尹送过去的吗？谁？他当真不知道。是将军。什么？说实话，他被吓得不轻，竟然是沈从清。他这句话刚说完没多久，小吴便扶着沈从清回来了。白小玲见着喝得烂醉的沈从清，她微微皱了皱眉。她原本以为他在忙着朝中的事情，没想到他中午没有回来吃午饭，竟然是出去喝酒去了。小吴见白小玲的脸色不太好，也是有些害怕。他原本想要将沈从清扶到南院，但是刚才他一直在吼小玲小玲，所以他没有办法，只有将他往北院扶。沈从清醉意朦胧地看向他。小玲，他伸过去一只手，然后扶住他，他的半个身子都压在他身上。啊，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我今天高兴。我看不是高兴，你是伤心。你就是大义灭亲，把你的心肝宝贝送到了府尹，现在伤心了。小吴一听白小玲说话不对劲儿，连忙脱手，然后对东岳和东来做了个动作，小声对他们说：东岳，我们快些出去。按照这个架势，说不定待会儿夫人便会骂将军。沈将军可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自家后院被自己娘子骂这件事情，就他们夫妻知道就行了。别人要是知道了，若是被将军知道了，他觉得没面子，说不定以后给他们小鞋穿。所以现在是应该让将军与夫人单独相处的时间，他便带着东来随着小吴一起离开了。白小玲扶着他往屋里走，他在他耳边轻声道：小玲，我的心肝宝贝是你，
而且，他的眼睛看向他小腹的位置，那里还有一个心肝宝贝。算了，他练习了那么久，还是等到他亲口告诉他吧。他将他扶到床上，然后给他脱了鞋和外衣，便用力将他往里面推。小玲，小玲，你可有话对我说？是有话想要对你说。你好端端的，怎么就将冷霜和他娘送到府邑去了？小玲，我认错人了。他听到他的回答，看来他已经知道之前赠银给他的并不是冷霜。那你说说看，现在的白小玲和以前的白小玲，你更喜欢哪一个？他笑着看着他，然后快速起身，朝着他的嘴啄了一下，再次躺下以后，脸上是心满意足的笑。白小玲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她摸着自己的嘴唇，她这是在给他答案了吗？从清，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他拉着他睡在他的旁边，他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位置。从清，我们有了小宝宝了。他的脸上是满意的笑，这样的生活足矣。他的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另外一只手将他拥入怀中。小玲，若是你生了一个女孩，我来爱护你们母女；若是你生了一个男孩，我会和他一起来爱护你。这句话可是他回来的路上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他朝着他的怀里靠近了一些。他刚才说话说不清楚，听到他有了一个小宝宝以后，倒是说话能说清楚了。而且他为什么没有表现出非常惊讶、非常狂喜，而是这么淡定？难道他早就知道他有了小宝宝了？他偷偷抬眼去看他，只见他已是抱着他沉沉睡去。老夫人今早听说昨儿有大夫来了北院，她担心白小玲身体不适，所以一大早便来了北院。正巧她在白小玲的房间外面被东岳瞧见了。老夫人，您怎么这么早便来了？白小玲听见东岳的话，吓得连忙推着沈从清。沈从清揉了揉眼睛。小玲，何事？他脸上有些慌。从清，你快起来，娘来了。娘来了，我们就起床去给她请安好了。他连忙将他的衣服扔给他。你可忘记了娘之前说的话了？她让你这段日子不要来北院，待会儿她若见了你，会不开心的。沈从清经过白小玲的提醒，也想起了这件事情。他连忙抱着自己的衣服从床上跳到床下，连鞋也没穿，就从窗户跳出去。白小玲立马将床下的鞋子朝着窗外扔了出去。沈从清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南院去，他在想，他恐怕是变成最悲催的男人了，在自己的夫人房中睡觉，每晚都像是做贼一样。老夫人这会儿已经推门进来了，她看见开着的窗户，然后说道：小玲，你为何开着窗户睡觉？这样容易着凉。白小玲尴尬地笑着。娘，晚上睡觉是关着窗户的，今早起来屋里太闷，所以将窗户打开了。小玲啊，就算是觉得屋子里面太闷，但是也不可将窗户开得那么大。这冬日的风啊，冷得很，若是被风吹凉了，吃了治伤寒的药，可对孩子不好。娘，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注意。刘氏与白小玲一起坐在桌子边，他握住白小玲的手，看白小玲的眼神仿佛看着自己的闺女。小玲啊，我听说昨儿东岳去替你请了一个大夫，你怎么了？娘，无事，就是我最近在孕吐，从清不清楚这些事情，以为我生病了，所以硬是让东岳去给我请了一个大夫。刘氏满脸是笑。从清那个孩子啊，就是没有心眼儿。对于这些事情啊，他爹去得早，没人教他，他不懂。我这个做娘的，在这方面也不好跟他说。但是小玲啊，
在你怀孕期间，你可千万不能让从清乱来啊！娘，我知道的。他每晚也只是抱着她睡觉而已，并没有乱来。刘氏再与他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这段时间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一一告诉他了。白小玲在心中都将这些事记下，毕竟她也是第一次当娘，以前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多知道一些总是好的。